兰心江海市第一中学，数百师生围坐于操场上，其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白色椭圆仪器。此时仪器正闪耀着五彩光芒，光芒熄灭后，一位国字脸老师开口宣布：方圆，觉醒的职业是古诗。场下顿时传来阵阵惊呼。是隐藏职业吗？应该是个辅助隐藏职业。真羡慕啊，希望我等会也能觉醒隐藏职业。羡慕啥？觉醒隐藏职业以后肯定是战场的主力，我可不想上战场。我要是觉醒个厨师也挺好的，起码不用上战场拼命。方圆虽觉醒隐藏职业，但喜怒依旧不形于色，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一般。只有看到台下正发愣的林峰时，他的眸光才有略微的变化，那微不可察的眸光中似乎隐藏了一丝忌惮与杀意。林峰自然没有察觉到那莫名其妙的敌意，他目前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想到待会的职业觉醒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时，林峰不由得攥紧了拳头，指腹因用力过猛显得有些苍白。林峰来到这个世界18年了，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世界。绝望，绝望的气息每时每刻都笼罩着整个蓝星。别看他们现在能在操场上谈笑风生，再过几年这里大部分人都得前往战场，用血肉阻止深渊的进攻。银河历3572年，人类早已实现星际移民，银河系的各个角落遍布人类的足迹。在人们幻想着征服星辰大海的时候，深渊突然出现。深渊的怪物们拥有远超人类想象的力量，那些凝聚人类千万年智慧核心的武器在深渊面前就如同烧火棍一样可笑。就在人类方节节败退，即将亡族灭种之际，职业系统降临，它如同神奇，带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成为了人类绝望中的最后一束光。在系统的加持下，成功觉醒职业的人类终于有了和深渊一战的资本。后来，人类先贤在蓝星建立最后堡垒，利用职业系统创建副本，批量生产觉醒者作为后备力量。如今，林峰到达了18岁，符合觉醒标准。对于他而言，能觉醒超凡力量，彻底脱离寄人篱下的状态固然值得庆幸，但万一觉醒的是普通战斗职业，在未来的战场上也不过是多一位炮灰罢了。想到这，林峰的拳头握得更紧了些，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下一个觉醒者，李启明。台上老师念出的名字打断了林峰的沉思，他只觉肩膀被人狠狠地撞了一下，转头望去，李启明正用挑衅的目光斜睨着他。原来你也在啊，我还以为你这孤儿不敢来了呢。你再说一遍。林峰站起身与他四目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让旁边的同学都自觉挪了挪身位。孤儿，孤儿。李启明贴近林峰的脸，一字一句地说着，丝毫不惧林峰的威胁。我有说错吗？你不是孤儿吗？李启明，你别太过分了。林峰哥哥的父母是为整个人族捐躯，你侮辱烈士家属，不怕被告上星际军事法庭吗？一旁的少女秀眉紧蹙，出言警告道。星际军事法庭？李启明拍了拍胸口，装出一副被吓到了的模样。我真的好怕，不知道星际军事法庭会不会因为你的一两句话就来审判黄金守护者的家属呢？少女闻言表情一致，这是一个不用想的问题。即便被追封为烈士，即便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死人依旧比不上活着的当权者。到底还是活着的人有话语权，死了的人可不会说话。黄金守护者，听到这个称呼，林峰脸上的血色顿时少了几分，身体踉跄一下，差点摔倒。他在这个世界的父母曾经也是黄金级别的守护者，职业等级高达120级，那时候李启明的父母也才白银级。可惜在6年前，林峰的父母就已经双双战死沙场。自那以后，李启明就经常来找他麻烦，或许是为了抹去曾经当过林峰跟班的痕迹，李启明无时无刻不想将林峰踢出第一中学。你真是无耻！李启明，以前跟在林峰哥哥屁股后面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般尖酸刻薄？少女气不过，上前就要扇李启明一巴掌，却被林峰拦了下来。林峰哥哥，他……雪儿，不必再说了，没有意义。林峰摇了摇头，蓝星法律明文规定不能私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李启明，不过是碎了这小人的一把了。李启明，不要耽误大家时间，赶紧上来觉醒职业。李启明挑衅地扬了扬下巴，趾高气昂地朝着台上走去。一番操作后，光芒闪耀，台上老师念出了他觉醒的职业。李启明觉醒的职业是暗黑魔法师。哇，居然是暗黑魔法师！听闻法圣赵灵觉醒的就是暗黑魔法师，这职业绝对的主力输出，核心中的核心啊！羡慕，真不愧是黄金守护者的儿子。林峰心头一颤，没想到这个小人竟然觉醒了这么强的职业。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不是吗？不知何时，李启明已经走到林峰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很期待你的觉醒，不知道是厨师还是清洁工呢？”哈哈哈哈！觉醒职业和血脉无关，完完全全就是随机的，所以林峰才会如此忐忑不安。要是真的觉醒一个普通职业，甚至是那备受鄙视的清洁工，
他这一辈子就完了。要知道，清洁工可是连进入副本资格都没有的低等职业。下一位，林峰。林峰扇开他的手，起身冷冷道：“好狗不挡道。”你……李启明被气得面红耳赤，半天才憋出一句阴阳怪气的话：“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如果觉醒了清洁工，可以来我家刷马桶。大家毕竟是同学一场，最起码不能让你饿死街头啊！”林峰不再理会他，径直朝着台上走去。近距离观察到觉醒仪器的模样，心中更是忐忑。这是一个纯白色的椭圆球体，浑身刻满了古老的符文，可一转眼又似光洁无瑕，浑然天成，看不到一丝人为雕刻的痕迹。走进去就可以了，同学。一旁的中年男老师对他报以微笑，平静祥和的面容稍微安抚了林峰急躁的内心。林峰深吸一口气，迈出脚步，这一刻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觉醒仪器光芒闪耀，明明是几秒的觉醒时间，对于林峰而言却仿佛像过了一个世纪之久。恭喜第31415926535号觉醒者，您觉醒的职业是下级战士。下级战士，林峰错愕不已，心中逐渐泛起苦意。这所谓的下级战士并没有比清洁工好到哪去，最多是有了进副本的资格，在战场上他们就是炮灰中的炮灰。哈哈，下级战士，哈哈，这就是黄金守护者的子嗣，居然觉醒了下级战士。台下李启明不加掩饰的嘲笑响彻整片操场，他捂着肚子拍着大腿，模样夸张至极。还是来我们家刷马桶吧，毕竟上了战场也不过是个炮灰角色。哈哈哈哈！同学，恭喜成功觉醒，你可以先打开属性面板进行初始加点。一旁的中年男老师无视台下聒噪的李启明，对林峰出言提醒。林峰紧抿嘴唇，从失落的情绪中脱离。如果炮灰是他的命运，那他也只能接受。不过最起码他可以通过努力，让自己这个炮灰在战场中多活一回。打开属性面板，基本属性面板，姓名林峰，职业下级战士，等级1 0%， 力量20，精神10，敏捷10，体质10，幸运0，固有天赋战士之魂，拥有战士的不屈之魂，有较强的恢复力。技能冲锋1级，劈砍1级。冲锋向10米范围内的敌人发起冲锋，造成一定伤害，威力根据自身力量和技能等级而定。劈砍挥舞武器向目标进行劈砍，造成一定伤害，威力根据自身武器种类、品级、力量和技能等级而定。基本面板就是这些，除此以外还有5点未分配属性。林峰想了一下，果断将这5点属性加在了体质上，想要苟住不死，血量防御必须撑上去。加了体质后的基础面板，力量20加50，精神10加50，敏捷10加50，体质15加50，幸运0加50。林峰看着这奇怪的面板，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反复确认自己没有老花眼。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所有属性后面会有加50的属性点？自己明明只用了5点自由属性，加了5点的体质，后面就有加50的属性点，而且是全属性，那不等于平白多了250的属性点，也就是额外的50倍属性。贴心小提示：250除以5等于50。这太奇怪了。林峰迷迷糊糊地走下了觉醒台，他感受着身体中传来的磅礴力量，还是有些不可置信。啪啪啪啪！恭喜了林大少爷，觉醒了稀有职业下级战士。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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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他顶不顶得住深渊恶魔一爪子。耳边又传来了那令人厌恶的声音，只不过这次李启明的身边多了几个狗腿子。现实就是这样，墙倒众人推。刚刚这群人还忌惮林峰的身份和潜力，等觉醒盖棺定论，他们立马就跳出来附和李启明。喂喂喂，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别人和你说话呢，你父母没教过你吗？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伸手拦住林峰的去路。你是傻子吗？人林峰哪有父母，他早就是孤儿了。台下哄闹不已，但台上的老师们根本就没有制止的意思。他们可不会为了林峰这个下级战士得罪潜力无限的李启明。你们不要太过分了，别忘了天道好轮回。一旁的少女见几人如此欺辱林峰，终是忍不住回怼：尹天雪，这不关你的事，该干嘛干嘛去。谁说不关我的事？尹天雪上前挽住林峰的手臂，气鼓鼓地说道：林峰哥哥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他有什么好？一个下级战士而已，不如跟着我吃香喝辣呀，宝贝儿。李启明伸手去摸尹天雪的脸，被林峰一把抓住，管好你的手，不然哪天被我剁了都不知道为什么。李启明用力抽回手臂，
却发现林峰的那只手如同铁钳一般，死死将他焊在原地。放开我！你这个孤儿，卑贱的下级战士！好啊，如你所愿。林峰突然松开手，李启明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噗呲！我以前见田地里的癞蛤蟆也是如你这般打滚的。尹天雪捂着嘴出言嘲讽道：“贱人！”李启明怒极，手中魔法能量聚集，在见到台上老师投过来的目光时，急忙又将能量散去。蓝星不允许私斗，职业者私斗更是罪加一等，即便是李启明也不敢触碰这道逆鳞。他眼睛咕噜一转，似想到了什么，阴恻恻地笑道：“尹天雪，我记得伯父伯母是不允许你和林峰接触的吧？嘿嘿，等哪天我登门拜访一下，跟他们说说今天的情况。”你敢！林峰指着他的鼻子呵斥道。曾经，也就是林峰父母未逝世之前，所有人都忙不迭地巴结他，包括尹天雪的父母。然而，当初这群趋炎附势的小人把你捧多高，现在就能把你摔多狠。在林峰父母死后，尹天雪的父母态度可谓是180度大转弯，不止不允许尹天雪接触林峰，还强制性的要求他和李家联姻。为此，尹天雪还闹过绝食，最终其父母也只是同意不联姻，但依旧禁止他和林峰接触。我怎么不敢？李启明接过身旁跟班的手机，在林峰面前甩了甩，不想看你雪儿妹妹受苦。那你现在跪下给我磕100个响头。林峰哥哥，不要理会他们。尹天雪担忧地望着林峰，生怕他会做出什么傻事。下一个，尹天雪。台上的老师突然喊出了尹天雪的名字。尹天雪一动不动，依旧忧心忡忡地望着林峰。尹天雪，不要耽误大家时间，赶紧上来觉醒。没事，去吧。林峰回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尹天雪才依依不舍地朝着台上走去。没女人撑腰了吧，软饭男。几个人将林峰围了起来，他们不动手，谁也不会管这里的事。反而如果林峰出手，面临的将是长达20年的牢狱之灾。李启明，我们打个赌怎么样？林峰挑眉笑道。哦，什么赌？李启明饶有兴趣道。就赌我们试炼开启之前的等级，谁等级高谁就是胜利者。好啊，赌注呢？李启明痛快答应下，一个下级战士，副本门口组队都没人要的货色，他可不信能被这种垃圾超越等级。上钩了！林峰嘴角勾起奸计得逞的笑容，他开始大声呼喊，势必要在场所有人都听到。我输了就当你的奴仆，任你差遣；你输了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倒立吃屎。李启明听到这个赌注，脸色有些难看。怎么不敢？李启明环顾周围，所有人都听到了他们的赌局，现在退缩了，让他怎么在江海市混下去？来就来，立字据、兴网协议也要来一份，我怕你到时候翻脸不认。第2章，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跟李启明签订完赌约，林峰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校园，迫不及待地向着副本入口走去。50倍的属性，他旁敲侧击隐晦地试探过其他同学的属性情况，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他是特殊的自由属性点的50倍。虽然是平均分配在5种属性上的，但这确确实实的就是50倍。不过他不敢相互开放属性观察权限，不然还能进一步确定。想到这，林峰又突兀地停下了脚步，转身朝着相反走去。那个方向是他舅舅家，也是他现在记住的地方。或许是太过于兴奋，以至于忘记了思考，他现在才清醒过来，目前最应该做的事不是前往副本试验属性，而是先做好准备工作。万一后面的+50的属性只是系统 bug 显示错误呢？就这样不做任何准备，一股脑的钻进副本，到时候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没错，副本里也是会死人，即便职业系统将身体各项机能半数据化，但心脏、脑袋等关键部位如果受到致命伤害，还是会直接死亡。所以组队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选项。不过他这种下级战士应该组不到任何队友。一路小跑来到家中，推门便对上舅妈那双带着审视的眼睛。小峰回来了，过来坐。林峰不情不愿地坐在了他对面的沙发。他这些年在舅舅家过得并不好，吃穿用度都是最便宜的那一档，时不时还要遭受舅妈的白眼，甚至是小表弟的谩骂。这些他都能忍，但无法让他忍受的是父母留给自己的遗产，舅舅一家居然想全部吞掉。不等林峰说话，舅妈已经开启了机关枪模式。小峰，家里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现在你也成年了，是一个大人了，我想你应该可以照顾自己了。你看家里还有个小的等着我们养，实在是入不敷出。我懂。林峰淡漠地点了点头，明天我就会搬出去住。见林峰这么好说话，舅妈立马喜笑颜开。哎呀，瞧你这话说的，搞得像我们赶你走似的。你要记住，舅妈家就是你的家，想家的话随时回来玩。林峰起身朝着楼梯走去，半道才转过身来说道，在此之前是不是该把父母的遗产还给我了？听到这话，舅妈立即变了脸色，
支支吾吾半天。什么遗产？哪还有什么遗产？林峰，这套房子不就用我父母遗产买的吗？他父母是黄金级守护者，其名下的财产自然不少。当年舅舅一家拿到自己监护权后，转头就将自己父母的豪华别墅低价贱卖，换了这套市中心140平方的大房子。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将财产化为己有，可笑至极。以前的林峰并不想去争，或者说没能力去争，现在可容不得他们放肆了。你在瞎说什么呢？你父母哪来的遗产？这些年都是我们自己出钱供养你，你倒还惦记起遗产了？你个没良心的东西，白眼狼！舅妈开启了泼妇骂街模式，林峰只当是狗叫，充耳未闻。如果舅妈不太懂法的话，后续我会让律师来跟你们谈。舅妈气急败坏，3步并作2步来到楼梯处，一把抓住林峰的手腕。小白眼狼，你还想上法院告我们？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早知道当初就该让你死在外面，有娘生没娘教的狗杂种！林峰眼底满是嫌恶，人类都已经要到王族灭种的程度了，还有人满心算计着丁点利益。父母用生命守护的东西就是这些玩意吗？真是替他们感到不值。林峰一把甩开舅妈，由于觉醒后力道过大，没有控制住，这200多斤的肥婆硬是被他直接甩到了沙发上。还好只是沙发，要是把他扔到地上，只怕不死也残废。哎呦哎呦，打人了打人了！舅妈嚎叫着把大门打开，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天喊地。大家快来看看啊，这算什么个事啊？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外甥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哟！我不活了不活了！这里是富人小区，走出去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只有林峰舅妈这种靠吸外甥血的暴发户才会做出如此不要脸面的蠢事。随着他的哭喊，门外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只不过都是远远望着，生怕招惹到这疯婆子。见围观的人多了起来，林峰舅妈也不嫌丢人，反而越来越起劲。哎呦，你们都看看，这是什么白眼狼啊？真的活不下去了，翅膀硬了造反了呀！养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的命！咦，当家的你回来了！一个中年瘦高男人满脸怒气地站在林峰舅妈面前，正是林峰的舅舅杨奈。丢人现眼的玩意，滚回家去！舅妈闻言立马屁颠屁颠地跑回了屋。客厅中，舅妈又开始眉飞色舞地讲述她刚刚的糟心遭遇，语气中满是委屈，仿佛林峰做了天大的错事一般。他说的是真的。杨奈眼神透着一股自以为是的威严，曾经这一招对林峰屡试不爽，如今的林峰可不再吃这一套，他拥有了完全民事权利，不需要再看这一家子垃圾的脸色。当然，如果不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我将向法院提交诉讼，侵吞烈士遗孤的财产。我想你们一定能吃几百年牢饭。林峰狞笑着回应杨奈的目光，针锋相对，丝毫不惧。这个先不提，难道你不应该先给你舅妈道歉吗？毕竟养育你这么多年，说的那些话多伤她的心啊。杨奈眼见气势上压不住，连忙转移话题，扣上道德大帽。行了，收起你的那套吧，我没时间和你虚与委蛇。林峰站起身，毫不客气地俯视他，10万系统币，还有我当初带来的时光箱，从此两不相欠。当初他到这个家唯一带着的东西就是父母送给他的时光箱，那是为成年的他准备的礼物。可林峰舅妈这个贪得无厌的老东西，趁着他上学时候将时光箱偷偷藏了起来。那是林峰第一次忍不住发脾气，可势单力薄的他在这一家子吸血鬼面前根本讨不到好。不过幸好，时光箱需要他林峰的指纹和对应的密码才能开启。时光箱你舅妈给你保管着，本来就准备在你成年的时候还给你。至于10万系统币，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虽然你父母的遗产差不多就是这个数，但这些年也用到了你身上。小峰啊，做人不能这么没良心啊！李奈深深地叹了口气，苦口婆心地劝说，说的林峰是什么欺负老弱妇孺的坏人一般。林峰冷笑连连，对他虚伪的面容早就见怪不怪了。他父母的遗产何止10万系统币，说是1000万都有些保守了。只不过是林峰急需一笔启动资金，没时间和他们纠缠罢了。那好，我们法院见。5万，最多5万系统币，而且你要签署遗产转赠协议。成交！林峰痛快地答应了他的霸王条款。其实自己根本不在乎这些系统币，时光箱才是关键，那里面有父母为他精心准备的觉醒礼物。第3章，父母的礼物以及准备。在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林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令人恶心的地方，随便找了一家旅馆住下，准备开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成年礼物。时光箱和它的名字一样，其本体十分有科技感，银白色的外形，曾经上面有着12条时间履带，一刻不停地转动着。如今这些时间履带上的数字齐齐停留在了18上。林峰在密码锁上输入自己的生日，1995年2月4日，这是他在原本地球上的生日。随着指尖按下，时光箱啪嗒一声打开了，并没有什么华丽的光芒从里面射出，
里面朴实无华，只有一枚戒指和一本灰黑色的书籍。拿起戒指，一股数据自动传入脑中。名称：巴德尔的时光之剑。等级：1级。品级：传说。属性：力量加1，精神加1，敏捷加1，体质加1，幸运加5。技能：时光之触，击杀怪物获得的经验增加 10%。极品，超级极品！真是想睡觉的时候直接给他递枕头，来的正是时候。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装备的品质一般分为普通、精品、稀有、传说、史诗、神器。这一来就给了自己一个传说品级的装备。别看他前几项属性只加1点，总共也就9点属性。关键就在于那最后的5点幸运值。要知道，幸运值是不能通过升级的属性点来增加的，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特殊道具或者装备来增加。算上最后一条十分罕见的增加经验的被动技能，这戒指称得上是前期的神装。爱你们，老爸老妈！林峰迫不及待地将戒指戴在了手上，他的基础属性都增加1点。基础属性面板：力量20加50，精神10加50，敏捷10加50，体质15加50，幸运0加50。装备附加：力量1，精神1，敏捷1，体质1，幸运5。可惜装备附加的属性不享受50倍增幅，不然他现在就直接去把李启明那条狗东西活剐了，并且保证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不止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要被当作人类救世主供起来。只是现在嘛，还得掂量掂量。欣赏完自己的新装备，林峰将目光放在了书籍上。名称：复仇刀锋转职书。简介：英雄转职书，使用后可转职为特殊隐藏职业复仇刀锋。要求1转以上。全是英雄转职书，但林峰的兴奋感远没有看到传说戒指时强烈，因为这本转职书的要求上明确写明了，要求1转以上。1转说的是第一次职业转生，如果林峰没记错的话，第一次转生需要到达150级。目前为止，还没有几个职业者愿意去转生。如果没有英雄转职书，转生就相当于重新随机一次职业。虽然可以保留10%的基础属性，但职业随机不确定性太大，强大的职业者根本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险。他现在有技能书，不过150级距离他还太远，先收着。拿起英雄转职书，他才注意到英雄专职书的下面还盖着一个东西，其模样是一个古白色的十字架。名称：完美的重生十字章。品级5。简介：特殊消耗道具，持有者死亡时可无条件复活1次，状态恢复至全满。林峰将十字架拿起，紧紧地贴在了心口。10几年未曾落泪的他，此刻已是泣不成声。重生十字章，如果他的父母没有将这东西送给他，而是留着自己使用，是不是有机会从战场上活下来？爸妈，放心吧，我会变强的，我会将深渊全部驱逐出这个世界。这一刻，林峰无比坚定，不只是为了他自己，还为了父母的遗愿，将深渊怪物们全部驱逐。林峰将东西收好，一刻不停地朝着副本入口走去。江海市新手副本区，所有的副本都是星际级别的重地，只有战斗职业的觉醒者才有资格进入。林峰站在了巨大的传送阵前，周围尽是全副武装军人，想要进入这里，必须要通过他们的安全检查。停，请先站在扫描仪前进行身份核实。一位女性军官伸手拦住了林峰。林峰点了点头，顺从的根据只是行动，当然不顺从也可以，只要打得过这里的军官就行，他们都是职业者，最起码是50级以上。信息核实完成，林峰第31415926553号觉醒者，职业下级战士，权限开放，准许进入，请吧，尊敬的战友。女军官脸上带着笑意，友好地拍了拍林峰的肩膀。林峰微微颔首回应，旋即走进了传送门。银鳞胸甲500系统必一件，大宝剑，卖大宝剑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超级极品装备，价格好商量。兔子营地副本3等一速来。与外面严肃沉默的气氛不同，副本区内简直就像一个大型菜市场，叫卖物品的都不算什么。林峰甚至听到了情侣吵架要去副本殉情的抓马声。林峰眼角抽了抽，决定用意志强行屏蔽这些无聊的吵闹。副本区域很大，可选择的副本却只有几个。1到5级兔子营地，5到10级哥布林巢穴，10到15级扭曲丛林。林峰没有急着进入副本，而是在摆摊的区域逛了起来。兄弟，来看看，来看看，我这里都是极品。兄弟，新手装备，我这里超级便宜。小当杂货铺，直接打骨折。耳边吵闹声不绝，林峰都没有理会，而是径直走向了一言不发的少年面前。他也不叫卖，头顶就顶着几个字，自己看上了直接拿走。林峰对他头上漂浮的字很感兴趣，
看着真有种在游戏中的感觉。指尖轻轻点击，售卖界面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里面都是些基础装备：破旧的骑士剑200系统币，破旧的骑士重甲200系统币，破旧的骑士铁靴200系统币，破旧的经典破旧套装，价格很离谱。其实装备价格都很离谱，他这价格在这里只能算是中下游。林峰路过的一个摊位，一把普通骑士剑就卖到了1000系统币。没办法，副本产出太少，所有人的幸运值都太低。除了林峰，1级就有55的幸运值，爆率肯定不低。所以他来到这个少年这里并不只是为了买装备，他还想询问一些事。兄弟，你这摊位挺新颖的，怎么搞的？少年抬眸看了看他，一言不发。林峰见状也不恼，继续笑着说道：我正准备买一身装备下副本，你这里价格倒也不贵，不过我对你这个摆摊方式很有兴趣，不知道能不能？少年兴趣缺缺，直接打断道：要买什么自己选，想知道信息那是另外的费用。这个数怎么样？林峰伸出了4根指头。可以，先付钱吧。少年指尖轻点前方，一个付款界面就出现在了两人面前。林峰则也不啰嗦，迅速转账。在成为觉醒者后，职业系统的部分权限将对其开放，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意识直连星盟网络、无条件限制交易转账、随身携带30格储物空间、宠物空间等。少年看着到账信息，眼睛瞪得像铜铃，刚刚的高冷气质瞬间烟消云散。400系统币啊，不够吗？林峰皱起眉头，心想这少年也太黑了，一个信息而已，居然还要加价。不，够了够了。少年堆起笑意，一脸谄媚样。刚刚你说还要买一套装备，不知？林峰没有废话，直接将破旧骑士套装一扫而空。少年看着不停增加的系统币，心脏不停狂跳。兄弟，加个联系方式。少年一把握住林峰的手，眼中充斥着无尽的欲望。林峰嫌弃地甩开他的手，不情不愿地将自己星盟账号给了他。少年在这边摆摊已经快1个星期了，从开始的积极叫卖到现在的彻底摆烂，没赚到1分钱不说，还倒贴不少摆摊费用。如今遇到个真土豪，他的态度自然要180度大转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500系统币都够一个家庭1个月的生活费了。所以林峰父母的遗产对于他舅舅有多么大的诱惑，自然不言而喻，甚至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侵吞遗产。要知道，如果林峰肯花时间追究的话，他舅舅全家最严重情况是要背上反人类罪的。兄弟，我叫梁小商。林峰兄弟，我第一眼见你就觉得你非池中之物，将来……行了，林峰摆了摆手，直接打断了梁小商的阿谀奉承。你还没告诉我摆摊是怎么回事呢？嗨，你说这个啊，就是副本报的摆摊协议。现在职业系统正在进行线上交易空间测试，这个摆摊券只是试验版本。这样啊，出乎意料的得了一个有用的消息。林峰倒是觉得这500系统币没白花。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梁小商左顾右盼，确定没人靠近后，才神神秘秘凑近林峰耳边小声道：知道地月盟吗？林峰眉头紧蹙，非法组织。梁小商连忙捂住他的嘴，嘘，可不能瞎说啊，顶多算个商业组织。有兴趣加入吗？我可以当你介绍人。没兴趣。林峰转身就走，时间紧迫，他得赶快升级。以后需要什么消息可以联系我，价格公道啊。林峰朝着身后比了个 OK 的手势，径直朝着兔子营地副本走去。第4章副本，我一人横推。副本兔子营地1-5级，是否进入普通级副本兔子营地？当前全副本进入次数5%。副本难度分为普通级、困难级、噩梦级、炼狱级、深渊级5个等级，级别越往上，相对应的经验和爆率就越高。不过职业者等级不能超过当前副本等级，也就是说不存在高等级职业者取代低等级职业者的现象。某种意义上来说，升级只能全靠自己，哪怕是黄金守护者的子嗣也不例外。林峰思索了一会，还是决定将第一次的副本级别选为了困难级，选普通级简直是浪费次数。在学校中他们就学习了副本的相关知识，噩梦级以上的副本需要通关前置级别才能进入，所以困难级是他的必经之路。进入，正在传送，请稍后。经过一阵半梦半醒的奇异感觉后，林峰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地界。欢迎进入兔子营地，困难级。一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一片，很远才看得到1-2棵零星树木，它们格格不入地矗立在半人高的草坪上。草坪上稀稀拉拉有几个兔子脑袋正趴在地上疯狂地啃草。名称：兔子兄贵。等级：1级。
这是林峰唯一能看到的信息，没有洞察类技能是无法看到基本属性的。半数据化的职业系统也并不会显示详细的数据，即便是职业者自身看到的基础属性，也只有力量、精神这一类笼统的属性，不会出现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这种详细到一分不差的数据。星盟网上怪物图鉴中，困难级的兔子营地，普通怪物的主属性差不多10点左右，组队没什么问题，但单刷还是有些危险。毕竟除了普通怪物，还有精英怪和 BOSS， 那属性比普通职业者高。所以林峰现在心里也在打鼓，不知道自己家50的属性点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过事已至此，即便再有所顾虑，也得一往无前。低等级副本的怪物攻击欲望很低，这也给了林峰先下手为强的机会。林峰悄悄地摸到了一个低头吃草的兔子怪身后，因为之前被半人高的草挡着，他靠近了才看清这怪物的模样，简直就是顶着兔子脑袋的人形生物，或者说是戴着兔子头套没穿衣服的暴露狂。那光溜溜不停摆动的屁股，看得林峰眼角不停抽搐。我靠！伤风败俗，去死！劈砍！林峰挥舞着破旧骑士剑，直接用上了技能，一剑砍在了兔子胸柜那不停扭动的屁股上。击杀兔子胸柜，获得经验值1点。秒杀！居然直接秒杀！要知道，即便是普通级别的兔子营地，也需要至少3人组队才能完全攻略。而林峰直接一剑秒杀怪物，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队友。居然是真的！林峰终于确定了，那50倍的属性真实不虚。如果单算力量和体力属性，他现在就相当于不穿装备的20级战士，横推这种低级副本简直手拿把掐。其他兔子兄贵听到同伴的惨叫，纷纷停下了进食动作，朝着林峰这边奔来。哼，多来点！林峰站在原地，等着怪物们送上门来。叮叮叮，几个兔子怪手持柴刀，不停招呼在林峰身上，但只有金铁交加的声音不断传出。笑死，根本破不了防。虽然看不见详细的攻防属性，但经过这么多年，早就有人大概算出了4大基本属性对人的加持。力量，顾名思义，增加人的力气、肌肉强度、爆发力等；精神，增加感知力、魔法操控的准确度、魔力；敏捷，增加身体的掌控力、速度、视力、听力；体质，增加体力、防御力、耐力、恢复。正常成年人的力量大约是10点左右，15点力量为正常人类极限，30点力量为人类同体型正常生物的极限。林峰现在的力量、体质均在50点以上，小小兔子兄贵根本就是在给他挠痒痒。打够了吗？该我了。林峰打了个哈欠，反手几剑送他们直接归西。击杀兔子兄贵，获得经验值1点。击杀兔子兄贵，获得经验值1点。就这几秒的时间，林峰的经验条就暴涨了 2%， 他现在十分期待升级后的属性加点。要是继续翻50倍，这些个副本他林峰还不是横着走。李启明，这时你是吃定了。林峰狞笑着朝着前方前进，他看过攻略，兔子营地副本一共有12处聚集地，每一处都有10几只兔子兄贵，只有成功清理完12处聚集地的怪物，才能见到关底 BOSS 兔子伯爵。击杀兔子兄贵，获得经验值1点，获得兔儿爷帽子。在清完3处聚集地后，林峰终于是看见了第一件装备，以他55的幸运属性都这么脸黑，其他人更不用想了。也不怪装备卖的这么贵，这副本产出实在抠搜。名称：兔儿爷帽子，等级2级，品质精品，属性精神+3，要求法师类职业。垃圾，还是个法师装备。林峰随手扔进了系统空间背包，继续前往下一个聚集地。老远林峰就看到聚集地中一个不太一样的身影，比起普通兔子兄贵，那家伙明显大了不止1圈。名称：敏捷的兔子兄贵耶格尔，等级4级，名字都不一样，很明显是个精英怪，就是不知道精英怪的爆率如何了。林峰舔了舔嘴唇，摸了过去，距离够了，冲锋！林峰如同炮弹一般冲向兔子精英怪，正要得手之际，兔子精英怪似早有预警，灵动的身影宛如一阵风，轻松地躲过了林峰的突袭。他站在不远处，挑衅地用舌头舔舐着柴刀。你太小瞧我了，人类，以为用卑鄙的方式就能战胜我耶格尔大人吗？林峰面无表情，冲上前去就是一剑。不可能！这个有着自己姓名的精英怪就这样带着不可置信的表情爆出了一地装备。击杀敏捷的兔子兄贵耶格尔，获得经验55。地上大多数都是白板垃圾，属性和破旧的骑士套没多大区别，只有一件泛着紫色的光芒。名称：耶格尔的敏捷皮鞋，品质稀有，等级4级，属性体质+5，敏捷+5，技能疾步，
10秒内增加10%的移动速度，冷却时间60秒。要求：弓箭手、刺客等敏捷类职业。虽然是稀有属性，但林峰用不了，随意丢进储物空间，继续前往下一个聚集地。击杀兔子胸柜，获得经验值1点。击杀兔子胸柜，获得经验值1点。在清理完12处聚集地后，林峰的经验涨到了 88%， 再击杀一个 BOSS 应该就可以升级了。是谁在屠杀我的同胞？第5章，给力的兔子伯爵。一声咆哮从远方传来，林峰抬眼便看见了那巨人般大小的兔子伯爵。他手持黑色柴刀，在阳光下泛起阵阵寒光，其身躯被漆黑铠甲包裹，只留2只巨大的兔耳朵随风摇摆。卑鄙的人类，准备成为我的刀下亡魂吧！这应该是他的过场台词，听着气势磅礴。林峰毫不畏惧，提剑迎了上去。名称：兔子伯爵多安，等级5级。叮！雷声大雨点小，兔子伯爵的黑色柴刀耍得虎虎生风，但在接触到林峰身体的那一瞬间便萎了下来。那看似庞大的身躯竟无法撼动林峰一丝一毫。哈，太弱了！林峰打了一个哈欠，反手就是2剑，这轻轻2剑直接将庞大的兔子伯爵击退了好几步。随着他的后退，整个大的都颤抖了起来。不愧是 BOSS， 接了林峰2剑都没有挂掉，看来得认真点了。劈砍！林峰直接用出了技能，将兔子伯爵腿上的肉切下来一大块。兔子伯爵吃痛，发动技能怒吼，将林峰击退数十米。技能：兔子伯爵的怒吼。效果：击退敌人，并召唤兔子怪协助作战。可恶的人类，竟然敢伤我！兄弟姐妹们，出来一同对敌！兔子伯爵的嘶吼足足持续了2秒，随后周围凭空生出10几只兔子胸柜。看样子林峰这一剑应该是直接把他的第2阶段给打出来了。10几个兔子胸柜前仆后继地冲向林峰，带出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动。技能：助威。效果：全体兔子营地怪物力量提升 20%。兔子伯爵冒着红光，给所有兔子怪上了一个强力 buff。 兔子胸柜们的攻击更加凶悍，打在林峰身上的惊鸣声又是大了几分。哈哈，人类，这就是招惹伟大的兔子伯爵的下场。兔子伯爵就在一旁摇旗呐喊，外加语言嘲讽，一副十拿9稳的模样。林峰则不急不缓，一刀一个小兔子，击杀兔子胸柜，获得经验值1点。击杀兔子胸柜，获得经验值1点。在清理完所有的小怪后，林峰停了下来，目光灼灼地望着兔子伯爵。兔子伯爵感受到了这道灼热的目光，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没有了，我真的一滴都没有了。切，原来是个伪男。林峰讥笑一声，摩拳擦掌。既然没有了，那你就去死吧！冲锋！劈砍！一套组合拳下来，兔子伯爵哀怨一声，与世长辞。击杀兔子伯爵，获得经验110。恭喜下级战士林峰提升等级，当前等级2级。终于升级了！林峰连忙点开属性面板，将5点属性全加在了体质上。基本属性面板：姓名林峰，职业下级战士，等级2 5%，力量20加100，精神10加100，敏捷10加100，体质20加100，幸运0加100。装备附加不计算白板，力量加1，精神加1，敏捷加幸运加5。固有天赋战士之魂，拥有战士的不屈之魂，有较强的恢复力。技能：冲锋1级，劈砍1级。冲锋1级，向10米范围内的敌人发起冲锋，造成一定伤害，威力根据自身力量和技能等级而定，冷却时间15秒。劈砍1级，挥舞武器向目标进行劈砍，造成一定伤害，威力根据自身武器种类、品质及自身力量和技能等级而定，冷却时间5秒。简直是做火箭一样的提升。再升几级，他直接能飞出外太空，跟深渊的小崽子们斗上几百回合。不过在此之前，先把爆了一地的装备捡起来吧。第一眼林峰就看中了装备堆中那黑得发亮的大柴刀，名称：多安的黑色柴刀，等级5级，品质稀有，属性：力量加8，体质加2，技能：木材破坏者，攻击木质材料有 50% 的力量加成。要求：近战力量型职业，如战士、骑士。这附加技能是个啥？林峰满脸的黑线，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自己能用的武器，结果附加技能搞这死出。算了，先收起来，反正5级才能使用，没准到时候早就爆出新武器了。继续捡 BOSS 掉落的物品。技能：洞察术，品质普通，主动，可观察目标的具体属性，无法观察高于自身等级5级的目标，冷却时间10秒。要求无。
最基本的辅助技能，同时也是最不可或缺的技能，果断学习。名称：多安的黑色铠甲，品质：稀有，等级5级，属性：体质+10，技能：反光，铠甲在阳光下反射的阵阵寒光可以有效震慑敌人。要求：近战力量型职业，如战士、骑士。看完装备属性的林峰咂巴嘴，欲骂又止。这 BOSS 装备附带的技能简直一个比一个幽默。下一个又是一本技能书，技能书：兔子伯爵的怒吼，品级：精品，主动，击退敌人一段距离，并在周围召唤一定数量的兔子兄贵。兔子兄贵的属性是召唤者等级而定，冷却时间60分钟。要求：无。终于有一个能用了的，虽然兔子兄贵的属性是根据本体的等级而不是属性，但总归聊胜于无。果断学上。剩下的装备都是一些白板和精品装备，对林峰没什么用，等会出去委托梁小商卖掉。退出副本，时间紧迫，他必须在今天凌晨12点之前刷完5次副本，不然就白白浪费了剩余的机会。出了副本，一眼就看到还在摆摊的梁小商。兄弟，有些装备想委托你出售，不然太占空间。梁小商见财神爷再次光顾，立马喜笑颜开，什么品质，白板可不好卖啊，你看我这摊子几天没开张了。放心，都是好装备。说着，林峰就将多安的黑色铠甲拿了出来。这装备技能实在是太幽默了，他一点都不想留，出售的同时顺便可以从梁小商这里探一探稀有装备的价格。然而这件被林峰万般嫌弃的装备被梁小商看见后，差点没把他的下巴给惊掉。稀稀有装备。第6章找茬。林峰狐疑的看了他一眼，有这么夸张吗？不过就是件垃圾装备。垃圾装备？梁小商的声音立马抬高8度，这可是稀有。稀有？你看摆摊的有稀有装备吗？这倒是没有。林峰进副本之前就逛了一圈，最高不过是精致级别的装备。林峰，那能卖多少钱？梁小商扫了一眼他身上的破旧骑士套，你确定要吗？你这身装备。林峰，没事，我有更好的。大概2万系统币吧。梁小商仔细端详了一阵，才略有迟疑的开口，其实他也没卖过稀有装备，甚至于见都没见过，2万的估价已经是用尽他毕生所学。2万？林峰咽了咽口水，他也没想到会这么高，但如果真能卖2万的话，以他的幸运值，不过几天就能直接成为百万富翁。其实也可以再抬高一点。梁小商声若蚊蝇，一点底气都没有。林峰痛快道：可以，你看着办，我们签订长期委托售卖协议。好，我来拟定，稍等3分钟。林峰见梁小商认真拟定协议，自己百无聊赖登录新盟网查看讯息，或是突发奇想，他搜索了一下多安的黑色铠甲，没想到真给他搜索出来了。网上的定价是 2.5 万，其实大差不差，卖东西还要结合当地的购买力才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详细描写了其附加技能的作用。反光，身着多安的黑色铠甲会让普通兔子兄贵心生胆怯，不敢主动进攻，甚至会直接逃跑，仅限兔子营地副本。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件装备其实还不错。不过林峰不需要，本来就没什么群体攻击，兔子怪要是在到处乱窜，那得砍到什么时候？时间就是金钱。兄弟，你这装备哪来的？正当林峰浏览网页不亦乐乎的时候，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从耳旁响起。林峰关闭界面，看向来人，是一个黄毛青年，身后还跟着一群五颜六色的杀马特贵族。我大哥跟你说话呢，没长耳朵是吧？信不信我削你？瘦得跟猴子转世一样的红毛怪见林峰没反应，立马开始跳脚。跟你们有关系吗？林峰反问的同时，顺便查看了一下黄毛的信息。名称：禽兽，职业：钢铁战士，等级5级。黄毛禽兽狞笑一声，一把抓住林峰的手腕。好你个贪得无厌的小人，林峰，我好心带你下副本，结果你黑技能书不说，还用学来的技能偷我装备，大家快来评评理啊！这种败类败坏社会风气。随着黄毛的喊叫，越来越多的人朝着他们这里聚集。林峰，我大哥见你是下级战士，不好组队，所以好心带你下副本，没想到是引狼入室。猴子红毛怪捶足顿胸，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你黑了妙手空空技能书也就算了，我们不计较，没想到你居然用我们打出来的技能书偷大哥的稀有装备，你到底是不是人？有没有点良心？围观的群众闻言开始对林峰指指点点。下级战士组队都没人要吧？对啊，人家好心带他下本，没想到他恩将仇报。快开录像发到新盟网曝光这个人渣。禽兽见时机已成，连忙摆手装出一副大度模样。大家不要这样，其实技能书的事我不想追究，就当是买了个教训。但是多安的黑色铠甲能不能还给我？我马上6级了，
没有装备我怎么下副本啊？听到装备名称，围观群众更不淡定了。居然是稀有装备，太黑了吧！偷别人的稀有装备，简直和杀人父母没什么区别。报执法队把他抓起来。人渣！禁止他进入新手副本区。以后组队还是要小心，像这种觉醒垃圾职业的垃圾人肯定不能组。林峰被这一套突如其来的组合拳打懵了，绕是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样倒打一耙的无耻之徒。他是下城区文德中学的禽兽，不好惹。一旁的梁小商小声提醒道：“你说我偷了你的装备，空口无凭就可以忤人清白？”林峰冷冽的目光扫过周围吃瓜群众，还有你们，别人随便几句话造谣生事，你们就全然相信？三人成虎，有没有想过你们污蔑的是一个清白的人？围观群众闻言，或低头不语，或轰然散去。他们本来就是墙头草，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审判别人。证据，我当然有。禽兽信心十足，那模样像极了那回事。要不是林峰知道自己没有偷窃，还真就被他的样子蛊惑了。拿出来看看。下副本的视频证明，还是我们之间的交易记录、信息记录。哪怕你有一样，我都甘愿将装备双手奉上。林峰双手环抱胸前，笃定他拿不出真实证据。这些我都没。禽兽轻笑着摇了摇头，随后指着林峰说道：“但是你身上有。”我身上？哼，你莫不是失心疯了？滚开！我没时间和你耗。林峰见状要走，一个如小山般的壮汉结结实实的挡在了他的面前。好狗不挡道，让开！事情还没水落石出，你就想逃跑？你也算个男人！壮汉怒目圆睁，死死拦住林峰的去路。林峰气急反笑：“好好好，团伙作案是吧？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把戏。”壮汉冷哼一声：“你想多了，我只是个看不惯小人的正义之士。我确实不认识他，公道自在人心。”禽兽这话没有说谎，他确实不认识这个人，但这个世界就是不乏自以为是的正义伙伴。好，那我就洗耳恭听，我身上有什么证据？林峰极力克制自己想动手的冲动，要不是新盟法律严苛，他早就动手宰了这几个傻逼了。你身上的证据就是妙手空空技能。林峰微微眯起眼眸，一丝若有若无的杀意从身上散发，他知道这个人的目的了。第7章，你是什么身份？也配合我相提并论？禽兽应该是惯犯，从自己刚进入新手副本区就被他们的人盯上了。见自己一个人进入副本，又带出稀有品质的装备时，他们就决定要坑自己一手。一个下级战士没有队友，又身怀宝物，其身上必定有秘密。放开信息权限揭开秘密，他禽兽顶多道个歉认个错，林峰不能拿他怎么样。不放开信息权限，这盆脏水将一直留在林峰身上。真是恶毒！生活在上城区的林峰，见过最坏的人也不过是李启明或者是舅妈一家，即便是前世也没有遇到过如此殚精竭虑的恶毒诬陷。下城区吗？他这一辈子确实没有去过下城区，也想象不到为了生存，他们能做到何种地步。不敢放开信息权限，那就证明你内心有鬼。禽兽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坑这些未经世事的高中毕业生简直还手到擒来。对啊，打开权限啊，不是说自己没有被污蔑吗？这么好的自证机会不把握，他心里有鬼，还说我们听风就是雨，明明是自己做贼心虚，把他曝光到新盟网。这种人太猖狂了。林峰握紧拳头，杀意开始止不住的蔓延。他的属性信息绝对不能公开，在弱小的时候藏拙是非常有必要的，谁知道人类方有没有叛徒？就眼前这群人，要是真有利用价值，一个个必定赶着趟当人奸。要是自己50倍属性的事公布出去，深渊方对他制定销售行动也不是不可能。快点把我的装备还回来，我们俩的事就一笔勾销。禽兽继续用言语刺激着林峰。吵什么呢？聚众闹事，当我们执法者不存在吗？一身着军服的中年瘦高男人从人群中走出，他瞟了林峰一眼，说吧，怎么回事？禽兽见状立马换上一副谄媚样，将来龙去脉添油加醋的叙述了一番。林峰则观察起了来人的信息：名称庞沈，职业枪炮师，隶属执法者联盟，等级50级。庞沈听完，再次用目光扫视了林峰一遍：小子，既然这样，就把你的信息公布吧。一个下级战士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言语中充满了对林峰职业的不屑。对啊，赶紧吧。我的建议是直接抓捕，严刑拷打，以儆效尤。太恶心了，我真的再也不想和垃圾职业组队了。人也垃圾，职业也垃圾。小子，庞神挑眉，有些不悦，是我的话不管用吗？真要抓你去审问一番才肯老实？审问？林峰冷笑一声，对上庞沈的目光毫不畏惧。就凭你，也配审问我？禽兽，大胆！怎么和执法者大人说话的？
这副忠心护主的样，他们之间没什么猫腻。林峰是不信的，更大的可能就是庞婶是禽兽的保护伞。庞婶的脸上带着些许怒气：“小子，说话客气点，你面对的可不是普通人，而是执法者。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林峰反问道。这下轮到庞婶迟疑不定了，见林峰这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心想怕不是真遇到硬茬了。我叫林峰，这个信息你应该看得到。那我就说说你看不到的信息。我是江海一中的学生，刚刚参加完觉醒仪式，这点信息稍微会上星盟网络的人都能查到。没等庞婶说话，禽兽就先忍不住大笑出声，好大的身份啊！哈哈哈！江海一中的学生比执法者还大，哈哈哈哈！庞婶脸色难看，呵斥道：“闭嘴，蠢货！”哼！林峰上前拍了拍禽兽的肩膀：“文德中学是吧？可能你这辈子都不知道上京学院的试炼吧？有资格参加吗？”林峰又拍了拍禽兽的脸，即便控制了力道，也硬是拍出了几道红印。什么意思啊？惯会察言观色的禽兽此时也不禁慌了神，特别是看到了庞婶那如同吃屎一样的表情时，他更加怀疑自己是不是惹到什么大人物了。庞大人，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说话啊！庞婶动了动嘴唇，十分不情愿地说道：“没什么身份，就是江海一中的毕业生。那你这副表情……”哼！林峰冷笑一声，脸上的鄙夷都快溢出来了。无知的东西，我来给你解释下吧。上京学院的试炼是成为守护者的必要渠道。守护者，大名鼎鼎的守护者联盟，星盟的实际掌权势力，即便是禽兽也必定知晓，但他还是选择了嘴硬。那又怎么样？别说你还没成为守护者，就算是守护者，也得受执法者的管辖。闻言，庞婶直接撇过脸去，他可不敢承认这句话。林峰则是笑得肚子疼。执政党大还是法律大？若是放在地球，当着众人的面，还可能心口不一的敷衍几句，甚至说出法大于党的谬论。而在这，守护者联盟就是天，是星盟的最高统治集团，所有法律的裁定者，人类最后的希望。执法者联盟不过是他们手底下的狗，狗怎么可能管得了主人？蠢货，还不给林峰大人道歉！庞婶对着禽兽呵斥道。禽兽蠢，他可不蠢。即便林峰不能成为守护者，江海一中毕业生的身份也不是他能招惹的。无他，仅仅是因为江海一中是著名的权贵学院，里面学子的父母几乎清一色的全是守护者，这就是特权。林峰本来就不屑于用权势压人，也打心底认为所有人的人格平等，但有些贱人就是天生的奴才，欺下媚上，不用权势敲打一番，真不知道谁才是主子。不必了，我以后不想在江海市新手副本区看到这些人。是，我会办妥的。庞婶恭敬无比，远没有了刚刚的气焰。还有这个，林峰指着刚刚拦住他的壮汉，我也不想再看到了。凭什么？壮汉自认为自己干的是好事，到现在还不知悔改。凭什么？凭我将在1个星期后通过上京学院的试炼，凭我未来将成为守护者，凭我将来会上战场为人类杀出一条血路。而你们，林峰目光冷冽，环视一周，不过是一群只会嚼舌根的废物。这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周围人皆是噤若寒蝉。明明只是一个18岁的少年，其身上却有种唯我独尊的气势。看什么看？赶紧散开！你们还有你，跟我走！庞婶对林峰行了个礼，旋即带着几人走出了副本区。第8章，噩梦副本。兄弟，你居然是一中的官二代，难怪出手如此阔绰。梁小商凑了过来，一副贱兮兮的模样。低调，低调。林峰半开玩笑回应，赶紧签协议吧，我着急下本呢。行，你在上面签字就好。林峰点开协议看了一遍，没什么陷阱，委托金也才5%，还算公道。可以，以后我的装备就交给你处理了，条件只有一个，要快，价格低点也没问题。好的，老板。告别梁小商，林峰急忙冲到副本门口。兔子营地1-5级，噩梦。警告！当前副本难度过高，建议组队进入。组队人数建议2-5人。进入。如果说之前还对噩梦副本有些犯怵的话，现在的林峰已经完全目空一切。要不是有前置条件，他现在就想直接杀穿深渊副本。欢迎进入兔子营地，噩梦级。刚进入副本，耳边就传来了兔子凶贵的嘶吼声。比起困难级，噩梦级怪物的攻击欲望明显要高了不少。洞察术，名称兔子凶贵，等级2级，力量15，精神0，敏捷20，体质10，幸运5，技能跳跃劈砍1级，跳跃劈砍1级，跃向空中用力砍向目标，技能威力根据跳跃高度、自身力量、技能等级而定。不愧是噩梦级别，这属性都比得上一个职业者了。林峰还在看着属性，
兔子兄贵们已经嗷嗷叫唤着来到跟前。叮叮叮叮，依旧完全不破防。光算力量和体质，林峰现在的属性和40级职业者差不多，小小噩梦难度照样一刀一个。击杀兔子兄贵，获得经验15.1点。击杀兔子兄贵，获得经验15.1点。才多了5点经验，看来想升到3级，还得再刷一次副本才行。林峰轻车熟路地对兔子营地的怪物展开屠杀，再次来到了精英怪的地盘。洞察术，名称：敏捷的兔子兄贵耶格尔，等级4级，力量25，精神0，敏捷35，体质20，幸运5，技能跳跃劈砍，先制闪避。先制闪避，耶格尔拥有兔子王国中最为敏捷的身法，他无法被任何手段偷袭，敌人的第一次攻击必定落空。先制闪避，很强的技能，大多数没看过攻略的职业者都会在这项技能上吃亏。正好就在你身上试试技能。兔子伯爵的怒吼，吼声持续了2秒，随后林峰的周围凭空出现了2只兔子兄贵，1只兔子法师。名称：兔子法师，等级2级，力量0，精神10，敏捷5，体质5，幸运0，技能小火球术。小火球术，凝聚魔力生成一个小火球，射程10米，冷却时间5秒。相当低的属性，不过聊胜于无。上！林峰一声令下，2个兔子兄贵嗷嗷叫唤着冲向了精英怪，而兔子法师则在原地蓄起了火球术。差不多1秒的时间，火球术才发射出去，打在精英怪身上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2个兔子兄贵在几秒内就被耶格尔肢解了。这就是你的魔法吗？想伤害到我耶格尔大人，还早100年呢。你的这些手下太过羸弱，有勇气亲自挑战伟大的耶格尔吗？台词还挺多的。林峰提起破旧骑士剑，准备挑战这个伟大的耶格尔。冲锋！林峰身影如一道闪电，顷刻间就撞到了耶格尔身上。劈砍！一刀下去，他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就已经一命呜呼。伟大的耶格尔大人再次陨落，并穷酸地爆了一件装备。名称：耶格尔的皮质手套，品质精品，级别4级，属性敏捷加4，技能手速。手速开启后增加 10% 的攻击速度，持续10秒，冷却时间60秒。要求敏捷型职业，如刺客、弓箭手、枪手。随手将装备扔进储物空间，林峰继续他的杀戮之旅。击杀兔子兄贵，获得经验15.1点。击杀兔子兄贵，获得经验15.1点。清理完最后一处营地，林峰的经验来到了 71%， 果然需要再进一次副本才够升级。又是你，屠杀我的族人！这次你将面对我更加强大的怒火。兔子伯爵巨大的声音从远方传来，他走出的每一步都带着惊天动地的气势。啊，还认识我？林峰挠了挠头，还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你，毕竟在兔子伯爵的视角里，自己就是个杀人全家拿人财产的十恶不赦之徒，心中一股愧疚感油然而生。既然这样的话，这次下手一定要快很准，让他少一点痛苦。冲锋！林峰迅速地接近了兔子伯爵，手起刀落给他修脚。没办法，体型太大，只能先给他修修脚。啊！可恶的人类！兔子伯爵手中的黑色柴刀闪着渗人光芒，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朝着林峰砍来。叮！毫无意外，没有破防。洞察术，名称：兔子伯爵多安，等级5级，力量40，精神10，敏捷25，体质50，幸运5，天赋超强体质。技能：兔子伯爵的怒吼、助威、跳斩。超强体质，体质附加的所有属性提高 50%， 相当可怕的属性，体质高达50点，再加上他的天赋技能，一般的战士职业者甚至没办法破防，需要魔法才能造成伤害。如果说体质附加的防御对物理攻击的抵抗是 100%， 那对魔法伤害的抵抗就是 10%。 法师是队伍里的绝对主力输出，不过林峰不需要，在他高达125的力量下，一切 BOSS 都是纸老虎。1刀、2刀、3刀，足足砍了7刀才让他倒下。看着兔子伯爵满含恨意的眼神，林峰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再补了1刀，彻底让他归西。击杀兔子伯爵，获得经验150 15点。这次兔子伯爵更加大方，足足爆了一地的装备。第9章幸运值的逆天之处。看着满满一地装备，林峰顿时犯了愁，每次打完副本背包都被占了一半，30个的空间实在是不够用啊。哎，爆率太高也不是好事。林峰眼角含泪，开始拾取地上的装备。
要是外面的职业者听到他这凡尔赛的话，必定气得当场吐血3声。到底什么人啊，居然还会嫌弃自己爆率高？抱怨完，开始清点装备。他一眼就瞧中了那背包模样的物品，名称20格背包空间，品质无，效果可扩充20个背包空间，要求无。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林峰此刻的表情比爆了极品装备还激动，终于不用刷一次副本卖一次装备了，果断用上，背包空间立马扩充到了50格。看下方还剩下3个空格，类似的空间背包扩充装备应该还能用3次。继续捡装备，多安的黑色柴刀，多安的黑色头盔，多安的黑色铠甲，多安的黑色臂铠，多安的黑色镜甲，多安的黑色腰带，多安的黑色戒指，多安的黑色项链，居然爆了一整套装备。这105的幸运应该是让他把能爆的东西都爆了出来。果然，幸运才是最强的属性。要知道，即便是150级的职业者，其幸运都不一定能到达105。而林峰在2级的时候就达到了这个恐怖的数值，以后副本中的老东西们都得给他狠狠的爆金币。名称多安的黑色头盔，等级5级，品质稀有，属性体质加10，技能安全帽，安全帽头部减伤症 20%， 骑车出门要戴头盔。名称多安的黑色臂铠，等级5级，品质稀有，属性力量加5，体质加5，技能增幅，增幅力量额外提高5点，要求近战力量型职业，如战士、骑士，非常实用的装备，力量直接加10点，属性直逼10级装备。名称多安的黑色镜甲，等级5级，品质稀有，属性敏捷加5，体质加5，技能负重减轻，铠甲类装备的负重减轻 30%， 要求近战力量型职业，如战士、骑士。这个装备技能对于同等级的其他职业者非常实用，只是对于林峰这种高达125力量的怪物型选手约等于无。名称多安的黑色腰带，等级5级，品质稀有，属性体质加6，力量加4，技能携带空间，拥有3格的携带空间，可装备药剂等轻型物品，要求近战力量型职业，如战、骑士。不错，只是药剂这些玩意还挺贵的，合成材料也是某些特定副本才掉落。不过真男人从不嗑药，林峰选择直接硬干。名称多安的黑色戒指，等级5级，品质稀有，属性力量加10，技能多安的聪慧降级，多安的聪慧降级，多安的所有装备等级要求下降5级，要求无。还有这种好事，真就睡觉递枕头啊！林峰麻溜的将戒指戴上，戒指类装备一共可以装备4个，所以和巴德尔的时光之戒并不冲突。最后一件装备，名称多安的黑色项链，等级5级，品质稀有，属性体质加5，力量加5，技能多安的狂怒，多安的狂怒每10次攻击附加1次额外伤害，该伤害根据职业者当前力量而定。爽！这一套装备带上拉风又酷炫，杀怪更加利索了。还剩几本技能书，赶紧捡起来。多安地怒吼，跳跃劈砍，简直是把多安的老底都给翻了出来，果断都学上。最后看了一眼地上的巨大尸体，林峰恋恋不舍地告别这个散尽家财的好兄弟。地狱难度见，兄弟，退出副本。现在的林峰背包空间够用了，在不捡垃圾白板装备的情况下，连续刷几次副本都可以。马不停蹄，继续干。兔子营地1-5级，地狱难度。警告：当前副本难度过高，请谨慎选择，建议组队进入，组队人数建议5-10人。警告个屁！进入！小小地狱难度，何足挂齿。欢迎进入兔子营地，地狱级。林峰刚一睁眼，一颗硕大的火球就朝着自己迎面扑来，他下意识的就往旁边一躲。砰！火球炸裂，散射出无数星火，点燃了整片草地。与之前的副本不同，地狱难度的草地枯黄干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眨眼间，草地开始燃起熊熊烈火，并不断向着远处扩散。兔子怪物们置身于烈火之中，完全无视火焰带来的伤害，直直勾勾地盯着林峰，眼中充斥着嗜血的光芒。洞察术，名称兔子胸柜，地狱加强版，等级5级，力量30，精神10，敏捷35，体质20，幸运5，技能劈砍，跳跃劈砍。注：从地狱归来向职业者复仇的兔子胸柜，拿命来吧，职业者！这次我要守护兔子王国的一切。名称兔子法师，地狱加强版，
等级5级，力量5，精神40，敏捷10，体质20，幸运5。技能大火球术、雷电术、冰刺术。大火球术1级，凝聚火元素魔力，向前方发射巨大火球，攻击距离20米以内，冷却时间5秒。法术威力根据施法者精神、技能等级而定。雷电术1级，从空中召唤一道雷电劈向目标，攻击距离50米以内，冷却时间5秒。法术威力根据施法者精神、技能等级而定。冰刺术1级，凝聚一道冰刺攻击目标，攻击距离20米以内，冷却时间5秒。法术威力根据施法者精神、技能等级而定。注：从兔子王国派来的强力法师，其恐怖的法术让无数职业者止步于此。这么高的属性，每一个小怪都有着普通级 BOSS 的强大的属性。不过，更让林峰在意的是，其信息中屡次提及的兔子王国。轰隆！一道炸雷劈在了林峰的身旁，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火焰略微阻挡了林峰的视线，不过没关系，他已经记住了兔子法师的位置。开门杀的第一眼，他就看见了一共有5个兔子兄贵，2个兔子法师。兔子法师离他并不远，施法距离摆在那，想跑远都不行。冲锋！林峰如蛮牛一般冲向最近的兔子兄贵，随后再次释放技能跳跃劈砍。这一跃直接跳到了20米高空，不到1秒的时间内，他就锁定了后方的2个兔子法师，旋即一跃而下，带着破风声将一个倒霉蛋劈成了2半。第10章大丰收。击杀兔子法师地狱加强版，获得经验22，这经验值还是抠搜的。不过林峰现在的经验已经到达 70%， 马上就能再次升级，到时候别说是地狱级难度了，深渊级也是砍瓜切菜。砰！一颗半人高的火球稳稳当当地落在了林峰身上，星火飞溅将周围的火势又拔高了几分。兔子法师顿时发出咯咯咯咯的怪笑声，然而怪笑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把直插腹部的黑色柴刀打断。啊！咕咕！一身黑色铠甲的林峰从火焰露出真容，兔子法师带着不可置信的表情悍然离世。法术不错，就是有点痒。林峰扭了扭脖子，旋即一刀劈向身后，还未偷袭成功的兔子兄贵就这样直接归西。击杀兔子兄贵地狱加强版，获得经验22。击杀兔子兄贵地狱加强版，获得经验22。清理完所有兔子怪后，林峰突然想起刚刚的兔子法师好像爆了一个精品装备。之前连白板都要捡的人，现在都会选择性忽略精品装备了，果然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捡起来看下属性：名称蓝宝石法杖，等级5级，品质精品，属性精神加7，技能冰锥术增幅，冰锥术增幅，冰锥术等级加1，要求精神类职业，如法师、巫师，还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果断扔进背包。老朋友，我来找你了。林峰摩拳擦掌，朝着兔子聚集地走去，一路屠杀。他又站在了耶格尔的身后。洞察术，名称敏捷的兔子兄贵耶格尔，地狱加强版，等级5级，力量55，精神10，敏捷70，体质35，幸运5，技能跳跃劈砍，先至闪避，暴风突刺。暴风突刺，身体旋转如同风暴一般刺向目标，攻击距离10米以内，冷却时间15秒。技能威力根据释放者武器品质、自身敏捷而定。该死的人类，又是你！我要把你剁成碎片！多重的怨气啊，都还没接近，他就已经感受到林峰身上所散发出的邪恶气息。林峰索性也不躲了，嘴角勾起一抹冷酷无情的笑容。别激动，今天咱们还要再见2次。暴风突刺，耶格尔整张兔脸因愤怒而挤成一坨，他也不管，起手就是新出现的技能，是要把林峰碎尸万段。林峰不闪不避，任凭那狂暴的技能打在身上，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没吃饭啊？该我了！劈砍，一刀下去，直逼耶格尔的脖颈。就在这时，耶格尔突然以一种诡异的姿势扭曲着身体，堪堪躲过了这致命一击。随后，他开始向后翻滚，整个身体灵活无比，简直可以说是动如脱兔。哦，他本身就是兔子。耶格尔的先制闪避技能，无论如何第一次攻击都会被他躲过去。有意思，冲锋！耶格尔快，林峰也不慢，冲锋顷刻间就到达他面前，手起刀落，咔咔一刀下去。耶格尔再次饮恨西北，一阵金光闪过，林峰的心脏猛然狂跳。他没想到一只精英怪居然能爆传说级的装备，这就是155幸运的好处吗？刚刚清理完几处营地，他早已升到了3级。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林峰连忙将地上的装备捡了起来，生怕下一秒就会消失不见。名称
扭曲面具。等级1级。品质传说。属性力量加1精神加1敏捷加1体质加1幸运加5。技能扭曲。扭曲可以扭曲佩戴者的相关信息，让人无法探查其真实信息。要求无。注：耶格尔从兔子王国的宝库中偷窃出来的极品装备，开启兔子王国任务的必要道具。兔子王国，几次3番提到的兔子王国到底是什么？算了，出去再上星盟网查查吧。接下来继续去会下一个老朋友。击杀兔子兄贵，地狱加强版，获得经验20。击杀兔子兄贵，地狱加强版，获得经验20。击杀兔子兄贵，地狱加强版，获得经验20。清除完兔子聚集地，林峰的经验条又涨到了 90%。一个人单刷的感觉就是爽。该死的人类，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挫骨扬灰。兔子伯爵的怒气好像比前一次更重了些，那些肆无忌惮的火苗都在他的咆哮中尽数熄灭。兄弟们，出来吧，给这个可恶的人类一点颜色瞧瞧。随着兔子伯爵的召唤，周围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兔子怪、法师、弓手，甚至连枪手都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片，足足有40多个。我怀疑你在搞针对啊，哪能召唤这么多个？回应林峰的一连串的火球术，轰隆隆，无数的火球在地面炸开，将刚熄灭的火焰再次燎了起来。咯！一群兔子法师又开始怪笑起来，声音此起彼伏，嘈杂不已。跳跃劈砍，林峰跃至空中，瞄准了法师群的位置，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手起刀落就是一颗兔子脑袋。击杀兔子法师，地狱加强版，获得经验20。击杀兔子射手，地狱加强版，获得经验20。林峰现在的心比在大润发杀了10年鱼的鱼贩子还冷。最后一个兔子怪，黑色柴刀直接将他肢解成了2半，溅出的鲜血将林峰黑色的铠甲染红，紧接着又被系统自动清洗干净。可恶啊！人类，杀我族人，此仇不共戴天！兔子伯爵又在那里跳脚了，可惜实力不足的时候只能是无能狂怒。别好了，咱们深渊见。一番鏖战，或者说是单方面的打沙包后，兔子伯爵又双弱卓倒下了，并且爆了一地的装备。击杀兔子伯爵多安，地狱加强版，获得经验220。恭喜下级战士林峰提升等级，当前等级4级。第11章信任，终于4级了，每升1级都是做火箭一般的提升。果断将5点属性加到体质上，点开基本属性面板，姓名林峰，职业下级战士，等级4 5%，力量20加200，精神10加200，敏捷10加200，体质30加200，幸运0加200，装备附加力量加31，精神加2，敏捷加7，体质加33，幸运加10。穿戴装备：多安的黑色柴刀，多安的黑色头盔，多安的黑色铠甲，多安的黑色臂铠，多安的黑色镜甲，多安的黑色腰带，多安的黑色戒指，多安的黑色项链，扭曲面具，巴德尔蒂时光之剑。技能：固有天赋战士之魂，拥有战士的不屈之魂，有较强的恢复力。冲锋1级，劈砍1级，跳跃劈砍1级，兔子伯爵的怒吼1级。1个字强，2个字变态，3个字变态强。这才4级，单个属性就已经不输于50级职业者了，再升个几级，他敢直接去外太空干正版深渊。好像有些膨胀了，林峰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拾取地面闪闪发光的装备，跟噩梦难度掉落的东西一模一样。看来这老东西是真的没货了。20格背包空间，再装备一个超大的70格空间，完全够用了。多安的黑色柴刀，多安的黑色头盔，多安的黑色铠甲，多安的黑色臂铠，多安的黑色镜甲，多安的黑色腰带，多安的黑色戒指，多安的黑色项链，不多不少又是一套，这一套起码能卖20万以上，甚至更多。别看这些只是5级装备，实际情况起码能带到10级左右。而且前期买稀有装备过渡是绝对不亏的，在爆率如此低下的副本面前，稀有装备100%保值。等级别升高了换下来，最起码还能原价卖出去。果断扔进背包，地上还有几本技能书也全部扔进背包，收获满满，准备回城。退出。刚想退出副本的林峰似想到了什么，他看了一眼身上的装备，好像有点太过招摇了。隐藏装备外观，霸气侧漏的黑色铠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身休闲服饰。林峰歪头一想，觉得还是不够低调，于是用上了扭曲面具的装备技能。扭曲，修改人物信息，
修改为下级战士林峰，等级2级。这下够低调了，正所谓不贼抢就怕贼惦记，他可不想以后莫名的被别有用心的人坑一顿。退出副本，林峰站在副本门口，正想着是先将装备委托给梁小商售卖，还是直接进入深渊副本，还没做出决定，就听到了熟悉的犬吠声。哟，这不是林峰大少爷吗？站在副本门口干嘛呢？李启明和他的小跟班们也站在了副本门口，正一脸戏谑的看林峰，可能是想找人组队吧。说话的是李启明的忠实跟班大胖子郭盼盼，很难想象这个5大3粗的大汉能如此阴阳怪气，那倒是为难我们的林峰大少爷了，毕竟下级战士的信息在那摆着呢。林峰没有理会他们，同为权贵子嗣，他现在还真拿这群跳梁小丑没有办法。不过更让他在意的是这群人中那道突兀的亮丽身影，似察觉到了林峰的目光，尹天雪神情紧张，像极了犯错的小孩。林峰哥哥，你听我解释。跟这废物解释什么？李启明后退一步，想牵住尹天雪的手，却被他轻巧躲开。他也不恼，依旧没脸没皮的说道：我和雪儿可是要订婚的，未来的夫妻还需要跟外人解释吗？你在胡说什么？尹天雪浑身发抖，眉目之间尽是怒气。我警告你，不要在林峰哥哥面前胡说八道。我胡说？李启明眉目轻挑，眼中满是戏谑。他根本不喜欢尹天雪，他只是想让林峰难堪，家族联姻可不是你我说的算的。林峰哥哥，你相信我。林峰伸出手制止了尹天雪的辩解。我相信你，雪儿，放心去做吧。不用猜就知道是尹天雪那对势利眼父母搞的鬼把戏，而尹天雪则出于某种目的不得不和他组队。不过也仅仅只是组队，尹天雪对于他父母而言可是能待价而沽的宝物，李启明只是其中一个选项罢了。这些林峰心里都了然，他不愿和这些人过多纠缠，甚至是尹天雪对自己的感情都不想过多探究。无他，人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他现在的第一目标就是驱逐深渊，儿女情长的事得放在后面。如果有一天迎来和平，不用受到深渊的威胁，那时候尹天雪还有这份心意的话，他林峰一定会回应。现在还不是时候。林峰给了尹天雪一个肯定的眼神，尹天雪焦躁的内心瞬间平复，这就是被人信任的感觉，能抚平一切不安。李启明，与其在我面前耍这些小手段，不如先练习一下吃屎，到时候你不肯吃的话，我就把你的头塞进粪桶里。你！李启明怒极，林峰无法对他怎么样，他同样无法对林峰怎么样，双方就比谁的嘴巴更脏。林峰皱眉，捂鼻，退后一气呵成。好臭，你是不是偷偷练习了？林峰，你找死！那也比你吃屎强啊，赶紧滚去刷牙吧。不知道的还以为李大少爷有这种特殊癖好呢。说着，林峰又后退了几步，还用手甲装扇走气味。哦，麻烦离我远点，臭得跟粪坑一样。噗嗤，尹天雪实在忍不住了，捂着嘴在旁边偷笑。李启明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差点没背过气去，刚想说几句反击的话，却发现林峰早已走远。该死，林峰，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这话兔子伯爵也说过，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死了3次了。一个星期后，林峰最起码要到达15级，到时候李启明即便有黄金守护者撑腰，他林峰也丝毫不惧。一个星期到达15级的关键就是系统币，虽然每人每天只能进入副本5次，但如果系统币足够，理论上是可以无限进入副本，当然只是理论上。每日第一次额外进入副本要交1万系统币，第2次10万，第3次100万，以此类推。即便每天只刷新2次进入机会，都是一笔不菲的支出。第12章，独自前往深渊级副本。林峰兄弟，来货了！梁小商眼冒金光，这才多久又来货了？今天真是遇到财神爷了。林峰将一套多安装备甩到他面前的时候，梁小商惊得下巴都要掉出来了。林峰急忙捂住他的嘴，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小声点，财不露白。梁小商连忙点头，再这么下去他就要憋死了。他也不知道林峰哪来这么大力气，被制住的他完全动弹不得。你估算一下，这一套大概能卖多少？25万，最少25万。梁小商信誓旦旦。林峰满意的点了点头。我只有2个条件，一个是快，另一个是低调，不要暴露我的信息。没问题，老板，最晚明天你就可以收到系统币了。林峰随手将爆出来的技能书甩给了梁小商。梁小商看到技能书的那一刻，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兄弟，你挖 BOSS 祖坟了呀？这么能爆？行了，你看着卖吧，我下本去了。林峰并不担心梁小商坑自己，星盟网协议白纸黑字，就算他想携宝潜逃都不行。星盟网依附职业系统，实现脑波直接连接网络，官方想找一个人是轻轻松松的事情。所以
即便李启明这么跳，林峰也几乎没考虑过暗杀他，就是因为只要李启明想，就能随时录制视频抓自己的把柄。总之有利有弊吧。继续下副本，兔子营地1-5级，深渊级。警告！警告！警告！该副本难度过大，很可能导致职业者死亡，请谨慎选择。难度有多大？我不怕，进入。欢迎进入兔子营地，深渊级。一睁眼便看见火光染红了天际，无数巨大的火球朝着自己砸了过来。林峰连滚带爬向后躲避，不到片刻，身后已是一片火海。轰隆隆，随后又是10几道如银蛇粗的雷电从天空中劈下，饶是林峰速度再快也躲不过去，顿时噼里啪啦的声响不绝于耳。浑身酥麻，林峰被电得有点爽，趁着雷光隐去自己身形，赶紧打开洞察术观察一番。名称：兔子胸贵，深渊。等级5级。力量60，精神10，敏捷20，体质50，幸运10。技能：深渊加持，跳跃劈砍，冲锋劈砍。深渊加持，伤害加强 30%， 伤害减免 30%， 攻击速度加强 30%， 移动速度加强 30%。死！恐怖如斯！这真是5级能到达的属性吗？这还只是个普通小怪啊！如果这就是深渊的真实强度，人类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星盟网有深渊级怪物的属性图鉴，但林峰基本没看过，因为以前的他从来都没想过要挑战深渊级。现在看到这种强度，他皱紧眉头，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具体问题。嗷嗷嗷！兔子胸贵的叫唤声打断了林峰的沉思考。已经有好几个冲到了他面前，林峰不慌不忙，随手格挡一次攻击，旋即一跃而起，跳跃劈砍。老规矩，先杀法师。刚刚的魔法已经能够对他造成一丁点伤害了。兔子法师退了几步，躲过了这次的攻击，口中念念有词，旋即一道透明的护盾出现在他周围。洞察术，名称：兔子法师，深渊。等级5，力量10，精神70，敏捷20，体质25，幸运10。技能：深渊加持，大火球术，雷电术，冰锥术，精神护盾。精神护盾，用精神力在周身凝聚一道透明护盾，护盾强度根据施法者精神力而定。有些麻烦，这护盾还挺厚，2刀下去才破。而林峰面对的兔子法师足足有10几个，幸好他皮糙肉厚抗得住，要是普通职业者来，刚进副本就得饮恨西北。击杀兔子法师，深渊，获得经验33。值得欣慰的是，经验提高了不少，刷到兔子伯爵应该刚好升级。击杀兔子胸贵，深渊，获得经验30。林峰足足花费了10分钟才把门口的怪物清理干净，又花了1个多小时，他才来到耶格尔这里。击杀敏捷的兔子胸贵耶格尔，深渊，获得经验150。这次耶格尔没有爆传说装备，可惜，又或者那扭曲面具是唯一的，爆了之后就不会再爆了。林峰突然想起扭曲面具的注释中提到的兔子王国任务，于是登上星盟网搜索了起来，查了半天居然一无所获，甚至连扭曲面具这件装备都查不到。不可能啊，这么多年没人爆出过扭曲面具吗？然而这还真有可能。首先，新觉醒的职业者无论是何种稀有职业，在等级低的时候没有相应技能，根本体现不出优势，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刷普通级、困难级过渡，偶尔有挑战噩梦、地狱级的都被那逆天的难度给吓退了。而等级高了之后又不能进低级副本。林峰不是唯一一个进入兔子营地地狱难度的人，但却是唯一一个以155幸运值单刷耶格尔的人，所以唯一的扭曲面具合情合理的落在了他的手上。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林峰提起柴刀，选择放弃思考，直接杀入敌阵。经验的飙升令他的心情也开始畅快起来。随着力量的提升，这个世界能束缚他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在经验值到达 94% 的时候，他再次站在了兔子伯爵的面前。该死的人类，屠杀我这么多族人，兔子王国不会放过你的。又是兔子王国，到底要怎么才能开启兔子王国任务？林峰灵机一动，对着兔子伯爵喊道：你能带我去兔子王国吗？想都别想。人类，你污秽的身体休想踏入神圣兔子王国一步。居然可以沟通，这是林峰没有想到的。他一直以为兔子伯爵的话只是设定好的台词。你看看这是什么？林峰将扭曲面具卸下，举到头顶不停摇晃。是王国宝库的至宝，怎么会在你手里？把它交出来！兔子伯爵激动万分，直接伸出大手去抢，却被林峰灵巧地躲开。林峰嘴角勾起阴谋得逞的笑容，想要吗？带我去兔子王国，
我就还给你。第13章兔子王国。兔子伯爵呆愣在原地，似在极力思考。别看他体型巨大，那巨大脑袋中的脑人却只有巴掌大小，实在是难以处理超出他认知的信息。林峰站在原地等了足足10分钟，不耐烦的他把平整的地面抖出了一个大坑。又过去了10分钟，兔子伯爵还在思考。林峰生无可恋，终于是忍不住打断：“你带我去兔子王国，把遗失的至宝归还，这是大功一件啊！”兔子伯爵微不可察地抖了抖身体，应该是有些心动。林峰继续乘胜追击，而且有多安大人在，我一个小小的人类翻不起多大浪。要是我真有歹意，到时候多安大人再出手阻止，又是大功一件。无论怎么样，你都是赚的。不错，有我在，任你也翻不起什么浪。跟我来。在林峰的忽悠下，脑子不太灵光的兔子伯爵力终于是上当了。林峰跟着兔子伯爵来到了地图的边缘处，副本并非无限大，它只限定在一个区域内，超出的话就会遇到空气墙。兔子伯爵蹲了下来，在地上摆弄着什么，不一会地面开始剧烈的抖动，一个超大的裂缝从中间撕裂开来。林峰伸直脖子望去，裂缝下是一处整齐的通道，两边每隔10米就装饰着发光的魔法宝石。通道很大，即便是兔子伯爵的体型也能顺利通过。进入隧道，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终于是看见了出口。这外面就是兔子王国了吗？卑贱的人类，这是你此生唯一的机会，能有幸见到伟大的兔子王国。出口一阵强光闪过，过了许久，林峰的眼睛逐渐适应，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闪着绿色光芒的草地。有风，但是没有太阳或者月亮，整个世界的光线都来自于发光的草坪。草很高，盖过了林峰的头顶。幸好有兔子伯爵在前面开路，他巨大的身体就像压路机一样，将一路上的草地踏平。大约又走了半个小时，一座华丽的宫殿矗立在前方，筑建宫殿的每一块墙壁都是由闪闪发光的宝石打磨而来。与宫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围密密麻麻的小土包，不时还能看到几个兔子怪从里面窜出。站住！你身后那家伙是谁？城门兔子卫兵拦住了多安和林峰的去路。放肆！不知道我是谁吗？居然敢拦我！多安黑色头盔下的眸子升起了几分怒火。城门兔子卫兵冷笑一声，脸上带着3分讥讽7分不屑。多安因擅离职守，被国王驱逐到外界寻找失落的置物。你还没找回置物就返回王国，本来就是重罪，更别提你带来了一个陌生家伙，罪上加罪。卫兵举起长矛，却只能够到多安的膝盖。我现在就可以将你就地正法。多安一把抓住长矛，将卫兵轻松提了起来。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对我出言不逊！你有几条命？卫兵不停挣扎，最终只能松开长矛落回地面。多安哪能让他如愿，左手一挥，将他整个身体捏在手中。你想怎么死？多安咧嘴一笑，2颗大板牙闪出夺目光芒。多安大人，多安大人饶命！卫兵早已没了刚刚的气焰，在生死面前最没用的就是骨气。哼，软弱之辈，不配活着。多安双手齐用力，将兔子卫兵一点一点的捏成肉饼。啊！不要！多安大人，我错了，我错了，求求不要！兔子卫兵的惨叫响彻天际，他的每一寸血肉，每一块骨头都在被多安的大手挤压。当惨叫停止，他也成为了一坨血肉模糊的肉饼。你也想阻拦我吗？多安将肉球丢在地上，刚刚还完好的结构瞬间散落一地，一股恶心的气息向着4面8方传递。另一个兔子卫兵早已吓得大小便失禁，只一个劲地跪在地上磕头。多安没有管地上的卫兵，转头对着林峰说道：“走吧，带你去见国王。”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林峰总觉得这个兔子伯爵正常了不少。在进入兔子王国后，他不再像是怪物 NPC， 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智慧生物。一路畅通无阻，在见识过卫兵的惨状之后，没有兔子敢触这个杀神的眉头。来到王宫门口，穿着奇怪衣服的兔子怪向多安行了个礼。伯爵大人是来见国王陛下的吗？快去通报。是，伯爵大人，请稍后。兔子怪走后，林峰才开始细细打量这座王宫。与外面的城墙略有不同，王宫的墙壁是用一种五彩宝石构建，宝石并没有经过打磨，所以整面墙壁凹凸不平，但又显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洞察术，名称：五彩魔法水晶，注：疑似某种强大阵法的一角。咦，林峰本来只是想尝试一下，没想到真有相关信息，只不过信息太少，有用的注释也描述的模糊不清。刚想继续查看其他地方，刚刚进去报信的兔子怪就急冲冲地赶了过来。伯爵大人，国王陛下有请。走吧，人类，待会见到国王陛下一定要行礼。林峰没有说话，只默默跟在兔子伯爵身后。一路走来，整座王宫竟连地板都是五彩魔法水晶构成的，奢华确实是奢华，就是走起来有些硌脚。林峰还注意到，每隔20米就有一个类似于圆盘的东西横插在水晶中，
圆盘上雕刻着奇怪的纹路，不时有诡异的黑色光芒流过。这不会就是那什么阵法吧？林峰突然有些紧张，人的恐惧来源于未知。他之前觉得兔子王国再强，也不过是副本中的一环，而且还是最低级的1到5级副本，以他250加的体质属性，根本不可能出问题。但看到这座宫殿后，他忽然觉得再高的属性也不保险。其实过高的属性掩盖了他本身的一个弱点——技能。他的技能组很烂，且由于自身低级职业的原因，几乎不可能自主领悟相关职业技能。他的属性是很高，可万一王宫中的阵法可以造成无视防御的伤害呢？虽然可能性不高，但谨慎一点总没错。想到这，林峰决定一有问题就尝试跑路。他超高的敏捷也不是吃素的。第14章，恐怖的兔子国王，陛下就在里面，伯爵大人请吧。兔子怪的声音打断了林峰的思绪，不知不觉间，他已跟随兔子伯爵来到了大殿前。推门进入，一股淡淡的草香迎面扑来。与外面不同，大殿内可以称得上朴实无华，没有闪闪发光的宝石铸成的地板，有的只是简陋的碎石，零星地铺成通向王座之上的小路。小路的两旁是正常高度的草坪，那淡淡的清香应该是这些小草散发出来的。兔子伯爵没有走小路，而是径直走向草坪。林峰紧随其后，透过兔子伯爵巨大的身影，他还是看见了王座之上的存在。那是一只兔子。这么说有些奇怪，兔子王国到处都是兔子，只是这只兔子是真正的兔子，真正意义上的兔子。其他兔子怪要么是像兔子兄贵那种类似于戴着兔子头套的裸体变态，要么是兔子伯爵这种毛发旺盛的类人形怪物。而王座上的那只真的就是普通的兔子，只是体型大了一点。你来见我是找回至宝了吗？兔子没有开口，声音却从王座之上传出。是的，陛下，我已寻回至宝，呈上来。兔子伯爵望了一眼林峰，示意他赶紧把扭曲面具拿出来。林峰有些不自然地将面具摘下，心想这兔子有手吗？不会用嘴巴叼吧？哦，人类。一个半人高的兔子怪从王座后走了出来，毛茸茸肥嘟嘟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还有些可爱。如果非要打个比喻，它大概像林峰曾经世界的流氓兔。原来王座上的兔子并不是国王，而是国王的宠物。兔子养兔子做宠物，感觉有些奇怪。洞察术，对方等级高于您5级，洞察术发动失败。怎么可能？林峰心头一惊，1-5的副本居然能出现10级以上的怪物，而且这是深渊副本10级的兔子国王，其属性很可能超过了林峰。人类，你太无礼了！兔子国王手中凭空出现一把五彩魔杖，手腕粗的闪电猛然弹出，林峰来不及反应便被直接击中，一阵麻痹感席卷全身，林峰倒地，止不住的抽搐了起来。该死，这威力不对，应该是附带效果。这闪电对林峰造成了伤害，但威力并不致命，真要打起来，他起码还能再抗6下。陛下息怒，这个人类帮我寻回了族中至宝。破天荒的，兔子伯爵居然帮林峰说话。林峰刚抽出的柴刀又被他偷偷的放了回去，麻痹感已经消失，但林峰仍然躺在地上。在面对未知的敌人时，非常有必要示敌以弱，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候一击毙命。居然能抗住我的魔法，有意思。兔子王国跳上王座，用毛茸茸的手轻抚他的宠物。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把他押送到冰狱，明日参加生死斗。一群卫兵上来将林峰架起，他手中的扭曲面具也被夺了过去。林峰没有反抗，任由他们拖拽。一是他不确定这算不算触发特殊剧情，二是他现在可能还干不过兔子国王。先静观其变。卫兵们将林峰拖出了王宫，来到一处阴冷的洞穴处。洞穴内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霜，被拖拽于地面滑行的林峰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太冷了，拥有250加体质的林峰都觉如坠冰窟，这里的温度起码零下70摄氏度。林峰还想继续装死，突然间失重感袭来，随后便是冰冷刺骨的液体灌入鼻腔中。可嗨嗨，搞什么？浮上水面抬眼望去，林峰发现自己被扔进了一处冰窟中，上方巨大的身影挡住了洞口的光线。林峰正欲向上爬，洞口旁的巨大身影开口道：生死斗是米加尔每3年举行的重要节目，胜利者将会得到进入宝库挑选至宝的机会。来了，这就是兔子王国的任务吗？放弃扭曲面具就可以得到其他更好的宝物。但是米加尔不会信守承诺，你帮我返回兔子王国，所以我也会帮你。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条选择：第一，我会帮助你逃跑，王国中除了米加尔没人能阻拦你；第二，帮我杀了米加尔，宝库中的所有至宝都是你的。林峰望着洞口那巨大的身影，虽然其巨大的体型遮住了大部分光线，导致林峰并不能看清他真正的神情，但那微不可察的颤抖还是将兔子伯爵多安现在的心理暴露了出来。他在害怕，或许害怕中又掺杂了一丝兴奋与期望。我选第2条。
兔子国王虽然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只需要再升几级就好。王国至宝，他绝不能错过。好，接下来的话你要认真记住。在你获得胜利后，米加尔不会信守承诺，但他会带你去到宝库，炫耀他的所有藏品，甚至还会放开权限，任你挑选一件。而你这时候要做的就是选择禁魔披风，它是对抗米加尔的唯一希望。记住。多安说完，转身离去。林峰则趁他在说话的间隙，用出了洞察术。名称：兔子伯爵多安，觉醒，等级5级，力量120，精神30，敏捷80，体质150，幸运10，天赋超强体质。技能：兔子伯爵的怒吼，跳跃劈砍，助威劈砍，复仇之心米加尔。复仇之心米加尔因记忆回归而觉醒的技能，对兔子国王米加尔造成的伤害将增加 30%。注：回到兔子王国的多安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记忆，当初残暴不仁的米加尔因耶格尔偷窃一事，将责任归咎于多安的玩忽职守，故下令处死多安一家10口，并封印其记忆流放去外界寻找失落的扭曲面具。现在多安回到了兔子王国，势必要拿暴君头颅祭奠枉死的家人。林峰快速浏览信息，眉头紧锁，他关注的点并不在多安的故事上，而是着重注意多安的属性。5级的多安有100多的主要属性，那10级或者更高的兔子国王，其精神属性必定不下于300。不过有一点又值得庆幸，深渊加持的 buff 没有了。刚刚他也偷偷看过卫兵的属性，同样没有深渊加持。看来隐藏任务算作特殊副本，无法和正常副本相叠加。总体来说还是很难办，想要战胜兔子国王，禁魔披风是关键中的关键。第15章生死斗。林峰被一股向上的拖拽力弄醒了，天知道他是怎么在零下80摄氏度的冰水中睡着的。或许是250加的体质真的可以到达不畏严寒的地步，又或许是刷了一天的副本实在太过疲惫。总之他现在正迷迷糊糊的被人拖拽着走向洞外。林峰被地面凸起的冰凌磕得头疼，清醒过来的他猛地抽出被拖拽的腿，翻身跃起，随后稳稳当当落地。几个兔子卫兵一惊，急忙掏出武器。别动我，我自己会走。林峰没有理会他们的剑拔弩张，随意抖了抖身上的水，然后径直向前走去。带路吧。兔子卫兵们一时间被林峰这风轻云淡的模样给唬住了，竟真的乖乖听话在前面带路。林峰被卫兵们带入了地下通道，走过长长的隧道，前方的光亮变得红火，红得像血。一走出隧道，林峰的耳边便传来的嘈杂的欢呼声。各位，今年兔子王国的生死斗迎来了一位特殊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人类帝国的强者。耀眼的红灯打在了林峰的身上，将他的眼睛刺得生疼。主持兔子趁机凑到了林峰的面前，将类似话筒的东西递在他的嘴边。向各位观众介绍下自己吧。林峰扫视一周，看台上兔头涌动，他们眼中尽是嗜血的疯狂。他轻蔑一笑，说道：我叫林峰，我想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台上顿时一阵嘘声，林峰还觉得不过瘾，继续抢过话筒嘲讽：我这人的时间很宝贵，建议所有选手一起上。台上嘘声更大。砰！一声巨响传来，前方出现一个和兔子伯爵一样身形的怪物，他咧嘴一笑，2颗大板牙透着渗人的红光。主持兔子见状，连滚带爬跑出决斗区，林峰则一脸淡然，大步向前。人类，你会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冲锋，劈砍！回应他的是林峰连续不断的攻击。卑鄙的人类，你找死！巨大兔子怪怒极，抽出身后巨大的斧子，猛地向前劈砍。咚！地面被斧子炸出一道深深的裂痕，尘烟散去，却不见林峰的身影。在你肩膀上，蠢货，回头啊！蠢货，我把全部身家压到你身上，你要是输了，我一定把你家人给玩死。巨大兔子怪这才后知后觉，扭头朝肩膀望去，林峰那张似笑非笑的脸瞬间映入眼帘。巨大兔子怪面露惊恐之色，因为他发现林峰抽出了黑色长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进了他脖颈处。啊！该死！人类！兔子怪疯狂扭动着身躯，试图用蛮力将林峰甩下来。可林峰就如同复古之躯一般，不停游走在他周身各处，不时又给上一刀重击。在这样来回戏耍之下，兔子怪中是不堪受辱，应声倒下。击杀巨大兔子怪，8搭获得经验330。不错，多来几只这样的林峰又能升级了。继续，林峰朝着看台上的兔子国王勾了勾手，极尽挑衅。兔子国王喜怒不形于色，他肥手一挥，下一位挑战者闪亮登场。这是一个双持匕首的兔子怪，身形娇小，肌肉却很发达。那裸露出的8块腹肌，无时无刻不在彰显他强者的气息。小子，我这2把匕首可是淬了剧毒的，小心别被我的毒液灼伤了。说着，他就将匕首放在了嘴边，随后伸出舌头轻轻一舔，
带着极度危险的气势朝着林峰缓步走来。不是有毒吗？林峰眼角抽搐，出声提醒。兔子怪这时才后知后觉，哐当一声，匕首落地。兔子怪捂着喉咙，一脸痛苦，不一会翻倒在地，全身抽搐。林峰嘴巴微张，一脸疑惑：这家伙是来搞笑的吗？冲锋！林峰手起刀落，送他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免受长穿肚烂之苦。击杀兔子刺客谢尔顿获得经验310/31，牛逼，又是一个 BOSS 级的怪被随手拿下。林峰怀疑他们故意送经验，但是又没有实质性证据。此时他的经验已经来到了51%，再杀几个又可以升级了。林峰转头向着兔子主持人招了招手，主持人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还未等他说话，林峰直接一把抢过话筒。这么大个兔子王国，就没有像样点的对手吗？一起上，让参赛的选手一起上。我林峰要打10个。主持人甚是为难，但他又不敢夺回话筒，只得用求助的目光望向看台上的兔子国王。兔子国王毛茸茸的脸带着些许阴沉，他微微颔首，同意了林峰的提议。既然这个人类这么嚣张，那就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主持人拿过话筒，在林峰选手强烈要求下，伟大且仁慈的国王同意了他的提议。接下来的生死斗将迎来史无前例的 1v50， 精彩继续，各位观众不要眨眼。主持人说完麻溜的转身就跑，独留林峰一人在风中凌乱。林峰望着场上越来越多的兔子怪，突然就后悔了。他以为参加生死斗的兔子怪最多不超过20个，谁曾想上来就给他玩这么大。虽然有自己作死的成分，但这也太多了。各种类型的兔子怪密密麻麻占满了角落，他们一个个目露凶光，摩拳擦掌，只待一声令下就会蜂拥而至。杀！谁能取下这人类的头颅，我就赦免他所有的罪行。兔子国王站起身来发号施令。兔子怪们闻言眸中凶光更盛，看向林峰的样子如同看向食物一般，垂涎3尺。杀！杀！兔子怪们蜂拥而至，魔法、剑使各种远程攻击先行，密密麻麻的如同倾盆大雨向着林峰砸来。这哪敢应接？林峰神色一动，急忙用出技能冲锋。林峰依靠技能冲进怪物群，虽然会被大量怪物围攻，但也能有效避免法术攻击一股脑的涌向自己。物理攻击可比不上魔法攻击，林峰的选择不能说是最优，但绝对是正确。魔法攻击的威胁被大幅度降低，林峰开始和兔子怪贴身肉搏，你一刀我一剑，砍得不亦乐乎。击杀蛮力兔子胸贵哒哒力获得经验340/34。第16章王国宝库。击杀敏捷的兔子杀手刺影获得经验330。击杀强壮的兔子战士暴冬获得经验310/31。近战物理型的怪物几乎无法对林峰造成伤害，一路砍瓜切菜，终是杀出一道缺口。后方的法师们还在不停施法，专心致志，全然没有注意到危险即将降临。林峰瞧准时机，猛地跃起，眸光锐利如鹰，盯得后方的法师们头皮发麻。跳跃劈砍，林峰下坠犹如泰山压顶，黑色柴刀冷芒一闪，一个倒霉的兔子法师直接被劈成了2半。呸！刚刚就是这家伙释放魔法最起劲，林峰早就盯上他了，这一刀下去，大仇得报畅快无比。没了前排战士的庇护，后排的脆皮们就是待宰羔羊。林峰手起刀落，手起刀落，从决斗场中心一直砍到角落。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升级，当前等级5级，果断将5点属性加到体质上，5项隐藏属性飙升到250点。林峰的刀更快了，如同在大润发杀了20多年的鱼一般，他的刀很冷，心更冷。剩余的兔子怪面对杀神降世的林峰，终于是绷不住了。啊，他是怪物，他是怪物，怎么可能根本破不了防？他防御到底多少？为什么杀不死？他升级了，他杀我们杀升级了。他们四处逃窜，妄图跑到观看台上，却被一道透明的屏障直接打飞。怪物失去战意，这是林峰没想到的，不过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乱跑的兔子怪们更难杀了，他们上蹿下跳，状若癫狂，行动轨迹也是捉摸不透。林峰还得一个个追上去杀。一群废物！兔子国王的怒火透过他的声音传递给了在场的所有兔子。他手中五彩魔杖再次出现，口中念念有词。2秒后，碗口大的雷电如巨蛇一般从魔杖中冲出，在航至一段距离后又分散开来，足足有20几道，眨眼间便打在了慌乱逃跑的兔子怪身上。兔子怪们甚至来不及发出哀嚎声，就变成了一堆焦炭，威力恐怖如斯。林峰看着眼前这一幕，心中顿时一紧，该死，我的经验，这些可都是白花花的经验啊！就这样被兔子国王糟蹋了，为了完成兔子王国的任务，他可是白白浪费了一次进入副本的机会啊！
副本每天5次，时间与外界同步。林峰在这过了一夜，等于将昨天的最后一次机会给白白浪费了。现在兔子国王还要抢他经验，差点没把他的那口老血给气出来。嗷哉！欺我太甚！嘴上虽是这么说着，但林峰还是老老实实将武器收了起来，等待兔子国王的选择。他要战林峰便战，他要遵循传统带林峰去宝库，那也可以先去观摩一下。人类，恭喜你获得了生死斗的胜利。按照本国传统，你可以到王国宝库中任选一件带走。兔子国王终是没有当场发作，也许他想把这场游戏进行下去，在这个人类抱有最大期望的时候狠狠掐灭，给予他最深重的绝望。走吧，人类，去迎接属于你的荣耀。兔子国王悬浮于空中，向着林峰所在的决斗场中心缓缓降落。会飞？林峰瞳孔一缩，心中大惊，这技能可比他的雷电术更难对付。林峰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对空的手段。兔子王国无视林峰的震惊，走到面前挽住他的手，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位人类强者。断断续续的欢呼声响起，僵硬又尴尬。场上的所有怪物都不是在为林峰祝贺，而是迫于兔子国王的淫威，不得不迎合他。走吧，尊敬的人类强者，去选取你应得的宝物。王国宝库，古朴而陈旧的铁质大门在卫兵的推进下嘎吱作响，声音就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临死之前发出的凄厉呐喊。在长达半分钟的双声道折磨后，那腐朽的垂死挣扎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出乎意料的，并没有什么亮瞎狗眼的金光从中射出，里面的陈设也相对简单，每隔几米就有一个金属架子，上摆放着半人高的木质盒子，其做工非常敷衍。这……林峰眉头紧锁，手心冷汗直冒，他现在有一种非常不妙的感觉。选一个吧，这是对你的嘉奖。兔子国王边说边把目光放在了一旁的兔子伯爵身上。兔子伯爵强装镇定，如果这时候露出马脚，迎接他的将是兔子国王恐怖至极的魔法。林峰，我不能看一下是什么宝物吗？当然可以，不过你只能选一样带走。兔子国王出乎意料的好说话，但林峰内心的不安反而更甚。去吧，尊敬的人类强者。林峰上前打开了最近的箱子，一道五彩光芒顿时从中射出。名称：五彩魔法宝剑，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力量加15，精神加15，技能：五彩附魔，独自闪耀。五彩附魔，普通攻击会附加使用者当前精神力的额外魔法伤害。独自闪耀，在没有装备其他五彩魔力套装的情况下，该武器使用等级降低5级。要求：战士、法师类职业。极品武器，简直是为林峰量身定做的。他的5维高达250加，但精神力这个属性却一直没什么太大作用。如果得到这把武器，林峰的伤害绝对是质的飞跃。但是现在还不行，他必须先拿到禁魔斗篷。林峰将箱子盖上，假装失望的摇头，继续去探索其他宝物。他也不急，就这样按照顺序一个个的慢慢打开。第二个箱子里面放着一个令牌样的东西，名称：越级挑战令牌，品质：无。越级持有者的队伍可以无视副本前置条件，任意选择难度。这东西可比传奇装备更让林峰心动。10级的传奇装备，就算属性再强大，最多不过用到30多级。而这件特殊道具，只要在有副本的情况下，就永远不会被淘汰。林峰强忍着抢夺的冲动，将木箱缓缓关上。现在还不行，最重要的还是禁魔斗篷。只要拿到这件装备，然后杀死兔子国王，这宝库内的所有宝物都是他的囊中之物。第17章，谨慎的兔子国王。林峰深吸一口气，才第2件宝物就差点让他把持不住，这让他更加好奇后面的几件宝物到底是什么。继续打开下一个宝箱，一股火光冲天而起。林峰在这瞬间似乎听到了一声凤鸣，还未等他反应，异象片刻间就消失不见，只留一根红色的羽毛静静躺在箱子中央。名称：染血的凤凰残羽，品质：无。技能：涅槃。涅槃，持有者可获得一次涅槃重生的机会。涅槃重生，不知道和重生14章有什么区别。继续下一个，林峰都不用去看兔子国王的表情都知道，他现在已经很不耐烦了，必须快点找到禁魔披风，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下一个宝箱里面装着的是件流光溢彩的华贵衣袍，名称：五彩魔力法袍，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20，精神加10，技能：魔力防护。魔力防护使用后会获得一个护盾，护盾强度根据使用者精神力而定，冷却时间120秒。套装技能：未解锁。要求：法师、巫师类职业。下一个宝箱依旧是装备，看起来是一整套传说装备，名称：五彩魔力手套，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精神加20，体质
+5。技能魔力控制。魔力控制，释放魔法所消耗的魔力减少 20%。战士类职业战斗消耗体力，法师类则是消耗魔力，没有具体的数值体现，只能根据职业者自己的身体状况估算。这件装备的附加技能无疑是所有法师梦寐以求的极品技能，只不过对于林峰而言无用，他空有250加的精神属性，却无法学习魔法技能。下一个宝箱中依旧是五彩装备，甚至顺着下去都是五彩魔力布鞋。等级10，品质传说，属性敏捷加20，体质加10，技能五彩彩轻盈。五彩彩轻盈，移动速度增加 20%。五彩魔力乌帽，五彩魔力腰带，五彩魔力戒指，五彩魔力项链。看着这些装备逆天的属性和附加技能，林峰恨不得立马转制成法系职业。可惜现在的他就是太监逛青楼，只能看不能做。可恶，我要是法师的话，不对。林峰撇过头偷瞄了一眼兔子国王手中的权杖，那流光四溢的模样都不用猜，名字肯定叫做五彩魔力法杖。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自己不穿戴，反而将一整套装备放在这里吃灰。似察觉到了林峰的目光，兔子国王轻笑道：没想到你还挺挑剔，不过这最后一件至宝你肯定无法拒绝。林峰将信将疑地走向最后一个宝箱，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里面应该就是兔子伯爵所说的禁魔斗篷。快打开看看！兔子伯爵巨大的身躯正止不住的颤抖，复仇的希望就在眼前，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兔子国王在他身边就如同人类手上的一颗乒乓球，渺小的可以一脚踩死。可现在林峰眼中，兔子国王远比兔子伯爵更加巨大，兔子伯爵才是他手中那颗可以肆意玩弄的小球。林峰无奈苦笑道：里面不是禁魔斗篷对吧？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兔子伯爵大惊失色，一时间他最先想到的便是自己遭到了背叛。林峰摇头不语，默默地将最后一个箱子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黑色正方形小盒子。无论怎么看，这都不可能是兔子伯爵所说的禁魔斗篷。怎么可能？这是最后一个箱子，为什么不是禁魔斗篷？兔子伯爵惊叫出声，一时间竟也顾不得计谋败露。就算他再愚钝，也该明白自己被兔子国王摆了一道。伯爵大人原来是想找禁魔斗篷啊，早说啊！兔子国王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旋即大手一挥，一件刻着无数符文的紫色披风凭空出现在他手中。这件宝贝可不得了，兔子国王拿着禁魔斗篷不停摇晃，他可是法师的大克星，本身被动减免 15% 的魔法伤害，释放主动技能后，其被动的加持可以达到 25%。你就是想用这个来对付我吧，多安？多安霎时呆立当场，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我可是杀了你全家，你觉得我有这么愚蠢，蠢到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吗？兔子国王手中权杖轻敲地面，一股魔法波动扩散开来，那些被林峰关闭的箱子仿佛受到了指令一般自动打开，五彩魔力套装从中飞出，开始一个个的拼接在兔子国王身上。米加尔，你这个杂碎！兔子伯爵已经意识到自己正被兔子国王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恼羞成怒，直接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撞向兔子国王。林峰，动手！砰！一声巨响传来，宝库的墙壁被撞出一个大洞，兔子伯爵正用拳头疯狂地砸向兔子国王。林峰抽出柴刀，却不急着进攻，他现在思绪万千，1秒的时间内他已经想到了几种方案。第一，先联合兔子伯爵击杀兔子国王；第二，趁着他们激斗之际将宝库中的所有宝物卷走；第三，直接逃跑。五彩魔力套装的属性他是见识过的，没有禁魔斗篷的情况下，和国王硬碰硬明显不可能。林峰，你还愣着做什么？哈哈哈！多安，这个人类可比你聪明多了，不过还是比不上我。掠夺法阵开启，一股夹杂着一丝黑气的五彩能量从四面八方喷涌而出。林峰在吸入第一口黑色能量后，就感觉到了不对劲，连忙捂着口鼻。然而为时已晚，他只感觉身体中的力量被抽出了一部分。打开面板一看，名称林峰，等级5级，力量5 250，精神0 250，敏捷5 250，体质10 250，幸运10 250。居然把自己的基础属性降低到了这种程度，这真是5级可以通关的副本吗？难怪在网上看不到相关攻略，5级职业者根本不可能攻略兔子王国。哈哈哈！五彩掠夺阵法只要不被破坏，就是永久性剥夺属性，包括装备带来的属性。你们已经完了。多安的身体随着属性的降低不断缩水，直至变成和兔子国王一样的大小。兔子国王任凭多安的拳头打在自己身上，毫发无损，甚至连魔法盾都不需要开。林峰看见这一幕，只觉手脚冰凉，这个 boss 太谨慎了，
即便拥有远超多安和自己的属性，他也要先用阵法削弱其力量，甚至提前收走唯一能对他造成威胁的禁魔斗篷。第18章隐藏任务。杂碎！你这个杂碎！多安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即便属性已经被掠夺殆尽，他也依旧不停地攻击着兔子国王。复仇是需要力量的，多安，你太弱了。兔子国王伸出毛茸茸的手掌，轻轻松松便接下了多安的拳头。看，我的力量比你强。他随手将多安扔出，砸翻了其中一个箱子，五彩宝剑从里面滚出。林峰目光灼灼，死死盯着地上的五彩魔力宝剑，却又不敢轻举妄动。虽然自己的50倍隐藏属性还在，但也不敢轻易接兔子国王的魔法，毕竟现在的兔子国王和昨天可不一样，他已经神装了。杀了你！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多安完全失去了理智，不管不顾，只一个劲地攻击着兔子国王。可是以他现在的属性，就算把自己的手砸烂，都不可能伤对方一丝一毫。人类，下辈子找盟友还是得找聪明一些的。兔子国王再次接住多安的拳头，手上用力轻轻一扭，多安的胳膊就这样被他直接扯了下来。啊！啊！啊！哈哈哈哈！多安撕心裂肺的惨叫与兔子国王肆无忌惮的狂笑充斥着整个宝库。还不快跑！不用多安提醒，林峰便已经开始冲刺，直奔地上的五彩魔力宝剑而去。哈哈哈！暴雷术！冲锋！一道雷霆划过五彩魔力宝剑所在的位置，却没有击中任何东西，因为林峰早已越过五彩魔力宝剑，朝着门口狂奔。这把武器是兔子国王故意给林峰留的陷阱，想要捡起武器必定会遭受他的攻击。林峰没有上当，兔子国王轻咦了一声，随手将多安扔向一旁。哼，跑得掉吗？飞行术！兔子国王小小的身躯轻盈飘在空中。风行术！一股狂风凭空席卷而出，将兔子国王猛地向前推进。他正欲追赶，突然觉得身体一沉，转头一看，只见多安正死死地抓住他华贵的五彩法袍，鲜血透过多安的身体，给五彩魔力法袍染上了一丝诡异的嫣红。你就这么急着找死吗？兔子国王目光微寒，手中法杖高高举起，咚咚咚，一下两下三下，他也不使用魔法，就这样用法杖不停敲打着多安的脑袋。你知道吗？耶格尔偷窃一事是我指使的，那天也是我派人将你引走的。多安，我可怜而又卑微的多安，你所有的悲剧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为什么？多安目眦欲裂，牙齿咬得嘎吱作响。他一切的悲剧居然都是兔子国王一手策划。为什么？兔子国王笑容扭曲，法杖高高举起，因为好玩啊！咚！这一下直接将多安的脑袋敲得凹陷了下去，他再也支撑不住，重重摔在地上。米加尔，我诅咒你，诅咒你的国家，诅咒你的一切！我会在地狱中等着你，米加尔。他的声音微不可闻，米加尔不再理会。一股狂风卷起，将米加尔推出了王国宝库。另一边，林峰脑中突然接收到了一则提示：隐藏任务多安的复仇开启，是否接受？接受，这还用想吗？他等的就是这一刻。在副本中，任务其实并不常见，更别提隐藏任务了。隐藏任务多安的复仇。任务要求：击杀米加尔。任务奖励：等级+1，哥布林巢穴藏宝图，未知碎片。现实 buff： 复仇之心，米加尔。复仇之心，米加尔对米加尔造成伤害提高 30%， 受到伤害减少 30%， 持续时间72小时。注：因任务难度大流程长，系统特将副本与外界时间流速进行调整，现在时间调整为5:1。Nice！ 林峰激动的一跃而起，直接砸向前方拦路的兔子士兵。击杀兔子士兵获得经验33。他之前约莫估计过兔子国王的属性，其精神力起码有300点以上，现在再加上那一身传奇装备，精神力起码来到了400加。如果没有这项现实 buff， 即便他达到7级都难以战胜恐怖的兔子国王。暴雷术！身后一道电光闪过，林峰根本来不及反应，便被这道碗口粗的雷电击中。人类，你逃不掉的，我米加尔掌管着王国的一切，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我的手心。兔子国王漂浮在空中，那圆嘟嘟毛茸茸的脸上写满了阴寒，他手中法杖再次闪耀，恐怖的雷电又一次从中射出。靠！你就会这招是吧？林峰连忙从地面跳起，吃了一发爆雷术的他本想躺在地上装死顺便看过麻痹时间，哪知道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轰隆！爆炸声响起，巨大的雷霆将地面轰出一个恐怖的大洞，周围的兔子怪无一幸免，古怪的焦熟味逐渐弥漫全场。兔子卫兵们都被吓傻了，这倒是碎了林峰的意。他一路狂奔畅通无阻，终是来到了巨大的城门前。城门已经关闭，想要快速砸穿4米厚的大门根本不可能。再抬头望去，城墙约莫有40米高，
用跳跃劈砍跳过去应该没问题。但问题在于兔子国王已经在他身后了，跳过去，看是你的身法快，还是我的魔法快。兔子国王挥舞着手中法杖，雷霆之力在法杖上蓄而不发。林峰紧紧盯着他手中法杖，黄豆大小的汗珠不要钱一样从额头滴落。不能跳，这是林峰现在唯一的想法。他不会飞，跳在空中就是活靶子，在地面可以借助自己250加的敏捷躲避，再加上兔子国王有施法时间，只需要稍微注意一下，他被击中的概率就会变得很低。绝对不能跳！轰！没给林峰多少思考时间，恐怖的暴雷术再次袭来。林峰早有预料，在魔法发动的瞬间就躲了过去。近距离接触了好几次他的暴雷术，林峰早已掌握了魔法发动的契机。被看穿了吗？我的法术！兔子国王漂浮在空中，饶有兴趣地看着下面的人类。他其实很意外，被五彩法阵掠夺属性后的林峰居然还能活蹦乱跳。你的暴雷术对我已经无效了，我早就看出来了，在魔法即将发动的瞬间，你法杖上的雷光会更加闪烁。只要看穿这一点，即便雷电再快也无法击中我。林峰缓慢后退至城门处，一边观察着周围，一边注意兔子国王手中的法杖。第19章潘多拉魔盒。你很聪明，可惜我并不喜欢太聪明的生物，我最喜欢的是大笨。如果这世间的所有生物都像大笨那样乖巧，我就不必再进行无谓的杀戮了。大笨就是宫殿中那只坐在王座上的普通兔子。爆炎术！兔子国王终于用出了其他魔法，一颗巨大的火球带着恐怖的热浪朝着林峰袭来。虽然声势恐怖，但爆炎术不如雷电来得快。林峰轻松躲开，本以为不过如此，下一秒火球炸裂，无数火星从中迸发而出，打在林峰的身上，烧得他的皮肉嘎吱作响。啊！好烫好烫！林峰被烫得直跳脚，眼睛却不断瞟向城门。人类，你是想利用我的魔法将城门破坏吗？你很聪明，可是你不该轻视我。黑暗魔法引杀，一阵黑暗袭来，屏蔽了周围所有的光芒。紧接着黑暗不断收缩，直到全部凝聚在林峰的脚下。逃吧，你能逃得过自己的影子吗？该死！林峰夺路而逃，他没想到这个兔子国王这么聪明，自己所有的意图都被他看穿。继续纠缠下去讨不到好处，林峰脸色渐冷，目光变得愈发坚定。现在只有最后一个选择了。林峰朝着王国宝库的方向狂奔，既然逃不掉，那就正面硬刚。他要拿到五彩魔力宝剑，然后再跟兔子国王做个了断。林峰正想着接下来的作战计划，忽然觉得背后一股寒意袭来，他几乎是本能的向侧方躲避。只见一把黑色利刃恰好刮过他的脸颊，带出一串血珠。如果不是那突如其来的危险感知，他真有可能丧命在这剑下。毕竟这一剑确实破开了他的防御。还没等林峰喘口气，下一剑就尾随而来。林峰取出柴刀格挡，然后便听到哐当一声，稀有武器多安的黑色柴刀就这样被一剑斩成了两半。怎么回事？破坏武器的属性吗？林峰连忙查看起装备。多安的黑色柴刀已破损，多安的黑色头盔已破损，多安的黑色铠甲已破损，多安的黑色臂铠已破损，多安的黑色镜甲已破损，多安的黑色腰带已破损，多安的黑色戒指已破损，多安的黑色项链已破损。显示装备外观，装备外观显示出来，林峰身上的铠甲已遍布裂纹，除了巴德尔的时光之戒外，他穿戴的所有装备都被破坏掉了。这应该不是黑影所为，他最多只攻击到武器，不可能一次性破坏自己这么多装备。再根据之前兔子国王所说的五彩法阵掠夺的属性中包括了装备属性，结果很明确了，破坏他装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奇怪的五彩法阵。呼哧，破风声传来，林峰低头躲过一剑，急忙从背包中取出了破旧的骑士大剑，并把破旧的骑士套装全部换上。还好破旧的骑士套装还没来得及被他扔掉或者卖掉。叮！林峰举剑格挡攻击，这下他终于看清了来袭者的样貌。那是一道黑色的人影，没有面容，身形几乎和林峰一模一样。这就是他刚刚释放的魔法吗？林峰边跑边格挡黑影的攻击，无论他速度有多快，黑影始终如影随形。影子！林峰停下脚步，眯眸凝视地面的影子。兔子王国没有阳光，有的只有发光的草坪与宝石。无论走到哪里，总有光线照不到的一角，这魔法根本没办法破解。叮！林峰随手格挡下黑影的攻击，脚下再次快速移动了起来。黑影的出手速度没有林峰快，但也比10级的刺客职业者快很多。根据这一点可以确定，这黑影并不是根据林峰自身属性生成的。但关键的不是黑影，而是身后那如狗皮膏药的兔子国王。鬼知道他还有多少技能没使出来。林峰奔跑在空荡街道上，不时还要格挡黑影的袭击。
4倍提前下达撤离命令，街道上没有其他的兔子怪，继续逃吧，我有的是时间。身后不远处的兔子国王悠哉悠哉地漂浮在天上，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玩得很愉快，已经被逼到绝境了，最后的希望就是五彩魔力宝剑。林峰握紧手中的骑士剑，加快步伐朝着前方宝库奔去。哈哈，是吗？你觉得那把武器是你的希望吗？你又低估我了，人类。你能想到的东西，我会考虑不到吗？林峰向前冲锋，撞开虚掩的大门，而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彻底傻眼。之前因战斗被推倒的箱子被完好无损地放回了金属架子上面，每个架子正被一束五彩的光芒笼罩。林峰试着用手触碰光照，一股强烈的排斥感从指尖传来。林峰越是用力，那排斥感越是强烈，到最后更是直接将他整个人弹飞了出去。你觉得没有我的允许，你能碰到这些宝物吗？兔子国王从外面轻轻飘来，他伸出了手继续说道：潘多拉魔盒还回来，我可以考虑留你一命。刚刚不是还想杀我吗？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林峰警惕地向后退，一半心思沉入背包中观察了起来。兔子国王的话倒是提醒他了，刚刚还有一件趁乱随手扔进背包的宝物，名称潘多拉魔盒，品质史诗。简介：潘多拉魔盒内蕴含着无穷宝藏与无尽灾厄，打开后有 5% 的几率获得随机宝物， 95% 的几率受到恐怖诅咒。获得后可直接打开，持有者每5级可增加1次使用次数。注：潘多拉魔盒的诅咒恐怖诡异，非天生气运加深者请勿随意使用。95%的几率受到恐怖的诅咒， 5% 的几率获得宝物。如果是正常人肯定不会贸然使用，但林峰不是正常人，他拥有高达250加的幸运值，此时不用更待何时？林峰取出潘多拉魔盒，朝着兔子国王挑衅道：你是说这个吗？你不会想要打开吧？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兔子国王满脸不屑，他觉得这个人类在如此绝境下已经疯了，5% 的几率根本不是赌博，而是送命。对，我就是要打开。林峰在兔子国王惊愕的目光中缓缓打开了盒子，刹那间一股金色光芒从里面迸射而出。恭喜获得传说级技能书晶体皮肤。技能书晶体皮肤，品级传说。被动：全身皮肤变得如钻石一般坚硬，获得 15% 伤害减免。主动：主动使用技能减少 30% 敏捷，被动的伤害减免提升至 30%， 有 30% 几率反弹雷系、光系、火系魔法，免疫麻痹、炫目、灼烧等异常状态，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要求无。第20章灭绝魔法。学习晶体皮肤。叮咚，2道金铁交加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宝库，清脆动人。第一道声音是黑影的利剑刺在林峰身体上的轻响，第二道声音是兔子国王暴雷术被晶体皮肤弹开的巨响。林峰轻笑一声，迎着兔子国王惊愕的目光，将手放在了停留于身后的黑剑上。他猛地用力一甩，将黑影直接从地面中拉了出来，在即将撞到兔子国王的那一刻，黑影却突然消散，就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来，第2回合。这回轮到兔子国王冷汗直冒了，他的魔法，他引以为傲的魔法，居然破不开眼前人类的防御。法师的魔法一旦失效，那再华丽的法杖也只是烧火棍。怎么，害怕了？米加尔是吧？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林峰扭着脖子，模样极尽嚣张。憋屈了这么久，终于该轮到他大显神威了。多安的复仇 buff 加晶体皮肤，让他的减伤来到了惊人的 60%。也不是说完全免疫伤害，只能说林峰一定能顶着他的魔法一剑一剑慢慢把他砍死。冲锋！林峰突然出手，准备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然而诡计多端的兔子国王怎么可能轻易中招？在林峰冲到他面前的时候，一道五彩护盾及时出现，将两人隔离开来。护盾能抗得住我几下？劈砍！咔嚓！如镜子破裂的声音传来，五彩护盾已出现一道裂痕，最多再来2件护盾就会完全破损。到时羸弱的法师身躯将完全暴露在林峰的利剑下。你觉得自己赢定了？兔子国王已经从最初的惊慌中恢复了过来，他的法杖光芒闪耀，魔法能量开始在这片空间肆虐。风行魔法，狂风呼啸，顷刻之间便将兔子国王推出了宝库。林峰连忙追出去，抬眼就看到狡猾的兔子国王已经飞到了20米的高空。他抱着胸，漫不经心地说道：只不过是攻守互换罢了，看看是你的体力先耗尽，还是我的魔力先枯竭吧。跳跃劈砍！林峰不想跟他废话，直接一跃而起。晶体皮肤主动效果的 debuff 对他来说几乎无用，隐藏的250加敏捷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但这一击还是被兔子国王躲过去了。他的周围布满了狂暴的飓风，飓风随着他的意念移动，让其在空中也能灵活无比。
林峰一击未成，也不气馁，边游走边在心中不断思索着如何对付这个既聪明又强大的最终 BOSS。兔子国王确实太聪明了，从战斗开始到现在，林峰再也没有在街上看到任何一只兔子怪，也就是说，他早已经把林峰升级提升属性这条路给堵死了。怎么办？没有对空手段，总不能等着他魔力耗尽吧？还是说先撤退，再找能够对付他的道具？对了，潘多拉魔盒，还是这个道具，翻盘点就在这道具身上。林峰差点忘了物品介绍中最关键的一句，每5级可以进行一次抽奖。他现在刚好5级，也就是可以额外打开一次。你又想打开它？你疯了！兔子国王那小的只剩一条缝隙的眼睛，在此刻瞪得像铜铃一样。他是真的怕了这个赌徒，如果再被林峰抽到宝物，局势很可能会被完全翻转。恐惧吧，你的命运将在潘多拉魔盒开启的瞬间被改变。既然第一次开启没有受到诅咒，那第二次林峰也不惧怕，他的幸运值可是真实不虚的。疯子，爆雷术！咚！又是一声巨响，碗口大的雷电被弹到旁边的墙壁上，雷光在焦黑凹陷的墙壁上久久不散。为什么？为什么会无效？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兔子国王在天上不断抓狂，这么多年他第一次这般失态，眼前的这个人类就像打不死的小强，只要抓住一点机会，他就能跳起来咬自己一口。兔子国王面容扭曲，魔杖闪耀白色光芒，随后光芒不断聚集化为一点。极光术！我就不信你能抵挡我所有魔法。随着施法完成，那一点光芒化为一截激光，朝着林峰袭去。激光碰到林峰皮肤的那一刻，忽然反转，如同光线射在镜子上一般被反射了出去，角度刚好擦过兔子国王的头顶，带走了他头上的一撮毛发。兔子国王神情呆滞，伸手摸了摸有些灼热的头顶。你这该死的人类！他的表情逐渐失控，身上的魔力在周围翻涌，脚的空间都扭曲变形。他真的生气了，以至于恼羞成怒，要用最凶狠的魔法将眼前之人轰杀至渣。你该感到荣幸，你是第二个比我用出灭绝魔法的生物。名称：灭绝魔法死气沉沉。品质：传说。主动：消耗大量魔力汇聚恐怖的灭绝气息注入敌人体内，削弱目标 80% 的基本属性，附加残疾效果，并持续造成施法者精神相关的魔法伤害，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60分钟。残疾：目标无法进行正常行动。林峰看不到魔法的具体作用，但他能感觉到魔杖上的黑气所带来的恐怖威压。死气沉沉。随着兔子国王施法完成，一团黑气在空中旋转着冲向林峰。林峰连忙闪身躲进宝库，黑气撞向地面，立马四散开来，将整个宝库渲染成诡异的墨黑色。嗨嗨！黑气灌入鼻腔，在一阵窒息感过后，林峰只感觉全身有无数蚂蚁在撕咬。他的基本面板属性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幸好隐藏属性没有减少。但在这恐怖的魔法下，林峰感觉到了生命在不断流逝，最可怕的是他的手脚正在逐渐失去知觉。看来即便是你也无法抵挡灭绝魔法的威能。人类，感谢你陪我玩这场游戏，是时候结束了。兔子国王缓缓落地，在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他一个踉跄差点摔倒。黑气散去，林峰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细节。刚刚的魔法威力巨大，相对应的消耗魔力也必不少，甚至可能直接掏空了兔子国王所有的魔力。装腔作势，你还有魔力释放魔法吗？林峰挑衅道。兔子国王拄着法杖，一步一步缓慢靠近林峰。这个人类说的没错，灭绝魔法已经将他的魔力掏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也不想使用这种魔法，毕竟魔力就是法师的生命，释放完魔力就等于将自己置身于刀尖之上。不过还好，作为深渊副本隐藏任务的最终 BOSS， 他的力量也不低。啪嗒，最外围的箱子被打开，兔子国王取出了五彩魔力宝剑。他拖拽着宝剑在地上划出一道浅痕，那剑刃与地面碰撞的摩擦声听得林峰心惊肉跳。你应该看过这把剑的属性，你觉得没有魔力的我能不能杀死你？该死！林峰拼命在地上挣扎，然而死气沉沉所带来的残废效果还在持续，他只能像是没有四肢的蛆虫在地上缓慢蠕动。死吧！兔子国王手持五彩魔力宝剑，剑锋直指林峰脑袋。第21章，蜀国。没那么容易。林峰眼中金光一闪，一道强大的声波突然从口中迸发。兔子伯爵的怒吼，被林峰当成鸡肋的技能，此时正好救了自己一条命。兔子国王被震得连连后退，看着兔子兄贵突然出现，扛着林峰向宝库内部狂奔，他的目光逐渐变得阴鸷。多安，即便死了也要妨碍我吗？兔子国王一剑将还在施法的兔子法师斩成两段。被兔子伯爵的怒吼召唤出来的兔子怪，根据林峰等级获得属性，
而且还只是普通级，所以他们的基本属性甚至没有超过30。这点羸弱的属性还要带着林峰这个大活人，被兔子国王追上是迟早的事。你是逃不掉的，死气沉沉的效果持续60秒。你猜猜刚刚过去了多久？20秒不到。林峰从中招开始就一直在默数，也就是只要再撑过40秒，他就能反击。听起来很轻松，可实际上兔子国王花了不到5秒的时间就追上了林峰。他毫不留情，一剑将扛着林峰的2个兔子胸柜砍成了2半。别挣扎了，人类！兔子国王的宝剑高高举起，林峰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这次是真的绝望，这条命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林峰实在是没想到，以他50倍的隐藏属性攻略，一个5级的副本居然能翻车。这兔子国王根本不似副本怪物那样机械化，他是完完全全活生生的强大存在。他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超凡的智力、极深的城府。林峰输的并不冤枉，不过他并没有认命，因为他的背包里还有一件足以翻盘的道具——完美的重生十字章。真是场畅快淋漓的战斗，兔子国王非常满意。敌人从最开始不断挣扎到最后绝望认命的样子，无论何时都能给他最强烈的满足感。感谢你的奉献，人类强者！宝剑刺下，眼看就要刺穿林峰的头颅，就在这时异变突起，砰！一个巨大身影破土而出，将林峰一口咬住。随后他尾巴一甩，直接将兔子国王抽飞10米距离。奇斯，你干什么？还不快回来！巨大身影上跳下一个鼠头人身的怪物，听着身后同伴的呼喊，他毫不在意的摆了摆手：“你们先走，米加尔没有魔力了，这是一个机会，别犯傻。”他没那么简单。奇斯只当作没听到，提起手中巨剑朝着兔子国王奔去。蠢货，米奇别管他了，我们走。巨大身影抖了抖身体，轻轻跃向空中，一个猛子扎入地下，消失不见。米加尔！奇斯手中巨剑泛起光芒，以强大的气势斩向兔子国王。兔子国王不慌不忙，举起五彩魔力宝剑格挡。他眉眼一挑，用戏谑的语气说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一群下水道的老鼠。米加尔，今天就在这里做个了断吧，我将在这杀死你，成为蜀国的英雄。可笑，就凭你，连你们的国王都被我杀死了，一群卑贱的失败者。那就试试。”奇斯手上用力死死压制兔子国王，没有魔力的你怎么和我战斗？你朋友说的没错，你就是个蠢货。兔子国王被他的力量压制墙角，可脸上丝毫不见慌乱。这里是兔子王国，不是你们蜀国。五彩掠夺法阵，夹杂着一丝黑气的五彩能量在四周凭空出现，他们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奇斯的身体。随后，奇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缩小，直到变得比兔子国王还矮小。我的力量，我的力量！你不是没魔力了吗？为什么还能用魔法？奇斯怪叫着向后猛退。蠢货，魔法阵不需要我输入魔力，你比那个人类差远了。兔子国王手起刀落，一颗鼠头带着不甘与愤恨飞天起。另一边，巨大身影叼着林峰穿梭于错综复杂的地下通道中。喂，我说，能不能让你这位朋友把我放下来？再这样下去，我都要被他咬死了。林峰生无可恋地说道。米奇，停下来吧。巨影闻言立马停了下来，将林峰轻轻放在地上。这时林峰才看清叼着他跑了一路的是什么东西，那是一只巨大的黑色老鼠，乌黑的眼睛如黑玛瑙一般，浑身的皮毛油光水滑，但却又不让人觉得恶心，反而有些可爱。你们认识多安？林峰缓了口气问道。多安？不认识。巨鼠背上了鼠头人疑惑一阵，随后跳了下来检查林峰的伤势。他惊异道：“你中了他的灭绝魔法，竟然没事？”林峰苦笑一声，要不是晶体皮肤加多安的复仇 buff， 光是那长达60秒的持续伤害都能弄死自己。即便是现在，他都觉得自己浑身骨头跟散架了一样。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王国宝库？明明是我救了你，该回答问题的是你吧？鼠头人不满地说道。好吧，你问吧。林峰双手一摊，径直躺下。名字：林峰。职业：下级战士。下级战士。鼠头人脸上闪过惊讶之色，旋即又恢复如常。米加尔为什么要杀你？米加尔杀人还需要理由？林峰没好气地反问道。确实如此。鼠头人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下个问题，你为什么能抵抗米加尔的魔法？因为特殊技能。那礼尚往来，该轮到我问了。林峰一个鲤鱼打挺，神色已不像刚刚那般颓废。战士的天赋，战士之魂还是有些作用的。你们是什么人？鼠头人犹豫了一会才开口道。我叫基吉，他叫米奇，我们来自蜀国。蜀国？这副本还真是庞大，一个兔子王国还不够，现在又出现了个蜀国。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王国宝库？为了偷取王国宝库的一件神器。基吉看了眼林峰，神色复杂。你是米加尔的仇敌吧？不会把我卖了求他饶恕吧？林峰不禁笑出声，他上前拍了拍基吉的肩膀，
放心，没有人比我更想杀了他。毕竟王国宝库的一堆宝物，他可都想收入囊中。好，那我们算是同一阵营的了。积极神色凝重，似下定了决心。我们为了挖通宝库的地下通道，整整花了3年时间，为的就是偷取兔子王国的神器精神天秤。第22章原本的剧情走向。神器，小小的5级副本竟然有神器级别的装备。林峰按捺下躁动的心，继续听积极的叙述。原来在10年前，兔子王国的一大半领土还被称之为蜀国。某一天，米迦尔横空出世，他带着那一身传奇装备为兔子王国开疆扩土，很快就将蜀国的土地蚕食殆尽。在那最后一战中，蜀国国王以强悍的个体实力压制住了米迦尔，眼看胜利在望。米迦尔突然拿出了那件神器装备精神天秤，神器一出，蜀王被瞬间秒杀，战局顷刻逆转。等等，既然精神天秤那么好用，他为什么不用来对付我？积极没有回答，而是给了林峰一个你自己懂的表情。林峰瞬间明白过来，只得尴尬地挠了挠头，自己的实力根本没到达要对方使用神器装备才能胜利的程度。这种强大的神器必定有着某种限制，或是发动条件苛刻，或是冷却时间过长，总之不会随意的用在林峰这种比较强但又不是无法战胜的对手身上。前面就是蜀国了。顺着积极所指的方向望去，偌大的洞口外是一片淡红色的景象，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由几块参差不齐的石头堆砌而成。比起兔子王国的富丽堂皇，这蜀国简直连贫民窟都称不上。我们是被赶到这里的。积极拳头握得咔咔作响，老鼠头上的表情拟人，饱含愤怒之色。米迦尔没有赶尽杀绝，为的就是看我们在地底苟延残喘。林峰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但这确实是米迦尔能做出来的事。所以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积极望向林峰，目光犀熠。你能够独自与米迦尔进行战斗，实力属实强悍，所以我想合作。隐藏任务，王国的复兴开启，是否接受？好，我接受。这句话既是在回答积极，也是在回答系统。隐藏任务，王国地复兴。任务要求，帮助蜀国夺回原有的国土。任务奖励，蜀国传送令牌，蜀国整体好感度上升至崇拜。现实 buff， 蜀的英雄。蜀的英雄，你的存在会鼓舞蜀国战士的士气，所有蜀国战士基本属性提高 50%。 原来如此，林峰恍然大悟，难怪这次的兔子王国的副本难度高到逆天，凭他50倍的隐藏属性都差点翻车。原因就是他没有按照既定剧情走，在生死斗的时候，他一次性挑战了所有对手，导致前往王国宝库的时间提前。那么原本的剧情应该是生死斗结束，前往王国宝库米迦尔突然抱起多安身死，给予多安的复仇任务。这个时候积极等人早已通过隧道等候在王国宝库，也就是说林峰按照正常剧情走的话，根本不用提前对抗米迦尔。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去面见国王吧。积极激动地抓过林峰的手，近乎是拖拽着带他走。林峰没有反抗，任由他牵着走，毕竟这个名为积极的鼠头怪很可能是王国的复兴任务的关键人物。一路走来，街道上有不少鼠头怪，他们衣衫褴褛，望向林峰的目光带着探究和恐惧外，还有一丝微不可察的贪婪。不知道现在问这个问题合不合适，林峰将目光放在周围的环境上，非常荒凉，除了光秃秃的红色石头外，没有任何植被。积极，什么问题？你们这又有吃的吗？林峰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虽然职业系统赋予他超人类的体质，但毕竟还没到成仙的地步，他现在饿的是前胸贴后背。积极闻言一顿，也就是背对着林峰，才没能让他看见自己鼠头上的窘迫之色。我们的食物不好吃。没事，垫一下肚子，我1天没吃东西了。好吧，跟我来。见林峰丝毫没把自己当外人的样子，积极只得无奈，先将其带到了食物储藏室。这是一个巨大的仓库，听积极介绍，所有蜀国人的食物都是由这里统一分配。即便还没到分配食物的时间，周围也站着不少鼠头怪，他们大多数都骨瘦如柴，盯着仓库的眼中泛着森森绿芒。吱呀！在积极的授意下，看管仓库的卫兵将大门缓缓打开，一股刺鼻的味道顷刻间灌入林峰的鼻腔，将他熏得差点晕厥过去。这股味道就像是硫磺夹杂着硫酸，再混合泡菜，在坛子里发酵了10年一样上头。你们就吃这个？林峰捂着鼻子，强忍着眼泪掉下来的冲动。这味道并不让人反胃，但实在是有些辣眼睛。真是物理意义上的辣眼睛，就像是把世界上最辣的辣椒磨成粉末扔到火堆中，然后冲天起的那种辣。这里接近地心，唯一的食物只有熔岩炼狱中开出的熔岩果。积极苦笑不已，被米迦尔赶到绝地，有口吃的能让自己的族人苟延残喘，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其实味道并不算太差，反正我们已经习惯了。林峰摸着咕咕叫的肚子，还是决定尝试。洞察术，保险起见，先观察一下。名称：岩浆果。简介：
熔岩炼狱中炎火树结出的果实是熔岩精灵最喜欢的食物。不错，起码没毒。林峰抓起一把塞到嘴里，红色的浆果入口即化，一股酸涩味充斥着口腔，几秒后又有股回甜，味道竟然意外的还不错。你们就靠这个生活？产量够整个蜀国吃的吗？集中分配的话没什么问题，只是近几年熔岩精灵的暴动越来越频繁，我们能战斗的子民也越来越少。说到最后，基吉只能深深地叹了口气。仓库外面早已聚集了一大堆鼠头人，他们饥渴难耐，却又不敢上前一步，长期压抑的生活早已令他们麻木。看到这，林峰不由皱起了眉头。你们现在有多少可以战斗的人？鼠基吉不到3000。不到3000？太少了。虽然在兔子王国待的时间很短，但林峰通过街道上的卫兵数量就能估算其兵力，至少有1万以上。如果不能用人海战术打败米加尔，那蜀国在任务中的意义又是什么？第23章熔岩炼狱。林峰又抓了一把熔岩果塞进嘴里，才吃了2把，他的肚子就有了明显的饱腹感。这果子还真神奇，也难怪这么点产量就能养活一整座城市的鼠头怪。走吧，去见一见你们的国王。林峰拍了拍手上残留的汁水，大步朝着仓库外走去。刚到仓库门口，一股灼热的气息便迎面扑来。轰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夹杂着鼠头怪的尖叫，方圆100米范围内顷刻间就化为了炼狱。空中还有火球不断落下，在剧烈的爆炸中，仓库不堪重负，开始逐渐倒塌。林峰转身一拳将倒塌的石块打飞，对基吉大声问道：“怎么回事？”是熔岩精灵，他们被熔岩果的味道吸引，平常也会出现，只是这次的数量有些。基吉的话还没说完，林峰早已提起骑士剑冲锋。比起蜀国人恐惧的抱头鼠窜，林峰则是兴奋地颤抖了起来。米加尔阴险狡诈，根本不给他升级的机会，现在白花花的经验送上门来，他怎么能不激动？洞察术，名称熔岩精灵，等级5级，力量30，精神60，敏捷20，体质30，幸运10，技能火元素掌控。火元素掌控，作为熔岩炼狱自然孕育的纯火元素精灵，对火系魔法有着超乎想象的掌控力，随着等级的提升，会自动领悟火系相关魔法。非常强力的怪物，不过对林峰而言，小菜一碟。冲锋！林峰化作一道残影，穿梭于汹涌的火焰之间，空中不断砸落的火球纷纷被晶体皮肤给弹飞。劈砍！林峰将骑士剑高高举起，朝着最近熔岩精灵斩去。一击下去，熔岩精灵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击杀熔岩精灵，获得经验55。熔岩精灵死亡，只爆出了一个红色的结晶。林峰随手扔进背包空间，来不及查看，就开始继续冲锋。只要再升几级，到时候米加尔也不在话下。击杀熔岩精灵，获得经验55。击杀熔岩精灵，获得经验55。低阶的熔岩精灵没有智慧，他们只会凭借本能进行破坏，所以更不会逃跑。这对于林峰来说，简直是喂到嘴里的饭。不到5分钟，10几个熔岩精灵被他一扫而空，经验也涨了11%。太少了，不够。林峰舔了舔嘴唇，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环视一圈，确定没有漏网的熔岩精灵后，他开始查看起了背包。刚刚10几只熔岩精灵没有掉落任何装备，只爆出了奇怪的红色晶石。名称：不稳定火元素结晶。说明：黄爆的火元素压缩而成的结晶体，易燃易爆炸。好像有点用处，不过得试验一下威力。这是什么？积极探究的声音从身旁传来。林峰想问题想得入迷，一时间竟没有察觉到他的靠近。你没见过？没有。看来又是林峰幸运值的功劳，将极难出现的道具爆了出来，不然积极生活在熔岩炼狱边缘这么多年，不至于没见过这东西。林峰瞅中一处空地，将手中的结晶用力扔出。嘣！结晶刚接触地面，爆炸的热浪瞬间袭来，身旁的积极被火舌舔到毛发，立马吱呀乱叫起来。哇呀！这是什么东西？威力堪比高级火球术，是足以毁灭兔子王国的宝物。林峰嘴角含笑，眸子闪过狡诈的光芒。那个熔岩炼狱往哪走？熔岩炼狱？积极打了个冷战，这是蜀国人避之不及的境地，眼前的人类居然想进入其中，你可别想不开啊！别看你现在解决熔岩精灵简单无比，但在熔岩炼狱中的他们会获得强大的加持。积极明白了林峰想干什么，连忙出言阻止。而且你只管带我去就行了。林峰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不然就凭你们几千的老弱残兵，怎么和米加尔对抗？难道靠烧焦的尸体把他臭死吗？积极还未说话，周围幸存的鼠头怪闻言皆怒火中烧，他们围了上来，用凶狠的目光死死盯着林峰。人类，你看不起我蜀国的勇士？既然瞧不起我们，那我们这也不欢迎你，滚出蜀国！对，
滚出蜀国！林峰回应着他们的目光，眼中不带一丝情绪。他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和他们对视。面对林峰的强势，他们很快便败下阵来，悻悻离去。刚刚林峰大发神威的样子还历历在目，他们除了喊上几句口号外，又能做些什么呢？积极苦笑一声，颓败地后退了几步。你确定要去吗？熔岩炼狱不是正常生物能待的地方。我的时间很宝贵，70小时内我就要取下米加尔的狗头，明白吗？前往蜀国的路上浪费了不少时间，复仇之心的持续时间一旦过去，对抗米加尔的筹码又要少一分。留给林峰练级的时间最多不过2天，他不想再拖了。四感受到林峰的决心与信心，积极也不再劝阻。好，我跟你一起去。一路无话，林峰跟随着积极前进。为了摘取岩浆果，蜀国和熔岩炼狱之间早已打通了一条隧道。随着逐渐深入，周围的景色愈发艳红，温度也在不断升高。走在这条隧道中，他们甚至不用担心光亮的问题。那时不时从各个角落喷涌而出的岩浆将整条隧道映得通红。终于在行走了将近半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熔岩炼狱。刺鼻的硫磺味弥漫在空气中，整片洞穴落脚点少得可怜，大部分地面都被炽热的岩浆所掩盖。这就是熔岩炼狱，等会你跟着我走，小心别掉进岩浆中。林峰皱了皱眉头，俯身将手没入岩浆中。这一举动直接把一旁的积极惊得目瞪口呆。你在干什么？你疯了！第24章体质的作用。林峰没有理会聒噪的积极，他将手臂放在岩浆中搅弄了好一番，才慢慢将其抽出。结果除了皮肤有些发红外，愣是一点皮没破。普通岩浆吗？你到底是什么怪物？积极怪叫一声，死死盯着林峰那只被烫红的手。这可是岩浆，高达1400摄氏度的岩浆。他就这样若无其事地将手放进去，然后又毫发无损地将手抽了出来。你的体质到底是多少？正常来说，一个健康成年男性的体质大约是10点左右，15点体质就已经超越人类的极限，30点体质则是人类体型生物的极限。而林峰拥有高达250点的体质，可以说是小超人也毫不过分。再加上晶体皮肤的减伤 buff， 就凭岩浆的这点温度，还真伤害不了他。大惊小怪，林峰将手上残留的岩浆甩落，几个跳跃间便落到了一处相对宽敞的平台上。熔岩炼狱的地形就像是一个封了顶的峡谷，下方是蜿蜒流淌的岩浆，偶尔有几块凸起的石柱，堪够一人站立。两侧是光滑的红色岩壁，岩壁与下方岩浆的交界处，偶有几棵突兀的暗红色小树。那些小树就是熔岩树，几只熔岩精灵此时正在树下小憩。林峰观望了一会，随后瞧准时机发动技能跳跃劈砍。林峰整个身躯从空中急速下坠，犹如泰山压顶，气势磅礴。手中骑士剑反射出诡异红光，原本破烂无比的剑身在此刻铜神剑出世一般锋利无匹。呲啦一声，熔岩精灵的身体被一剑劈成2段，红色的岩浆从他的身体中喷涌而出。这动静彻底惊醒了其他几只熔岩精灵，他们愤怒地积蓄魔法，周围的空气随着魔力的涌动变得更加炽热。但林峰可不是木靶子，在熔岩精灵施法的瞬间，他便发起了冲锋，紧接着便又是一招凶猛的劈砍，随后经验爆送与熔岩精灵的惨叫同时传入了他的耳中。就在同伴死亡的间隙，另外几只熔岩精灵终于施法完毕，空中凭空出现几颗火球，它们落下的同时竟然在不断融合，还在半途的火球术，其体型竟已覆盖了整个峡口。这般恐怖的声势看起来如同末日降临。晶体皮肤，林峰丝毫不慌，给自己上了个 buff 后依旧稳扎稳打，用朴实无华的平 A 收割着熔岩精灵的生命。巨大火球落下，在接触到林峰皮肤那一刻，立马如同皮球一般被弹飞出去。火球飞至半空，轰然炸裂，巨大的声响贯穿整个熔岩炼狱。似感受到了敌人的气息，远方不断有熔岩精灵闻声朝着这边赶来，密密麻麻，足有100来只。喂，你看那边，数量太多了，要不我们先撤退吧。后方传来积极的呼喊，林峰没有理会，反而是轻笑一声，直接迎了上去。笑话，他们都免费给自己聚怪了，送上门的经验岂有不吃的道理？林峰提起骑士剑，一往无前，仿佛前方不是密密麻麻的怪物，而是无数无主的财宝在等着他拾取。积极见林峰根本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急得原地跺脚。太莽撞了，不行，他绝对不能有事。好不容易看到希望，拼了！积极一咬牙一跺脚，飞身追赶林峰。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能对抗米加尔的存在，好不容易有脱离这该死的边缘之地的机会，他绝不会放弃。哪怕这次会随着林峰葬身于熔岩炼狱，那也比继续留在鸟不拉屎的炼狱边界苟延残喘的强。正当积极准备抱着必死的决心追赶林峰时，前方发生的一切直接让他呆愣当场。他发誓那是此生他见过的最震惊的一幕。只见林峰冲入熔岩精灵群，如入无人之境，
那些平时让蜀国人避之不及的恐怖火系魔法，在他的面前就像是孩童用玩具吹出的红色泡泡一样软绵无力。稍弱的魔法几乎没有掀起一点风浪就湮灭于空气中，而那些看着声势浩大的魔法，其最终效果也最多像皮球一般，在触及林峰皮肤的那一瞬间就被轻松的弹开。晶体皮肤反弹魔法的几率，在他高额幸运值的加持下，几乎达到了70%。那足以毁灭一座城市的魔法，触及不到林峰，便将全部威能倾泻在了两边的崖壁上。霎时间发出的巨响震天响动，两边的积极被这恐怖的余波震得险些摔进那炙热的岩浆中。这人到底是什么怪物？词穷的他已经找不出形容词来描述眼前的场景。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人类，拿着把破旧的骑士剑，在怪物堆里大杀四方。那些平常让他们避之不及的恐怖魔法，在这一刻失去了所有作用。也就是熔岩精灵没有智慧，不然他们早就落荒而逃了。饶是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的积极，都感觉有些两腿发软。或许真的有机会赢。积极握紧拳头，林峰强大的实力给了他十足的信心。在没有真正见识过米加尔的魔法前，林峰就是他遇到过的最强存在。不过林峰现在可管不了积极的想法，他杀得正起劲，熔岩精灵体内喷涌出的液体浸满了他的全身，那堪比岩浆的灼热温度烧得他的骑士套装嘎吱作响。此番场景看着骇人，实际上并没有对林峰造成多大伤害，就像是熔岩滴落在钢铁上，顶多留下些黑色的疤痕。击杀熔岩精灵，获得经验55。击杀熔岩精灵，获得经验55。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升级，当前等级6级。当林峰的剑刃斩下最后一个熔岩精灵的头颅后，系统的提示终于响起：6级。老规矩，继续将点数加在体质上，后面的隐藏属性也到达了300点。林峰每升1级都是巨大的提升，感受着体内磅礴的力量不断涌动，他不禁发出一声长啸，笑声震天动地。可惜没能引来更多的熔岩精灵，看来附近的熔岩精灵都被他屠戮殆尽了。必须更加深入。林峰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提起骑士剑，继续向着深处走去。第25章，第3个任务。穿过蜿蜒曲折的峡谷，崖壁下方突兀地出现一处焦黑的平原。林峰看得直愣神，要知道这可是在地底世界，如果没有人为干扰，自然形成这种环境的几率几乎为零。咻！还未等林峰仔细观察周围环境，手背便传来一股刺痛。抬手一看，一根散发着热气的赤红色细针正笔直地插在他的手上。死！这股突如其来的刺痛让林峰大惊失色，他现在可是拥有高达300加的体质，居然还有怪物可以破他的防。要知道，兔子营地副本是最低级的副本，对于寻常职业者，只要小心一点，就几乎没有任何危险可言。然而，就这看似普普通通的低级副本，却接二连三地刷新林峰的三观。快看，那是什么？身旁传来积极的声音，他一直默默跟随着狂奔的林峰，竟也能勉强跟上。顺着积极所指的方向望去，一处乱石堆中摇曳着一大簇花朵，那些花朵浑身呈现暗红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如果不仔细观察，还真难以发现。咻！花圃开始莫名抖动，紧接着无数细针从中射出。小心！林峰向前一步，将积极护至身后，那如万箭齐发般的细针一股脑地宣泄在了他的身上，硬是将他扎成了人形刺猬。伤害不高，但侮辱性极大，想自己拥有50倍属性，却在低级副本连番吃瘪。擦！林峰顿时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他提起骑士剑狂奔，速度之快，竟在原地留下一段残影。等积极回过神来，林峰早已跃入花丛中，大杀四方。洞察术，名称炼狱花，等级5级，力量30，精神35，敏捷0，体质20，技能赤焰喷射1级。赤焰喷射，积蓄力量从花蕾处喷射蕴含特殊力量的果实，附带穿透效果。穿透，无视高额防御带来的伤害免疫，强制造成伤害。难怪可以破他的防，原来是特殊技能的缘故。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炼狱花才20点的体质，林峰随手一剑，便是一大片花瓣随风起舞。击杀炼狱花，获得经验33。击杀炼狱花，获得经验33。击杀炼狱花，获得经验33。炼狱花给的经验并不多，不过好在数量足够。一番杀戮下来，林峰的经验值又涨到了20%。这群小怪和熔岩精灵一样，一毛不拔，连装备的影子都看不到，只爆了一地的材料。名称炼狱花的根茎，作用特殊材料，可炼制药剂。先收进背包，回去的时候再让梁小商处理。觉醒生活类职业的职业者不在少数，林峰并不担心这些材料无法处理。继续前进，在有限的时间内冲刺更高的等级，到时候对上米加尔才更有胜算。就在这时，积极突然问道：“还要继续前进吗？”
当然，林峰想都没想便答道：“如果怕危险的话，就自己先回去。”不是，积极欲言又止，挣扎了好一番才继续说道：“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我们前任国王的事吗？”什么意思啊？林峰转身将骑士剑插在地面，静静等待积极的解释。直觉告诉他新的任务要来了。在米加尔卫祭出精神天秤前，我们其实是优势，我们国王更是碾压米加尔。除了他本身实力足够强悍外，还依仗于蜀国世代传承的传说套装。传说套装，听到这4个字，林峰握住剑柄的手都不由得加了几分力。没错，传说套装。吉吉一脸自豪，回想起了蜀国曾经的荣光，只是这份自豪还未持续几秒，就化为了一声长叹。唉，可惜米加尔的精神天秤太过强横。林峰问道：“精神天秤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吉吉摇头，当时我并不在一线战场，只是听闻存活下来的人提过，他们说那是一杆蓝色的天秤，当天秤的一方向着米加尔倾斜的时候，战斗就已经结束了。明白了。林峰眉头紧锁，听到积极的描述，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大多数人最惧怕的事情就是未知，林峰也不例外。对付精神天秤，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计划。话虽这么说，但积极明显没什么底气，于是他选择快速岔开话题，扯远了。现在最优先的事是得到熔岩地心套装。林峰，套装不是在蜀国吗？还是说被米加尔抢走了？套装确实在蜀国，但经过那一战后，熔岩地心套装受损严重。我查阅过蜀国古籍，熔岩地心套装是由熔岩炼狱中的岩灵之精配合黑陨矿石打造而成，只要得到这2样东西，就可以修复熔岩地心套装。积极说完这句话，系统的提示随即在林峰脑中响起：隐藏任务重铸熔岩地心开启，是否接受？接受。隐藏任务重铸熔岩地心，任务要求寻找8份岩灵之心以及40块黑陨矿石。任务奖励熔岩地心套装。现实 buff 火元素亲和。火元素亲和，受到的所有火系伤害降低 30%， 免疫灼烧，持续12小时。事不宜迟，赶紧带我去吧。林峰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然而积极接下的话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我之前没来过熔岩炼狱，所以具体位置我也不清楚。不过我从古籍中得知，岩灵之心是从熔岩炼狱一处红色湖泊的深处获取的。红色湖泊吗？林峰喃喃自语，心中思索权衡。目前来看，熔岩炼狱的面积非常大，他现在所处的平原一眼望不到边际。要不是头顶那些岩石在随时提醒着他，林峰还真会以为自己身处于外界。想要在这么大的地方寻找某一处没有坐标的湖泊很难，况且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如果要在多安的复仇 buff 和熔岩地心套装中选一个的话，他还是会选择多安的复仇 buff。毕竟熔岩地心套装属性未知，那多安复仇 30% 的加伤减伤 buff 可是实打实的。第26章绝命刺客。思索片刻，林峰就已做出了决策。他对着积极问道：“熔岩地心是你们蜀国锻造的对吧？”积极点头：“没错，古籍中是这么记载的，但上面也只是寥寥几句，根本没有提及材料的具体位置。”林峰继续问道：“也就是说，曾经你的祖先来到过这里？那你觉得他们最有可能走哪个方向？”积极思索了一会，脑中突然灵光一闪，答道：“东南方向。”“对，是东南方向。”积极再次重复，语气激动，可能是真的笃定，亦或者只是在给自己打气。我们是地底生物，从古至今开拓挖掘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这是蜀国的传统，想来先辈们也会下意识地选择这个方向前进。很好。林峰不由得对积极刮目相看，解铃还须系铃人，他真是个相当称职的 NPC。走吧，跟紧一点，我会保护好你的。积极在之后的任务流程中肯定还大有用处，这么重要的 NPC， 林峰自然不能让他出事。一路无话，比起之前的峡谷地形，现在的平原简直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只偶尔有几处深坑喷涌炽热岩浆，不过无伤大雅。本来岩浆就对林峰造不成伤害，再有了火元素亲和的现实 buff 后，岩浆对于他而言更是如同温水般柔和。继续前进差不多20分钟后，前方断断续续出现了零星的怪物，都被林峰3下5除2解决掉了。随着逐渐深入，怪物的数量也开始多了起来，其中大部分都是熔岩精灵，少部分特殊的怪物也有些棘手。就比如现在这只不知道何时摸过来的怪物，在他的利爪即将刺穿积极喉咙的那一刻，林峰先一步举剑将他的手斩成了2段。啊！等到炽热的液体喷洒到积极脸上时，他才发现自己刚刚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洞察术，名称熔岩潜行者，等级5级，力量40，精神20，敏捷85，体质40，技能伪装、潜伏、刺杀。伪装，自身颜色随着周围变化，
达到近乎隐身效果。潜伏，行动时降低动作幅度，配合伪装技能可天衣无缝。刺杀，对敌人致命部位造成的伤害翻倍。很危险的怪物，特别是现在身旁有积极这样重要的 NPC 在场。怪物被斩断一只手，仍然目露凶光，咆哮着向他们扑来。林峰也不惯着，随手一剑送他上了西天。击杀熔岩潜伏者，获得经验60。跟紧我，这怪物会隐身。林峰抓着机棘开始向前奔跑，手中骑士剑寒芒毕现，如死神镰刀一般收割着怪物的生命。凡所过之处，无一合之敌。不过随着怪物数量的增多，林峰也渐渐感觉到了吃力，毕竟双拳难敌4手，更何况他还要分出心神保护机棘的安全。叮！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林峰再次从敌人的偷袭中救下了机棘。只是这只偷袭的怪物明显与其他熔岩前行者不一样，他身着黑色风衣，裸露的皮肤缠绕着白色绷带，样貌更像是人类，手中的武器是一把萦绕着黑色气息的太刀。最关键的是，他居然抗住了林峰的攻击。洞察术，名称绝命刺客，等级10级，力量100，精神50，敏捷250，体质100。还没等林峰看完他的详细属性，界面便突然中断，随着界面一同消失的还有绝命刺客的身影。糟了，250的敏捷 BOSS 级怪物。林峰连忙拉着机棘朝着最近的一块巨岩狂奔。怪物很强，我没办法时刻保护你，你自己有什么保命的方法吗？比如打洞什么的。机棘面露尴尬之色。打洞？米奇才会打洞，我不会。米奇？林峰脑中瞬间就出现了那只油光水滑的大老鼠形象，念头一闪而过，林峰晃了晃脑袋，将大老鼠从脑海中驱逐。我现在没有针对隐形怪物的手段。话音刚落，绝命刺客再次突然现身，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对着林峰展开狂暴攻击。叮！叮叮叮叮！然而职业系统的属性加持是全方位的，林峰的身体早已超越了人类的极限，动态视力轻松捕捉到了绝命刺客的所有行动，每一次致命的攻击都被他轻松格挡，剑光交错，场中顿时火花四溅。劈砍！最后一击，林峰隔开利刃，趁着绝命刺客重心不稳之际，果断用出技能。论速度，林峰300的敏捷更胜一筹。然而下一秒，绝命刺客的身影再次消失，这蓄谋已久的一击就这样落了空。该死！林峰没有收住剑势，任凭骑士剑斩向地面。轰隆！炸雷声响彻天地，在这股巨力之下，他面前的地面被轰击出一个5米大坑，并且余波还在向着周围蔓延，直至100米才堪堪停止。这一击，林峰已然用了全力，为的就是一击必杀。可惜这个怪物并不像那些熔岩精灵一样无脑，从他的行动方式来看，必然有一定的智慧。嗨嗨！强大的力量轰击地面，激起无数烟尘，那夹杂着硫磺等混合物的粉尘灌入积极的鼻腔，令他止不住的咳嗽。林峰则是面无表情的待在原地，他屏住呼吸，聚精会神观察着周围一切。但绝命刺客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亦或者他的行动连烟尘不会沾染其分毫。嗨嗨！其实我……嘘！林峰打断了积极的话，现在的他不能分心，猎手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才能等待着猎物自己露出马脚。现在的林峰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专注，视野中的一丁点细微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几分钟后，当烟尘全部归于平静，林峰终于找到了绝命刺客的位置。喂，还站着呢，看来也不是很聪明。林峰嗤笑一声，出言嘲讽。绝命刺客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连忙朝着身下看去，这才发现自己的身体早已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红色灰尘。第27章，有点作用的积极。绝命刺客有点战斗智慧，但还没到正常人类的程度。他会藏于四散的尘土中一动不动，但却意识不到当烟尘散去，自己的身形将暴露无遗。林峰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冲锋！10米的距离眨眼便至，手中骑士剑顺势劈下。绝命刺客智商不足，但反应绝对顶级，几乎是同时举剑格挡。林峰这一剑势大力沉，即便绝命刺客反应了过来，也无法抵御那强悍的蛮力。他整个身体向下倾斜，膝盖撞到地面，发出咚的巨响，这声响甚至盖过了刀剑碰撞的声音。哼，你还差点！林峰继续单手持剑压制，左手则一把抓住绝命刺客的脖颈。在学校时期，他们便有基本的体术训练，在缺失技能的前期，体术就是最好的战斗手段。嘿，抓到了！林峰一声狞笑，手上力道又加重了3分，绝命刺客的脖颈处顿时咔嚓作响。在这恐怖的压制力下，绝命刺客动弹不得，眼中显露出拟人的恐惧之色。他拼命挣扎，
用尽全身力气将骑士剑弹开，随后疯狂挥刀砍向林峰。面对敌人的垂死挣扎，林峰的笑容愈发狰狞，任凭如疾风暴雨般的攻击打在身上，100的力量还破不了我的防。林峰一把将骑士剑插在地上，右手腾出空间，直接将绝命刺客的胳膊抓住。在积极震惊的目光中，林峰硬生生将他的胳膊扯了下来。啊！好！绝命刺客如野兽般的嘶吼，响彻整片平原。那些还不断向着这边移动的怪物们被这吼声吓得呆立在原地，瑟瑟发抖。行了，别叫了！林峰眸中凶光一闪，双手合力将绝命刺客的脑袋生生扯了下来，顿时血流如注喷洒在他的身上，将他衬托得如同从地狱爬出的恶鬼。击杀绝命刺客，获得550经验。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升级，当前等级7级。不错，10级的 BOSS 经验确实高，再加上之前杀的一堆怪，等级直接升上7级，战斗力又提升了一大截。和熔岩炼狱其他怪物一样，绝命刺客没有爆出装备，只在原地留下了一本黑色的书籍，是转职书。名称：绝命刺客转职书。简介：使用后可转职为稀有职业绝命刺客。要求1转以上。又是要求1转，对于林峰来说还太过遥远，而且他还有更好的隐藏职业转职书复仇刀锋，如此显得这东西更加鸡肋。先收进背包，出副本后交给梁小商卖掉。接下来，林峰舔了舔嘴唇，周围还有一堆经验包没有收呢。冲锋！林峰如闪电般穿越战场，随手一剑便收割一条生命。不到半个小时，周围的怪物便被全部清理干净，整个平原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似在为这场杀戮默哀。对了，你之前想说什么来着？林峰如鬼魅一般出现在积极身后，把他吓得打了一个哆嗦。啊，我想说的是，我可以解决隐身的问题。你不早说！林峰闻言直翻白眼，打完了才说，这不是纯搞心态吗？你也没问啊！积极小声嘟囔，几乎微不可闻。我查看下属性，介意吗？自从经历过米加尔的事后，林峰就不敢再随便观察这些剧情人物的属性，以至于到现在他都不知道积极的属性和技能。积极闻言立马点头如捣蒜，生怕惹怒了这个杀神。名称：积极，职业：阵法大师，等级5级，力量20，精神60，敏捷20，体质30，幸运20。技能：灵石共享，阵法构建，阵法拆解，材料鉴定。灵石开启后可扫描周围5米的环境。共享，buff 型技能可以指定一个目标分享效果。阵法构建，轻松掌握阵法关键节点，构建稳定的阵法。阵法拆解，轻松洞悉阵法弱点，拆解阵法。材料鉴定，鉴定目标材料，可得知相关属性以及用途。积极属性不高，但技能不少，算是辅助型角色。对于现在的林峰而言，他有点作用，但是不多。不过此时的林峰的想法并不是积极的能力有多强，而是在疑惑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面板和其他怪物不一样？普通怪物不会显示职业，因为名字基本上就是他的职业，而积极则拥有独特的职业栏。是因为他是任务 NPC 的缘故吗？算了，没时间探究这些。职业系统降临人类世界还不过100年，很多东西都没有被摸透，林峰也不打算当这方面的学者。对于他而言，职业系统更像一个工具，一个能帮助他达成目的的工具，原理不重要，作用才最重要。继续前进吧。对了，把灵石技能分享给我。好。在看过林峰恐怖的战斗画面后，导致积极现在说话都哆哆嗦嗦的。林峰也懒得管他，直接闭上眼睛感受着灵石的作用。灵石带来感觉有些奇妙，就像是声呐一样，反馈来的环境是没有色彩的，但却很清晰。哪里有石头，哪里是路面，哪里有岩浆，都显示得一清二楚。特别是之前一直让林峰头疼的熔岩潜伏者，现在正如同一丝不挂的女人暴露在他的面前。冲锋！还有不要命的赶来偷袭，失去了隐身的优势。熔岩潜伏者就是待宰的羔羊，只等着林峰收割。击杀熔岩潜伏者，获得经验55。不错，真不错。林峰拍了拍积极的肩膀，表示对其能力的肯定。要不收你做宠物吧？啊！积极被林峰拍得生疼，却又不敢躲闪，只能露出尴尬的笑容附和。开玩笑的，哈哈。林峰放声大笑，继续朝着深处前进。宠物系统30级才会开启，先不说能不能抓积极这种特殊的 NPC 当宠物，就算能他也不会抓。无他，属性太差，林峰现在对宠物的最低要求起码是个神兽。第28章熔岩炼狱2层通道。继续向前，沿途的怪物慢慢变得稀少，风景倒是一成不变，偌大的平原一眼望不到边。差不多又走了1个小时，周围已经一个鬼影都看不见了，整片平原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不过还好，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成功的到达了目的地。前面是红色的湖泊，积极兴奋不已，惴惴不安的心终于是落下。这是一座巨大的红色湖泊，约有500平方公里，一眼望不到边。湖面刚映入眼帘，一股热浪便汹涌的迎面扑来，炽热的气息让积极的呼吸都变得相当困难。林峰感觉还好，强大的属性抵抗着一切负面效果。可，呼呼，那是黑陨矿石。顺着积极手指的方向，林峰看见了湖泊边缘镶嵌着零星的黑色石头。洞察术，名称黑陨矿石。果然，普通的洞察术没办法查看这些材料的属性，之前的七彩水晶也是这样。这时候，积极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材料鉴定，积极的手触摸在矿石上，绿色光芒不断闪耀。不一会，矿石的具体属性便映入眼帘。名称黑陨矿石，等级5，品质稀有。简介：熔岩炼狱产出的稀有矿石，外表漆黑如墨，材质坚硬异常，用此材料锻造的武器或者装备会附带一定火元素属性。开采要求无。既然没有开采要求，林峰也不浪费时间了，直接徒手挖矿，将这一带的矿石都卷进背包。黑陨矿石的事情解决了，接下来就是炎灵之晶了。是在这湖里面吗？林峰盯着湖面，不断有气泡炸开，飞溅的液体吓得积极吱呀乱叫。湖水不是岩浆，更像是一种纯粹的金属溶解后的液体，其中没有太多杂质，可是深度甚至达到了半米。古籍记载应该没错，不过这能行吗？我看这温度比岩浆还高啊！积极哆哆嗦嗦直咽口水，周围的热气早就带走他不少的水分，令他吞了个寂寞。没问题，你后退一点。算了，你还是在远处等我吧。就积极现在干瘪的皮肤，林峰丝毫不怀疑再待久一点的他会被晾成老鼠干。见积极走远，林峰果断抱着一块较大的黑陨矿石跃入湖中。炙热的液体在覆盖在林峰身上，也仅仅只是让他感觉有些烫，就像是60摄氏度的洗澡水。湖水可见度只有半米，不过自己身上还有淋湿的 buff， 寻找东西应该没什么问题。湖很大，林峰只得先向深处前去。大约下潜了100-200米，林峰的脚终于触及到了湖底。湖底很平，泛着银色的光芒，应该是一种特殊的金属，上面雕刻着奇奇怪怪的花纹。林峰没有着急前进，而是蹲下仔细观察着金属表面的花纹，一种熟悉感涌上心头。这是魔法纹路，和兔子王宫圆盘上的纹路相似，这湖很可能是一个大型的魔法阵。林峰不由得谨慎了起来，之前七彩掠夺法阵将它的属性吸走的样子可还历历在目。除却隐藏属性，他现在的基础数字基本都是个位数，还得想办法把属性拿回来。这该死的副本真难。林峰的吐槽属实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要知道，深渊副本原本就是需要10人组队的超高难度副本，其中隐藏任务更是深渊副本难度的好几倍。他一个人单挑深渊副本不说，还接到了3个隐藏任务。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只要完成任务，所有的奖励都是他一个人的。付出的代价，目前看来仅仅只是一套稀有装备，而且这还是他自己做出来的结果。林峰自然是知道这些，只是自己拥有50倍隐藏属性，却还在副本中频繁吃瘪，心中有些不痛快罢了。罪魁祸首就是那只该死的兔子米加尔，等着，马上就来取你的狗头兔头。林峰恶狠狠地想着，脚步一刻不停。他跟着银色金属上的纹路行走，很快就来到了湖中心的位置。在那正中央，临时反馈了一幕奇怪的画面。只见银色的金属陡然拔高，一座圆锥形柱子屹立在不远处，柱子上有9处凹槽，按从下到上逐渐递减的规律排序。每一个凹槽内部都镶嵌着一团黄色的火焰状晶体，那正是林峰要寻找的炎灵之晶。洞察术，名称炎灵之晶。看来普通的洞察术已经不能满足林峰的需求了，以后遇到的这种稀有材料只会多不会少，必须早做打算，搞个高级一点的洞察术或者鉴定术。没办法了，只能直接上手。林峰伸手抓向炎灵之晶，出乎预料的没有任何阻碍，这么珍贵的材料就这样轻易的被他抠了下来。既然这么轻松，他也没有客气的理由，3下5除2将剩余的炎灵之晶全部扔进背包，捞完就跑。此地不宜久留。虽然以林峰现在的属性，凭住呼吸在湖底待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但他却不想多停留。直觉告诉他这里有危险。果不其然，林峰刚转身，后面便传来剧烈的震动，那根金属圆锥在不断向下陷落，直至消失不见。原先金属圆锥占据的地面陡然出现一扇黑色的金属大门，熔岩炼狱2层通道开启。脑中突然出现系统的通报，林峰在这一刻只觉冷汗直冒，危险的感知盖过了探索的欲望。他急忙收回手中的黑陨矿石，拼了命地向上方游去。然而还是晚了。
头顶一抹黑影遮住了上方一大片区域。紧接着，一股剧痛袭来，林峰的身体如流星般坠落，狠狠地砸进了银白色的金属地面。什么东西？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敌人的距离超过灵石的可视范围，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击中他，林峰根本就不知道偷袭自己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那股力量，那种疼痛感，对方的攻击实打实的破开了他的防御。第29章熔岩龙须晶。林峰挣扎起身，湖水极大限制了他的行动力，即便拥有高额的属性，在这种环境下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必须离开这里。林峰俯身，手指抓地，以野兽的姿势在湖底攀爬，速度比游泳快了不少。爬行了一段距离，正当林峰以为脱离了危险之时，他的眼前忽地闪过一抹黑影。下一秒，林峰的身体再次被抽飞了出去，身上传来的剧烈疼痛让他控制不住地倒吸一口凉气，一口滚烫的液体灌入鼻腔，没入肺部，辛辣的疼痛感贯穿了他整个呼吸道。林峰连忙捂住口鼻，剧烈的疼痛反而让他的意识更加清醒。黑影再次来袭，林峰眸中凶光一闪，取出骑士剑向前猛刺。扑哧一声，剑身没入敌人肉体，一连串恐怖的吼叫响彻整片空间，炽热的液体在湖不断翻滚，平静的湖面霎时变得波涛汹涌。林峰刚想抽回剑身，一股巨大的力量忽地拖拽着他向上。咔嚓，手中骑士剑传来断裂的震感，现在的他连唯一的武器都失去了。不过这一次他彻底看清敌人的样貌，那是一个类似鲸鱼模样的庞然大物，身上的鳞片泛着金属的光泽，两条鱼须粗如房柱，他的身躯更是覆盖了方圆千米。林峰在他面前就如一只渺小的蚂蚁。洞察术，名称熔岩龙须晶，熔岩炼狱一层守护者，传奇物种，巨兽，远古，等级10级，力量300+100，精神20，敏捷200，体质300+100，幸运20，技能巨兽之躯，吞噬，龙须鞭笞，超级力量，超级体质，超级恢复。巨兽之躯，巨大的身躯带来强大的压迫感，以及各项属性的隐性加持。吞噬，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周围一切物质。龙须鞭笞，熔岩龙须晶的须条灵活无比，如臂驱使，能在瞬间爆发强大力量击向敌人。超级力量，力量+100，超级体质，体质+100，超级恢复，体力，伤口恢复速度加快。好强！力量、体质属性甚至超越了林峰，难怪能够破开他的防御。该死，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没给林峰喘息的机会，熔岩龙须晶须条翻动，快如闪电，眨眼已至林峰面门。漂浮的林峰没有借力点，避无可避，只得硬抗这次伤害。咚！一声闷响从湖底传出，林峰弱小的身躯再次深深嵌入了湖底的银色金属中。该死的畜生！林峰怒极，一口老血憋在喉咙，难受至极。他在戏耍自己，每次都只进行一次攻击，然后静静看着自己挣扎着爬起来。他拿自己当老鼠玩，奇耻大辱！林峰第一次被怪物侮辱到这种地步，不过他并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反而冷静地分析当前情况。如果这畜生一直用须条攻击自己，那他确实没有任何办法，必须想个办法近身。现在能用到的道具只有潘多拉魔盒，之前要使用的时候被米加尔打断了，后面想着等幸运值再高一点的时候使用，如今正是时候。是否开启潘多拉魔盒？警告：潘多拉魔盒诅咒恐怖无解，请谨慎使用。开启！一道金光从潘多拉魔盒内部射出，又是金色传说。恭喜获得传说级技能书恶魔之手。技能书恶魔之手，品级传说。主动指定一个目标，释放恶魔之手，将其拖拽至身前，造成少量固定伤害。施法范围20米，冷却时间1分钟。要求无。学习。技能刚到手，龙须便再次夹杂着无尽威势朝自己抽来。哼，来！林峰在心中大喝，脚下用力一踩，将下半身焊进银色金属中。咚！又是一声闷响，林峰硬吃了这次伤害。龙须灵活无比，一击即退，丝毫不给他机会。这次能让你跑吗？恶魔之手！一只暗红色的恶魔之手突然出现，抓住了正向上漂浮的龙须，直接把他拉到了林峰面前。林峰瞧准时机，双手将龙须死死紧抱。熔岩龙须晶眨巴着他那如球场一般大的眼睛，不明白这个小家伙想要干什么。他也不动，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林峰表演，眼中透出拟人的嘲弄之色。然而下一刻，那眼中的嘲弄全部转变成了惊恐。给我滚下来！林峰抽出一只脚踩在平地，另一只脚继续嵌入银色金属，
腰马合一，直接给他来了个后仰式抱摔。龙须牵扯着巨大的身躯开始向下坠落，庞大的体积搅动着湖中液体向外翻涌，轰隆一声巨响，熔岩龙须晶重重地砸在了银色金属。他那巨大的身躯正好覆盖到了湖中心的奇怪金属门，等级未到达30级，禁止进入熔岩炼狱2层，检测到异物入侵，启动紧急防御系统。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出现提示，一阵银色光芒闪过，紧接着便是一股恐怖的冲击波朝着林峰袭来。噗！巨大的冲击波将湖中的一切猛地向外喷涌。天助我也！林峰被这股力量推上了岸，他急忙起身，连滚带爬地远离湖面。熔岩龙须晶因为体型巨大，在这股冲击力下也只是浮上了湖面，不过他也因此承受了最大的伤害，现在正翻着肚皮昏迷不醒了。如此绝佳的机会，林峰怎能放过？只见他眸底闪过一抹狠厉之色，拳头更是握得嘎吱作响。林峰脚下蓄力，坚硬的红色岩石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分崩离析。随后他用力一蹬，以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反方向狂奔，那速度，闪电侠来了都要啧啧称赞。开玩笑，打不过，根本打不过，此时不跑更待何时？愣着干嘛？赶紧跑啊！林峰看着呆愣在原地的积极，就气不打一处来。刚刚这么大的动静，傻子都知道跑了，这家伙居然连傻子都不如。第30章称号系统开启。这下林峰可是错怪积极了，别说刚刚那声势浩大的冲击波，光是听到林峰和熔岩龙须晶在湖底大战的动静时，他就想跑了，但他硬是忍住了逃跑的冲动。原因无他，林峰是重振蜀国的唯一希望，即便是死，他也要和林峰死在一起。好。看着林峰仓皇逃窜的模样，积极也知道敌人肯定不简单，连忙拿出吃奶的力气狂奔。可还未跑出几步，就觉一股狂风呼啸，吹得他站立不稳，机遇摔倒。哪来的风？这是地底，积极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狂风。不是风。林峰紧抓地面，朝后方望去，果然，刚刚还昏迷不醒的熔岩龙须晶，此刻正张着他的血盆大口，吞噬着周围的一切。他胃口也是真大，周遭的一切都疯狂地向着那如黑洞般的嘴巴涌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口中释放的吸力也愈发强大。积极一个踉跄滚落在地，巨大的吸力不断拉扯他向后翻滚。林峰眼疾手快，一把将即将落入血口的积极抓住。积极死命抱住林峰的胳膊，急得哇哇大哭。完了，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蜀国也完了，我再也不……慌什么？林峰厉声呵斥，用力将积极甩到了自己身前，空出的一只手在背包空间里疯狂翻找。畜生，这可是你自找的！林峰大手一挥，无数闪耀着红色光芒的结晶朝着熔岩龙须晶的大口飞去。那是……积极只是轻轻一瞥，眼前的一幕就差点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一眼就认出了林峰扔的东西是什么——不稳定火元素结晶。从熔岩炼狱外围一路杀过来，林峰背包里的这玩意数量已经超过600，真是疯了！现在这种情况用这东西不怕炸到自己吗？要知道这玩意受到一丁点震动就会直接爆炸的危险品，而且林峰是一股脑的将其全部扔出，只要有一颗在他们面前爆炸，两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积极此时已是冷汗直冒，心中不断祈祷。不知过了多久，对于积极而言，这段疯狂的时间可能仅仅只过了一瞬间，又仿佛一个世纪般煎熬。终于，一声闷响传来，随后是无数声响动，伴随着熔岩龙须晶凄厉的吼叫，那声悲鸣仿佛要穿透熔岩炼狱，直达地面。强大的吸力戛然而止，回头望去，恐怖的熔岩龙须晶的头部已千疮百孔，现在正躺在湖中一动不动，看来是死的不能再死了。畜生！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要闯进来！林峰俨然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只有那还在不断颤抖的腿，才暴露出他刚刚有多慌。和熔岩炼狱的其他怪物一样，熔岩龙须晶也没有爆装备，就爆了几个材料。击杀熔岩龙须晶，获得经验1100。击杀熔岩龙须晶，获得巨兽杀手称号。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开启称号系统，打开称号面板。称号：巨兽杀手。品质：传说。属性：力量+50，体质+50。技能：以小博大。以小博大，面对体型大于自己的敌人时，对目标造成伤害增加20%。不错，称号是非常稀有的东西，必须要击杀特定的怪物或者完成特定的任务才能获得。有些高级别的职业者都不一定拥有称号。带上称号，林峰的立体双属性来到了400加，现在这个副本中再也没有任何怪物可以阻止他了。回去吧，该修复我的传说套装了。林峰嘴角勾起胜利者的笑容，这一路他将畅通无阻。蜀国王宫，不是要修复装备吗？为什么带我来这？林峰望着这破败不堪的王宫，
脸上充满了不悦之色。姬姬无奈苦笑道：“那个熔岩地心套装一直都由王室保管，所以……哦，这样啊，他能痛快拿出来吗？”我见姬姬支支吾吾的模样，林峰心中便有了定论。没关系，不拿也得拿，弱者没有选择的权利。吱呀一声，林峰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走进了蜀国王宫的大殿中。说是大殿，其装饰也不比仓库好到哪里去。可怜蜀国已经落寞到了何种地步？王国虽然衰弱，王族的架子却一点不少。你是什么人？无人通报，擅闯王宫可是死罪！王座旁一副宦官模样的蜀头人厉声呵斥道。林峰闻言嗤笑一声，边走边说道：“大半天前，我消灭了入侵粮库的熔岩精灵，民众和守卫都看在眼里。怎么？是蜀国太大，这种消息传不到你的耳朵里？我是什么人？”林峰立于王座前，昂首挺胸，一脸傲然道：“听好了，我是你们蜀国的救世主。”林峰，荒谬！哪来的狂徒？来人！来人啊！把他抓起来了！宦官蜀头人夹着尖利的嗓音不断呼喊。周围的卫兵得令也围了过来。找死！林峰单压指节，清脆的响声布满内殿。哎，等等，等等！姬姬见情况不对，连忙上来打圆场。他是我的客人，你们不得无礼。姬姬，你是个什么东西？敢在王上面前大放厥词，把他给我一起拿下！林峰对着姬姬摊了摊手，表情尽显无奈。你知道的，我赶时间。姬姬扶额退了2步。你随便吧，牺牲必不可少。我只警告一次，几个卫兵不为所动。林峰也不想再废话，直接出手，几下就把他们打趴下。林峰还是给了姬姬一点面子，没有下死手。卫兵在躺在地下哀嚎不已。王座旁的宦官又开始叫唤：“你们这群废物！废物！给我站起来！吵死了！冲锋！”林峰眨眼间便已至宦官面前，还未等他开口，便一巴掌呼了过去。宦官的脑袋被当场拍飞，鲜血喷涌到一旁蜀王身上。一直一言不发的他，终于人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啊啊！来人！护驾！护驾！闭嘴！”林峰一把将他从王座上拎了起来。我现在火气很大，已经2天没有睡个安稳觉了。我说，你听明白？明白，明白。蜀王点头如捣蒜，生怕这杀神把自己的头也拧下来。第31章，命令与征服。林峰，把熔岩地心套装交出来。不行，绝对不行。熔岩地心是蜀国的镇国之宝，怎么可能交给你一个外族？意料之外，蜀王竟然还有一丝骨气。林峰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威逼不成就改为利诱。只要你交出熔岩地心，我就帮你灭掉兔国。想想看，在这种地方，你的子民每天都过着朝不保夕、衣不果腹的日子。不出10年，不用米加尔出手，你们自己就会亡国灭种。蜀王的眼中突然闪过恐惧之色。刚刚林峰秒杀宦官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么恐惧，但是一听到米加尔的名字，蜀王居然吓得直打哆嗦，甚至下体都被浸湿了。米加尔，米加尔大人！林峰闻言皱眉，身为一国之主，居然称呼敌国的王为大人，简直是耻辱。你居然想挑战米加尔大人，你真是痴心妄想！别做梦了，熔岩地心我不会给你的。林峰轻叹了口气，转头对姬姬问道：“你知道熔岩地心在哪吧？”姬姬点头，知道，就在先王的陵墓中。那就没问题了。林峰回过头来，蜀王还在喋喋不休，什么米加尔大人天下无敌，什么亲自去磕头谢罪。林峰听得烦了，一拳送他去见旁边的同伴，让他俩黄泉路上有个照应。接下来的事，你能解决吗？林峰对着姬姬问道。没问题。姬姬的语气坚定无比。蜀国复兴在望，没有任何理由再退缩。你去把全部青岩军召集起来，就在王宫外。你去通知恩托斯大师，就说我们等会就过去找他。姬姬对着剩余的卫兵命令道。没了。林峰对姬姬的安排很不满意。室友有什么问题吗？姬姬挠着脑袋，没有理解林峰的意思。林峰，你在蜀国是什么官位？职业或者说是地位？姬姬，我是蜀国唯一的阵法师，所有的阵法布防都是。林峰，也就是说你只是有点地位，但没有权力的边缘人士，怪不得。姬姬老脸一红，虽然还是没有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对，但他还是能听出林峰语气中的埋汰之意。林峰，如果你有一定的权力，有几个同僚，那这次的姑且说是谋反吧，就会非常顺利。可惜姬姬只感觉头有点大，我还是不明白，我让他们去召集青岩军，就是为了通过表现你的力量来掌控他们啊，有什么不对吗？先带我去陵墓找到熔岩地心，时间紧迫，后面再慢慢跟你说。林峰摇头，语气中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蜀王陵墓，说是陵墓，
其实就是大一点的地下仓库。林峰随意制服了守卫，大步踏入了陵墓中。陵墓很简陋，除了一些并不华贵的装饰外，就只剩下一台圆形的棺木。在哪？林峰问道。棺材里，当初熔岩地心随着先王一起下葬。林峰单手将棺材掀开，入墓之处便是一套赤红色战甲，一旁还摆放着一把同样颜色的6尺长刀。一路上我也没想明白，我的安排哪里有错，积极撇过头去，尽量不看林峰的大不敬行为。林峰闻言，扒拉尸体的手顿了顿。你觉得凭借我的武力能压制军队，这点没问题，但你忘了一件事。积极，什么事？除国王之外的其他王族或者贵族，他们不会让你轻易掌权，他们也比你更容易掌握军队。你的身份顶多算是技术人员，论声望和地位远远不及那些王公贵族。国王被我杀死的消息会以最快的速度传到那些家伙耳中，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军队来对付我们。可是积极疑惑不解，即便他们没见过你的实力，也应该能从那些卫兵口中。你既无视了人性，属性，又把他们想得太聪明，太识时务了。林峰将其余装备扔进背包，又把玩了好一会长刀，才继续说道：享受了太多特权的废物，永远会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他们看不清形势。不过这些在熔岩地心面前都是小事。林峰收起长刀，大步朝着陵墓外走去。我的武力足以解决一切。刚走出陵墓，积极便看到了漫天箭雨朝自己飞来，他瞳孔一缩，连滚带爬地躲在了林峰身后。大胆积极，你串通外族，谋杀国王，还不赶快束手就擒！无视前方的叫嚣，林峰对着积极低声问道：这里青岩军才不过200，我记得你之前说过蜀国的军队差不多有1000。积极缩着脑袋说道：应该是短时间内召集，导致人数不齐，带头的那个是国王的弟弟丘吉尔。林峰轻笑一声：呵，不对，大概率是意见不一，有家伙在观望。算了，没意义，我没时间玩什么权力的游戏。丘吉尔见两人无视自己，脸上瞬间挂不住了。你们在嘀嘀咕咕什么？还不赶紧束手就擒！林峰让积极先退回陵墓，随后漫不经心道：丘吉尔是吧？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臣服或者死亡。哈哈哈哈！丘吉尔仿佛听到了这世间最好笑的笑话。你是想让我丘吉尔，蜀国的亲王，臣服于你这个外族？哈哈哈哈！我想你还没有看清形势。丘吉尔话锋一转，语气冷冽：你现在被我的军队包围了，却想让我臣服，你是脑子不太好使吧？给我杀了他！脑子不好使的是你啊！林峰随手抽翻面前的士兵，轻松一跃就跨过了100米距离，稳稳当当地落在了丘吉尔旁边。现在呢？丘吉尔瞬间冷汗直冒，他都没有看清，他根本就没有看清这个人类是怎么到他身边的。你大胆狂徒，你知道你在……丘吉尔还想嘴硬，林峰却是失去了耐心，随手摘下了他的脑袋。可怜的丘吉尔甚至连惨叫都没有发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去见了他的哥哥。林峰提着丘吉尔的脑袋，环视一周，厉声道：我再说一次，臣服或者死亡！士兵们看见这惊悚的一幕，腿不自觉地软了下来。第32章熔岩地心。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剩余部队首领聪明的臣服，蠢笨的被林峰一巴掌拍死，再也没有人胆敢阻碍他的步伐。你觉得还有谁能胜任蜀王这个位置？最好是从王族中选，名正言顺。恩托斯的铁匠铺中，林峰边观察熔岩地心重新锻造的过程，边对积极问道：蜀王吗？比迪恩亲王怎么样？他是先王的4子，和善亲民，在民间的威望很高。你选这个家伙，不怕在我离开的时候被清算吗？林峰给了他一个白眼，果然技术人员脑子都比较直，让他选他就真的只是在选。林峰倒是希望积极可以自己上，哪怕让他多费些时间帮忙解决一切障碍。可惜积极既没有这方面的志向，也没有统治的能力。选个旁系吧，最好和王族主脉有仇的。有仇，旁系。积极苦思冥想了10多分钟，终于在脑海中找到了一个名字：齐齐鲁伯爵。他是先王的侄子，其父亲早亡，母亲只是一个婢女，从小受到冷眼，应该好掌控。解决兔国后，就由他来继承王位吧。在此之前，我先担任蜀国的摄政王。一旁的铁匠恩托斯听着林峰两人的交谈，愣是大气不敢出。一个国家的王就这样随随便便被决定了？这个世界一定是疯了。还好他只是一个铁匠，权力的斗争一直都不是他关心的事。恩托斯晃了晃自己的大脑袋，将这些杂七杂八的想法驱逐。现在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传说中的熔岩地心，传说级别的套装，就要在他的手里重现辉煌。只差最后一步，只要将8份炎灵之精分别融合进套装的各个部位，就大功告成了。第一件，先是武器，技能熔灵5级，品质稀有，主动有80%几率将特殊灵魄
灵晶等天材地宝融入装备，技能成功率随着施法者熟练度以及技能等级提升。恩托斯拿起一份炎灵之晶，手中泛起紫色光芒，他轻轻一挥手，炎灵之晶便解体化为了点点星火，星火仿佛活过来一般，蹦蹦跳跳的朝着红色长刀靠近。星火刚接触到长刀，就如同雪融于水，眨眼便消失不见。随着没入长刀的星火越来越多，其刀身也是愈发明亮。成了，成了！最后时刻，刀身爆发耀眼红光，刺得林峰眼睛生疼。等红光退去，林峰连忙抢过恩托斯手中的长刀。恩托斯正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却被人暴力抢夺。刚想发作的他，看清是林峰这杀神的脸，只得紧咬牙根，悻悻作罢。名称：熔岩地心之刃，等级10级，品级传说，属性力量加30，技能爆裂之炎。爆裂之炎，普通攻击转化为火属性伤害，同时附加灼烧效果，5%几率触发爆裂效果。极品，超级极品。一般情况下，属性攻击是要镶嵌相应的属性宝石才能拥有，结果这把武器直接自带，以后林峰砍人就是一路火花带爆炸，牛逼轰轰。美中不足的是等级不够，不能穿戴。不过也不一定，想着之前的多安稀有套装就有减少穿戴等级的技能，熔岩地心套装说不定也有。想到这，林峰赶忙让恩托斯继续锻造剩余装备。接下来是铠甲，名称：熔岩地心铠甲，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20，力量加10，技能火属性强化。火属性强化，火属性伤害增加10%，强，配合熔岩地心之刃，伤害更爆炸了。快，加把劲！锻造完成，封你为蜀国圣锻大师。记史书。在林峰的大秉公示下，恩托斯更加卖力，传奇装备一件件的快速出炉。名称：熔岩地心臂铠，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敏捷加10，力量加10，体质加10，技能火属性强化。火属性强化，火属性伤害增加10%，同样的附加技能，极致的火属性伤害。名称：熔岩地心镜甲，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敏捷加20，体质加10，技能熔岩路径。熔岩路径开启后，将在行走过的地方留下大量岩浆，每秒消耗体力。奇怪的技能，在特定地形应该会有奇效，平地感觉很鸡肋。名称：熔岩地心腰带，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20，力量加10，技能烈焰反噬。烈焰反噬，受到攻击时有10%几率回敬攻击者一定的火属性伤害。有这装备，再配合林峰高额的防御，站着不动都能解决敌人。名称：熔岩地心头盔，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20，精神加10，技能火元素抵抗。火元素抵抗，火系伤害减免10%，火抗拉满。名称：熔岩地心戒指，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力量加30，技能烈焰幻影。烈焰幻影，攻击时有3%几率召唤一道烈焰幻影协助攻击，幻影造成本体30%的伤害。太强了，而且对于林峰而言，这些几率触发的技能，其触发几率起码能到50%以上，350加的幸运值就是这么逆天。接着是最后一件装备，名称：熔岩地心项链，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30，技能熔岩式配度。熔岩式配度，熔岩地心所有装备等级要求下降5级。爽，果然有这个5级副本出10级装备，有这项附加技能合情合理。林峰急不可耐，赶忙将装备全部穿戴。霸气！套装技能在这一刻显现。套装技能：净化圣炎。净化圣炎，主动使用清除一切负面状态，冷却时间24小时。无敌！即便是米加尔的灭绝魔法，他也不再畏惧。赤红色的铠甲穿戴在林峰身上，犹如沸腾的火焰，每一片甲鳞都散发着灼热的气息。雄姿英发，那呼之欲出的强者气息，实在是低调不起来。穿着一身跑到新手副本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 BOSS 打进门了。我无敌了，你们随意，什么米加尔，什么国王，都给我死！果然，装备才是男人最好的医美。隐藏装备外形，自恋够了就把装备外形隐藏。他向来不喜欢太张扬，低调低调。第33章，制定计划。王宫大殿，林峰坐在王座之上，没有想象中的唯我独尊的感觉，他只觉得浑身刺挠，还有这凳子是真他娘的硬。台下众属全部低着头，
眼睛却不断上瞟，察言观色是他们练就的本事，不会这项本领的已经被林峰给杀了。萨克逊伯爵，我看摄政王好像有些不高兴啊，你说待会？嘘，小点声，听说他的耳朵能听见千米之外的声音。死！千米之外，那不是怪物吗？恐怖如斯，恐怖如斯！你们在下面嘀咕什么呢？林峰坐在这位置上本来就不舒服，台下的老鼠还叽叽喳喳个不停，更烦了。问你们话呢？刚刚不是还说的挺起劲的吗？一时间，整个大殿的鼠人大气不敢喘一下，有的甚至直接尿了裤子。威严且仁慈的摄政王，场内气压已经低到了临界值，终于有鼠人忍不住站了出来，就是刚刚被称为萨克逊伯爵的鼠人。他从队列中走出，行了一个奇怪的跪足礼。请原谅我的无礼，刚刚我们在讨论您魁梧的身姿以及您那迷倒万千少女的绝世容颜，在我浅薄的认知中，竟没有任何异性能配得上陛下，真是太遗憾了。我想只有传说中的神才够资格与您并肩。我去，这马屁直接把林峰拍得一愣一愣的，这谁顶得住啊？这一套下来，连隔屁股的凳子都感觉软了不少。嗨嗨，行了，召集你们过来是商量进攻兔国对策的，不是让你们溜须拍马的。话是这么说，但底下的老狐狸们都知道这顿马屁林峰很受用。见状，鼠人们开始口若悬河，各种马屁脱口而出。何须对策，在陛下的带领下，兔国不是手到擒来，就是陛下虎躯一震，纳米加尔不得吓得屁滚尿流。兔国怕是听到陛下的威名就原地解体了。我们现在过去只需要接手兔国就行了，因为米加尔早就吓得上吊自杀了。我相信在摄政王的带领下，鼠族将成为世界最强种族。越来越离谱了。林峰扶额一阵无语，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们这样卖力的拍马屁，林峰也不好斥责。行了行了，说正事。闻言，坐下众鼠立马噤声，默契十足。多年官场的经验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吹捧有度。兔国有一个阵法，名为五彩掠夺法阵，它能轻易掠夺属性，各位可有应对之策？萨克逊，阵法吗？只要破坏不就行了？我们有阵法大师基吉，他对阵法的理解登峰造极。只要到时候我们声东击西，集结部队于城外佯装攻城，再让基吉大人潜入破坏阵法便可。林峰用欣赏的目光瞟了一眼萨克逊，没想到这家伙还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并不是只会溜须拍马。可就这么办吧。那么还剩最后一个阻碍，精神天秤。各位可有解决方法？此话一出，殿中顿时鸦雀无声。精神天秤，这是压在所有蜀国人身上的一块参天巨石。他们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原本胜券在握的蜀国突然之间兵败如山倒的绝望场景。我们不知道精神天秤的具体属性，那是一瞬间的事。强大的先王突然就，我有办法。队伍的最末端，一直一言不发的鼠头人突然出声。林峰循声望了过去，出声者身上的皮毛已是一片银白。他拄着拐杖慢慢走出，回应林峰的目光不卑不亢。说来听听。白毛鼠人狐疑地看着林峰，你真要攻打兔国，米加尔可不好对付。当然，没有人比我更想杀米加尔。我不相信一个外族人，除非你向誓言之牌起誓。说着，白毛鼠人从兜里掏出了一个灰色的灵牌。林峰还未发话，其他鼠人先一步发难。大胆！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质疑伟大的摄政王？克罗斯，我看你是老糊涂了。摄政王殚精竭虑为蜀国谋出路，你这有眼无珠的老东西，怎么敢？怎么敢？说着说着，他竟哭了起来，声泪俱下，委屈至极。摄政王，克罗斯以下犯上，其罪当诛。对，诛九族，也给那些不长眼的家伙看看，摄政王不仅有仁慈的心，还有雷厉风行的手段。林峰挥手示子他们安静，随后对着白毛鼠人勾了勾手，怎么用？你说说看。白毛鼠人不卑不亢，挺直腰杆朝林峰走来。林峰接过灵牌，手中传来温润的触感，怎么用？白毛鼠人置于额间，说出誓言。誓言。林峰将灵牌放在额头，一股诡异的感觉在脑中升起，他的灵魂在这一刻和小小的灵牌相连接。我林峰在此承诺，一定会带领蜀国将士攻破兔国城池，也一定会杀死米加尔，将他的尸首挂于城门前。话毕，灵牌白光一闪，一股若有若无的联系在林峰的脑中建立。没问题了吧？说吧，怎么对付精神天秤？好，好，好！白毛鼠人连道3声，苍老的身体因激动而摇摇欲坠。他又从怀中取出一个龟壳一样的物件，这是我花了10年时间创造出来的成伤甲龟，如今终于派上用场了。林峰接过龟壳，详细数据映入眼帘。名称：成伤甲龟，等级：无，品质：无。简介：特殊道具，可替使用者承受大量伤害。技能：生命链接。生命链接
与使用者进行链接，承受使用者所受到的所有伤害。成伤甲龟具有500体质属性的生命与防御。不错，500的体质属性相当于多一条命，这下万无一失了。很好，林峰起身开始下达指令。萨克逊伯爵为本次佯攻的总指挥官，克罗斯作为副手，3个小时内集结全部兵力，出发征讨兔国。是，伟大的摄政王。蜀国在您英明的领导下，必将重现辉煌。第34章，阵法构成与战前动员。蜀国王宫偏院的石桌上，林峰正聚精会神地画着兔子王国的地形图。职业系统的属性加持是全方位，以林峰现如今的精神属性，说是过目不忘也毫不过分。只要稍微回想一下，他就能将整个兔国画出来，连街道上的门牌都不会出错。很快，一张详细的地图诞生了，上面标记着兔国城防的各个要点。一旁的积极望着地图，摇头不语。林峰见他这副模样，还以为自己哪里画的不对，连忙问道：“怎么了？是哪里错了吗？”“不是，兔国王城的详细地形规划我并不了解，所以你画的图就是唯一答案。但我奇怪的是，这个积极手指向了地图的一方，这里代表的是王宫正殿的前院，也就是有几个魔法圆盘的地方。依照你的描述，这个地方确实是法阵的阵眼位置。但是，林峰，但是什么？怎么解释呢？你没有学习过阵法的知识，所以我尽量简单描述。”积极拿过林峰的笔，开始在地图上画圈。一般来说，阵法的阵眼居中，同时离四方最边缘的位置必须相等，超出的或者不对称的地方阵法无法覆盖到。积极以阵眼为中心画了一个圈，将整个王城圈住。这下林峰一眼就看出了其中不合理之处。阵眼不在王宫的中心位置，大殿和宝库相隔甚远，而五彩掠夺法阵是覆盖了王宫宝库的。所以林峰接过笔，在左侧画了一条竖线，这一大片城外区域阵法也必须全部覆盖，不然就是不对称，阵法就不成立，对吗？没错。积极再次夺过林峰的笔，在边缘部分画记号。如果这一大片区域要覆盖在五彩掠夺法阵内，就要浪费大量财力物力。一般来说，护城阵法为正方形，边缘处的法阵铭文线路都可以埋于城墙之下，不容易被破坏。但是这个太不对劲了，即便是让人日夜看守，也很容易被破坏掉。林峰，那就是说王宫大殿前的不是阵眼？不一定，也许。积极话未说完，一名蜀国士兵突然来报告摄政王，军队已在城外集结完毕。林峰点头，好，前面带路。随后又对积极说道：“我先去整军，阵法的事就拜托你了。”“交给我吧。”积极摆了摆手，目光始终没有从地图上移开过。王宫外，1000来名蜀国士兵正严阵以待，等待着他们的王。摄政王驾到！林峰的身影随着通报声出现在众蜀面前。恭迎摄政王！蜀国士兵整齐划一的单膝跪地。平身吧。林峰其实很不喜欢搞这一套，他更喜欢一个人拿着西瓜刀从城南砍到城北。不过为了完成任务，随便走个过场他还是能忍耐的。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认识我，少部分从别人的嘴里听说过我，所以我在这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做林峰，人族。原本今天站在这里说话的应该是你们蜀国的国王。林峰顿了顿，随后将音量又拔高了几分。但是他被我杀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众多士兵中只出现了一个声音，其他蜀人则是沉默不语。林峰顺着声音的源头望着，说话的是一个体格较小的蜀人，他的身体虽小，声音却很是洪亮，眼中透出强烈的不忿。林峰，上前来！小蜀人踏步向前，不断颤抖的双腿已经将他的恐惧暴露无遗。你叫什么名字？回摄政王，我的名字叫做巴里。林峰，刚刚你的回答是什么？再重复一遍。名为巴里的小蜀人被吓得直打哆嗦，但还是强装镇定，大声道：“我不知道摄政王为什么要杀死我们的国王。我想大部分蜀国人都需要您的一句解释。”此话一出，林峰身后的蜀国大臣们皆是冷汗直冒，他们朝着巴里疯狂使眼神，警告他不要乱说话。然而林峰却不以为意，他拍了拍巴里的肩膀，对着士兵们说道：“我杀他是因为他该死。10年前，你们被米加尔驱赶到这蛮荒之地，长达10年的时间，蜀国民众过的都是什么日子？食不果腹，朝不保夕。作为国王，他该不该对自己的子民负责？应该。”士兵中一人应声，随后一呼百应：“应该，应该，应该，对，应该。”但是他担负起这份责任了吗？他有想过怎么改变蜀国的现状吗？你们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吗？林峰情绪激动，用惊呼嘶吼的声音将这句话喊了出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告诉我！士兵！
林峰重新站到了巴里面前，这种罪人该不该死？巴里眼神躲闪，不敢与林峰直视，话到嘴边却又始终开不了口。林峰也不纠缠，继续对着众属说道：无用的废物不配统领蜀国，他就是蜀国最大的罪人，他的存在阻碍了蜀国的进步。现在你们回答我，他该不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蜀国士兵群情激愤，恨不得将前任国王的尸首拉出来鞭策一番。我林峰现在身为蜀国的摄政王，我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带领蜀国重现辉煌。我将带领你们踏入兔国城池，将兔人斩尽杀绝。前任国王不敢做的事情我来做，前任国王做不到的事情我来做。我们将重铸蜀国荣光，重铸蜀国荣光。蜀国士兵们的情绪被调动至高峰，他们纷纷振臂高呼：重铸蜀国荣光，重铸蜀国荣光，重铸蜀国荣光。在这热烈气氛的烘托下，即便是身居高位的老油条们，此刻心中也燃起了熊熊烈火，那是名为复仇的火焰。情绪终于调动起来了，林峰默默退场，剩下的事就交给萨克逊他们了。林峰行至拐角，暗自抹了一把汗，心想这活还是不太合适自己。第35章兵分两路。地下隧道中，林峰正百无聊赖地把玩着一块宝石，前方是吭哧吭哧挖掘通道的大老鼠米奇。好了，米奇，就是这里了。米奇听到林峰的话，立马就停了下来，接着转身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林峰，模样很是可爱。林峰忍不住抚摸了一下他的头，这大家伙居然立马像狗一样躺在地上翻滚，挺可爱的，不如来当我的宠物吧。别看这大老鼠长得可爱，它可是蜀国名副其实的护国神兽，其属性也并不低，不然当初也没法从米加尔手中救出林峰。名称：米奇，神兽幼年期，等级5级，力量120，精神50，敏捷200，体质120，幸运20，技能绝地百尺，神鼠摆尾，超级耐力。绝地百尺，挖掘速度增加100%，能自由在地下世界穿梭。神鼠摆尾，挥动长长的尾巴给予敌人强力一击。超级耐力，体力消耗速度减少60%。正儿八经的神兽，等到了30级，林峰想着可以试着收服它当宠物。不知道米奇听没听懂林峰的意思，他就用他的大脑袋不停地蹭着林峰的身体。轰隆！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林峰知道这是前线传来的讯号，他拍了拍米奇的脑袋说道：去找基吉吧，这里有我就够了。米奇抖了抖身体，滑溜地穿梭于隧道中。林峰见米奇走远，心中默念着时间。大概过了3分钟左右，林峰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拳将头顶的岩壁砸开。在米奇的挖掘下，他离地面本就没有半米，所以这一拳轻松无比。钻出洞穴，视野豁然开朗，其位置正好不偏不倚，就是当初林峰来到的正殿前。几个圆盘模样的魔法仪器还在有规律地闪着光芒，除此之外空无一人。林峰狞笑着抽出熔岩地心之刃，毫不犹豫地砍向最近的一个圆盘。嘣！爆裂之炎效果触发，圆盘顿时4分5裂。正当林峰朝着下一个圆盘走去的时候，废墟中一抹黑气突然冲出，直奔林峰面门。这黑气诡异无比，林峰虽察觉到异样，极力躲闪，却始终摆脱不掉。下级战士林峰受到五彩掠夺诅咒，造成伤害降低10%，受到伤害提高10%。诅咒！哼！林峰举起长刀，又挥了一个圆盘，诡异黑气再次袭来。下级战士林峰受到五彩掠夺诅咒，造成伤害降低20%，受到伤害提高20%。我擦，还能叠加！圆盘一共有5个，也就是说，全部打破的情况下，他将承受50%的 debuff。林峰在心中权衡了一番，还是决定继续。这种 debuff 肯定是五彩掠夺法阵的衍生产物，阵法被破坏的情况下，很可能会立马失去效果。最差的情况下，他还有套装技能净化圣言，消除负面状态。想到这，林峰不再犹豫，一个接一个的将圆盘摧毁。下级战士林峰受到五彩掠夺诅咒，造成伤害降低30%，受到伤害提高30%。下级战士林峰受到五彩掠夺诅咒，造成伤害降低40%，受到伤害提高40%。下级战士林峰受到五彩掠夺诅咒，造成伤害降低50%，受到伤害提高50%。果不其然，debuff 的效果来到了50%。但奇怪的是，即便林峰摧毁了所有圆盘，五彩掠夺法阵也没有失效。为什么会这样？林峰皱眉喃喃道：看在你将死的份上，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吧。兔子国王米加尔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身后，林峰大惊失色：米加尔，你为什么会在这？当然是在等你了，愚蠢的人类！米加尔缓缓从空中降落，
脸上的表情甚是轻蔑。失去脊梁骨的蜀国也敢来攻打兔国的城门，不用想都知道是你在挑唆，而你又没有出现在正面战场，猜出你的行踪很难吗？这家伙到底是不是副本怪物？林峰丝毫不怀疑，如果他在蜀国待的时间再长一点，米迦尔一定会集结军队先一步找他麻烦。我破坏了五彩掠夺法阵，为什么属性没有归还？林峰平复了情绪，冷冷地问道。哼，什么都不知道也敢来破坏我精心设计的五彩掠夺法阵？米迦尔只觉自己胜券在握，决定陪林峰慢慢玩一下。如果你了解过阵法，就应该知道前殿的阵眼是非常不合理的，而我又怎么会制造出不合理的阵法呢？果然，林峰想起了吉基说过的话，阵法的四方需要对称对等，如果阵眼放在前殿，就会有大片区域覆盖在城外，所以这个阵眼是假的吗？你真是老谋深算啊！闻言，米迦尔却摇起了头，阵眼是真的。林峰惊道：真的？那是真的，只不过不是唯一的阵眼。米迦尔似乎很享受这种让敌人震惊的感觉，于是一直耐心解释着。双重法阵，这是基吉跟自己提到过的，他怀疑米迦尔的五彩掠夺法阵就是双重法阵，所以才会如此奇怪。哦，你知道？这下轮到米迦尔惊讶了。林峰追问：那第二个阵眼你设置在了哪？哼哼，既然你都要死了，告诉你也无妨。第二个阵眼在王宫宝库。对上了，大殿和宝库相隔甚远，如果以大殿前的阵眼来设置法阵，就与整座城池的规划对不上。但如果是两个阵眼，林峰在脑中回想着自己所画的地图。没错，如果是两个阵眼，且都是正方形阵法，那么恰好就能覆盖整座城池，不偏不倚。原来如此，林峰恍然大悟。既然知道了这个秘密，我想你也能安心去死了。米迦尔手中魔杖散发耀眼光芒，魔法蓄而不发，他想看看林峰最后绝望的表演。然而事情却并不如他所愿，本该绝望嘶吼的林峰在此刻却放声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是王宫宝库的话我就放心了，我想吉吉应该找到阵眼了吧，毕竟是蜀国唯一的阵法大师。什么？米迦尔心中一沉，下一瞬，王宫宝库位置五彩光芒冲天起，紧接着林峰身体里的黑气不断被那道五彩光芒吸引着飞离，直至全部消失。林峰感受着体内逐渐回归的力量，那感觉如沐春风。他旋即将长刀一横，挑衅道：米迦尔，我的全胜姿态你顶得住吗？第36章藏拙。冲锋！没给米迦尔反应的时间，林峰便持刀冲锋，是要一击必杀，将他的脑袋割下来当球踢。五彩魔力护盾！米迦尔的反应也不慢，在林峰的刀刃即将触碰到他脖颈的那一刻，护盾生成。就这样，刀刃被护盾卡住，两人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对峙着。对此，林峰不以为意，他狞笑一声，脚下突然发力，就以这种奇怪的姿态带着米迦尔横冲直撞。咚咚咚咚，一声声闷响不断传出，同时夹杂着林峰的怒吼以及米迦尔的惨叫。林峰硬是带着米迦尔从王宫一路撞到了最外围的城墙。咚！10米后的城墙被林峰恐怖的蛮力撞得稀巴烂，外面还在对峙的两军见到这场面纷纷躲闪，而米迦尔的五彩魔力护盾这时已经遍布裂纹。哈哈哈哈哈！米迦尔，死吧！林峰放声大笑，将这几日的怒气全部发泄了出来。咔嚓一声，护盾应声而破，米迦尔顿时大惊，额头上的冷汗将他的毛发都浸湿了。飞行魔法，风行魔法。米迦尔敢说这是他此生中最快的一次连续施法，一股狂风呼啸将他和林峰隔绝开来。眼看即将逃出升天，一柄红色的利刃忽然以势不可挡之威突破风障朝他砍来。不要！米迦尔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惊恐地叫出声来。刺啦一声，一只毛茸茸的手臂飞起，未至半米便被利刃上所附带的高温化为了灰烬。随后便是一声惊雷般的炸响，巨大的冲击波将米迦尔矮小的身躯给撞得倒飞出去。林峰不满地轻啧了一声，没想到自己武器附带的技能在关键时刻还救了米迦尔一命，这意料之外的事故让他很不爽。不过没关系，在全方位的属性碾压下，米迦尔已是强弩之末。米迦尔起身捂着断掉的左手，眼中溢满怨毒之色。这么多年还没有人能够把他伤成这样。人类，你彻底激怒了我。飞行，哼，你以为自己逃掉了吗？恶魔之手！林峰眸光一闪，一只红色的大手突然出现，一把将半空中的米迦尔抓于掌心。在米迦尔惊恐的目光中，林峰手中的利刃离他越来越近。往哪跑呢？暴雷术！在恶魔之手结束与林峰举起熔岩地心之刃的那一瞬间，
米加尔释放出了爆雷术，只不过这爆雷术对准的不是林峰，而是他自己。轰隆！米加尔的身体再次被弹飞，在地上连续滚了10几圈后，借着这股惯性，他直接顺势飞了起来。林峰没想到这家伙对自己也这么狠，居然利用爆雷术将自己弹开。洞察术！趁着这个间隙，林峰终于看到了米加尔的属性。名称：米加尔，兔子国王。职业：传奇法师。等级：10级。力量：50。精神：380。敏捷：100。体质：150。幸运：50。装备附加属性：精神加80，敏捷加30，体质加90。天赋：双重施法，魔法天才。技能：低阶元素魔法精通，中阶元素魔法精通，洗脑，黑暗魔法影杀，传奇魔法群体传送，传奇魔法死气沉沉。套装技能：五彩魔力增幅。属性很逆天，而且还是一个有职业的怪物。以这种属性，就算是10人组队也不可能通关。正常的5级职业者不到50的主要属性，没人可以抗过他一下魔法。对于别人来说，这是一个必定失败的隐藏任务，也就只有林峰这种特殊的存在才有机会完全攻略。人类，你很厉害，但依旧不是我的对手。准备好迎接我的灭绝魔法吧！死气沉沉。米加尔悬于100米高空的安全位置，右手手中魔杖黑气缭绕，左手持蓝色药剂瓶朝着自己嘴里猛灌。呵，你当我是木桩吗？这个距离你能打中我？林峰双手环抱于胸前，以这个距离加上他高达350加的敏捷，就算是魔法释放出来了，他也能轻松躲过，是吗？那你看他后面。林峰闻言一惊，猛地转头望去，几道巨大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自己的附近。什么时候？不可能！以他350加的精神力，除了会隐匿技能的怪物，其他情况下都会被他感知到才对。难道？林峰忽略了一件事，明明米加尔的属性就放在自己面前，自己却忽略了他从来就没有用过的技能——传奇魔法群体传送。可是，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下，他是什么时候释放的？林峰在脑中回想，一个技能名字突然闪现：天赋技能双重施法。双重施法可同时释放2种不同技能。这家伙之前根本就没有用过这个技能，或者说，即便用过，林峰也没有分辨出来。他一直在藏拙，等着关键时刻给予林峰致命一击。难怪他边释放死气沉沉，边猛灌魔法药剂，2个传奇魔法同时释放，以他现有的魔力根本不够。这家伙太阴险了！红色刀光一闪，一道巨大身影轰然倒地。林峰刚想从缺口处逃跑，剩余的几个巨大身影突然发了疯似的朝他扑来。他们的体型太大了，几乎就是翻版的兔子伯爵，围成一圈，将路完全堵死。找死！林峰面色一沉，脚下蓄力猛地向前冲撞，巨大的兔子怪被他这一击撞得支离破碎。但即便是这样，林峰也没能逃离包围圈，他们一个个猩红着眼，不要命地朝着林峰扑来。是洗脑技能，米加尔曾经对多安用过。既然这么喜欢找死，那就都成为我的经验包吧。林峰手持熔岩地心之刃，每一刀下去就有一个身影轰然倒地。当林峰解决完所有拦路的怪物后，米加尔的魔法也如期而至，墨黑色的魔气弥漫，地上的怪物尸体顷刻间化为了白骨。哈哈，人类，还是我赢了，没有任何人可以战胜我米加尔。米加尔因魔力过度消耗，几乎连飞行术都无力再维系，他在空中摇摇欲坠，到最后魔力枯竭，直直坠落在地上。第37章称量。保护摄政王，保护摄政王！蜀国士兵一呼百应，朝着林峰这边蜂拥而至。林峰是他们的希望，是蜀国的希望，即便是死，也要和摄政王一同战死。聒噪！米加尔面容扭曲，手中魔杖雷光暴涨。轰隆！炸雷声响起，10几个蜀国战士在这恐怖的一击下化为了灰烬。兄弟们不要怕，他已经没有魔力了，不能退。今日若是退了，蜀国将彻底灭亡，和摄政王同生共死。蜀国战士前仆后继，即便米加尔的每一次魔法都能夺去几10条生命，他们也毫不畏惧。这是最后一次，是他们最后一次希望，是蜀国万千国民的最后一次希望。你们这群蝼蚁，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资格敢挑战我？米加尔大吼着，喝下最后一瓶魔法药剂，周身魔力暴涨，一股恐怖的气息从他的身体向外传递。既然你们觉得这个人类是蜀国的救世主，那我就杀了他！爆炎术！一颗恐怖的火球从空中落下，顷刻间点燃场中半人高的草堆，熊熊烈火拔地而起，将所有蜀国士兵拦截在外。等收拾完你们的救世主，我再慢慢清算你们这群臭老鼠。米加尔取出五彩魔力宝剑，一瘸一拐地朝着黑雾靠近。死气沉沉的残废效果持续60秒，
他还有10几秒的时间，足够将林峰千刀万剐。这个人类，这个将自己逼入绝境的人类，终于要死了！挣扎吧，嚎叫吧，怨恨吧，与我米加尔为敌，你的失败是注定的。死吧！五彩魔力宝剑闪耀着渗人寒芒，剑刃划过，将黑雾撕开，暴露出里面的真实场景。叮！一声脆响，宝剑的利刃被红色的长刀格挡。林峰正站在原地，完好无损地等待他的到来。你怎么还能动？不可能！米加尔一脸不可置信，中了死气沉沉的人怎么还能动？你这身装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明明已经破坏掉了。米加尔看着林峰身上显露出的赤红色战甲，一股不好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同样的魔法，同样的战甲，同样的失去效果，前任蜀王的传说装备熔岩地心，你故意的，你故意中的死气沉沉，故意引诱我靠近你。林峰一把抓住米加尔的仅剩的一条手臂，狞笑道：答对了，那就奖励你去死吧。林峰当然要引诱他，一个能飞的 BOSS 还准备了这么多的魔力药剂补充魔力，要是铁了心跑路，谁能追得上？不止他米加尔会藏拙，扮猪吃虎这招林峰也不遑多让。说罢，熔岩地心之刃红光一闪，将米加尔的身体捅了个对穿。不，米加尔怎么会？米加尔缓缓倒地，眼中依旧泛着不甘与震惊。林峰站在原地思索片刻，还是觉得有些不妥，于是又补了一刀，直接将他的脑袋割了下来。大圣！林峰将米加尔的脑袋提了起来，展示在所有将士面前。圣！大圣！圣！大圣！圣！大圣！欢呼声一道盖过一道，蜀国士气大涨。兔国士兵早已溃不成军，自己的王都已经死了，战斗下去还有什么意义？最终死的死，逃的逃，整个战场只剩下了蜀国的军队。从今往后，他们蜀国将占据这片富饶的土地，繁衍生息。摄政王万岁！摄政王万岁！摄政王万岁！蜀国士兵们有的大声欢呼，有的抱头痛哭，有的呆若木鸡。这一天，他们甚至连幻想都不曾有过。林峰，小心！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传来，是姬吉。他刚赶过来，就看见了林峰手中的头颅在剧烈燃烧，一股不好的预感在心中升起。林峰也看见了，他手中米加尔的头颅突然燃烧了起来，而且这五彩火焰不是熔岩地心的效果，是染血的凤凰残羽，涅槃重生。眨眼间，林峰手中的头颅便已化为了灰烬，同时米加尔的尸体也一同成为了凤凰火焰的余烬。死！肉疼！林峰感觉心脏直抽抽，这件复活道具就这样被米加尔浪费了，这本该是他的战利品。一阵微风拂过，本该熄灭的五彩火焰迎风大涨，化为一道五彩旋风，在原地不断旋转。火焰中，一道身影缓缓走出，他那一身雪白的毛发没有被火焰舔舐，反而在烈焰中变得更加柔顺。凤凰余烬复活后全属性提升100，持续时间3分钟。米加尔，你还要挣扎吗？林峰咬牙切齿，复活道具浪费在一个怪物身上，他晚上睡觉都要被气醒。挣扎？我想你搞错了。米加尔手掌轻翻，一台天秤出现在手中，它散发着幽蓝色的光芒，只是一眼就觉那光芒摄人心魄。该挣扎的人是你啊！在蓝色天秤出现的那一刻，林峰的心脏猛然跳动，一股不祥的预感出现在脑中。他想都没想便直接发动冲锋，可还未接近米加尔，周围的环境就陡然变幻。林峰的世界在这一刻分崩离析，眼前只剩下无尽的黑暗。当他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台巨大的蓝色天秤上，他和米加尔分别站在天秤的两端。五彩魔力增幅，五彩魔力套装的套装效果，精神属性直接增加100点，持续10秒。米加尔之前一直没有使用，为的就是这一刻。称量。米加尔面无表情地说出了这2个字，随后他的脑袋上方和林峰的脑袋上方一同出现数字，660比361。数字出现，天秤的一端开始向着米加尔倾斜。什么意思啊？林峰惊恐地发现自己头上的数字总共是361，和自己全部精神属性完全吻合。难道精神天秤的技能就是对比双方的精神属性，而输的那一方就要受到精神天秤的攻击吗？林峰心中大骇，连忙从背包中取出成伤甲龟。你已经死了，人类。米加尔居高临下，眼中古井无波，仿佛在看一具尸体。那可不一定。林峰紧握成伤甲龟，以他500的体质属性来抵挡精神天秤，一定没有问题。第38章爆裂。那是精神天秤。萨克逊一脸惊恐，往日的记忆迎面扑来，那个强大无比的蜀国之王，那个不可一世的强者，当初就是倒在小小的天秤下。没问题的，一定没问题的。我研究了10年，10年。
克罗斯当年也见过精神天秤，为此他日以继夜地研究克制方法。成伤甲龟是他毕生的心血，为的就是这一刻。能行吗？能挡住吗？一旁的基吉紧张无比，身体在不断颤抖。能赢！克罗斯抓住基吉的手，激动无比，一定能赢！对，能赢！基吉大声怒吼，要将心中的恐惧都释放出去。能赢！摄政王天下无敌！摄政王一定能赢！我们蜀国一定能赢！能赢！没问题！林峰望着手中不断皲裂的成伤甲龟，虽然看样子即将承受不住精神天秤的力量而崩溃，但这也恰恰证明了它起作用了。他在替林峰承受致命伤害。咔嚓！成伤甲龟完成了最后的使命，应声而碎。熬过去了，毕竟500的体质。呵，你的神器也不过如此。米加尔面对林峰的嘲讽，只是淡笑着摇头。现在你的底牌尽出，受死吧！冲锋！林峰化作一道红色闪电，向着前方冲刺。噗！下一瞬，林峰突然口吐鲜血，翻滚在地。我这是怎么了？噗！又是一大口鲜血。林峰只觉五脏六腑都在碎裂，四肢开始不听使唤，他的生命在不可逆转的快速流逝。精神天秤的伤害是不可抵挡的，人类，你输了。米加尔冷漠的声音响起，宣告着林峰的结局。这就是神器吗？果然不可抵挡。林峰的肉体不断爆裂，鲜血喷涌而出，汇聚成一道小溪，流淌在烧焦的大地上。摄政王！摄政王！不！不！不！基吉仰天长啸，状若癫狂。他死死抓住克罗斯的手，拉扯道：“你不是说有用吗？你不是说有用吗？”克罗斯呆若木鸡，任由基吉拉扯。他不断喃喃自语：“明明已经生效了，为什么会这样？又是这样吗？”萨克逊苦笑一声，瘫坐在地。又要给予我们希望后再剥夺吗？明明是我们赢了，明明蜀国已经赢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东西？为什么每次都是关键时刻的反戈一击？蜀国的士兵们皆是泪流满面，有甚者更是以头枪地。还有什么比见到希望破灭更让人绝望的事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米加尔张开双手，尽情享受着这美妙的一刻。那一张张痛苦的面容，就是给予他最美好的奖励。他呀，最喜欢看到敌人绝望的样子的，只有迎接过曙光的绝望才最为美妙。那种亲手毁灭希望的感觉，无论多少次都能让他欲罢不能。不用悼念了，马上就送你们下去见他。米加尔高高举起魔杖，任凭其上的雷光肆虐，他要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屠杀，直到蜀国人彻底绝望。先从谁开始好呢？米加尔环视一圈，最终将目光放在了痛哭流涕的基吉身上。就从你开始吧，如果没有你的话，就不会有后续这些事了。奇怪的是，基吉的表情变换极快，从最开始的悲痛变为恐惧，最后是欣喜若狂。不只是基吉，是所有的蜀国人。米加尔不明白，这群蜀人在干什么？明明他们的救世主已经死了，明明已经陷入了绝望，他们为什么在笑？都疯了吗？无聊，米加尔再次高举魔杖，蜀国人的表情让他很不爽，所以他决定迅速结束这一切。结束了，魔杖雷光一闪，直奔基吉而去。这一击下去，以基吉那点微弱的属性，顷刻间便会化为飞灰。咦，为什么没事？然而过了2秒，基吉依旧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我的魔法也会失效吗？没关系，再释放啊！突然一股剧痛袭来，米加尔猛地朝痛处望去，他的右手不见了，手臂断裂处传来焦糊味，伤口血管被高温烫得闭塞，只有少量鲜血从里面流出。为什么？我的手为什么？我的伤口，这效果，熔岩地心！米加尔猛地转头，迎面来的是林峰因愤怒而扭曲的面容。米加尔，你罪该万死！林峰咬牙切齿，一把掐住他的脖子。你浪费了我2个复活道具，2个，你也有啊！米加尔挣脱束缚，钻心的疼痛将他折磨得满地打滚。刚刚林峰竟然直接将他的另一只手臂硬生生扯了下来。2个复活道具，这2个复活道具都该是他林峰的。要知道复活道具的稀有程度，在黑市拍卖起拍价就是1亿系统币，就这还有价无市。现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被消耗掉了2个，他的心在滴血。在此之前，他自认为做好了万全准备，熔岩炼狱的怪物被他清理干净，等级也无法再提升。500体质的成伤甲龟绝对能抵挡致命伤害。一身传说装备，套装效果能解除所有异常状态，破坏五彩掠夺阵法，已经把米加尔的所有现存手段都想到了，唯独没想到神器的力量竟然如此恐怖。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在此之前
他甚至没有听说过哪个职业者获取过神器装备。林峰越想越气，直接上前一脚踩在米加尔的头上，用力将他的脸踩进土里。一个副本 BOSS 死了就刷新的，你玩什么命啊？然而这一点林峰却说错了，米加尔和兔子王国的任务都具有唯一性，所处的世界也并非常规副本。不过愤怒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什么逻辑，什么理性，林峰已经全然不顾了。现在他只想把米加尔碎尸万段。杀了我，有种就杀了我！林峰举起熔岩地心之刃，一刀斩下米加尔的腿。急什么？不是喜欢玩吗？我们慢慢玩。杀了我！啊！杀了我！别急，我能跟你玩一整天。林峰一把拎起已经成为兔肢的米加尔，眼中的暴力再也掩藏不住。半个小时后，啊！米加尔，这一刀是为了死去的多安，虽然我和他并不熟。啊！这一刀是为了我的染血的凤凰羽毛。你神经病吧？米加尔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明明肉体上已经很痛苦了，偏偏这家伙还要从精神上折磨自己。染血的凤凰羽毛什么时候是你的东西了？闻言，林峰面无表情，又是一刀。他手中的武器早已换成了普通兵刃，主打一个折磨。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紧接着又是一刀。啊！这一刀是为了我的完美的重生十字章。啊！这一刀是为了多安的黑色柴刀。这一刀是为了多安的黑色铠甲。没声了。林峰朝着旁边招了招手，一个牧师模样的鼠头人立马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给他治疗，多来几个。一阵阵绿光闪耀，米加尔又生龙活虎起来。不，他疯狂地摇着头，不要，我错了，我把精神天秤给你，我把我的所有宝物都给你，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米加尔痛哭流涕，求求你了，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林峰见他这副模样，顿感无趣，他还是喜欢之前的米加尔，那股唯我独尊、桀骜不驯的气概。放了我，整个兔子王国为你马首是瞻，我将成为你最忠心的仆人，你将统一鼠兔两国，成为至高无上的王。愚蠢！林峰将刀刃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这一切本来就是我的，记住了，不是你给的，而是我凭实力抢过来的。说罢，刀光一闪，兔头飞天而起。来人，把米加尔的脑袋挂在城楼上。这样誓言灵牌应该就算完成了。第39章兔子王国中，击杀兔子国王米加尔，获得经验1200，120。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完成隐藏任务多安的复仇，奖励等级+1，哥布林洞穴藏宝图未知碎片。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完成隐藏任务王国的复兴，奖励蜀国传送令牌1枚，蜀国整体好感度上升至崇拜。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升级，当前等级8级。一连串的系统通报打断了林峰的思绪，米加尔尸体旁爆出的一堆宝物也让他心情好转了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精神天秤，名称精神天秤，等级1级，品质神器，属性无，技能精神称量。精神称量将目标同使用者置于天秤的两端进行称量，若使用者精神属性大于目标则触发碾压，若使用者精神属性小于目标则触发平衡，冷却时间26280小时。碾压对目标造成即死伤害，无法被无敌技能脱离技能免疫。平衡吸收目标的精神属性给予使用者，直至双方精神属性相等，属性平衡后使用者永久获取，无法被无敌技能脱离技能免疫。好恐怖的效果，无论是碾压还是平衡都无法被免疫。就是这个冷却时间也太坑了，居然要差不多3年时间。难怪米加尔一直到最后才肯使用精神天秤。林峰只能先扔进背包空间里，等3年后等级升上去了，遇到更高级的怪物，平衡的价值才更高。继续拾取扭曲面具，物归原主，果断戴上，将自己等级调成2级，极致的低调。名称禁魔斗篷，等级1级，品质传说，属性力量+1，精神+1，敏捷+1，体质+1，幸运+5。技能魔力抵抗。魔力抵抗被动魔法伤害减免15%，主动使用后效果提升至25%，持续10秒，冷却5分钟。极致的魔抗配合晶体皮肤，受到魔法伤害直接减半。果断穿上。越级挑战令牌，这东西都爆出来了，米加尔这家伙肯定是怕被偷家，把所有宝物都带在身上。五彩魔力宝剑，林峰有熔岩地心之刃了，不过2种武器各有千秋，可以换着用。如果有双持技能的话，就能一起用了。可惜这是狂战士的专属技能，就是不知道潘多拉魔盒能不能开出来。一般情况下，武器只能佩戴1件，即便同时拿着2把武器，
也只能获得其中最高属性的那一把的效果加持。不过对于林峰而言，双持技能只能算是锦上添花，没有强行追求的必要。继续拾取战利品：五彩魔力法杖、五彩魔力乌帽、五彩魔力法袍、五彩魔力腰带、五彩魔力布鞋、五彩魔力手套、五彩魔力项链、五彩魔力戒指。一整套的五彩魔力装备对林峰没什么用，出去再看看怎么处理。再看看任务奖励物品：名称：哥布巢穴藏宝图。简介：可在哥布林巢穴使用。名称：未知碎片。简介：未知，确实是简介，简单的什么都没说明。名称：蜀国传送令牌。简介：使用后可传送至蜀国，再次使用可回到传送前位置，冷却时间3分钟。潜力非常大的道具，如果用得好，林峰就能背靠整个蜀国，资源全部倾斜在他一个人身上。所以在离开之前，这里的一切必须安排妥当。摄政王万岁！摄政王万岁！摄政王万岁！林峰还在思索着后续的安排，蜀国将士们早已按耐不住，他们一同围了上来，齐齐跪在地上。摄政王，臣有一个不情之请。萨克逊来到了林峰面前，单膝跪地，显得谦卑无比。林峰，什么事？萨克逊，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终于夺回了故土，但国不可一日无主。林峰摆了摆手，这点你不用担心，谁来继承王位，我心中已有定夺。想来摄政王选的必是王族中的一位，我自然相信摄政王的眼光。但萨克逊话锋一转，抬头直视林峰的眼睛。蜀国王族早已衰落，大部分都是些酒囊饭袋之辈。陈斗胆死谏，蜀国想要强盛就不能从王族中选择新王。林峰眉间轻挑，饶有兴致。哦，那你说谁最合适？萨克逊起身后退了一步，旋即又跪了下去，五体投地。要说最合适带领蜀国的人，那必定只有摄政王您啊！恳请摄政王登基为帝，执掌蜀国。此言一出，其他蜀人也纷纷附和。恳请摄政王登基为帝，执掌蜀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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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峰环视一周，看着这壮观的场面，心中也有些悸动。既然能够随意出入蜀国，那这个蜀地也未尝不可当。好，既然各位信任我林峰，那我也必不会让大家失望。林峰上前轻轻扶起萨克逊，只是我身份特殊，不能实时处理政事。萨克逊激动道：内政小事，臣愿意为摄政王解忧。好，以后你就是蜀国的内政大臣，政要之事日后再谈，先召集将士们吧，我们今晚不醉不归。蜀国将士又是一阵欢呼：摄政王万岁！摄政王万岁！摄政王万岁！林峰为了处理蜀国的相关事宜，还是决定留下来几天。即便多安的复仇任务已经完成，但时间留宿机制还在，他现在最多还能留下来3天。在这3天的时间内，他先是举行了简易的登基大典，并将自己在蜀国称谓改成了武帝。之后，林峰又提拔了一些萨克逊推荐的蜀才，辅助他一同处理国事。当然，锻造熔岩地心的老铁匠林峰也没忘记，封了他一个圣锻大师的称号。至于积极，他倒是没什么野心，就让他继续研究阵法。安排好这一切后，林峰终于可以安心的退出副本了。第40章，人物属性及装备物品。基本属性面板：姓名林峰，职业下级战士，等级8级，61%，力量20，400，精神10，400，敏捷10，400，体质50，400，幸运0，400。装备附加属性：力量加83，精神加13，敏捷加33，体质加93，幸运加15。称号附加属性：力量加50，体质加50。装备面板：名称熔岩地心之刃，等级10级，品级传说，属性力量加30，技能爆裂之炎。爆裂之炎普通攻击转化为火属性伤害，同时附加灼烧效果，5%几率触发爆裂效果。要求：战士，骑士类职业。名称熔岩地心铠甲，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20，力量加10。技能火属性强化，火属性强化，火属性伤害增加10%。要求：战士，骑士类职业。名称熔岩地心臂铠，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敏捷加10，力量加10，体质加10。技能火属性强化，火属性强化，火属性伤害增加10%。要求：战士，骑士类职业。
名称：熔岩地心镜甲，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敏捷加20，体质加10，技能：熔岩路径。熔岩路径开启后，将在行走过的地方留下大量岩浆，每秒消耗体力。要求：战士、骑士类职业。名称：熔岩地心腰带，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20，力量加10，技能：烈焰反噬。烈焰反噬受到攻击时有 10% 几率回敬攻击者一定的火属性伤害。要求：战士、骑士类职业。名称：熔岩地心头盔，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20，精神加10，技能：火元素抵抗。火元素抵抗，火系伤害减免 10%。名称：熔岩地心戒指，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力量加30，技能：烈焰幻影。烈焰幻影攻击时有 3% 几率召唤一道烈焰幻影协助攻击，幻影造成本体 30% 的伤害。要求：无。名称：熔岩地心项链，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30，技能：熔岩适配度。熔岩适配度，熔岩地心所有装备等级要求下降5级。要求：无。名称：巴德尔的时光之剑，等级1级，品级：传说，属性：力量加1，精神加1，敏捷加1，体质加1，幸运加5，技能：时光之触，击杀怪物获得的经验增加 10%。要求：无。名称：扭曲面具，等级1级，品质：传说，属性：力量加1，精神加1，敏捷加1，体质加1，幸运加5，技能：扭曲。扭曲可以扭曲佩戴者的相关信息，让人无法探查其真实信息。要求：无。名称：静魔斗篷，等级1级，品质：传说，属性：力量加1，精神加1，敏捷加1，体质加1，幸运加5，技能：魔力抵抗。魔力抵抗被动魔法伤害减免 15%， 主动使用后效果提升至 25%， 持续10秒，冷却5分钟。要求：无。稀有技能：固有天赋战士之魂，拥有战士的不屈之魂，有较强的恢复力。技能：冲锋1级，劈砍1级，洞察术1级，跳跃劈砍1级，兔子伯爵的怒吼1级，晶体皮肤1级，恶魔之手1级。冲锋普通，向10米范围内的敌人发起冲锋，造成一定伤害，威力根据自身力量和技能等级而定，冷却时间10秒。劈砍普通，挥舞武器向目标进行劈砍，造成一定伤害，威力根据自身武器种类、品级、力量和技能等级而定，冷却时间5秒。跳跃劈砍普通，跃向空中用力砍向目标，技能威力根据跳跃高度、自身力量、技能等级而定，冷却时间20秒。兔子伯爵的怒吼精品，击退敌人一段距离，并在周围召唤一定数量的兔子胸柜，兔子胸柜的属性是召唤者等级而定，冷却时间60分钟。洞察术普通，可观察目标的具体属性，无法观察高于自身等级5级的目标，冷却时间10秒。晶体皮肤传说被动，全身皮肤变得如钻石一般坚硬，获得 15% 伤害减免。主动使用技能减少 30% 敏捷，被动的伤害减免提升至 30%， 有 30% 几率反弹雷系、光系、火系魔法、免疫麻痹、炫目、灼烧等异常状态，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恶魔之手传说指定一个目标释放恶魔之手，将其拖拽至身前，造成少量固定伤害，施法范围20米，冷却时间1分钟。称号巨兽杀手，品质传说，属性力量加50，体质加50，技能以小博大。以小博大，面对体型大于自己的敌人时，对目标造成增加 20%。背包内物品：五彩魔力法杖、五彩魔力乌帽、五彩魔力法袍、五彩魔力腰带、五彩魔力布鞋、五彩魔力手套、五彩魔力项链、五彩魔力戒指、五彩魔力宝剑、越级挑战令牌、精神天秤、蜀国传送令牌、复仇刀锋转职书、绝命刺客转职书、哥布林洞穴藏宝图、未知碎片。第41章自取其辱。回到副本区已经是现实时间第3天的中午，虽然因为隐藏任务浪费了一些时间，但好在林峰的等级没有落下，真算起来甚至比正常刷本要高。先找梁小伤，然后再回旅馆休息下。林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他的身体有高额属性的加持，即便是连续战斗5天都不会有什么异常，主要还是心理上的累。
哟，这不是林峰大少爷吗？多少级了？一道烦人的声音响起，林峰循声望去，只见李启明的狗腿子郭盼盼正带着2个跟班朝他走来。啊，我没看错吧？郭盼盼张大嘴巴，模样夸张至极，搞了半天还是2级，你是在副本里面拉屎吗？林峰出副本前就已经隐藏装备外观，并用扭曲面具将等级调回了2级，所以他们只能看到一个假等级。这下几人的气焰不由更嚣张了些。哈哈哈哈哈！2个小跟班也开始附和，原来他是想把副本怪物臭死啊！哈哈哈哈！好方法，好方法，待会我也试试。林峰也被他们这副愚蠢的模样给逗笑了，他冷笑着回怼道：“我在副本里面给你们做饭呢。”做饭？郭盼盼没想到林峰会这样回答，一时间竟不理解其中的意思。还是旁边的跟班提醒了他：“郭哥，他好像在骂咱们。”你敢说我吃屎？郭盼盼气得直跺脚，智商被林峰按在地上摩擦，他感觉丢脸至极。停！林峰比了个暂停的手势。我说李启明都不在这，你卖力表演有什么用？省省力气吧。林峰！郭盼盼胖脸被气得潮红，整个人像是动画里面烧开的水壶。他指着林峰的鼻子骂道：“你他娘的装什么清高？你以为我是为了讨好李启明才和你作对吗？”林峰摊了摊手：“难道不是吗？你父母只是黑铁守护者，不就希望你去讨好李家的大少爷？你放屁！”郭盼盼恶狠狠地盯着林峰，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看见你这副自命不凡的模样，我就恶心。你觉得自己很高贵吗？觉得我们这些人不配与你为伍？从小你就会装模作样，即便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也死不悔改。哦，林峰恍然大悟，原来你是在嫉妒我。诚然，林峰对他们这些人而言，确实算是有些装，但这也不怪他。一个拥有20多岁灵魂的青年，怎么可能和一群小屁孩玩到一块去？林峰从小表现出与同龄人不相符的冷静与稳重，在郭盼盼等人眼里自然就成了装模作样。生而知之，父母又是黄金级守护者，太多目光落在了林峰身上，导致和他一个班的学生都遭到了大人们的冷落。很不巧，郭盼盼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和林峰是一个班，虽然他们并没有多少交集，但每每看到班上的多数人都围着林峰转的时候，他就会嫉妒到发狂。你现在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资格用鼻孔看人？林峰伸手轻抚碎发，淡淡道：“我还有与生俱来的帅气。”你他妈啊！郭盼盼怒极，上前直接抓住林峰的右手。这是干什么？公然在副本区私斗？你想吃星盟的牢饭了？职业者不允许私斗，这是铁律。他们的生命应该消耗在与深渊怪物的战斗中，而不是无聊的私人恩怨里。林峰同学，不要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郭盼盼突然变了副面孔，笑嘻嘻道：“我只是想和你握下手而已，这么多年的同学感情，你不会不肯吧？”2个跟班附和道：“对啊，我们郭哥就想和你叙叙旧。就是，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我们郭哥的职业可是狂战士。”这句话吸引了不少路人围观。狂战士，高级职业啊。对啊，听说1级就拥有高达30点的力量属性。他们在干嘛？要打架吗？这边要打架了，赶紧报执法队啊！林峰没有急着抽回手，他倒是想看看郭盼盼想耍什么花样。狂战士，那又怎么样？怎么样？黄毛斜睨着林峰，眼中透着满满的不屑。你一个2级的下级战士，力量想来也不会超过30点，而我们郭哥是4级的狂战士，力量属性已经到达了50点。人群顿时一片哗然。50点力量，他不加体质吗？这样单一加点不会出问题？蠢货，人家职业是狂战士，受伤越深伤害越高，要体质干嘛？我5级了都没50点力量呢，他伤害应该很高吧？好想和他组队。50点力量，徒手击穿1米厚的钢板应该没问题。可惜了，我不是战士职业。哎，你就吹牛吧，50点力量哪有这么强？照你这么说，500点力量不得打穿蓝星啊！所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吵闹声如同苍蝇一般。林峰的耐心快被耗尽，你想表达什么？郭盼盼狞笑一声，他的意思是说，我刚刚升级，对力量的掌握还不到位，和你握手的时候把你骨头捏碎了也情有可原吧？搞了半天就这样。林峰挑衅道：“试试看，我也想看看50点力量属性到底有多强，能抗3代米吗？50点力量，深渊普通兔子兄贵都不止这点，这傻胖子居然还想用这点羸弱的力量来对付林峰，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当我不敢吗？”郭盼盼恶狠狠地说着，但手上仍不见用力。快点，废物，能不能行？不行滚回家挑大粪。林峰继续言语刺激，本来脑子就不灵光的郭盼盼哪受得了这种侮辱，顿时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
他用尽全身力气，是要给这个装模作样的小子一点教训。然而，用尽全力的郭盼盼才发现，林峰的手竟然比超合金还要坚硬，即便他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无法撼动分毫。你的手！哈林峰打了个哈欠，轻蔑地眯起眼睛。就这，该我了哦。说罢，手上猛地发力，咔嚓一声，郭盼盼肥胖的右手瞬间被捏成了5股鸡爪。啊！杀猪般的惨叫贯穿了整个副本区域。啊！我的手！郭盼盼疼得满地打滚，直像过年时不断挣扎的肥猪。这里怎么回事？他的惨叫终于引来了执法队，其中一人还是个老熟人，庞婶。庞婶见到林峰，又看了看地上打滚的郭盼盼，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不好意思，林峰露出了一个玩世不恭的笑容，抽出纸巾慢条斯理地擦着手上的血迹。刚刚和同学握手，没控制住力道，毕竟才刚升级，没有完全掌握力量。你说是吧，郭盼盼同学？啊！郭盼盼捂着手躺在地上，身上的冷汗早已浸湿了他的衣裳。没错，我们是同学，我们闹着玩呢。这个哑巴亏他只能独自吃下，就像他之前说的，刚升级控制不住力量而已。如果真要追究，也是他挑衅在先，最多就是各打50大板。下次注意点，毕竟是公共场合，玩闹也要有个度。庞婶对林峰微微颔首，忙不迭地带着执法队离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人的恩怨情仇，他一个小小的执法队长实在不想参与其中。第42章，下城区，狂战士50点力量，哈哈哈哈，真是太可怕了，哈哈哈！林峰的嘲笑声回荡在郭盼盼耳边，看着那远去的背影，他的眼神愈发怨毒。林峰，我与你不共戴天！对此，林峰不屑一顾，他们这种级别的废物还不配当自己的敌人。林峰走到了梁小商经常摆摊的地方，发现他并不在此，那就只能先回去休息了。2天没好好睡觉，加上高强度的战斗，再搞下去都得精神失常。刚走出副本区，就看见一个贼眉鼠眼的中年人朝自己走来。你是林峰？什么事？林峰没见过这人，不知道他想干嘛。有人托我带句话。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林峰眉头紧锁，显得极其不耐烦。中年人靠近林峰，低声说道：禽兽让你去下城区和他叙叙旧。禽兽？林峰回想了一下，不就是几天前，现实时间的2天前，在副本区想敲诈自己的人吗？哼，他让我去我就去，他算个什么东西？林峰不想和这种人牵扯过多，说完直接越过男人。中年男人咧嘴一笑，露出恶心的黄牙，差点忘了，他说什么梁小什么的也在下城区等你。在呢。林峰猛地转头，怒目圆睁。中年男人只觉压力陡然倍增，一股杀气犹如实质将他压得几乎窒息。在这里，他艰难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林峰一把夺过，看了一眼，他还有说什么吗？没了。呼，这小鬼好可怕。直到林峰离去，中年男人才敢大口大口地喘气。那可怕的威压，他不敢相信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小鬼散发出来的。下城区，林峰之前从来没有来过下城区。早在深渊入侵之前，甚至是人类进入星际时代之前，上下城区就已经建立。那时的权贵们突发奇想，要在空中建造一个第2蓝星，一方面用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尽可能的压榨底层。第2蓝星本质上就是在地面1000米高空建造城市，这些城市将覆盖整片大陆。只是让所有人预料不到的是，如此荒唐的事居然还真让他们做成了。第2蓝星建成的那一刻，底层人民就连享受阳光的资格都被剥夺。后面就是暴动、革命，残酷的战争持续了近50年，本就被挖空的蓝星在战争的洗礼下更是变得千疮百孔。战乱结束，人类迎来和平，也迎来了科技的再次腾飞。人类掌握亚空间穿梭技术，正式进入星际时代。因为上城区的规模实在太大，又有无数星球可供人类选择，后面也没有想着将其拆除。就这样，上下城区的奇怪格局意外地保留了下来。直到现在，上下城区分化底层人和上层人的作用又开始凸显。好了，就在这吧。林峰跳下飞行出租，不自觉往天上看了看。在下城区抬头望天和熔岩炼狱没什么区别。上方的反重力铁道网托举着整片上城区大陆。真实的阳光对于下城区的民众是一种奢侈品，他们只有可控核聚变戴森球伪装出来的假太阳。不过这些不公的待遇与林峰无关，他现在的任务不是拯救底层人，也不是拯救全人类。他现在的任务是将深渊怪物驱逐出这个宇宙，一个不留。在此之前，所有挡在他面前的，不管是人类还是怪物，都得死。林峰意识微动，星盟网络的虚拟界面出现在眼前。乌图市紫叶区
3067号。他将纸条上的地址输入，跟随着导航前进。很快，林峰便来到了一座废弃大楼下，没有丝毫停滞，一口上到28楼，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刚到楼道，一股血腥味直灌鼻腔，林峰眼眸逐渐冰冷，若有若无的杀气弥漫整片楼道。禽兽，滚出来！右手第3个房间，恭候您的大驾，尊贵的上乘人林峰。林峰没有犹豫，直接来到第3个房间，一脚踹开大门。入目处就是禽兽那张让人恶心的肾虚脸，旁边站着3个杀马特贵族，梁小商则蜷缩在角落，浑身是血。大少爷，想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林峰用食指揉着太阳穴，极力克制心中的愤怒。我很好奇，你是用什么手段绑架到梁小商的？正常来说，只要人一时还清醒，想通过星盟网将你们的罪行报给执法者，简直是易如反掌。哦，是吗？禽兽靠向窗边，慵懒地点了一支烟，你可以试试。林峰尝试打开星盟网，发现毫无反应。不可能，星盟网背靠职业系统，你们不可能控制职业系统。似乎禽兽轻轻吐出一口烟，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讥笑。当然不可能，职业系统除了初始之人外，没人可以控制，连我这种下城区的废材都知道的事。你这高贵的上乘人居然还存有质疑。林峰，那为什么？禽兽淡淡的吐出2个字：脑波。林峰瞬间明白了过来，星盟网是脑波直连，他们没有屏蔽职业系统，也没有屏蔽星盟网，他们屏蔽的是人的脑波。原来还可以这样，意外收获。职业系统所赋予的职业技能千奇百怪，但整个上城区却极少有利用技能犯罪的事。原因就是星盟网无时无刻不在监控着他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是移动的摄像头，犯了罪，其罪行必然被记录。现在林峰居然在下城区得到了破解这种局面的办法，或许也只有在这个连星盟律法都不愿意触及的地方，才能诞生出如此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来做个交易吧。林峰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这玩意他不一定要用，但一定得有。啊！禽兽一愣，旋即指着林峰狂笑，哈哈哈哈哈！你以为自己是来旅游的吗？笑声戛然而止，禽兽阴冷的话语回荡在整个房间。别搞错了，我叫你过来可是为了杀你啊！第43章，冥顽不灵。兄弟，我们没有深仇大恨吧？林峰显得诧异不已，现在的人都这么暴力的吗？整天喊打喊杀的多可怕呀！不过是不让你进江海市新手副本区嘛，你完全可以去其他城区的新手副本啊。唉，林峰深深叹了口气，只觉世风日下，不能调解一下吗？什么事都是可以谈的，只不过是筹码问题，你开个价。开价？禽兽冷笑一声，价码就是你的命。唉，林峰又是一声叹息，真的没得谈。看得出来，林峰对于脑波屏蔽方法的渴望程度盖过了杀戮的欲望，可禽兽偏偏和林峰反着来，都是道上混的。他林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自己颜面尽失，这等耻辱只有鲜血能洗清。弹你奶奶个腿！禽兽一拳将墙面打出个窟窿，这一拳饱含了多年的怨气。我最他妈讨厌你们这些上乘人，不过就是投胎比我好一点，除了这点你们哪里比我强？凭什么？凭什么？禽兽越说越激动，他面色潮红，额头青筋暴起，一副要吃的模样。凭什么你们就能享受优渥的资源？凭什么你一句话就能把我赶出副本去？我也能啊！禽兽激动地用双手指着自己，我要是能生在上城区，我也能上江海一中，我也能参加上京学校的试炼，而且我一定比你们这些人更强。林峰百无聊赖地掏着耳朵，对禽兽激情的演讲置若罔闻。所以说没得谈咯。林峰，禽兽从系统背包里取出一把普通的长剑，剑尖直指林峰咽喉。你作为上乘人，生来就带着原罪。你可能自认为自己从来没做过坏事，但你知道吗？你吃的每一顿大餐，穿的每一件名牌，都是上乘人剥削下乘人的铁证。好像有点道理。林峰皱巴着脸，这句话他倒是听进去，但又感觉哪里不太对。也就是说，我生来就有罪，我该以死谢罪。没错。禽兽昂起头，鄙夷地看着林峰，你这种人就不该活在世界上，你如果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就该去死。只要你一死，多出来的资源足够养活几千个家庭。噗嗤，林峰实在是憋不住了，禽兽的智障言论太搞笑，完全可以去当脱口秀演员。你笑什么？你认为我说的不对？禽兽一脸认真，他自认为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漏洞。既然下乘人的苦难是上乘人造成的，那只要所有上乘人死光，这个世界不就平等了吗？你幼稚的就像3岁的儿童，让人忍俊不禁。既然你这么无知，那我就好为人师一次吧。林峰对政治并不精通，但他懂得人性，一切的体制，一切的制度都是围绕着人性来建立的。禽兽之所以能有这种荒谬想法，就是因为他把人想得太简单了。就算现在上乘人全部死绝，
你们鸠占鹊巢，又有什么不同呢？你是恨所有的上层人，还是恨自己没能成为上层人？禽兽涨红着脸，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当然是恨上层人，如果没有你们。林峰淡淡一笑：如果没有我们，你就是上层人了，对吗？所有人都当上层人，谁来当下层人呢？禽兽自信地扬起头颅：当然是没有下层人，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上层人。林峰轻笑着摇头：人人平等，所有人都能当贵族，当皇上，所有人都是公司总裁，是高官，甚至是一国首脑，星球霸主。你觉得可能吗？禽兽被问住了，就连他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都是公司总裁，谁来当员工？都是高官，谁来执行政策？都是国王、首脑，谁来当人民？都是星球霸主，一人一颗星球，那银河系的市区星球还够分吗？禽兽哑口无言。你看，人的阶级划分是必然的，无论是古代、现代还是未来。没有上下城区，也有富人区和贫民窟。林峰上前拍了拍禽兽的肩膀，表情恳切：如果我死了，我所占有的资源也不会分到下层人的手里，他们会转而流向更有权势的人手里。我的死毫无意义，你对我的恨也毫无意义。其实我们可以做朋友，再不济也可以当个合作伙伴。见禽兽有些动摇，林峰继续蛊惑道：互相仇视没有必要，资源交换才能帮助我们登上顶峰啊！职业系统能改变所有人的命运，只要我们善加利用。等你成为12至尊的其中一位，想改造现有规则，那还不是轻而易举。12至尊，初始之人下的绝对统治者，抵抗深渊入侵的主力，每一位都掌管着银河系的一片星域。星盟就是由12至尊共同创建的组织。林峰向禽兽伸出手：怎么样？比起打打杀杀，合作共赢不是更棒吗？禽兽怔怔地望着林峰伸出的手，脑中不断思考着刚刚的话语。大哥，搞不搞啊？不是说把这小子的头摘下来当球踢吗？一道突兀的声音打断了禽兽的思考，说话的是红毛沙马特。对啊，大哥，你跟他聊什么哲学呢？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搞你，哥我可咽不下这口气。绿毛沙马特附和道。粉毛沙马特也不甘示弱：大哥，直接弄他！这小子吹牛逼行，什么交换资源？他有那实力吗？妈的！禽兽被小弟拱火，又感觉自己面子挂不住了。出来混的不就和混个脸吗？不管怎么样，丢了面子就要找回场子，这是他以前的大哥教他的，差点就被你这小子唬住了。什么他妈的交换资源，什么他妈的登上顶峰，你他妈就一个2级的下级战士，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说这么多，不就是想活命吗？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兽禽双腿拉开，指着自己的裆部说道：你今天从这里钻过去，咱俩的事立马两清，冥顽不灵，找死！林峰的面色骤然变冷，如果不是为了套取脑波屏蔽方法，他才不会跟这群白痴废话。第44章，我还没动手，你就倒下了。林峰冷冷道：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交出屏蔽脑波的方法，要么死。此言一出，几人顿时哄堂大笑，房间里散发着欢快的气息。哈哈哈哈哈！老大，他威胁我们，让我看看，让我看看。粉毛杀马特围着林峰转了一圈，疑惑道：咦，我没看错吧？他是不是才2级啊？为什么口气这么大啊？没准人家是隐藏职业，有这个资本呢。粉毛又装模作样的转了一圈，哇，原来是隐藏职业，下级战士啊，战斗力起码高达5点。哈哈哈！红毛捂着肚子，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家旺财的战斗力都比他高，哈哈哈哈！林峰，你之前说的话是在网上抄的吗？禽兽狐疑地打量着林峰，以你的智商，我很难想象你能说出那些话。好好看看我们4个人的等级，我们可都是5级，单拎出一个人，属性都是你的1倍。所以你怎么让我们死啊？禽兽毫不掩饰眼中的鄙夷，他现在无比确信林峰刚刚说的话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试着攻击我一下。林峰双手环抱于胸前，挑衅道：就怕你没这个胆子，垃圾！林峰最后的尾音拖得老长，不过效果拔群。禽兽立马感受到了强烈的侮辱，二话不说，拔剑便朝着林峰砍来。钢之力，叮！清脆的响声回荡在小小的房间中。禽兽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崩裂的虎口，他居然被反作用力给震伤了，这怎么可能？对面的防御的多高？可见身上的剧烈抖动却一遍遍地提醒着他，刚刚的一切真实不虚。5级的钢铁战士居然破不了2级下级战士的防御，禽兽的世界观在这一刻崩塌了。钢铁战士也算是高级职业，虽说力量没狂战士高，但他刚刚可是用了技能的，可结果是连对方的皮都没有擦破。老大，你干什么呢？砍他啊！对啊，砍他啊！
禽兽有些打退堂鼓了，他的手还在因为刚刚的反震而不断颤抖，但小弟的起哄又让他骑虎难下，只能嘴硬附和：“对，砍他，砍他妈的！”禽兽：“对，砍他妈的，砍他呀！”禽兽：“哦，对，是砍他，砍他妈的呀，砍他呀！”几个小弟喋喋不休的话语传入禽兽的耳中，如同蚊子在耳边环绕，让他烦躁无比。禽兽的脸在他们的催促下逐渐扭曲变形，旁边的小弟丝毫没有察觉到他们老大的异常，还在嗡嗡嗡的直叫唤：“砍他呀，砍他妈的！”啊！禽兽彻底崩溃，恼羞成怒，提起骑士剑一剑砍向最近最吵的粉毛。这一下他用了十足的力道，竟然直接将粉毛劈成了两半。噗！鲜血和内脏瞬间灌满禽兽的全身，将他整个人衬托的既诡异又恐怖。禽兽狰狞如恶鬼，对着尸体大吼大叫：“你妈的！你到底是要我砍他，还是砍他的马呀？你搞得我好乱啊！”他还嫌不解气，又朝着尸体砍了几十剑。剩下的两个小弟大气都不敢喘，皆是不约而同的小心翼翼远离这个疯子。禽兽分解完尸体，转头恶狠狠地盯着林峰。林峰巍然不动，静静看着他的表演，只是脸上若有若无的讥笑更加惹怒了疯狂的禽兽。叮！又是一声清脆的响声。不可能，假的！叮！为什么？为什么砍不动？叮！啊！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砍中林峰，因为刚刚的那一下很不凑巧触发了烈焰反噬。眨眼间，禽兽的身体燃起了熊熊烈火，剧烈的灼烧感疼得他满地打滚。啊！救我！救我！哪有人敢救他？刚刚癫狂的模样还历历在目，将本就不忠心的小弟吓得连连后退。不过好在他属性够低，撕心裂肺的痛苦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彻底解脱了。切，我还没动手，你就倒下了。林峰眸光轻瞥，一眼就发现了已经悄悄摸到门口的绿毛杀马特。想跑？恶魔之手！红色大手一把将绿毛拉回林峰跟前，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林峰便发现这家伙居然已经死了，太羸弱了。恶魔之手只造成少量的固定伤害，连这点伤害都扛不住，真是废物。林峰转头将目光放在了最后一个红毛杀马特身上，红毛杀马特顿时汗毛直立，他以此生最快的速度滑跪扑倒在林峰脚边，痛哭流涕：“大哥，爹，不，爷爷呀！今天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太上皇，求您老念在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个没过门的媳妇的份上，饶了我这条狗命吧！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你让我往东，我绝不敢往西。”林峰虽满脸嫌恶，但也没有立马踢开他，这些家伙脆得跟纸一样，一脚下去很可能当场暴毙。告诉我屏蔽脑波的方法。他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无论是跟禽兽虚与委蛇，还是以暴力手段镇压所有，其目的就只是为了得到脑波屏蔽的方法。在升级的道路上，一定会有不少不长眼的家伙想挡在自己面前。杀戮或许不能最有效的解决问题，但一定是最快的。只要你答应不杀我，我就告诉你。还谈上条件了。林峰伸手将他扶了起来，拍了拍他身上的灰尘，柔声道：“当然，我们无冤无仇，杀你干什么？只要你给我想要的答案，我是不会为难你的。”闻言，红毛连滚带爬地冲向角落，在地上疯狂地摸索，最终捧到林峰面前的是一颗拇指大小的银色正方体。林峰轻轻拿起，端详了好一会，就是这个小东西。怎么用？红毛赶忙回答，生怕慢了一点会惹林峰不高兴。不需要开关，随便放置在哪，或者携带在身上，就能干扰方圆50米范围内的脑波。每个人的脑波期正常频率是固定的，接入星盟网也是根据这个原则。只要干扰脑波的频率，就能阻断和星盟网的联系。原来如此，林峰望着这小小的正方体，不由感叹人类智慧的伟大。第45章，我不吃牛肉。知道是谁发明的这东西吗？林峰继续追问。你说过的。红毛支支吾吾起来，似乎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我说出屏蔽脑波的方法。当然。林峰搂住红毛的肩膀，热情的像是认识许久的老朋友。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这里的事你也不会说出去对吧？红毛点头如捣蒜。那就对了，我们现在是同一战线了。之前我对禽兽说的话，对你也依旧有效。林峰松开了红毛，用真挚的眼神与之对视。交换资源吗？红毛不敢与林峰对视，只得怯懦的低下头。Bingo！ 林峰语气中带着强烈的赞赏之意。很明显，你比禽兽聪明，也更适合与我合作。实话告诉你，我背靠的势力强大无比，你根本无法想象，和我合作你只赢不亏。林峰掐着小拇指比划道：现在我只需要你展示那么一丁点的诚意。
红毛明显被林峰的花言巧语说动了，他怯怯地点了点头，是霍童，他加入了我们沙海帮，目前脑波干扰器只有我们沙海帮有。霍童，林峰在脑中搜索着这个有些熟悉的名字，是那个提出脑波理论的科学家吗？可，一直蜷缩在角落的梁小商说话了，瞬间就点醒了林峰。霍童，脑波理论的提出者，星盟网直连脑波的计划就是根据他的理论来实现的。只是这家伙有个癖好，他喜欢小女孩，好死不死的，他看上某个黄金守护者的小女儿。东窗事发，他直接吃了将近50年的牢饭，算上日子，应该刚出来没几年。职业系统降临前，人类就已经不用担心寿命问题了，所以50年并不算是大半辈子。霍童是个人才，可惜人品堪忧。林峰不想和这种人合作，免得脏了自己的眼睛。我可以走了吗？红毛小心翼翼地问道。林峰嘴角挂着嘲弄的笑容，并不答话。你答应我的，你说话不算数，你这个骗子。红毛看出了端倪，他知道林峰根本不想放过自己，于是果断向着窗台狂奔，一跃而下。恶魔之手，随着一股强大的挤压感袭来，他又回到了林峰身边。你不讲信用，说好的放我。刀光一闪，红毛的头颅带着熊熊火焰飞天起。林峰咧嘴一笑，不好意思，我不吃牛肉。开玩笑，林峰怎么可能放他走？留把柄在敌人手里面是最愚蠢的事。什么道义，什么信用，那是对朋友讲的。对付敌人，他林峰只会不择手段。搜一下他们身上，可能会有微型摄像头。脑波被干扰了，但网络和电子设备还是能正常使用。闻言，林峰将目光放在了禽兽那具已经被烧焦的尸体上，只是一眼就看见了他胸口前的蓝色区别针。应该是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梁小商靠在墙角，面色苍白，整个人虚弱至极。他们之前说要把你惨叫的模样录下来，你没事吧？林峰忽然想到自己没有带恢复类药剂，梁小商不会撑不下去了吧？没事，一时半会死不了。梁小商从空间背包掏一个手机模样的仪器扔给了林峰，试试看，他应该还没有上传云端。林峰接过仪器，将区别针插入对应的插孔上。读取数据后，林峰才发现里面不只有今天录制的视频，还有很多以前的。看来他们没少用脑波干扰器杀人越货，没有上传云端，甚至没有连接网络。看来禽兽也不算十足的蠢货。星盟网账号说是绝对私密，除了本人外，任何人都没有权限查看。不过官方说的话听听也就算了，真要信了，哪一天水表查上门来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林峰将视频全部删除，又将区别针捏得粉碎才放心。兔子伯爵的怒吼，2只兔子兄贵和1只兔子法师随着技能的使用而出现在房间内，把地上的尸体处理干净。林峰的指令下达，几只怪物开始干活。兔子法师魔杖凝聚火球，将尸体烧了个干净。兔子兄贵更狠，尸体燃烧后的残渣直接被他们吃了下去。做好这一切后，林峰才带着梁小商离开，并且为了不被哪个无聊的人录到，脑波干扰仪器他也没有收到背包中，而是随身揣着。医院中，看着所谓的医生施法将梁小商的伤势恢复，林峰眼角不由得抽了抽。职业系统对人类而言，到底是进化之基还是退化之源，倒是真不好评判。林峰，谢谢你来救我，以后我们可就是过命的兄弟了。梁小商被治疗后立马恢复了精神，跳下床就要给林峰一个大大的拥抱，却被林峰直接丑拒。毕竟你是因为我才受到牵连的，而且你身上还有我的稀有装备。对了，梁小商眼睛一亮，那套稀有装备你猜卖了多少？林峰50万。没错，而且加上那些技能书和其他装备，一共60万系统币。按照合约上的条例，我要抽取5%的劳务费。林峰笑了笑，我觉得有必要改一下合约了。5%太多了吗？也对，毕竟我也没做什么，就劳务费提高到10%吧。梁小商闻言脚下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林峰面前。没过年呢，你这是干嘛？林峰边调笑边将他扶起来。不好意思，太激动了。梁小商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他也是下城区的人，本身职业也不是什么高级职业，所以更多时候只能倒卖点装备维持生活。现在这泼天的富贵摆在了他面前，让他怎么能不激动？对了，我下副本又报了些东西，你帮忙处理一下。没问题。梁小商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是精品以上，必给你卖个好价钱。林峰，如果是传说级别的呢？第46章，带我刷本。什么？梁小商怀疑自己听错了，于是又问了一遍，什么级别？林峰没有废话，直接把五彩魔力套的属性面板甩到他面前。传，
眼看梁小商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嘴，林峰连忙帮他堵住。嘘，小点声，隔墙有耳。见梁小商拼命点头，林峰才松开手。呼，差点憋死我！不是兄弟，你哪来的传说装备啊？这是我能看到的东西吗？梁小商使劲揉搓着眼睛，一遍遍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也不怪他这副表现，低级副本装备产出本来就少，稀有级别的常年都见不着一件，更别提传说装备了。哪怕是高级别的副本，大家有一定的幸运值了，也不见得能爆一件。而林峰摆在他面前的是整整一套传说装备，1000万。梁小商正色道，至少能卖到1000万。林峰对这个价格还算满意，又将背包中的一些材料丢给他，这些也一并处理了吧，我先回去睡觉了。对了，帮我留一下复活道具，哪怕是最低级那种我也要。交给我，你就放100个心。生意一次比一次大，梁小商脸都要笑开了花。告别梁小商，林峰回到旅馆，一觉睡到了傍晚。落日的余晖透过窗帘铺在旅馆的桌子上，仿佛镀了一层金色的薄膜。蓝星真美啊！林峰连接星盟网，将眼睛里看到的美景尽数记录下来。这时他才注意到右下角的一则信息，有人在2个小时前给他转账30万系统币，署名是尹天雪。雪儿，他明白了前天尹天雪为什么要和李启明一起下副本了。他想要系统币，那对势利眼的父母一定会以此来要挟。林峰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给他打视频。对面几乎是秒接。林峰哥哥，找我什么事啊？全息投影中，尹天雪正穿着可爱的兔子睡衣，兴高采烈地望着林峰。雪儿，出来见一面吧。好呀，好呀，在哪碰面？尹天雪眼里放着光，脸颊红扑扑的，煞是可爱。老地方，校门口蜜雪冰局。OK， 等我30分钟。怎么要这么久？林峰眉头微蹙，尹天雪家离江海一中并不远，即便是走路都不需要10分钟。笨蛋，人家是女孩子，要化妆的呀。尹天雪娇嗔一声，直接把视频给挂断了。林峰望着空白的墙壁，哑然失笑。是了，不知何时，总是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跑的小毛孩，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林峰晃了晃脑袋，将杂七杂八的思想驱逐出去，随便收拾一下便出门了。蜜雪冰局，无论是上城区还是下城区，都称得上是最火爆的奶茶店。其店面装修简约不简单，关键是产品便宜好喝，运营几十年也没爆出过食品安全的丑闻，也算是老牌餐饮企业了。百无聊赖的林峰正转着手中的吸管，不经意间瞥到旁边一桌的男女，他们正嘴对嘴的喂奶茶，有点恶心。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居然做出这种无美苟合之事。林峰顿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林峰哥哥，你在看什么呢？一道如黄鹂般清脆的声音打断了林峰脑中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批判。面前的少女一袭粉蓝色长裙，皮肤白皙如玉，乌黑的头发如瀑布般垂直地披在肩上。在看到旁边桌不知羞耻的行为后，她那白皙的脸蛋倏地一下红了起来，活像一颗红苹果。没什么，想喝什么自己点。那我就不客气了。尹天雪一边走向柜台，一边用手遮着右眼，防止那少儿不宜的画面再次传到自己眼中。林峰哥哥，你多少级了？几分钟后，尹天雪端着2杯樱桃奶昔坐在了林峰对面。还未等林峰答话，尹天雪倏地一下站起身来。林峰哥哥，你为什么才2级？不行！尹天雪直接拉起林峰的手就往外跑。离毕业典礼还有4天，李启明都已经5级了。没人带你的话，我来带，即便是我父母他们反对也不行。如果等级比不过李启明，最多只是赔偿违约金，但上京学院的试炼是一定要通过的。尹天雪拉着林峰一边走一边自顾自地说着。天雪，其实不用这么紧张。林峰人由他拉着走，表情甚是无奈。怎么能不紧张？尹天雪语气中带着哭腔。你们赌约的违约金是3000万，这不是笔小数目。而且上京学院的测试不通过的话，我们就彻底。天雪，你听我说，邪神之女尹天雪，等级5级，向你发起组队申请，是否接受？接受。队长尹天雪申请将经验分配更为尹天雪0%，林峰100%，是否同意？同意。队长尹天雪申请进入兔子营地，困难，是否同意？是。进入失败，队伍中下级战士林峰高于当前副本等级。哎，为什么？尹天雪不明白哪里出问题了，明明才2级，为什么进不了副本？林峰无奈摇头，轻笑着说道：“把队长给我吧，我来进。”好。队长移交，林峰直接选择了哥布林巢穴深渊级。林峰哥哥，你选错了吧？咦，不对。尹天雪这才想起来，未通关前置难度副本
下一级可是连选都不能选的。系统出错了吗？队长林峰申请进入哥布林巢穴深渊，是否同意？警告！警告！警告！该副本难度过大，很可能导致职业者死亡，请谨慎选择。雪儿，快同意！哦，好。尹天雪只当是系统显示错误，直接点了同意。正在进入哥布林巢穴深渊，请稍后。哎，是真的。尹天雪刚睁开眼，一股可怕的压抑感便迎面扑来。血红色的天空，焦灼的大地，无不预示着此处的恐怖。林峰哥哥，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进入深渊副本？林峰笑而不语，摆了摆手，示意他安心。第47章神级职业。可是这怎么能安心？这可是深渊副本啊！10人组队才有机会攻略的超高难度副本，而且怪物们已经发现他俩了，血红的眼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黑暗洞察，名称烈焰哥布林，等级10级，力量110，精神20，敏捷60，体质90，幸运10，技能深渊加持，烈焰痛击，烈火投掷。深渊加持，伤害正30%，伤害减免正30%，攻击速度正30%，移动速度正30%。烈焰痛击，攻击目标造成大量火元素伤害。烈焰投掷，向目标扔出附加火元素伤害的石头，造成物理伤害加火元素伤害。110的力量。林峰哥哥，趁他们还没发起攻击，我们赶紧退出副本吧。尹天雪看见怪物的属性，早已吓得花容失色，这哪是他们这种属性的职业者可以攻略的？这根本就是以卵击石啊！林峰没有答话，伸手示意他向后退，随后直接发动技能冲锋。一道红光划过战场，随即便听到烈焰哥布林撕心裂肺的惨叫。尹天雪眼里不可战胜的怪物，在林峰手中居然走不了一个回合。击杀烈焰哥布林，获得经验12012。队长林峰申请将经验分配调整为林峰50%，尹天雪50%，是否同意？同意。尹天雪呆愣愣地望着正大杀四方的林峰，脑子一片空白。他根本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击杀烈焰哥布林，获得经验值60。只有不断跳动的系统提示在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的。跳跃劈砍，正在施法的雷电哥布林突然失去了目标，随后林峰如流星坠落一脚，将雷电哥布林踩得稀碎。恶魔之手，一旁的冰霜哥布林弓箭都还没拉满，就被刚落地的林峰拽了过去。一顿操作下来，摧枯拉朽，外围的怪物被林峰清了个干净。哎，这林峰哥哥，你……尹天雪语无伦次，大脑还处于宕机状态。林峰将扭曲面具的效果取消，并将属性权限打开。你自己看吧，属性权限已经给你开启了。尹天雪连忙查看林峰属性，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顿时惹得他连连惊呼：8级！林峰哥哥，你居然是8级，而且还是一身传说装备。亏自己还担心他等级落后，为了家里承诺的30万系统币，委曲求全和李启明那个讨厌鬼组队，结果人家闷声不吭，直接一套传说装备，刀刀必杀。可恶！好啊，你连我都骗！尹天雪假装生气，两个腮帮子气得鼓鼓的，眼睛却还是不停查看着林峰的属性。咦，不对啊！林峰以为他是看到自己的隐藏属性了。不对吧？你的力量属性算上装备和称号的加持，也不过150加。烈焰哥布林的体质为90点，加上深渊加持的减伤 buff， 不应该被你这么轻松秒杀啊！尹天雪秀眉微蹙，满脸不解。你的2个传说技能也并不是伤害技能，光凭劈砍的话，理论上做不到这种地步呀。不愧是从小到大的年级第1名，简单的瞧上几眼就看出了端倪。以150的力量秒杀90的体质根本不可能。体质属性的加持里，最主要的2项生命与防御可是能抵挡大量伤害的。想要一刀秒杀，不算上致命弱点的话，起码需要高于体质2倍以上的力量属性，这还是要配合技能的情况下，更别提烈焰哥布林还有深渊 buff 30%的减伤了。所以你看不见？林峰试探地问道。尹天雪满脸的疑问，看见什么？林峰知道他看不见自己的隐藏属性，于是笑了笑，敷衍道：我的隐藏技能一刀秒杀，你看不到吧？你又想骗我！尹天雪气得直跺脚，撇过脸去不看这个大骗子。好了好了，林峰揉了揉他的脑袋，转移话题道：也给我看看你的属性吧，邪神之女是什么职业？我挺好奇的。闻言，尹天雪狡黠一笑，嘻嘻，给你看，别吓着哦。吓着？他林峰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还会被一个职业给吓着？名称：尹天雪，等级5级，职业：邪神之女，力量5，
精神45，敏捷5，体质25，幸运0，天赋亿万年的邪念，邪神之力。亿万年的邪念对目标造成魔法伤害后附加随机弱化效果，弱化效果持续10秒。攻击附带弱化效果的目标造成伤害提升 5%， 目标每多一个弱化效果，伤害会再次提升 5%， 最高 30%。邪神之力到达一定等级，自动学习邪神之女相关技能，无法通过技能书学习技能。技能梦魇1级，暗莲1级，技能封印1级，黑暗洞察1级。梦魇传说驱散目标一个强化状态，造成少量固定魔法伤害，并使其陷入幻境，持续时间3秒，冷却时间1分钟。暗莲传说幻化出一把黑暗镰刀，对前方一片区域的敌人造成精神属性相关的大量伤害，无视敌方 30% 的魔法抗性，冷却时间30秒。技能封印传说对目标造成魔法伤害后，有 10% 几率随机封印目标其中一个技能，持续时间10秒。黑暗洞察传说观察目标属性造成短暂精神压制，只要目标的精神属性低于施法者，就无法免疫该技能。我的天！林峰表面不显，心中早已激起惊涛骇浪。人和人的差距，有时候真的比人和狗都大。这是什么离谱职业？每一次魔法伤害都附加弱化效果，那不把人削成残废？也就是现在尹天雪的技能不多，等级别高了，技能多了，谁能顶着住他的技能？太不公平了！再看看自己的垃圾职业，除了初始的几个技能外，就再也不会自动学习了。真的，林峰只感觉心脏一阵抽抽，他现在想马上到达120级进行职业转生，目前的垃圾职业他真的一刻也用不下去了。怎么样啊，林峰哥哥，你倒是说句话啊！尹天雪眨巴着眼睛，像一个期待夸奖的小臭屁孩。林峰哪能这么简单随他意，自己不要面子的吗？嗨嗨，还行，是个强力的职业，不过比起我的隐藏技能一击必杀，还是有点差距的。这该死的无用的自尊心。第48章，升级如河水。尹天雪刚开始还有些不服气，但想到刚刚林峰大杀四方的样子，突然又觉得他的话好像没什么问题。林峰哥哥，这些装备不减吗？还有技能书呢。尹天雪惊奇地发现每个怪都爆了装备，最低也是精品装备，爆率好高。前方林峰杀得起劲，后面的尹天雪当起了舔包小能手，砍瓜切菜又解决了一批怪物。林峰这才缓缓说道，不爆金光的话我很难注意到，还好有你。好装。尹天雪偷偷在心里鄙视着林峰，手上却不停欢快地捡着装备。就目前的装备爆率，别说赚30万系统币了，就算是1000万也不在话下。15的幸运就有这种恐怖的爆率吗？还是说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尹天雪像个好奇宝宝，就想把林峰的属性探究得一清二楚。我有个超级无敌的神级隐藏技能。林峰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那隐藏的50倍属性怎么来。哇，真厉害！尹天雪满脸的崇拜之色。有点假，林峰不由给了他一个白眼。你的职业要高等级才强烈，不过我带着你升级应该非常快。尹天雪声若蚊蝇，明明刚刚还很欢快的气氛，突然就冷了下去。林峰自然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父母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连说话都不行，更别提组队了。一旦他们组队下副本被发现，那对势利眼父母大概率会让人24小时盯着尹天雪。如果以小人之心揣度，或许在他们眼里，尹天雪大概就是个待价而沽的商品，等着进入上京学院被那里的权贵们看上。不过也亏得那2个老狐狸惯会审时度势，溜须拍马，这才能留到蓝星，不用去前线拼命。对于别人的父母，林峰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得适时转移话题。外围的怪全部清理完了，我们进去吧。前方是一个巨大的洞穴，刚刚的战斗只是开胃菜，里面才是正儿八经的怪物聚集地。好黑！尹天雪不由自主地抱住林峰的胳膊，洞穴的漆黑仿佛要将他整个人吞噬。林峰确实粗心了，以他目前的敏捷属性，在黑暗中事物虽不至于如白昼一样一眼千里，但至少10米范围内他还是能看得一清二楚的。可尹天雪不行，除了主家的精神属性和附加的体质外，其他属性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显示装备外观，一抹红色光芒瞬间亮起，将整个洞穴照得清晰可见。好刺眼，突如其来的光芒将黑暗驱散，同时也刺痛了尹天雪的眸子，他只得捂着眼，慢慢适应着强烈的红光。这就是熔岩地心套装吗？好帅！林峰身上鳞甲随着行走起伏，如同摇曳的火焰依附着他翩翩起舞。这舞名为杀戮冲锋。洞穴中突然涌出一堆哥布林，林峰先发制人，手中熔岩地心之刃刀芒爆闪，将最近的一个倒霉蛋炸成了碎块。击杀暗影哥布林，获得经验值63。击杀暗影哥布林，获得经验值63。击杀蛮力哥布林，
获得经验值64；击杀狂风哥布林，获得经验值73；击杀刃新哥布林，获得经验值80。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充斥着尹天雪的大脑，太吵了，他不得已将系统提示关闭。等再次打开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升了1级，太快了，这种升级速度，林峰哥哥赢定了。想着自己前天和李启明一行人组队，4人打个困难级别的兔子营地，还得小心翼翼慢慢磨。最要命的是，经验4个人分，每个人只能得 25% 的经验值。拖拖拉拉半天，花了1万1的系统币，刷新了2次副本，才堪堪升到3级。哪像现在，林峰一路屠杀，自己只需要在后面捡装备就行了，简直不要太安逸啊！尹天雪突然一声惊叫，吓得林峰连忙折返回来。怎么了？林峰焦急的一把拉过尹天雪，将他护在角落。我的背包满了，可是地上还有好多装备。尹天雪这副小财迷模样可让林峰一阵无语，亏他还以为出了什么事，紧张到不行。这些精品装备就别捡了，能不能有点出息，等会给你报一套稀有。以林峰400加的幸运值，别说是稀有，就算是史诗也照报不误。只不过低级副本区的 BOSS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报传说以上装备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可是太可惜了，尹天雪被林峰强行拽着走，一步3回头，眼中满是不舍。平常一件白板都能让普通职业者高兴半天，特别是前2天和李启明他们组队，几次下来一件装备都没爆，那叫一个衰。现在倒好，装备爆了一地，眼花缭乱的，背包格子不够用了，可把尹天雪给愁坏了。行了行了，林峰看着他这副模样，也只能无奈苦笑，没见过世面的倒霉孩子。拿去，20个背包就剩2个了，这种好东西你不早点拿出来？尹天雪眼冒金光，一把夺过20个背包，马不停蹄的装备上，然后又是一顿猛捡。这个可以，这个属性不行，这个还不错，这个好看。林峰一顿扶额，没办法，只得先找个能坐的地方，等他慢慢挑。他是万万没想到，跟女人刷本和跟女人逛街居然没有任何区别，光是挑选装备的时间都够他刷完2次副本了。这是第一次，他开始痛恨自己的幸运值为什么会这么高。好了吗，我的大小姐？林峰坐在石墩上，不断抖着腿，天知道他现在有多难受。马上，马上！又是10分钟，尹天雪终于是挑选完最合心意的装备，走的时候手上还不忘提着几件。林峰哭笑不得，等会打 BOSS 还会爆更多，你还装得下不？尹天雪毫不在意道，不是还有你吗？你背包应该还空很多吧？第49章技能升级魔晶，感情这主意又打回到自己身上了。林峰无奈摇头，径直朝着洞穴深处走去。再次击杀2波小怪后，林峰升到了9级，继续把点数加到体质上，战力暴涨。同时他们也终于来到了关底 BOSS 的地盘，入目处便是一个巨大的祭坛，朝周围望去，整片区域约有足球场这么大。祭坛上是一个已经死去多时的女性尸体，旁边则站着2个明显不一般的哥布林。洞察术，名称哥布林大祭司，等级10级，力量20，精神220，敏捷50，体质150，幸运10，技能狂热、缠绕、迷失、深渊加持。狂热增加友军 50% 攻速，持续30秒，冷却时间50秒。缠绕召唤藤蔓束缚目标，持续3秒，冷却时间15秒。迷失控制目标失去方向感，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50秒。名称哥布林首领，等级10级，力量220，精神0，敏捷100，体质250，幸运0，技能当头一棒、旋风斩、皮糙肉厚、深渊加持。当头一棒对目标头部猛击，造成致命伤害并眩晕，眩晕时间3秒，冷却时间15秒。旋风斩挥动武器对3米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大量伤害，持续5秒，冷却时间15秒。皮糙肉厚，所有伤害减少 10%。 好恐怖的属性！尹天雪小嘴微张，被2个 BOSS 的强大属性惊得连连后退。即便是10人组队，想要攻略这种副本也是难如登天。这不是游戏，死了不能重来。以哥布林首领的力量属性，可以说是一棒子一个小职业者，就算是以防御著称的盾战士也扛不住他2下。正常职业者来简直就是找死，可偏偏林峰就属于不正常那一档。林峰哥，你退后，看我表演！林峰大手一挥，熔岩地心之刃握于手中，刀刃光芒大盛，一股股热浪喷涌而出。冲锋！林峰化作一道红光向前飞驰，正要逼近哥布林大祭司5步之内，脚下却突然一僵，如同灌了铅一样，寸步难行。
是哥布林大祭司的技能缠绕，施法速度好快。林峰心中一惊，正思索着应对方法。哥布林首领哪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他大吼一声，带着呼啸的狂风朝着林峰逼来。当头一棒，狰狞的狼牙棒直接朝着林峰脑袋上招呼。只听叮的一声，连林峰的皮都没有破。不过技能的附带效果并不能被强大的属性免疫。林峰只觉两眼一黑，瞬间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再次睁眼，哥布林首领还在挥舞着狼牙棒，不停朝自己进攻。只不过他再用力也是徒劳。500加的体质，就凭他那点力量属性，连林峰的头发丝都薅不下来。打够了吧？该我了。林峰眸中凶光一闪，手中熔岩地心之刃划破空气，炸出一连串火星，对准哥布林首领的大脑袋就是一刀。就在刀刃即将落在那颗绿色的大脑袋上时，林峰忽然感到头晕目眩，随后便是一阵天旋地转。手中刀刃的攻击方向莫名其妙的从哥布林首领转到了身后的空气上。啊！林峰反应极快，一击不成，再次出手。可下一刻，他的攻击再次落到空气上。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时林峰的所有动作都会朝着反方向进行。迷失，2次攻击失败，让林峰瞬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凡人的控制型法师，他不怕输出型的怪物，因为他的属性始终保持碾压状态。他怕就怕这些奇奇怪怪的控制技能，中了技能就有种有力无处使的窝囊感。特别是这个技能的持续时间居然长达30秒。林峰尝试朝着反方向挥出一刀，结果依旧落空。看来并不是简单的反着操作就可以解决的，这个技能误导了他的感官，前后左右、东南西北方向感全部丧失。他现在就等同于无头苍蝇，只能到处乱窜。林峰哥哥，尹天雪看出了林峰的窘境，正欲上前帮忙，却被他直接厉声喝止：别过来，他们破不了我的防，但一定能秒杀你。副本怪物的智力不高，在林峰吸引全部仇恨的情况下，不会转头攻击别人。但如果尹天雪出手，林峰又在被控制状态中，其仇恨就会立即转移。尹天雪自然也知道这点，只不过关心则乱，刚刚想都没想就要上前帮忙。躲远点，很快就会结束。林峰任由哥布林首领攻击，即便是加了狂热 buff， 也不过是刮得快些罢了。缠绕，好不容易熬过了30秒的混乱期，哥布林大祭司的第2个控制技能也冷却好了。林峰再次动弹不得。3秒后，当头一棒，又被控了，接着又是一阵刮痧攻击。烦不胜烦。他的熔岩地心套装技能可以清除所有控制技能，只不过冷却时间长达24小时，在这里使用未免太浪费了。3秒已过，林峰猛地睁眼，一抹红光划过，哥布林首领的胳膊带着巨大的狼牙棒应声落地。烈焰幻影，装备技能触发，在原地留下一道跟林峰一模一样的火红身影，继续攻击着哥布林首领。林峰的本体如出笼猛虎，扑向了还在准备施法的哥布林大祭司。他那脆弱的小身板哪里抵抗得了林峰500加的恐怖力量？撕拉一声，哥布林大祭司还未能释放出生命中最后一个魔法，就被林峰撕成2半，饮恨吸去了。击杀哥布林大祭司，获得经验值320、32。同时后方也传来捷报，击杀哥布林首领，获得经验值430、43。好多装备！尹天雪眼冒金光，连连惊呼。2只 BOSS 大爆特爆，几乎把家底都给爆出来了。可惜没有金光，不过林峰还是从装备堆中看到了一个不一般的东西。低阶技能升级魔晶。第50章。你老糊涂了。名称：低阶技能升级魔晶。简介：可用于升级精品及以下的技能。好东西！林峰在装备堆里翻了半天，才终于确定这玩意只爆了一个。要知道他现在可是450加的幸运值，几乎等于满爆率，就这样还只爆了一个，可想而知这玩意的产量有多低。而且升1级技能需要10颗技能升级魔晶，往后消耗更是成倍的增长。背包又不够用了。尹天雪焦急的声音打断了林峰的思绪，他哑然一笑，没好气的说道：早叫你把精品装备扔了，稀有装备都够塞满你背包了。可是好可惜啊。尹天雪恋恋不舍的将背包里的精品装备丢弃，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哥布林大祭司可是爆了一整套稀有法师装备哦。听到一整套稀有法师装备，尹天雪清空背包的速度都不由快了3成。哇，真是套装，属性好高。名称：哥布林祭司之杖。等级：10级。品质：稀有。属性：精神加20。技能：快速施法。快速施法，施法速度正20%。哥布林祭司法袍。哥布林祭司手套。哥布林祭司法帽。哥布林祭司。可惜了，要10级。尹天雪看着等级差微微叹息。林峰10级而已，
最多明天。也对啊，我们每天只需要用2次副本刷新，14次深渊副本。可是尹天雪迟疑一瞬，有些难为情道：“这样会不会拖延你的升级速度啊？毕竟你都快10级了。”林峰毫不在意的摆摆手：“怕什么？比李启明高就行了，反正使他是吃定了。”尹天雪噗呲一声笑出了声，脑中不自觉已经自动补全了李启明气急败坏的模样。隐藏装备外观，调整等级为3级。林峰做完这些，才对尹天雪说道：“退出副本吧，我们抓紧时间。”两人同时退出副本。林峰在回到外界的瞬间，一股巨大的压迫感突然朝自己袭来，重力压制，砰！下一秒，林峰的身体陡然下坠，将地板炸了个粉碎。林峰挣扎着起身，却发现身体在这一刻变得异常沉重，仿佛有10座大山从他头顶压过，力道还在加剧，将他整个人深深嵌进了土里。被攻击了，不好！雪儿！林峰艰难抬头，一眼便看到满脸讥笑的李启明，而他的旁边正站着一位长发中年男人。林峰的瞳孔猛缩，心中暗道不妙。这个男人林峰不只认识，而且还非常熟悉，他就是尹天雪的父亲，白银守护者尹忠。爸，你干什么？尹天雪焦急地上前抓住尹忠的胳膊，试图用自己微弱的力量阻止这位高达80级的白银守护者。啪嗒！仅仅一个响指，尹天雪便被束缚在原地动弹不得。爸，你放开他！尹天雪不断挣扎，可在强大的守护者面前，6级的职业者哪有反抗的余地？小雪，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尹忠冷漠的声音贯穿全场，那些还准备近距离看戏的职业者顿时停下了脚步。名称：尹忠，等级80级，职业：重力操控者，隶属守护者联盟，职级：白银守护者。在看到他信息中高达80级的等级和明晃晃的白银守护者称谓时，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默默向后退去，全场噤若寒蝉，甚至连脚步声都不敢出现。回答我！尹天雪双眼通红，哽咽道：“远离林峰，不准和他在一起，哪怕是说话都不行。”啪嗒！尹天雪身上的禁制被突然解除，没有站稳的他呼的一下向前栽倒。李启明趁机上前将他扶起来，故作深情道：“没事吧，雪儿？”啪！响亮的巴掌声清楚地传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耳朵里。李启明！尹天雪用力将他推开，眼中满是愤恨：“你这个小人，是你告的密！”李启明捂着脸，虽然挨了一巴掌，嘴角的笑意却怎么也压制不住。“我可怜的雪儿妹妹，这回你可误会我了，明明是……”李启明的话语在尹忠警告的眼神中戛然而止。“小雪，你自己做错了事，又怎么有勇气去怪罪别人？平时我是这么教你的吗？给李少爷道歉。”“哎，道歉就不必了。”李启明大度的摆着手，嘴角的笑容愈发猖狂。第一次，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林峰跟狗一样趴在地上，第一次这样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这种感觉太爽了！哈哈哈哈哈哈！阿哥他实在忍不住了，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林峰，你现在好像条狗啊！李启明上前，正欲将脚放在林峰的脑袋上，只是那突然间抬头的眼神对视，让他瞬间汗毛直立。从林峰的眼中，他看见了犹如实质的杀意。脑中血海滔天的画面吓得李启明硬生生将脚抽了回来，并且后退了10余米。我李启明从来不趁人之危。尹忠！林峰没有理会这个跳梁小丑，而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尹天雪的父亲。你在副本区公然对我出手，已经触犯了新盟第245条刑律。我要是告到守护者联盟那里去，你猜猜高贵的白银守护者会不会受到律法的裁决？律法？尹忠淡然一笑，明显没有被林峰的话吓到，甚至可以说是毫不在意。在江海市，我就是律法，更何况我只是在履行一个长辈该有的职责。哼，教训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哈哈哈哈！林峰笑了，笑得猖狂，笑得放肆，那脸上毫不遮掩的鄙夷刺痛着尹忠的神经。尹忠，当初你可不是这么称呼我的。让我想想，6年前，对，6年前，那是你最后一次称呼我为林少爷。林峰逐渐适应了这股重力，在尹忠略显惊讶的神情中，他慢慢站了起来。怎么，才几年时间，你老年痴呆就犯了？老糊涂了？全然忘记你当初是如何在我的父母面前摇尾乞怜的。第51章，时机未到。放肆！排山倒海般的压力一股脑地涌向了林峰，但是这次他的身躯只是略微倾斜，并没有彻底倒下去。尹忠古井无波的眸中多了一丝惊异之色，在他眼里，林峰不过是一个失去权力庇护的小屁孩。在同校同学都已经5级的情况下，林峰却还在3级苦苦挣扎。没有觉醒强大的职业，
没有权力者给予他帮助，基本上已经沦为弃子的小鬼，居然可以抵挡住自己的重力压制，就这点本事吗？80级的白银守护者，林峰昂起高傲的头颅，他已经完全适应了重力，不需要再仰视任何人。难怪在别人上战场与深渊厮杀的时候，你却只能躲在后方对着小辈耀武扬威。尹忠，你也配当守护者？你守护了什么？守护你那自以为是的权威吗？尹忠面上喜怒不显，眼底的杀意却愈发浓烈。小子，你太放肆了，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试试，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敢杀我？林峰大声吼叫，吸引着所有人的注意力。周围人虽不敢靠近，但确实也不想错过这场好戏，皆是远远观望。重力枷锁，不知长幼尊卑，我就带你死去的父母教训你。跪下！尹忠大手一挥，林峰浑身上下顿时套满无数透明铁链，再次加剧的重力将林峰的膝盖压得弯曲变形，可他就是咬牙死死不肯跪下。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给自己提鞋都不配，又怎么配受自己的大礼？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你们在干什么？庞婶带着一众执法者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尹忠面不改色，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他们。执法者在守护者面前，他们就是可以任意驱使的狗。守护者大人！庞婶看到尹忠的基本信息后，吓得冷汗直冒。其余几人更是不堪，哆嗦着连连后退，就差直接跪下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竟然会在新手副本区见到真正的守护者。白银守护者不是具体的职位，而是一种职级。只要他愿意，并且上面默许的情况下，执掌整个江海市，甚至一整片大陆都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的实力就是权力本身。也就是说，庞婶他们现在面对的存在，最起码也是江海市的最高首脑。这里没你们的事，退下吧。尹忠依旧没有给他们半点眼神，甚至还要当着他们的面折辱林峰。小子，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是有多硬。尹忠手掌轻翻，一道透明的大手凭空落下，带着无与伦比的威势，重重地拍在林峰的后背上。林峰被这一击打得措手不及，本就弯曲变形的膝盖再也承受不住这股力量，轰然落地。砰！石屑四溅，连同林峰的尊严一起散落于各处。下跪可不够，小子，再来10个响头，我就原谅你。巨大的透明手掌粗暴地按压着林峰的头颅。砰！林峰的脸被重重地按进地面。1个，砰！2个，砰！3个。尹天雪早已泪流满面，晶莹的泪珠撕开了他的妆容，也撕碎了他对父亲的最后一点期望。够了，够了，我以后不会再和他见面了。你放过林峰哥哥吧。是我错了，我不该不听话，求求你，求求你。尹天雪瑟缩着身体，声音中满是愤恨与屈辱。他又何尝不知道自己在父母心中的地位？从懂事开始，他就被要求学习各种贵族礼仪，学习各种舞蹈才艺，为的就是能在权贵子弟的面前表现。他从生下来，命运就已经注定，他注定要为父亲、为哥哥贡献自己的一切。在这人类科技已经可以遨游星际的年代，他却活在了最为封建的家族中。雪儿，不要求这条老狗。林峰虽然整个人都埋进了土了，但他的声音依旧铿锵有力。哼！尹忠静静看着这对苦命鸳鸯的表演，不为所动，甚至还觉得有点好笑。自己的女儿自然是自己安排，什么自由，什么爱情，在权力面前都是狗屎。砰！4个，砰！5个。尹忠大人，意料之外，庞婶竟然站了出来。您应该知道，新盟律法是禁止职业者私斗的。身为白银守护者，知法犯法，传出去。说完，他指了指周围的人群，意思很明了。今天的事大家都看着，有的人甚至已经录好视频上传了新盟网。私斗！尹忠终于转过头，正眼瞧了瞧庞婶，哪里来的私斗？我身为长辈，教训一下晚辈有什么问题？要是我真的全力出手，你认为这小子还能活到现在吗？砰！6个，够了！庞婶抬起头，眼中满是坚定之色。尹忠，你公然在副本区私斗，我以江海市执法大队第3支队大队长的名义对你实施逮捕，希望你认清现实，不要负隅顽抗，不然罪加一等。哦！尹忠眯起眼，对着庞婶好生端详了一阵。你哪来的勇气，敢违抗我？他的注意力此时完全放在了庞婶身上。好机会！林峰抬起头，眸中凶光毕现，净化圣言，火光冲天而起，气势磅礴，同时也隐藏了林峰手中的五彩寒芒。冲锋！所有的负面状态顷刻间消失殆尽。在尹忠不开护盾、不用减伤技能的情况下，林峰敢肯定自己能一剑必杀。身为法师职业，即便是80级的白银守护者，其体质也不会超过300。这一击林峰蓄谋已久，绝无差错。可惜在这必杀的一刻，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尹天雪似早预料到现在的场景，竟然提前预判护到了尹中的身前。林峰哥哥，不要！林峰的剑刃停留在了尹天雪的咽喉，只差1寸就能割破她脆弱的肌肤。尹天雪薄唇轻张，没有再发出声音，但林峰看懂了她的唇语。他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愤怒在此刻消散，林峰彻底清醒了过来。对，还不是时候，当前实力还不允许他做出当街弑杀白银守护者的举动。第52章，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算能杀掉尹中，后续的事情他如何处理？白银守护者之上还有黄金守护者，黄金守护者之上还有星域守护者，星域守护者之上还有12至尊。他一个不到10级的职业者，如何应对？不说12至尊分别掌管一部分特殊的系统权限，就说黄金守护者，其等级至少有120、120级。一件普通白板装备属性都过100，更何况黄金守护者根本不可能穿白板装备，这还不算他们强大诡异的职业技能。不到10级的林峰根本不够看。杀掉了尹中，其最终结果无非就2个：第一，越70级秒杀白银守护者被至尊赏识，大力培养成为人类救世主；第二，当街刺杀守护者，目无法纪，判为妄图挑联盟秩序的狂徒。无论是哪一个结果，都等于将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的掌心。想到这，林峰默默收起了五彩魔力宝剑，低着头又后退了好几步。林峰，我没想到你竟然这样胆大妄为，他可是我爸爸，我真是看错你了。尹天雪决绝转身，抹掉眼角的泪花。爸，我们走吧，我以后不会再和这种人来往了。尹天雪的态度转变过于生硬，不过尹中也不想再追究，特别是有执法者给这小子出头，再闹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顺着这个台阶，尹中放出狠话：小子，我最后警告你一次，离我女儿远点，下次再让我看见你靠近我女儿，我一定会杀了你。林峰却忽然抬起了头，不甘的怒火在眸中燃烧。尹中，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为今天所做的一切后悔。就凭你？尹中不以为然，没有后台，没有资源，还是个下级战士，他林峰能有什么机会翻盘？别说30年，给你100年、1000年，你都是个弱者。先通过上京学院的测试吧，废物！好。上京试炼结束后，林峰眸中的冷意愈发刺骨。我要让你跪下，给我道歉。哼，我等着你。尹中拂袖转身，他根本不相信林峰能通过上京试炼，因为上京试炼的最低要求是10级，而他看到的林峰等级只有3级，剩下的时间根本不够他升到10级。况且10级也只是最低标准，并不是说到了10级就能100%通过上京试炼。刚刚林峰的表现确实让他有些惊诧，但仅此而已。就算能抵挡他的技能，也只可能是那对黄金守护者父母给林峰留的遗物，而不是他自己的本事。尹伯父，为了防止林峰惦记雪儿，不如早日和我订婚。李启明搓了搓手，表情极度猥琐。他不喜欢尹天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恶心林峰。雪儿还小，此事等以后再议吧。尹中留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带着尹天雪离开。哼，呸，老狗，还想待价而沽。李启明朝着他的背影小声啐了一口，随后转头对林峰坏笑道：尹天雪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个筹码，一件货物。林峰，你出得起多少价码呢？你们的命，这个价码够吗？林峰看向他，眸中尽是冰冷的杀意。李启明连连后退，狠话明明已经憋在喉咙，此刻却怎么也发不出来。林峰没有再理会李启明，转身朝着庞婶走去。庞婶正倚靠在墙边吞云吐雾，看着好不快活，只是那夹着烟的2根手指不断颤抖，暴露了他内心的恐惧。他确实该害怕，白银守护不说能在江海市只手遮天，最起码整治他这个小小的执法者还是手到擒来。为什么要帮我？闻言，庞婶惨然一笑，吐了口烟圈才缓缓说道：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我自己。好，相信我，你不会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2个男人抬眸对视，所有的一切不言而喻。庞婶既然选择了林峰，那林峰就会用行动告诉他，这一刻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庞婶当然也是在赌林峰非池中物，能够在3级的时候硬抗80级白银守护者的技能。这场赌博其实已经提前告知他点数了，区别在于他敢不敢跟，敢不敢加码。在执法者队长的位置待太久了，他也想换个位置坐一下。林峰微微颔首，转身离去。没有口头协议，没有承诺，2人心照不宣，契约已成。进入哥布林巢穴，深渊难渡。无聊的苦情戏已经结束，接下来是变强之路。林峰手中熔岩地心之刃红光暴涨，在空气中炸出一连串火星。击杀烈焰哥布林，获得经验120，12；击杀冰霜哥布林，获得经验110，11；击杀雷电哥布林，获得经验120，12。全额经验，女人只会影响他升级的速度。等升到10级，他再开启藏宝图，又是一波大提升。
林峰的杀戮速度如风卷残云，不到5分钟就将外围的怪物一扫而光。手里又多出几本技能书，烈焰痛击、烈焰投掷，还有之前哥布林首领报的当头一棒旋风斩。除了当头一棒外，其他几个都没什么用，学习只会占技能格子。正常情况下，一个职业者只能学习16个技能，并且遗忘技能还要花大价钱购买技能遗忘卷轴，得不偿失。所以之后的技能学习，他只学稀有以上或者有特殊作用的技能。当头一棒就属于林峰想学的特殊技能，可惜这玩意有个限制，必须要使用钝器，限制太大，无奈只能等会全部扔给梁小商。捡完东西，林峰继续前进，手持西瓜刀从洞口砍到洞底，击杀哥布林大祭司，获得经验值640、64；击杀哥布林首领，获得经验值860、86，经验猛涨到 41%， 再刷3-4次，他就能升到10级。继续刷，持续的开无双刷怪将刚刚的阴霾一扫而空，林峰又回到了天上地上唯我独尊的状态中。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再猥琐发育一下，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想到这，林峰手上的速度又加快了几分。3次副本下来，前后花了不到1个小时，他也成功升到了10级。继续将点数加到体质上，5项隐藏属性也都来到了500加。是时候了，吸取上次米加尔的教训，林峰现在要卡着副本最高等级去做隐藏任务。在此之前，先把背包清理一下。退出副本，林峰拨通了梁小商的语音：“喂，怎么了？又有新货？”梁小商的声音透着些许兴奋，认识林峰几天时间赚的系统币都快超过他家1年的收入了。有些装备要你处理下，新手副本区等你。好嘞，10分钟。梁小商很守时，说10分钟就10分钟，1秒钟都没有差。呼，梁小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上依旧带着兴奋之色。你要的东西我弄到了。说着便把掌心摊开，里面的小玩意展现在林峰面前。那是一枚残破不堪的十字架，甚至边角都缺失了好一大块，像极了刚从垃圾堆里淘宝出来的货物。就这破烂玩意，他是死也不肯松口，硬是只加了100万交换5彩魔力套装。第53章恶魔赦令，名称破旧的重生十字章，品级无。简介：经历岁月洗礼，十字章上的神力几乎消失殆尽，仅存的一丝神力勉强使持有者复活一次，复活后除体质外全属性降低 100%， 体质强制降低为1，持续24小时。体质降低为1，对于普通的职业而言跟死了没区别。一点体质什么概念？打个喷嚏都能被自己震死的程度。特别是精神属性降低到0，职业者会直接陷入昏迷状态，连恢复技能都用不出来。也难怪一套价值约1000万系统币的10级传说装备就可以换取这玩意，实用价值实在太低。要知道，普通正常的复活道具起步价都是1亿起，还有价无市。不过对于林峰而言，这个道具可以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这么多场战斗下来，他已经确定自己的隐藏属性不会受到任何数值上的削弱，也就是说，只要是降低5维属性的 debuff 对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很好，很好。林峰拿过十字章，好好端详了一会，才放进背包中。至此，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精神天秤给他的阴影太大，那种无法抵抗的绝望秒杀实在太过恐怖。虽然精神天秤一档的秒杀技能少之又少，但终归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以后他的系统币要全部用来买复活道具，玩的就是一手稳健。我收取10万劳务费，还有90万系统币，已经给你转过去了。梁小商搓了搓手，小跑一趟又净赚10万，简直是一本万利。10万！林峰皱起了眉头。梁小商见状顿时紧张不已，支支吾吾地说道：“不是中午的时候说提高到？”林峰直接伸手打断了他：“1000万的10%应该是100万才对，你数学怎么学的？”看着被退回的90万系统币，梁小商心情复杂，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些稀有装备和技能书也要拜托你处理，我得抓紧时间去副本了。林峰摆了摆手，直接转身离开，没有给梁小商说话的机会。对于梁小商这种人，林峰很了解，家境贫寒，没有战斗才华，但为人善良，知恩图报，只需要一点点的恩惠，他就能死心塌地的为自己办事。林峰可以在战斗上单打独斗，但在后勤以及其他事务上一定要有能信得过并且能力足够的人给予帮衬。梁小商和庞婶就是这种人，而且以后类似的同伴将会更多，链接一切可用之人，帮助自己登上顶峰。进入哥布林巢穴，深渊难度。刚进入副本，周围的哥布林就开始嗷嗷叫唤，他们似乎已经记住了林峰，毕竟是屠杀他们4次的男人，这仇恨刻骨铭心。嗷呜！烈焰哥布林叫唤着冲了上来，林峰看都没看一眼就直接挥刀，
熟练的让人心疼。击杀烈焰哥布林，获得经验12012。其他远程怪物的攻击接踵而至，林峰不闪不避，任凭他们打在自己身上，不痛不痒。随着体质属性越来越高，晶体皮肤的主动效果他也好久没使用了，根本没有怪物可以破他防。林峰也不管这些怪物，自顾自地翻起了背包。不一会，一个巴掌大小的黑色正方形小盒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潘多拉魔盒，潘多拉魔盒每5级可以额外获得1次开启机会。现在的他已经10级，达成开启条件。又到了激动人心的开盲盒环节，是否开启潘多拉魔盒？警告：潘多拉魔盒诅咒恐怖无解，请谨慎使用。开启。前2次都没事，现在林峰的幸运属性高达500加，更不可能受到诅咒。一道金芒冲天起，小小哥布林哪见过这场景，纷纷尖叫着捂住眼睛。恭喜获得传说技能书恶魔射令，名称恶魔射令，品质传说。主动开启后以自身为中心，生成一个半径10米的光环，持续15秒，冷却时间1分钟。在光环内的敌人每隔1秒会受到大量伤害，并附加恶魔之种效果，威力根据使用者力量属性而定。恶魔之种被寄生恶魔之种的目标死亡后，将会以恶魔姿态复活，持续10分钟。又是技能，说不清这运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潘多拉魔盒确确实实在补齐自己的短板，可以说这玩意是兔子王国任务中最有价值的奖励。学习，冲锋！林峰大喝一声，整个人化作一道红色闪电冲入怪堆。恶魔射令，一道淡蓝色光芒从林峰脚底向外扩散，至10米处停留，形成一个完美的蓝色圆盘。下一秒，蓝色波动闪耀，范围内的怪物如遭雷击，纷纷发出怪叫。恶魔射令单次伤害并不高，在林峰500加的力量加持下，硬是攻击了2次才将远程怪物杀死。近战怪物就更不用说了，足足5次攻击才将烈焰哥布林杀死。伤害虽不高，但附加的恶魔之种却是非常强悍。只见死去的怪物尸体身体不断蠕动，一张狰狞的恶魔之脸从他们的额头钻出。本该死去的怪物尸体在恶魔的操控下再次站了起来。名称冰霜哥布林，恶魔，等级10级，力量50，敏捷250，精神20，体质25，幸运0。技能冰霜射击1级，快速射击1级，深渊加持1级，恶魔之力1级。恶魔之力主属性提升 50%， 体质削弱 50%， 很强。冰霜哥布林是敏捷型怪物，125的敏捷值直接飙升到了250。不过恶魔之种好像不受林峰控制，他们起身就朝着远处的怪物冲去，根本不用林峰的指令，一个个凶悍的不行。特别是烈焰哥布林，200加的力量也是一刀一个小怪。很快外围的怪物就被他们一扫而光，全自动刷怪，简直不要太爽。第54章隐藏地图。当然这个技能缺点也明显，复活的怪物不受林峰控制，没有攻击目标后就直接待在原地等着消散。可惜了，要是能跟随的话。林峰摇着头独自走进了洞穴，在洞穴的3岔路口处打开了藏宝图。藏宝图路线标注的初始之地就是这里。3岔路口中间是 BOSS 房，其他2个则是精英怪的地盘，林峰早就探索过了。只是这3个地方皆是洞穴尽头，并没有其他的通道。本着不浪费1粒米饭的原则，林峰先是将 BOSS 房和另一个精英房清理干净后，才倒转回来继续探索。在到达第3个洞穴尽头的时候，手中藏宝图突然发出柔和光芒，腾空而起。他紧紧地贴着石壁，不一会，本该是绝路的洞穴陡然变换，一条深邃的通道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林峰面前。又是独家宝藏，林峰搓了搓手，满含期待。这在星盟网可是查不到的玩意，只有完成兔子王国隐藏任务才能获得哥布林巢穴的藏宝图。林峰可以说是第一个踏足这里的人。大约走了10多分钟，又出现了2条岔路口。走哪条呢？林峰正思索着，左边通道断断续续地传出一些奇怪的动静，这动静有些少儿不宜。林峰放轻脚步，偷偷摸摸地朝着声音来源摸去。贴着转角的墙壁，最先入目的是一道古朴的青铜大门，门上雕刻着一些不明所以的纹路，跟熔岩炼狱湖泊中的纹路很像，但又感觉明显不一样。大门的角落有2道身影正在缠绵，不时发出啊呀的奇怪声音。我去！林峰见到这个场景，只觉有无数根钢针同时插进自己眼球，并且还反复蹂躏，太辣眼睛了。那一红一紫2个哥布林正在行鱼水之欢，如果是正常的交配，林峰的反应还不至于那么大。但问题在于，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学习过副本怪物种族图册，哥布林这个种族是没有雌性的，他们想要诞生子嗣
就必须要和其他种族的雌性共同完成，其中最为主要的生育来源是人类。所以，眼前的这2个哥布林都是雄性，他们在搞断背山。哐当一声，熔岩地心之刃掉落在地上，溅起一阵火花。2个哥布林闻声立马转头，见到林峰正死死盯着他们，凶恶的脸上竟然开始逐渐泛起红晕。脸红个毛啊！还有，你整个身体都红色的，我为什么还能看出你脸红？林峰敢说这辈子加上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他忍着逃跑的冲动，慢慢捡起地上的熔岩地心之刃，眼神逐渐发狠。杀了，必须都杀了！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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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风日下，伤风败俗！杀杀杀杀杀杀！林峰站在原地喃喃自语，如同见到古神之躯后陷入癫狂的狂信徒，全然没有注意到前方的红色哥布林已经朝着他奔来。眼前刀光一闪，一把1人高的银白色大刀正朝着他逼近。林峰下意识地举刀格挡，手上传来的恐怖力道让他瞬间清醒，瞳孔在这一刻骤然收缩。这力量还来不及做多余的反应，恐怖的巨力便已压得他跪倒在地。膝盖处的瞬间，强大的冲击波席卷着整个洞穴。从林峰的身下开始，无数裂纹不断扩散，脆弱的洞穴摇摇欲坠。林峰彻底清醒，将之前的烟杂画面抛之脑后，旋即收刀闪避。巨大的银色刀刃失去阻力，重重地砸向地面。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洞穴，在这一击下立马分崩离析，碎石开始向着他们不断砸落。林峰见情况不对，转身就跑，还没跑出去几步的他，又硬生生停下了脚步。只因他看见了洞穴的全貌，岩壁脱落的现象只持续了一会便恢复如常，整个洞穴稳如泰山，之前山崩地裂的恐怖景色就像是一阵幻觉。岩壁其后是银白色的金属墙壁，上面同样刻着无数晦涩难懂的奇怪铭文。阵法！就这一瞬间的愣神，后方的攻击便已接踵而至。只见紫色哥布林手持黑色长弓，5根红色箭矢搭于弦上，他竟然要5箭齐发。嗖！破空声传来，林峰已然察觉，旋即闪身朝一旁闪躲。就在此时，异变突起，只见那5支箭虽同时射出，其位置却各不相同，而且箭矢以一种非常诡异的状态连接着。越是后方箭矢速度越快，第4支箭还在疾驰，第5支箭就已经撞上了他的屁股。箭矢方向瞬间改变，偏离了之前瞄准的路径。随后第4支箭又撞上了第3支，速度再次飙升。接着第3支箭又撞到了第2支箭，直到最后第1支箭矢得到了后面4支箭矢的助力，速度快到已经无法用肉眼看见。他就像是凭空消失在了这片空间，又凭空出现在了林峰的胸膛。死！林峰低头不可置信地看着胸膛上插着的黑色箭矢，砰砰砰砰，直到现在箭矢相撞的爆炸声才姗姗来迟。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这神乎其技的剑意。万幸的是，这箭矢虽然破了林峰的防御，但伤害并不高，箭头只没入身体1寸。而且刚刚使出这惊天一剑的紫色哥布林似乎有些后继无力，他的2条手臂向下耷拉着，跟断了一样。红色哥布林也没好到哪去，整个身体都小了一圈。有负面状态的技能吗？林峰嘴角勾起若有若无的讥笑，刚刚差点被他们给唬住了，原来是2秒难，中看不中用。洞察术，名称荔枝哥布林，一技守护者，等级10级，力量350，精神20，敏捷150，体质300，幸运20。技能奋力一击，野蛮冲撞，割裂，强健，舍命护身。奋力一击，用尽全身力量攻击目标，瞬间提升100%的力量属性，攻击后陷入脱力状态，力量减少30%，持续2分钟，冷却5分钟。野蛮冲撞，不顾一切冲向目标，若将目标撞向墙壁，则造成1秒的眩晕。割裂，用利器割伤目标时可造成2次伤害。强健，体质赋予的生命值提升100%。舍命护身，对友军释放，所有伤害转移给自身，伤害减免正30%，持续1分钟，冷却5分钟。想来红色哥布林刚刚就是用了奋力一击，现在才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第55章反伤阵法，名称祭之哥布林，等级10级，力量150，精神20，敏捷350，体质150，幸运50。技能无矢爆裂剑，精准射击，快速射击，闪躲，绝命脱身。无矢爆裂剑射出5支箭矢，后方箭矢会推进前方箭矢并叠加伤害，一共叠加4次，造成巨额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释放后使用者会陷入虚弱状态，
持续3分钟。精准射击，命中率提升 50%； 快速射击，射击速度提升 20%； 闪躲， 30% 几率躲避攻击。绝命脱身，生命降至危险限时触发，清除一切负面效果，进入不可选中状态，持续2秒，冷却5分钟。林峰狞笑着拔下剑矢，拇指轻弹，箭头倏然飞出，擦过紫色哥布林脸颊，带出一连串血珠。该我了！熔岩地心之刃陡然变换，一把五彩宝剑出现在了林峰的手中。这玩意可比熔岩地心伤害高，林峰看中的就是其被动技能，攻击附加精神属性伤害。他现在的精神属性和力量属性都在500以上，物理魔法双重伤害，就看这群家伙扛得住他几下。冲锋！林峰化作一道闪电，迅速逼近紫色哥布林。劈砍！五彩魔力宝剑蓝光与红光同时大涨，相互交融之下，散发骇人寒芒。一剑下去，哥布林发出凄厉惨叫，但他并没有被秒杀，反而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明明就在面前，林峰却感觉和他之间隔了一层薄薄的屏障。这屏障不似护盾，更像是2个不同空间的隔阂。绝命脱身，原来这就是脱身技能，无法选中。林峰冷笑一声，满不在意。2秒后，你该怎么办呢？1、2，林峰瞧准时机，再次挥剑，刺啦一声，剑身砍在紫色哥布林身上，没有造成伤害，反而是一旁的红色哥布林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舍命护身。红色哥布林将所有的伤害都转移到了自己身上。真是一对好基友，可惜遇到了我。去死！五彩魔力宝剑光芒大盛，林峰1秒内连续挥出3剑，快到只能看见他的残影。在力量和精神的双重伤害下，饶是拥有 30% 减伤和双倍生命值的荔枝哥布林也经不起2下。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泪眼婆娑，含情脉脉地盯着纪之哥布林，仿佛要把他永远印在自己脑海中。何诺呱呱嘟，嘟嘟嘟嘟嘟嘟嘎啦！纪之哥布林冲上前去，抱紧荔枝哥布林的尸体，他的哭声穿透层层岩壁，直达天际，嘴里不停地念叨嘎啦咕噜哈噜。他握住死去哥布林的手，不断亲吻。明明刚刚还好好的，现在突然哥布林勇哥。他恨这世界的不公，恨自己无能为力，恨这个该死的人类。嘎啦嘎啦！林峰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还好有先见之明，先把系统翻译关闭了，不然又不知道要听到什么污秽之语。行了，别叫唤了，我送你去见他。祝你们下辈子早生贵子。林峰手起刀落，嗤的一声，哥布林的脑袋飞天而起。即便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的眼中也饱含对基友的爱。击杀荔枝哥布林，获得经验850、85。击杀纪之哥布林，获得经验790、79。和熔岩炼狱一样，隐藏地图怪物非常抠搜，这次更是啥都没爆，太抠了吧，还这么难打。林峰忍不住对着2个亡命鸳鸯的尸体啐了一口，他还嫌不解气，又踹了几脚，这才慢悠悠地走向了大门，尝试推了一下，打不开。大门中央有一个圆形的钥匙插孔，林峰环视周围一圈，也没有发现像钥匙的东西。那2个哥布林身上就更别提了，他们还裸着呢。不行的话，就直接用暴力手段了。使用暴力一时爽，一直使用一直爽。林峰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说干就干，马步扎稳，五指聚拢，骨节突出，尽力使于臂，凝于拳。一声暴喝，瞬息之间，林峰的拳头穿破空气，如炮弹般发出剧烈爆响。咚！声音上贯穿天际，下直达地底。就这一拳的威势，哪怕是泰山在前，也得让他化为飞灰。可眼前的青铜大门丝毫不给面子，在这气势磅礴的一击下，他纹丝未动，连层灰都没掉。搞什么？不应该啊！以林峰目前的力量属性，摧毁一座山头轻轻松松，就算打不破这扇青铜门，也不该像现在这样纹丝未动吧。正当林峰皱眉思索之际，青铜门表面突然出现一串波动，就像是石头落入水中溅起的涟漪。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力量突然从门上喷涌而出，直直砸在林峰身上。这一下来得太突然，林峰根本没有躲避的机会，硬生生挨了这下。他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飞出，硬是在空中炸出了音爆声。咚！庞大的冲击力将他的整个身体灌入10米岩壁中。这股力道林峰异常熟悉，不就是他刚刚才打出去的那一拳吗？洞察术，名称反伤法阵。简介，看来是没办法硬闯了，这次的隐藏地图应该没那么简单。林峰将自己从岩壁中拔了出来，走进了另一条通道中。通道并不长，不到5分钟的时间，前方便出现一道刺眼的强光，那是洞口。没想到这条通道还通往外界，
穿过洞穴，前方景色豁然开朗，是一片树林，阳光正好，一股植物的清香传入鼻腔，可算是来到地面了。无论是兔子营地还是哥布林巢穴，都是在地底洞穴，不是灰尘就是土，尘肺都快给他干出来了。可是该往哪里走呢？地面空气确实清新，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太大，不像地底或者洞穴都只有一个或者2个通道选择。这是……林峰低头一看，一串脚印朝着森林的方向延伸。这脚印很明显是人类鞋子踩出来的。第56章，隐藏任务：王多多的执念。跟随着脚印，林峰来到了一处人类村庄。村口一个7、8岁的小男孩正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小屁孩，哭什么呢？林峰站到他旁边，漫不经心地说着，眼睛却一直盯着村庄里的情况。我的姐姐，我要姐姐！姐姐！很吵。小屁孩未发育完全的嗓子能发出独特的尖锐爆鸣，所以林峰一直都不喜欢小孩。他真是受够了小时候一群小屁孩围着他转的场景。林峰深吸一口气，尽量将自己的情绪控制到平稳的状态。小弟弟，你姐姐怎么了？告诉哥哥，哥哥可以帮你哦。这不搭理他还好，一搭理马上戏精附体，搁地上边尖叫边打滚。林峰额头青筋不断涌现，手指止不住的颤抖。这噩梦般的场景，地狱般的童年阴影再次出现在面前。小孩哥疯狂打滚，村庄前的地面被他擦得锃光瓦亮。我要姐姐！够了！林峰单手直接将小屁孩给拎了起来，恶狠狠地吓唬道：再哭我就把你丢到森林里面喂哥布林。闻言，小屁孩立马嘘声，情绪转变之快，简直叹为观止。告诉我，你姐姐怎么了？见他如此识相，林峰也放缓了语气。我叫王多多。谁问了？谁问你名字了？你哥这念设定好的台词呢？作为 NPC 也太尽职尽责了吧。王多多没有管满脸黑线的林峰，继续自顾自地说着，我和姐姐王丽红还有爸爸妈妈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一家人过得很开心。自从哥布林来了以后，我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就变了。现在哥布林还抓走了姐姐，把姐姐还给我。又开始了，小孩子是真不顾别人死活，逮着机会就叫唤。林峰头痛欲裂，疯狂地揉着太阳穴。所以哥布林把你姐姐抓哪去了？他们从那边走了。顺着小孩手指的方向看去，林峰脸上的不耐烦更甚。那不就是刚刚自己走过的路吗？连个鬼影都没有，这小屁孩不会再耍他吧？你确定？就是这里，我看得很清楚。我不管，我就要姐姐。正当林峰考虑着要不要把他嘴巴堵上的时候，熟悉的系统提示突然降临：隐藏任务：王多多的执念开启，是否接受？接受。隐藏任务：王多多的执念。任务要求：解决王多多的困境。任务奖励：一记钥匙，未知碎片。原来钥匙在这。林峰蹲下摸了摸王多多的头，别哭了小鬼，我这就帮你把姐姐找回来。在任务的加持下，林峰的耐心突然也变好了呢。顺着王多多指的方向，林峰一路狂奔，终于在洞穴口见到了一个黑色哥布林，他身边是一个有一点微胖的少女，应该就是王丽红。可此时的王丽红正亲昵地挽着哥布林的胳膊，像极了和老公回家的小媳妇，哪有被胁迫的模样。不过林峰也懒得管这些烟杂事，只想早点完成任务，于是他直接上前一剑把黑色哥布林捅了个对穿。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王丽红瞬间呆立当场，她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一切。不，苏玛，不要，苏玛，什么鬼？哥布林还有名字？苏玛，不要离开我！王丽红拼命抱紧黑色哥布林的尸体，可即便是这样，也阻止不了他逐渐流逝的生命。为什么？王丽红眼眸猩红，机欲泣血，为什么要杀他？是不是他们派你来的？你们这帮低劣的人族，为什么要阻止我们在一起？林峰刚要开口，王丽红便不顾一切地撞了上来，噗呲一声，五彩魔力宝剑瞬间穿透了他的身体。苏玛，我来陪你了，我不会让你独自。林峰一阵错愕，整个人如同石化了一般，呆立当场。半晌，他才缓过来，喃喃道：是在搞什么？这老娘们不会再和哥布林谈恋爱吧？林峰不懂，但大为震撼。一场旷世绝恋就这样毁在了他手里。来不及细品，林峰忽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随后熟悉的哭喊声在耳边响起：我要姐姐，我要姐姐！回档了。这是林峰脑中的第一反应，可调出系统时间又觉得不对。任务还在，没有显示成功，也没有显示失败，只能再尝试一次。别吵了，我去给你找姐姐。林峰顺着刚刚的路径继续狂奔，
这一次比上次快了许多，在森林里就遇到了王力宏，他正依偎在黑色哥布林怀里，宛若幸福甜蜜的小娇妻。林峰上前，二话不说，一剑捅死黑色哥布林，然后迅速把剑收起来。在王力宏想要殉情的时候，果断将他制服并绑了起来。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臭人男！你们人男没一个好东西！林峰一把将他拎了起来，如同在拎一头死猪，一脚踹飞哥布林尸体。这黑不拉几的玩意不也是男的吗？啊！啊！你怎么敢！王力宏发出尖锐暴鸣。你们这些卑贱人男怎么能和高贵的哥布林相比？人男，好新鲜好小众的词汇，刚刚林峰还没注意到，以为他说的是男人。啊！去死！人男的手不要碰我，我真的会吐。林峰忍着掐死他的冲动，像提死猪一样提着他一路狂奔。来到王多多面前，林峰扔垃圾一样扔出王力宏。那，你姐姐你说话啊！王多多使劲摇晃着他姐那200多斤的身躯，但王多多力气太小，甚至连将他翻身的力量都没有。林峰察觉到了不对劲，连忙将他的身体翻面，却发现他早就死了，身上没有伤口，脸色铁青，他是活活把自己憋死的。我去，这是人类能做到的事吗？林峰觉得自己是不是还要感叹下爱情的伟大，真是离了个大谱。第57章，恶心至极。我要姐姐，我要姐姐！啊！林峰微微一愣神的时间，脚下王力宏的尸体已然消失不见，旁边的王多多依旧丧心病狂地嚎叫着。又来！只要王力宏死亡，他就会回到原点。林峰好像陷入了某种恐怖的轮回中，起始就是他接受任务的那一刻。别嚎了，我去把你姐姐带回来。只是这一次，林峰的底气有些不足，连带着声音都小了许多。再次看到王力宏依偎在黑色哥布林怀中，林峰先是把五彩魔力宝剑收进背包，深吸一口气，将心中的杀意给压制住，这才笑盈盈地走近他们。您是王力宏小姐对吧？王力宏起身打量林峰，轻笑一声，甩了甩秀发，不屑地说道：什么人男，也配合本少族长夫人说话？人男这个词是他发明的吗？不停地说。林峰强忍怒气，脸色阴沉的如同夏季雷雨来临前的天空。王力宏，你的弟弟在找你。弟弟？王力宏捂着嘴咯咯直笑，身上的肥肉随着笑声一颤一颤，节奏鲜明。长大了不过是个小人男罢了。这女人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屎吗？哪有这么称呼自己弟弟的人？林峰隐忍不发，拳头捏得咔啪作响，一字一句地说道：就算你不管你弟弟，你的父亲……王力宏冷笑一声，直接打断林峰：不过是生物爹罢了。那你母亲呢？你不怕她伤心吗？人男的生育工具罢了。好，林峰气急反笑，真是个独特的女人。你不会喜欢我了吧？王力宏一脸惊恐，拼命往黑色哥布林身上拱。苏玛，这个人难觊觎我的美色，好可怕！苏玛一把搂过他的水桶腰，旁若无人的亲吻了起来，像是一只发情的公狗在宣示自己的主权。林峰眸光骤然变冷，浑身散发着刺骨的寒意。人类，她是我要守护一辈子的女人，你休想动她一下！黑色哥布林指着林峰的鼻尖，我可是哥布林首领的儿子，整个哥布林部落以后都是我的，你拿！话未说完，林峰直接动手，一把抓住他那骨瘦如柴的黑手，只是轻轻用力，骨头便碎裂穿刺皮肤，露出鲜红骨刺。王力宏见状，疯魔似地上来挠林峰，可他这点攻击力对于林峰来说，连蝇虫的攀爬都算不上。跟我回去，不然我就把你的黑男朋友剁碎，再喂进你嘴里。王力宏丝毫听不进去，依旧像疯婆子一样连扣带抓，嘴里边污言秽语不断，什么人男，什么劣等生物，什么平均3厘米。林峰也不惯着，手掌一挥，一股狂风呼啸将这老娘们扇飞5米远。也亏得他生得膘肥体壮，仅仅只是在地上弹了2下，又生龙活虎的跑过来挠人。林峰烦不胜烦，一把抓过黑色哥布林的胳膊，用力一拧，凄厉的惨叫响彻整片森林。再试试，你动我一下我就卸他一条胳膊，动我2下我就砍掉他一条腿。林峰狞笑着拎起如死狗般瘫痪的哥布林，一副随时可以动手的姿态。王力宏如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地，嘤嘤嘤地哭了起来。你欺负女人算什么男人？我又没得罪你，干嘛纠缠不清？可惜林峰软硬不吃，只冷冷道：跟我回去，我只说最后一次。说完，拎着哥布林就往村庄的方向走去。王力宏没办法，为了他心爱的苏玛，只得委曲求全，跟随林峰回到那个束缚他前半生的小村庄。爸爸，妈妈！半道上，林峰就听到了王多多撕心裂肺的哭喊，于是加快脚步穿越树林。前方的村庄燃起熊熊烈火，王多多无助地跪坐在村口，痛哭流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起火？呵！
王力宏冷笑一声，语气里满是讥讽：“这是他们的报应，谁让这群老东西不同意我和苏玛在一起？”林峰转头冷冷地望着这个疯婆子：“你干了什么？看不起哥布林的老古董们，死在了哥布林的手里，合情合理。恋爱自由，他们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嘻嘻，现在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和苏玛在一起了。”王力宏双手环抱于胸前，言语中满是得意，好像前方燃烧的不是他曾经的家园，不是父母亲朋，而是一群该死之人，一群阻碍他和哥布林玩跨种族恋爱的恶人。你真是让我感到无比恶心！到底是什么样出生会爱上其他种族的男人，然后合伙谋杀自己的亲族？世界上最肮脏的话语都不足以形容这个女人的愚蠢与恶毒。林峰再也忍受不了这个愚蠢的女人，他双手紧握成拳，化作铁锤直击她那肥硕的脑袋，眼看就要打爆她那颗满是脏水的脑袋。下一刻，眩晕感再次袭来，周围所有的一切开始变换，火焰退去，人影重叠。看来村庄被毁也会进行重置。村庄又变回了之前宁静祥和的模样，耳边依旧是王多多刺耳的哭喊声：“哇，姐姐，我要姐姐！”林峰冷笑不止：“还姐姐呢？你姐姐指使哥布林屠杀了全村人，这种姐姐还有认的必要吗？”“哇，我不管，我就要姐姐，我就要姐姐！”王多多满地打滚，又给村口的地面擦拭了一遍。林峰头疼欲裂，这任务是真恶心人啊！一个幼年男高音，一个恋爱自由女，要不说是姐弟呢，两贵物凑一对。算了，为了任务，想想那扇门后面数不尽的宝物。呼，林峰呼出一口浊气，向着村庄周围走去。这一次，他决定先解决后患，然后再去找王力宏。反正他和哥布林有一腿，根本不会出事，多久去找都行。林峰绕着村子巡视好几圈，还是没有找到哥布林的蛛丝马迹。不应该啊！以我500精神的感知力，500敏捷的视力与听力，怎么一点踪迹都找不到？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村庄内突然传来一阵骚乱。第58章，超级哥布林战士。林峰脚下用力轻松越过土墙，来到了村子内。村子内喧闹声不绝于耳。林峰定睛一看，一群哥布林正在大肆屠杀村民。怎么回事？从哪里进来的？刚刚林峰一直绕着村子走，不可能一点踪迹都看不到，除非哥布林还在源源不断出现。仔细看去才发现，他们都是从角落那处土坯房里钻出来的。村民们并非毫无反抗之力，身强力壮的男性早已拿起武器和哥布林们战作一团，只是哥布林的数量太多，他们明显支撑不住。角落甚至还有哥布林在偷偷点火。跳跃劈砍，林峰瞧准时机从天而降，将那只猥琐的哥布林直接拦腰斩断。没有经验，系统没有提示，一点经验都没有，这很奇怪。哪怕是只有一点经验，林峰都不会这般惊诧。冲锋！来不及细想，林峰快速冲进怪物堆，奋力厮杀。很快，在林峰如同魔神降世的恐怖力量下，哥布林节节败退，剩余的哥布林早已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的逃跑。林峰没有追赶，穷寇莫追，当然最重要的是没有经验，费力不讨好。奇怪，明明大胜，却听不见一丁点的欢呼声。村民们在此刻像是陷入了静止一样，都呆愣愣地站在原地。喂！林峰伸手在一个村民眼前晃悠，却发现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不会是出 bug 了吧？算了，没必要纠结这些，没准只是剧情过场。这边的事情解决了，现在就只剩下王力宏那里了。林峰快马加鞭追赶王力宏，一路上却不见踪影，看来是已经进入哥布林洞穴了。所幸的是，洞穴并不复杂，也就几个重要的地点。莫名的，林峰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BOSS 房，那个祭坛上死去的女人，所以他也不再做其他选项，直接前往 BOSS 房。果不其然，他们就在里面。只不过 BOSS 房的一幕让林峰有些生理不适。只见王力宏，应该还能暂时称呼他为王力宏。他正立于祭坛之上，身体已经扭曲变形，他的下半身如同一滩软泥怪，耷拉在地面，只有隆起的白色椭圆皮肤能让人认清那是他的肚子。而这样的肚子足足有8个，10几个哥布林趴在他的肚子上不断抽搐，鲜血顺着他的下体不断流淌，慢慢将祭坛上沟壑纵横的纹路填满。他的老相好，那只黑色哥布林此时正在祭坛下瑟瑟发抖。父亲，你……苏玛，我的儿子。哥布林首领从阴影处走出，来到苏玛的面前，轻抚他的额头。我要代表全族向你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为我们带来了母神的容器，是你为哥布林种族带来了复兴的希望。所以你一直在骗我。苏玛不可置信地望着自己曾经最为敬爱的父亲，他居然一直在欺骗自己。那信誓旦旦力排众议，同意自己与人类女人举行人族婚礼，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
居然全是骗局。他为的只是让这个愚蠢的女人自愿献出身体，而自己则成为了杀死心爱之人的罪魁祸首。我的孩子，你还太年轻，不明白爱情，也不明白种族延续的重要性。我们哥布林天生是被神惩罚的种族，没有本族女性为我们繁衍后代，与其他种族结合会导致血脉浓度越来越低，再加上人类对我们的屠戮，这样下去，我们哥布林将走向灭亡。只有母神。说着，哥布林首领朝着祭坛上走去，两步一叩首，虔诚无比。只有母神降临，为我们延续血脉，哥布林才能在这世间长存。不，我不要！苏玛眼角流出血泪，他疯了一般冲上祭坛，将那些在王力宏身上予取予求的哥布林拉开。我不要种族复兴，我只要他，我只要他！王力宏，女人，你醒醒，我是苏玛呀！你醒醒！苏玛！在苏玛的呼唤中，王力宏的眼睛恢复了一丝光彩。苏玛这个名字似乎很熟悉，但他已经想不起来。他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他在和一群哥布林行鱼水之欢，并且为他们诞下很多子嗣。子嗣？对，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哥布林延续血脉，他要分娩。王力宏的肚子刹那间鼓起好几倍，随着他的一声尖叫，羊水破裂，8只小哥布林从他的肚子里面陆陆续续钻出。我去，太恶心了，我看不下去了。林峰看了这么久的戏，在这一刻实在是绷不住了，太恶心，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那些刚出生的哥布林在接触地面的那一刻猛然膨胀，顷刻间便成长为了巨型哥布林。他们浑身肌肉虬结，孔武有力，一看就不好惹。名称：超级哥布林战士，等级10级，力量300，精神5，敏捷300，体质300，幸运0，技能无。注：哥布林母神分身诞下的超级哥布林，属性趋近于完美，不过由于处于幼年期，还未学习相关技能。幼年期，林峰看到这介绍，眼角不由自主地抽了抽。看，哥布林首领上前抓住苏玛的头，强制他看向超级哥布林。这就是母神赐予我们的礼物，多么完美，多么强大的生物，哥布林必将再度崛起。现在就先用人类的鲜血来祭奠这伟大的开始吧。哥布林首领突然转头，目光死死盯着躲在转角处的林峰身上。呵，既然被发现了，林峰索性不再躲藏，大大方方地站了出来。不错，是很强，但是和我相比，差远了。冲锋！林峰化作一道红光，冲到哥布林首领面前，手中五彩魔力宝剑蓝光大盛，将其他颜色掩盖。就先从你开始吧，祭奠哥布林巢穴的覆灭。呲啦一声，鲜血喷涌，哥布林首领的头颅飞天起，滚落在超级哥布林脚边。超级哥布林一声狂笑，直接将他的头颅踩爆。第59章，自由的王力宏。如摔杯为号一般，头颅破碎的那一刻，8只超级哥布林齐齐动身，全部往林峰这边奔来。林峰不慌不忙，一跃而起，直接跨过众哥布林，来到王力宏跟前，踩着他那恶心的肚皮一路直上。林峰的眸中难得出现怜悯之色。没有力量，一切自由，爱情、幸福都不过是别人的施舍。把伤害爱你的人是做对命运的反抗，落得这样的下场也不冤。就让我帮你解脱吧。说罢，林峰高举五彩魔力宝剑，任凭身后的哥布林如何攻击，他都巍然不动。剑锋划过，伴随着哥布林们凄厉的惨叫，王力宏的头颅砰然落地。该结束了吧，这垃圾任务。然而并没有。王力宏头颅掉落的几秒后，林峰周围的环境再一次变换，又是那个熟悉的村口，又是连续不断的刺耳哭喊。啊，姐姐，我要姐姐！真是够了！林峰一脚踢开扯住他裤脚的王多多，径直朝着村庄走去。村庄里的人物和之前一样都陷入了静止，似乎只有触发特殊剧情他们才会动。林峰越过他们，朝着之前哥布林涌现的那栋房屋走去。推开房门，里头空无一人。在将房内翻了个底朝天后，他终于在一处小房间的床底下找到了洞口。房间内的装饰衣物都很女性化，想来这里就是王力宏的房间。床是单人式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卧室只有2间的小土坯房中，他一人独占了一个卧室，他的弟弟却要和父母挤在一间卧室中。林峰摇头冷笑，有些人或许是天生的白眼狼，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向父母讨债。快速穿梭于洞穴，正好在中途遇到一群张牙舞爪的哥布林部队。有人类，杀了他！林峰狞笑着拔出五彩魔力宝剑，他现在火气很大，谁来谁死。一场碾压般的屠杀后，林峰来到了出口处，一眼就看见了还未走远的黑色哥布林苏玛。你是什么人？苏玛也发现了林峰，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派哥布林精锐精心挖掘的地道会有一个陌生人类从里面走出来，来帮你们阖家团圆的人。村口，林峰随手将2个粽子扔到了王多多面前，给你，你姐姐，还有你姐夫，我一起给你带回来了。还有，林峰上前将王多多的头扭向村子方向，你爹妈没事，村子也完好无损，完美结局。现在，我要是再回溯一次，林峰的声音变得阴寒无比，几乎是咬牙切齿，我就把你的头给砍下来当尿壶。姐姐，姐姐！王多多没有理会林峰的威胁，起身抱向了王力宏。而王力宏与苏玛不知何时已将身上的绳索解开。进入剧情了吗？不只是王力宏和苏玛的异常，林峰还看见了村口突然出现的村民，他们群情激愤，手持武器。王力宏，你也算是个人，居然和哥布林狼狈为奸，哄骗你奶奶为魔物取名。王力宏，你真够下贱的，没男人要的下贱胚子，去找哥布林男人，我呸！5大3粗的大娘骂起人来一点都不含糊。我们刘家村怎么出了你这个孽障？你对得起王家夫妇吗？对得起关心你的大姨大婶吗？德高望重的老者也出言痛斥，他痛心疾首，几欲昏厥。红儿，我最后一次问你，村民中走出一中年男人，他皮肤黝黑，身材佝偻，常年的劳作几乎压垮了他的身躯。你真要做出这种给全刘家村蒙羞的孽障事？纵然千夫所指，王力宏依旧我行我素。他扬起高贵的头颅，轻蔑地俯视这群老古董。凭什么？凭什么我要听你们的？我有我的自由，你们无权干涉。死丫头，你脑袋烧坏了吗？长相酷似王力宏的中年女人忍不住骂道：你和谁都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和哥布林？你难道不知道哥布林一年屠杀我们多少人吗？特别是女娃子，被他们抓住的全糟蹋了。你是往火坑里跳啊，蠢姑娘！得了吧！王力宏对他的话嗤之以鼻，都什么年代了，还搞种族歧视？哥布林就没有好的吗？就你们人族最高贵，最可怜。可哥布林被你们屠杀的时候呢？他们不绝望吗？哥布林的命也是命，那些女孩子难道就没有自愿和哥布林在一起的吗？你们这群老古董就是阻碍种族大和谐的罪魁祸首。孽障！可嗨嗨！孽障！老者听完他的逆天发言，气得直接背过气去。村长，村长！一群人连忙上前搀扶老者。你滚！带着你的哥布林有多远滚多远！不要拉我！中年男人怒气冲冲，一旁的女人还想阻止，却被他厉声呵斥。你看看你惯出来的孽障，你还好意思给他求情？赶紧滚！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红儿，听妈一句劝，别耍小性子。哥布林是一群怪物，那怎么相处吗？我的天老爷爱！中年妇女一边劝一边抹着眼泪，就他家闺女这事闹得全村鸡飞狗跳，闹得十里八乡人尽皆知。丢不丢脸倒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这个傻女儿被哥布林骗走了，还有好日子可活吗？造孽啊！啊！王力宏发出尖锐暴鸣，你们才是怪物！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苏玛？啊！你这个只会给人难下蛋的母鸡，你去死啊你！王力宏发疯地冲向他的母亲，却被中年男人一把抓住。畜生！啪！一个响亮的耳光让原本喧闹的村口突然寂静了一瞬。你打我！王力宏捂着脸，不可置信。你个臭人，胆敢打我！我要让苏玛把你们全杀了！中年男人在这一瞬间仿佛苍老了20岁。我这么多年没打过你，这一巴掌如果还不能把你打醒，那我们的父女情分就到此为止吧。王力宏捂着脸，满眼都是怨毒之色。苏玛，我们走，这个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再待了。说完，他牵着黑色哥布林的手快步离去。造孽啊！造孽啊！随着中年男人悲戚的呼喊，剧情戛然而止。林峰也觉得造孽，为了完成任务，硬是被喂了几个小时的屎。终于结束了。林峰闭眼准备聆听系统的提示。下一秒，啊！我要姐姐！我要姐姐！第60章，母神降临。啊！姐姐！姐姐！我要姐姐！林峰握紧拳头，指节挤压啪啪作响。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全部吐出，又深吸一口气，来来回回好几次，终于把情绪稳定了下来。他来到王多多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还记得我刚刚说过的话吧？哭声停止，王多多表情一致，还未来得及答话，就觉一阵天旋地转，五彩的剑芒冷酷地划破了空气，也划破了他稚嫩的脖颈。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看见了自己没有头颅的尸体。臭小鬼，老子忍你很久了，真当老子是在开玩笑吗？林峰面容狰狞扭曲，这任务整整折磨了他几个小时，现在所有敢挡在他面前的东西，他都要杀了。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完成隐藏任务王多多的执念，奖励1记钥匙未知碎片。啊！
林峰没想到，本来只是泄愤的举动，却误打误撞完成任务。杀了就没有执念了吗？好像没什么毛病。警告！警告！迷惘之阵被破坏，封印解除，哥布林母神分身即将降临。哥布林母神，林峰长剑轻挥，血珠洒落一地。他狞笑道：“来，老子管杀还管埋！”轰隆！一个庞然大物从哥布林巢穴处拔地而起，那模样和之前在 BOSS 房看见的分毫不差。不同的是，他现在的体型足足有一座山那么大。他的8个肚子颜色也各不相同，红、黄、蓝、绿、棕、白、黑，还有后面的一个林峰看不到颜色。周！哥布林母神发出了一声尖笑，似某种禽类的叫声。就在这时，他的肚子倏然膨胀，一股恐怖的吸力从他的下身传来。霎时间，风云变幻，天地失色，周围树木在这股吸引力下被连根拔起，连远方连绵不断的山脉也在逐渐崩塌。这玩意好像埋不了啊！大地崩裂，林峰没有着力点，自然也无法抵抗这股如神奇般的伟力。他被瞬间吸走，来到一片漆黑、没有丁点光源的地方。你已进入哥布林母神的包宫火焰。什么东西？包宫是什么意思？子宫吗？包宫就是子宫，哥布林母神的子宫，而这里是孕育烈焰哥布林的初始之地。长达100年的封印，使得哥布林母神积蓄力量，孕育了一群超级烈焰哥布林。一双双赤红之瞳陆续睁开，他们闻到了人类的气息。一时间火光大作，咯吱咯吱的叫声不绝于耳。他们还不会说话，只能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什么玩意？洞察术。名称：超级烈焰哥布林。等级：10级。力量：400。精神：5。敏捷：300。体质：400。幸运：50。天赋：天生之火。技能：烈焰形态，幻火之刃，烈焰铠甲。天生之火，火元素伤害正 50%， 火元素抵抗正 100%。烈焰形态，化成火焰状态，持续10秒，无法被攻击选中，冷却时间3分钟。幻火之刃，可幻化出火焰形态的利刃，造成火元素魔法伤害，破坏力与传说装备相当。烈焰铠甲，使用火焰包裹自身，被攻击后将回敬敌方火元素魔法伤害。恐怖的属性，其他任何10级的职业者来都有死无生，哪怕是10人组队都必死无疑。因为这玩意有足足几十个，他们现在正嗷嗷叫唤着朝林峰奔来。林峰虽然还没搞清楚情况，但他知道该认真了。上 buff， 晶体皮肤，伤害减免正 30%， 魔力抵抗，魔法伤害减免正 25%， 再加上熔岩地心头盔的被动技能，火系伤害再减免 10%， 一共是 65% 的减伤。冲锋！哥布林们激动万分，林峰则更加兴奋。憋屈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畅快淋漓的干架了。劈砍！林峰一剑挥过，五彩魔力宝剑光芒爆射，一只超级烈焰哥布林直接被拦腰斩断。击杀超级烈焰哥布林，获得经验730、73。看来即便是400的体质，也无法抵挡他的物理魔法双重伤害。既然如此，恶魔射令！幽蓝色光芒扩散，林峰手中利刃挥舞得更加卖力。不到1分钟，就有6只被恶魔附身的哥布林尸体站了起来。复活的怪物主属性会提高 50%， 也就是说他们的力量会直接来到600点，和林峰相差无几。杀起来更快了。哥布林只要被恶魔射令攻击过，不管是不是林峰杀死的，都会以恶魔姿态复活。击杀超级烈焰哥布林，获得经验73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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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屠杀不断进行，刚刚气势汹汹的哥布林也感觉到了不对劲，怎么自己这边的同伴越来越少，对面的反而越来越多？这还打个毛啊！超级烈焰哥布林，由哥布林母神孕育的子嗣，哥布林中的超级战士，足以一统大陆的可怕存在。现在正在母神的肚子里被林峰打得疯狂逃窜，可谓是出师位洁身先死。击杀超级烈焰哥布林，获得经验730、73。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升级，当前等级11级。爽！每只超级烈焰哥布林都是 BOSS 级别的经验值，这不纯纯搞慈善吗？感谢母神！林峰化身为哥布林母神的狂信徒，手中的剑刃挥舞得更加卖力了些。随着最后一个超级烈焰哥布林的死亡，一连串的系统提示也开始响起。哥布林母神的包攻火焰清理完毕，获得限时 buff 7元素火焰。7元素火焰对自然属性生物伤害正 30%， 攻击附加火属性伤害，并有 10% 几率触发爆炸。buff 持续时间24小时。隐藏任务7元素之力开启，是否接受？还用想吗？接受。隐藏任务
7元素之力。任务要求：清理哥布林母神包宫及其7元素增益。任务奖励：所有增益状态持续时间结束后，可任选其中一项转化为永久增益。注：现时增益为最高等级，转化为永久增益后将降低为初级，后续可通过任务升级。永久 buff， 听着就很强啊！传送门开启，5颜6色的传送门分别对应自然、激流、大地、雷电、光明、黑暗。似乎少了一个，算上攻略完成的火焰也才7个，而哥布林母神的子宫一共有8个。算了，走一步算一步，没准是隐藏关卡。林峰还真玩出游戏的感觉了。要知道，这种隐藏任务上来就关门杀，几乎 99.9999% 的同等级职业者都活不下来。他不仅没事，还把这里当作游戏关卡来玩，还要打隐藏结局，说出去能直接把一大批职业者给气死。第61章，一路秒杀，火花带闪电。看着眼前的传送门，林峰果断进入了绿色的那扇。穿过传送门，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迎面扑来，周围有阳光，有树林，有小溪，甚至有蝴蝶在翩翩起舞。很难想象这里是哥布林母神的肚子里。还没欣赏够这边的美景，该死的哥布林突然发起攻击。蓝银草缠绕。林峰看着脚边突然出现的奇怪花草，心中莫名涌起一股厌烦的情绪。又是控制型怪物，名称：超级森之哥布林，等级10级，力量50，精神400，敏捷100，体质300，幸运50，天赋超自然亲和，技能蓝银草缠绕，树人召唤，生命吸取。超自然亲和，处于森林中会获得属性加持，攻速正 50%， 移动速度正 50%， 施法速度正 50%， 生命恢复正 50%， 体力恢复正 50%， 魔力恢复正 50%。 蓝银草缠绕，缠绕有 10% 封印目标技能。树人召唤，召唤强大的树人协助作战，树人属性继承召唤者属性。生命吸取，吸取目标生命力，恢复自身伤势。林峰将五彩魔力宝剑放回背包，熔岩地心之刃出现在手中。他抬头看了一眼直达云端的参天巨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这么多树烧起来一定很壮观吧？树人召唤，几十只森之歌布林齐齐召唤树人，场面好不壮观。每只树人都高达10几米，随手一挥，那足有3人环抱粗壮的树木便拦腰截断，其力量当真是恐怖无匹。他们气势汹汹，如同推土机一般朝着林峰这边压来。最前面的树人刚接近就迫不及待地挥动他的手掌朝着林峰挥来，一时间狂风大作，一串串音爆的炸响在空气中回荡。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一击，林峰依旧不慌不忙，手中熔岩地心之刃高举，等着他自己撞上来。砰！硬物相撞的声音伴随着恐怖的冲击波席卷全场，紧接着一声沉重的嚎叫响起，树人那如小山般庞大的身躯猛地向后倒塌。哦，树人也有痛觉吗？看着捂住自己燃烧的手掌不停打滚的树人，林峰略显诧异。既然这么痛苦，那我就大发慈悲早点结束你的生命吧。林峰一跃而起，手中长刀向着他的头颅猛刺，呲啦一声火光顺着树人碎裂的头颅倏然暴涨，火势一起，一发不可收拾，仅仅半分钟周围已经卷起滔天烈焰，并且以恐怖的速度不断蔓延。哥布林们被火焰烧得滋哇乱叫，完全没有注意到林峰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他们的身后。恶魔射令，光环开启，杀戮开始，击杀超级森之哥布林，获得经验650、65。林峰一刀斩下森之哥布林的头颅，熔岩地心之刃爆炸效果触发，将尸体炸得稀巴烂。恶魔之种的力量触发，又将尸体碎块聚拢。哥布林们见状一愣，刚刚才死去的同伴再次站了起来，他们实在是搞不清楚状况。还没等他们反应，复活的森之哥布林就已经开始施法，他召唤了一个巨型树人，足足比普通树人大了一圈，超级强援。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他们相信这一定是母神的庇护。然而下一秒，巨型树人的遮天蔽日的巴掌没有落到敌人身上，反而落到了他们自己人的脑袋上。啪叽一声，3只哥布林被一巴掌拍成了肉饼，并在周围火焰的炙烤下发出一股迷人的肉香。恶魔之种效果又一次触发，3只哥布林起身。10分钟后，在漫天的火光中，林峰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升级，当前等级12级。哥布林母神的包攻自然清理完毕，获得限时 buff 7元素自然。7元素自然对大地属性生物造成伤害正 30%， 每次攻击有 3% 的几率触发直中。buff 持续时间24小时。直中将一颗极富生命力的种子种植在目标身上，不断吸取目标生命力。在目标死后，种子会直接成熟，成长为致命植物。
传送门开启。那不用说了，肯定选择大地。穿过传送门，环境陡然变换，戈壁巨石，黄沙漫天，一群土黄色哥布林滋哇乱叫的朝自己这边冲来，带起一阵阵烟尘。名称：超级岩壁哥布林，等级10，力量350，精神400，敏捷200，体质550，幸运20，天赋坚如磐石，技能地刺岩壁岩球投掷，坚如磐石，防御增加 50%， 地刺召唤的刺攻击目标，造成魔法伤害，冷却时间15秒。岩壁召唤一层岩壁抵挡目标，冷却时间1分钟。岩球投掷聚集周围土元素形成岩球，向目标投掷，造成物理伤害，冷却时间30秒。好吗？物法体3修，全能型战士啊！不过和他林峰比起来还差得远，特别是现在有火焰、自然2个 buff 的加持下。冲锋！林峰继续先发制人，躲过一波波的刺，直接来到岩壁哥布林面前，轻松一刀，没死。不过运气很好，直中的效果触发恶魔射令，他倒要看看2种死亡特效叠加会出现什么样的火花。击杀超级岩壁哥布林，获得经验750、75。岩壁哥布林发出一声惨叫，轰然倒地。紧接着恶魔之种发动，尸块聚合，他又站了起来。同时他的肚子突然隆起，一株奇怪的红色植物破腹而出。我去，Sam 之狂掉啊！虽然造型夸张了些，但战力真的没得说。他肚子上的植物负责束缚敌人，本体则抡着大拳头砰砰砰的砸。2种奇怪的寄生体配合起来，还有种天衣无缝的味道。击杀超级岩壁哥布林，获得经验750、75。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升级，当前等级13级。福利局，妥妥福利局，升级速度跟坐飞机一样，爽爆！哥布林母神的包攻大帝清理完毕，获得限时 buff 7元素大帝。第62章，蔡广坤，7元素大帝，受到雷电属性生物的攻击伤害减免 30%， 行走的路径将强制转换为陆地。传送门开启，以他现在的属性随便选择，那就最近的水门继续刷，争取刷到15级。刚穿过传送门，林峰就感觉脚下一空，扑通一声，一股腥臭的污水灌入鼻腔。可嗨嗨，呸！什么玩意？林峰睁开眼，面前是一望无际的黑色海洋，水中的腥臭味就像是有无数发烂腐臭的尸体在臭水沟里发酵30天再捞出来煮锅汤一般。跳跃劈砍，林峰用出了技能，无视物理规则从水中跳了出来。这臭水沟子的味道对林峰而言比任何负面状态都要给力。跃至空中，污水一望无际，哥布林母神的肚子好像自成一个空间，容纳一个世界。该死，没有落脚点。林峰多希望现在自己能飞，那水中味道实在过于上头，他真的不想再吸一口了。幸好刚刚获得的大地元素效果在此时发挥了作用，林峰刚刚踩过的位置已经自动升起了一节石柱。还能这样？林峰伸出脚点了一下旁边的水面，一道石柱就这样凭空生成，并且与刚刚的那一节完美融合。他玩心大起，脚下不停，在水面上铺出一条道路。有意思，这般玩乐下，不禁让林峰想起了前世，那个夏天午后的沙滩上，自己和谁来着？林峰停下脚步仔细思索，可是怎么回想都想不起来。明明前世的记忆清晰无比，国家、历史、政治，甚至是娱乐明星，他都一清二楚。但只要细想身边的人，那里就是一片空白。这很不对劲。啪叽，一串水珠打在了林峰身上，同时也打断了林峰的思绪。水中一个光头朝着他吐了口水。林峰提剑就要干他，在看到他的全貌后又停了下来。不是哥布林，水中的生物和哥布林差别很大，硬要说的话，其实他更像人类，扭曲版的人类。指环王里面的咕噜几乎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洞察术，对方等级高于你5级，洞察术发动失败。咦，林峰现在的等级为13级，那对方起码有18级。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还没等林峰做下一步动作，咕噜就先一步说话。你世事人族。他声音嘶哑，结结巴巴，像是多年没有开口说话一样生疏。显而易见，能交流可能是 NPC。林峰收回武器，露出和善的微笑。这真的是人族？怪人游了上来，刚刚林峰踩出的陆地足够10个人站一起。我已经好久没见到人族了。怪人说话越来越流利。他爬到林峰面前嗅了嗅，秀恩秀，随后露出了一个非常可怕且猥琐的表情。兄弟，你好香啊！我去，林峰咬紧牙关，最大限度的忍耐着，
他真怕自己不小心一巴掌拍死他。嘿嘿嘿，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怪人退后几步站了起来。100年了，自从我封印哥布林母神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林峰皱起了眉头，是你创造了那个迷惘之阵？没错。怪人昂起了头，骄傲无比，全然没有听出林峰语气中的冷意。想来你也通过迷惘之阵中的流影知晓了一切。没错，我就是人族最伟大的魔导师蔡广坤。谁？那一瞬间，林峰还以为自己听到了那位故人的名字。你没看到流影？怪人蔡广坤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对面这小子或许根本就没看到自己的流影。什么流影？王力宏和哥布林的爱情故事，还是哥布林母神降临？林峰也不解，之前通过的迷惘之阵哪有提到过什么蔡徐坤？不是，蔡广坤。蔡广坤，你都看到哥布林母神降临了，却没有看到我。林峰，没有，我被发现了，然后就重置了。那你是怎么通过迷惘之阵的？没有我的指示，你怎么到达这里的？林峰摸了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很简单啊，我把王多多给杀了。死！一口凉气直冲蔡广坤天灵盖，没有汗毛的他鸡皮疙瘩起了一身。也就是说，阵法被破了。林峰点了点头，表情真挚。也就是说，哥布林母神降临了。对啊，林峰眨巴着无辜的眼睛，诚恳地说道，有一座山那么大呢。死！蔡广坤只觉头皮发麻，整个人如坠冰窟，那股子冷意通达全身，就像是寒冬腊月在雪地里裸奔一整天，并且还有一堆人围着你看，评头论足。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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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蔡广坤来回走动，嘴里叨叨个不停。那你是怎么到这里的？没有我的指引。林峰一路杀过来的呀，先是火焰，然后自然、大地，最后是激流。话说，这激流包宫里的哥布林去哪了？蔡广坤没有回答，反而又叨叨了起来。完了，完了，完了！7元素成型，至尊包宫肯定也出现了。不对，不对，还好，还好我提前破坏了激流包宫，还有机会。蔡广坤凑近林峰问道：“你是怎么在个包宫里面穿梭的？”林峰把哥布林全杀了就会出现传送门，这样吗？来得及，来得及。蔡广坤双手舞动，默念咒语。不一会，水面翻涌，一只被铁链束缚的蓝色哥布林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动手吧。林峰点头，掏出五彩魔力宝剑，一剑穿心，不给他造成过多痛苦。击杀残破的水泉哥布林，获得经验22。这么点经验，吃惯了大鱼大肉，突然给他来颗花生米，属实是不习惯。蔡广坤嘴角勾起诡异的笑容，激流包宫早就被我用秘法污染，所以诞生不了强大的哥布林，就这一个还是我特意留下来的，用来时时刻刻不停汲取哥布林母神的生命。第63章勇者小队。哥布林母神的包宫激流清理完毕，获得限时增益7元素激流。7元素激流对火焰属性生物造成伤害正 30%， 攻击附加腐蚀之水效果。腐蚀之水破坏金属，减少目标 30% 防御。传送门开启。门开了，你是要跟我一起走，还是待在这？林峰望向蔡广坤，询问他的想法。毕竟是个 NPC， 就算是为了可能出现的任务，都要假装礼貌下。可结果蔡广坤压根就没理林峰，他只自顾自地观察起了传送门。雷电、自然、激流、火焰、大地、黑暗、光明，少了一个。这时他才转头看向林峰，为什么少了一个？林峰也被他问得莫名其妙。我怎么知道？一直都只有7个，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这个 NPC 从刚出场到现在，除了讲一堆奇奇怪怪的废话外，就再也没有看到其作用。所幸林峰也不再管他，径直走向紫色传送门。蔡广坤没有跟过来，林峰也乐得清静，抽出五彩魔力宝剑。他现在甚至都懒得看着什么哥布林的属性，直接上去就是干。击杀雷霆哥布林，获得经验670。67。击杀雷霆哥布林，获得经验670。67。击杀雷霆哥布林，获得经验670。67。看着咔咔往上涨的经验，林峰心情大好，手上的家伙事不由得更麻利了些。不到20分钟，又解决完一处包宫。哥布林母神的包宫雷霆清理完毕，获得限时 buff 7元素雷霆。7元素雷霆对激流元素生物造成伤害正 30%， 获得感电效果。感电攻击时有 10% 的几率造成额外雷电伤害。现在还剩下黑暗和光明没有去。点兵点将，骑马打仗。点到是谁？跟着我走。要是不走，你是小狗。林峰闭上眼睛，念起了前世的顺口溜，手指不停在2个传送门间跳动。最后一个字念完，他的手指停留在了光芒闪耀的传送门。OK， 就这个了。林峰也不墨迹，几步便跨了进去。如此草率且幼稚的选择方式，用在这种能让10人队伍100%团灭的隐藏任务中，
不知那些普通职业者知道后作何感想。不过林峰不在乎，又不幼稚，草不草率先不说，关键效率是提上去了。穿过传送门，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白，白的有些晃眼睛。白色的中间是坨乌漆麻黑的东西，它的黑甚至扭曲了光线，让人看不清它的面容。洞察术，名称：超级生机哥布林，等级10级，力量0，精神0，敏捷0，体质700，幸运0，天赋不死不灭，技能无，不死不灭，受到致命伤害会复活，当前复活次数9999。啊，什么玩意？700的体质，9999的复活次数。林峰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这得砍到多久？不过想到后面7元素增益可以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再结合该哥布林的天赋技能，林峰顿时干劲十足。复活，重生。在重生10字张一枚难求的现实问题下，这项增益的优先级最高，比任何伤害或防御型增益都要高。说干就干，林峰拿起五彩魔力宝剑就冲上去砍。以他现在650加的隐藏力量属性，再配合五彩魔力宝剑的特效，也要砍好多剑才消耗掉他一条命。道阻且长，慢慢砍。4个小时后，林峰举起不断抖动如同得了帕金森的手，艰难地将剑刃刺进哥布林的胸膛，同时也夺走了他最后一条命。击杀超级生机哥布林，获得经验2500 250。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升级，当前等级14级。哥布林母神的包攻光明清理完毕，获得限时增益7元素光明。7元素光明，伤害减免正 30%， 获得生生不息效果。生生不息，生命恢复速度正 500%， 受到致命伤害后可直接复活，恢复至全满状态，每天复活次数10。强！这项增益林峰势在必得。传送门开启，还差最后一项增益，成功就在眼前。林峰顾不得疲惫的身体，大步向着最后一道黑暗之门跨去。跨过传送门，入目处是一片黑暗空间，空间中有一道耀眼的白色身影正在发出凄厉的吼叫，而他的周围是7个手持不同武器的人类。糟了！林峰心中大骇，前方的白色身影正被一个手持大剑的壮汉死死压制。这群人配合极为默契，大多时候都是围而不攻，等他想要朝着某一个方向突围时，众人就会齐心合力将他拦截，最后又落到被迫和大剑壮汉缠斗的境地。名称：超级死气哥布林，力量300，精神50，敏捷300，体质700，天赋死气光环，技能绝招致命腐败。死气光环，周围10米范围的敌人全属性降低 30%， 并会受到死气侵蚀，每秒受到固定伤害，固定伤害每5秒叠加一次，无上限。绝招，向目标挥出自己的爪刃，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附加3个随机的弱化效果。致命，攻击有 20% 几率造成致命伤害。腐败，每次攻击降低目标 1% 的体质，可叠加。很强的属性，但在这一队人面前完全不够看。他现在就如同笼中困兽，死亡只是迟早的事。圣光洗礼，一道圣光落在巨剑壮汉身上，刚刚战斗叠加的所有负面效果全部被清除。秦叔，下来吧，该我了。队伍中一刺猬头青年轻笑着说道。壮汉闻言立马转换动作，一脚将死气哥布林踹翻。圣炼束缚，队伍中类似圣职者的女人再次施法，将气死哥布林束缚在原地。刺猬头见状也是拔出了长剑，边走边笑道：勇者的队伍，最后一击当然要交给我这位勇者。第64章，猪队友。死气哥布林被圣光化成的锁链牢牢束缚，如待宰羔羊，动弹不得。刺猬头勇者站在他面前，高举手中宝剑。怪物，记住了，杀你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勇者露西。说罢，长剑寒光一闪，剑刃快速逼近哥布林头颅。眼看即将刺穿他罪恶的一生时，一道红色闪电席卷而来，勇者露西突然感到一股庞大的力量撞在身上，随后整个人不受控制的飞出100米距离，并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才勉强停下来。什么人？旁边几个勇者小队成员急忙摆好架势，他们也不傻，能够一招撞飞小队中最强的勇者，其实力足够引起他们重视。来人除了林峰还能是谁？林峰瞥了他们一眼，没有着急回答，先一剑将死气哥布林的头颅给砍了下来。击杀超级死气哥布林，获得经验2200。哥布林母神的包攻黑暗清理完毕，获得限时增益7元素黑暗。7元素黑暗，攻击时额外造成 20% 的真实伤害，获得死意不绝效果，持续24小时。死意不绝，攻击目标将附加多种超级异常状态与弱化效果，持续10秒。异常状态如静止治疗、
伤口诅咒、禁止强化、技能封印、熔甲、衰弱等。弱化效果如攻击降低、防御降低、伤害降低、承伤增加、攻速降低、移速降低等。同一名称异常状态不可叠加，同一名称弱化效果不可叠加，异常状态与弱化效果可叠加。伤口诅咒获得治疗会直接对自身造成等同于治疗量的伤害。熔甲防御减少 30%， 衰弱攻击、攻速、移速、生命下降 30%。 注：异常状态为有特殊名称的负面状态，弱化效果为对目标各个基础属性的削弱负面状态。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完成隐藏任务7元素之力，限时增益结束后可选择任意一项作为永久增益。幸好赶上了，要是赶不上，不止要失去这项强力 buff， 还会导致7元素任务失败。这群人！林峰眸光渐冷，缓缓扫视几人，除了刚刚被撞飞勇者，还剩下6人，分别是大剑士壮汉、女性圣职者、拿着巨大盾牌的战士、弓箭手女精灵、拿着匕首缩在后面的盗贼或是刺客。最后一位则是刚刚和林峰分别不久的魔导师蔡广坤，他模样未变，依旧是咕噜的丑样，但身上新出现的紫色法袍遮挡住了他发白丑陋的身体。蔡广坤也看清了林峰的脸，连忙出声阻止即将发生的大战。等等等等，不是敌人，不是敌人！勇者露西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提剑直指林峰，那为什么上来就攻击我？这些人你带来的？林峰没有理会露西，冷眸直逼蔡广坤。蔡广坤点头，表情严肃，至尊哥布林即将出世，仅凭我的力量根本无法阻挡，所以我联系了神圣王国，请求他们派遣当世最强勇者来共同讨伐。小子，你没听说过我的大名吗？我可是杀死了第360代魔王的最强勇者露西。露西一边接受圣职者的治疗，一边还不忘自夸。什么玩意？魔王与勇者？林峰眉头紧锁，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和兔子营地一样，这莫名多出来的世界观到底是怎么回事？传送门开启，一道黑色漩涡凭空生成，如同吞噬万物的黑洞，光是看上一眼都觉得危险无比。至尊包攻开启了，快！蔡广坤一马当先冲进了黑色漩涡，其他也紧随其后。露西最后进入前向着林峰比了个拇指向下的手势，小子，前面很危险，像你这种小屁孩还是不要跟来了。小屁孩？林峰撇嘴冷笑，好久没人这么说过他了，如果不是任务要紧，他一定要上去把这傻 X 勇者的嘴巴打歪。露西走进了传送门，林峰也不甘示弱，紧跟着后脚也钻了进去。一睁眼，面前全是被翻飞的树木，地上也凹凸不平，一条蜿蜒千米的裂缝正暴露在他的脚边，看样子这里的情况像是刚发生了一场8级大地震。这是外面？林峰猛地转头，哥布林母神的巨大躯体赫然就在眼前，只是怎么感觉比之前小了一些？不对，仔细看去不只是小了一些，他的躯体更是在莫名慢慢消散。哇啊哇啊！一声婴儿的啼哭声打断了林峰的思绪，循声望去，勇者小队一行人正围着一个软嘟嘟的婴儿。那婴儿不是人类，而是哥布林模样。洞察术，名称至尊哥布林，等级1级，力量、精神、敏捷、体质、幸运、天赋至尊之躯，神之子，元素缺1。技能至尊之躯，每次升级各项基础属性将会获得完美提升。神之子由哥布林母神分身诞下的子嗣，天生拥有母神赐予的强力祝福。元素缺1，完美中的一丁点瑕疵，无法获得7元素增益。看不到具体属性，是有伪装信息的技能吗？还是说婴儿状态没有属性？林峰拿出五彩魔力宝剑，向着至尊哥布林逼近。等等，你要干什么？圣职者女人抱起地上的哥布林，向后猛退，眼里满是警惕。干什么？林峰倒被他问懵了，这女人莫不是母爱泛滥成灾，想要保护哥布林幼崽吧？问我要干什么？你要不要看看你在干什么？蠢女人，你们也想杀了她？圣职者环视一圈，众人不敢与他对视，纷纷低下头。琳琅，他是哥布林。勇者露西率先开口了，虽然性格有点混，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分得清的。哥布林怎么了？哥布林生下来就要死吗？圣职者琳琅情绪突然变得异常激动，林峰仿佛在他的身上看到王力宏的影子。他还只是个孩子，他还什么都没做，你们就要判他死刑吗？你们这算哪门子的勇者？琳琅还在喋喋不休，林峰退后一步，摇晃蔡广坤的肩膀，轻声问道：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我也觉得，我先测试一下。蔡广坤唤出魔杖，口中念念有词，在长达10秒的吟唱后，魔杖爆发耀眼白光，白光将众人的影子照了出来，影子的头部浮现面容和本体一模一样。
只有琳琅，他的影子上浮现的是王力宏那张肥猪脸。他被哥布林母神附身了！蔡广坤突然大喊。林峰则在看到王力宏的那一刻，便提起五彩魔力宝剑冲锋。叮！场中顿时火花四溅。可惜这几个人的属性并不比林峰差。勇者露西和大剑壮汉最先反应，一同格挡住了林峰的攻击。感受着剑身上传来的强大力量，露西连忙喊道：“等等，附身可以驱逐，先别动手！白痴吗你们？我要杀的是哥布林，不是这个女人！”林峰只觉一阵心肌梗塞，这人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目标是圣职者？第65章赐名。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琳琅不是王力宏，他已经做完了他该做的事。孩子，妈妈爱你，可惜妈妈不能陪着你长大了。作为这世间最强的生物，你理应拥有最为霸道的名字，我将为你赐名王木霸。不，勇者露西这才后知后觉，转身想要阻止，然而为时已晚。为魔物赐名是这个世界的禁忌，越是强大的魔物，赐名的代价就越大。作为该世界最为强大的魔物，为至尊哥布林赐名的代价便是最强圣职者琳琅的生命，以及他和王力宏的灵魂。不要！露西还想上前阻止，一股强光突然爆发，随后便是恐怖的冲击波席卷全场，他的身体被撞得倒飞出去。不会的，不会这样！露西挣扎起身，还想再往前冲，可当看到眼前的一幕，却直接让他呆立当场。烟雾散去，一道修长的人影出现在众人面前，只听他呼吟道：“天上地上，唯我独尊！”他赤身裸体，长发披肩，精致的肌肉线条勾勒出完美身材，仿佛一幅画卷立在这天地之间。可惜他的皮肤破坏了所有的美，他是绿色的原汁原味的哥布林原始皮肤。名称王木霸，种族至尊哥布林，等级10级，力量1000，精神1000，敏捷1000，体质1000，幸运0，天赋至尊之躯，神之子，元素缺1，技能崩坏一击，入微，霸气，灭魂炮，魔力探测。赐福完美伤害，完美防御，生机盎然，无限体力，快速成长，无限魔力，魔法伤害免疫，完美之躯，绝处逢生。崩坏一击，向目标攻击 10% 几率附加崩坏效果。崩坏无视防御，直接破坏攻击部位。入微，对身体的控制达到入微的境界，战斗时永远发挥100%实力。霸气完美生物，如同神奇，举手投足之间便能震慑对手，攻击有10%的几率驱散目标，随即一个增益状态，若为永久增益，则转变为封印10分钟。灭魂炮，从口中发射恐怖能量炮，10%几率直接摧毁目标灵魂，冷却时间1分钟。魔力探测，开启后可以探测魔力轨迹。完美伤害，造成伤害正100%，完美减伤，伤害减免正100%。生机盎然，生命恢复速度提升1000%，无限体力，永不枯竭的体力。快速成长，获取经验提高30%，无限魔力，永不枯竭的魔力。魔法伤害免疫，免疫所有魔法伤害，但不免疫魔法效果。完美身躯，免疫所有异常状态和弱化效果。绝处逢生，濒死状态下立即恢复所有伤势，永久提升100点4项基础属性，暂时提高1000点4项基础属性，持续5分钟，冷却时间24小时。死！王木霸，你开挂！在看到他恐怖的面板以及技能后，在场众人除了露西，皆是倒吸一口凉气。特别是林峰，他眼睛不断乱瞟，准备趁机逃跑。开玩笑吧，跟这种怪物打跟找死有什么区别？即便有7元素加持，林峰也打不过。那面板下面一堆逆天赐福，跟开挂一样，怎么玩？别说是他了，就算是一群黄金守护者过来，要是没有克制至尊哥布林逆天赐福的技能，也得死着。人家直接魔法免疫，负面效果免疫，减伤100%加伤100%，法师打不动，战士可以给他刮痧治咳嗽。最关键的是，这玩意还能升级。把琳琅还给我！露西没有管至尊哥布林恐怖的面板，他早就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圣剑啊，释放你真正的力量吧！露西将剑身置于额间，刹那间圣光大作，普普通通的长剑已然变换为淡白色光剑。伟大且仁慈的女神，请为我赐福！力量提升，速度提升，防御提升，体力提升，魔力提升，恢复提升，破甲，减伤，加伤，护盾，锋利。露西身上的 buff 越叠越多，刚开始还五颜六色，最后直接变成了最纯粹的黑。露西认真了，
大剑壮汉抱胸，向后方退去。记得上次他这样认真，还是在讨伐魔王的时候。赢了，最强的勇者一旦认真起来，就算是神也能杀掉。盗贼收回匕首，仿佛已经看到了后面的结果。琳琅还能复活吗？盾牌战士向精灵问道。精灵点头，只要至尊哥布林死亡，琳琅的灵魂就会被释放，到时候再用魂匣收集，就可以交给神圣教会复活。那就好。盾牌战士点头，坚毅的脸上浮现一丝温柔。退后，接下来的战斗会很精彩，不要被误伤到。大剑壮汉提醒众人，语气却格外轻松。他对勇者的实力非常有信心，这份信任来源于多年的并肩作战。听着他们的吹嘘，林峰居然也产生了一种能赢的错觉，所以还是决定先观望一下。说话间，勇者和至尊哥布林已经战作一团，顿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无数碎石开始在他们中间盘旋，直至形成一道100米宽、1000米高的巨型龙卷风。一时间，恐怖的爆炸声不绝于耳，同时夹杂着勇者愤怒的咆哮。赢了！大剑壮汉双手环抱胸前，笃定无比。其他人则还是紧张地盯着战场中央。虽然他们相信勇者的实力，但至尊哥布林同样不可小觑。雷电退去，狂风也慢慢消散。咕噜咕噜，烟尘中滚出一个圆形物体。大剑壮汉轻笑一声，大步向前捡起物体。随后，啊！一声刺耳的尖叫从这个身高1.9米、体重200来斤的壮汉口中传出。怎么了？众人上前一步，却发现大汉早已吓得瘫软在地，裤裆间固定区域的深色显示着他刚刚被吓得尿了出来。圆形物体被他丢出，众人这才看清那是何物。那是勇者露西的头颅。最强的勇者斩杀第360代魔王的勇者露西就这样莫名其妙的陨落了。不只是他的同伴们不信，就连蔡广坤都觉得不可思议。不可能，露西拥有女神赐福，她能复活10次。哦，怪不得我杀了他10次才彻底杀死呢。一道声音从烟尘中传来，众人顿时如临大敌。盾牌战士默默站在了最前方，时刻盯着烟尘中的动静。什么人？人？不，我是哥布林，王木霸。至尊哥布林从烟尘中走了出来，他裸露的身体已经穿好衣物，那是露西的衣服。虽然我刚诞生不久，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战斗？哥布林和人类为什么不能和谐相处呢？那你的问题得到答案了吗？蔡广坤一边提问一边默念咒语。哥布林歪着头盯着蔡广坤，就在刚刚你施法的时候，我得到了答案。什么答案？蔡广坤嘴巴不停抽动，他的双生天赋可以让他一边说话一边默念咒语。人类果然是无可救药的生物。至尊哥布林突然暴起，向着众人冲来。盾牌战士眼疾手快，立马迎了上去。群体护盾，铜墙铁壁。咚！一声闷响，至尊哥布林的拳头停在了巨大的盾牌上。随后只听咔嚓一声，偌大的盾牌顿时遍布裂纹。第66章，就由你来成为新的勇者。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林峰感觉至尊哥布林好像忽然弱了那么一点。不过他现在也没时间思考这些，此时不跑更待何时。林峰前脚刚踏出一步，蔡广坤的魔法紧随其后吟唱完毕，一阵蓝光闪耀，天旋地转，空间转换。他们眨眼间便来到了一座繁华的城镇中，周围人潮汹涌，耳边传来嘈杂的吆喝声。林峰顿时觉得恍如隔世，即便是在蓝星，他都没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过。这是哪？神圣王国。蔡广坤看着林峰答道，只是他的眼神突然变得有些奇怪。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林峰对上他的眼神，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刚刚那地方怎么走？我要回去。小子！盾牌战士将破损的盾牌狠狠地扔在地上。我拼了命的救你，你还想回去送死？救我？我需要你们救吗？不是你们莫名其妙的出现，我早就解决一切了。林峰只觉得可笑，要不是这群猪队友，那至尊哥布林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自己宰了。好了，大敌当前，不是吵架的时候。蔡广坤劝了一句，转头继续对林峰说道：为什么想回去？你有办法对付至尊哥布林？没有。林峰奇怪，他怎么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那玩意谁能对付得了？所以你想逃跑？盾牌战士一把拎起林峰的领子，你这个懦夫，是你解开了哥布林母神的封印，现在又想拍拍屁股走人？这家伙咄咄逼人，林峰也不惯着，一巴掌把他抽翻在地。要不是你们多管闲事，能有现在的事？你要是走了，这一整座城的人都会死，甚至这个世界的人都会死。蔡广坤眼神深邃，似乎能看透一切。他们虽然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但确实都是真实的人，真正活着的人。你不该把我的世界当做一场游戏。
游戏最后一句话确实震撼到了林峰，他环视一周，人群正在围着他们窃窃私语，似在讨论他们刚刚的争斗。那鲜活生动的模样，确实不是一句 NPC 就能定义的。他们是真实世界的人，副本之外连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真实世界。问题是，我也没办法对付那家伙。如果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被杀死的话，林峰无奈，他不是什么冷血无情的大魔王，眼睁睁看着这么多无辜的人死去，他也于心不忍。但要他牺牲自己去做救世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有办法，蔡广坤笃定道。什么办法？蔡广坤眼中燃起希望的火焰。勇者已经死了，你来继承圣剑，成为新的勇者。我来当勇者。转职？林峰一脸懵，这是什么神展开？我怎么当？还有那个什么圣剑，不是遗落在刚刚战斗的地方了吗？在这少言寡语的盗贼手中多出了一把长剑，刚刚趁乱，我回收了圣剑，只是时间紧迫，没有把露西的尸体带回来。好快，好快的速度！林峰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盗贼的行动。现在万事俱备，只差你的同意。蔡广坤和其他几人一同看向了林峰，就连刚刚被一巴掌拍在地上的盾牌战士都在一脸蜥蜴地望着他。林峰伸手接过盗贼递过来的圣剑，心中一顿唏嘘：你们怎么笃定我能当勇者？不是笃定你，而是只有你。蔡广坤闭上眼睛，重重叹了口气：你身上有哥布林母神的7元素加持，只有你成为勇者才有机会战胜至尊哥布林。露西没能战胜他，或许只是少了一项黑暗元素增益。黑暗元素？林峰不解，至尊哥布林免疫负面状态，黑暗元素有什么用？蔡广坤神秘一笑：等你成为勇者后，自然会知道。我不一定能成为那什么勇者，成为勇者也不一定能打过至尊哥布林，到时候打不过我会直接跑路。没意见吧？当然。蔡广坤微笑着点头，惨白的皮肤配合他的笑容显得有点瘆人。身上突然背负整个世界，林峰感觉肩膀有点酸。那我该怎么做？蔡广坤，去圣剑的诞生之地，将圣剑插回原地，他会为你开启试炼。试炼？需要多长时间？如果时间太长，我怕要是太久了，现实 buff 的时间被拖过去，那对他来说只会更加不利。盾牌战士拍着胸脯，时间你不用担心，我会用生命为你拖延。我以勇者的名义发誓，会守护这个世界到最后一刻。精灵弓箭手上前摸了摸林峰的头，放心去做吧，精灵之神会祝福你，我也会陪着大家战到最后一刻。大健壮汉，我要为露西报仇，没看到那怪物死的那一刻，我是不会倒下的。盗贼，我不会逃跑。蔡广坤，你放心去做，神圣王国会为你拖延到最后一滴血流干。这莫名其妙的觉悟是怎么回事？林峰还是觉得他们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是一件特别愚蠢的事。不过勇者转职值得一试，好吧，我试试看。就算为了那有可能的转职，他也会留下来。虽然之前他从未听说能通过除转职书外的其他转职方法。圣剑诞生之地，神圣王国，女神的墓园中，正值春季，外界春意盎然，墓园却一片枯黄，枫叶散满了巨大的墓碑，为他披上一道厚厚的衣裳。这里满地枯黄的落叶，似在悼念死去的神明，风吹过的沙沙声，又仿佛是信徒们的啜泣。神也会死吗？看着面前巨大的墓碑，似有所感，林峰这句话脱口而出：世界都会死亡，依附于世界的神当然也会。蔡广坤向着墓碑行礼，他的眼神依旧深邃，好像能洞穿这世间的一切。女神死后埋葬于神圣王国，或许有不甘，或许是牵挂他的子民，在他的墓前，圣剑蓝古丽萨就此诞生。放回去吧，用心感受。说完这些，蔡广坤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独留林峰一人在这里感受神陨之地的悲伤。蓝古丽萨，名称圣剑蓝古丽萨，等级属性技能注：只有得到圣剑认可的勇者才能解放他的力量。林峰将圣剑插回墓碑前，一时间光芒大作。隐藏任务：圣剑的试炼开启，是否接受？接受。隐藏任务：圣剑的试炼。任务要求：获得圣剑的认可。任务奖励：转职为隐藏职业勇者，获得圣剑蓝古丽萨。第67章勇者试炼。勇者试炼开启，第一轮励志试炼，可挑战次数3/3。林峰睁眼，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座古老的大殿中。殿中一共有108根石柱，每一根上面都刻着不同的壁画。它的前方1000多米处是一座宏伟的石桥，石桥下面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黑暗，4万丈深渊。在岁月的侵蚀下，这座石桥目前看起来不太安全。吱呀一声，林峰身后的巨大铁门被外力暴力推开。励志试炼，击杀1000只狂兽人。系统提示结束，无数强壮的兽人从门后鱼贯而入，他们浑身皮肤暗红，肌肉虬结，个个都显得孔武有力。1000只兽人吗？
林峰嘴角勾起不屑的笑容，太简单了。说罢，便提起手中长剑，朝着汹涌的怪潮冲去。冲锋！下一刻，林峰呆愣当场，他的技能，那用了千百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冲锋技能，居然没用出来。他站在原地一动未动，怎么回事？打开面板，而且他还发现自己的力量好像有些不太对，手中的武器也变成了一把普通的长剑。名称：林峰，等级80级，职业：见习勇者，力量200，精神50，敏捷100，体质150，幸运0，天赋无，技能无，装备铁剑。啊！林峰站在原地茫然无措，但前方的怪物可不会给他思考的时间。只见最近的一只狂兽人举起狼牙棒就朝着林峰砸来，以林峰当前的属性，这下要是砸中了，脑袋起码得凹下去一截。林峰自然不会傻愣愣的站着给他打，这么多场战斗的经验，也不至于这点小场面都应付不了。在狼牙棒即将接触林峰面门的那一瞬，他动了，动若脱兔，轻松扭过这强横的一击。动！狂兽人没有收住力，一下子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林峰眸中金光一闪，手中长剑直击，势如破竹，轻松将他的脖子贯穿。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后面的狂兽人便接踵而至。林峰也不慌，边向后退，边找准机会一击必杀。虽然没有洞察术，但这几轮交手下来，林峰还是知道了他们的大概属性。150点左右的力量，160左右的体质，敏捷暂时不知，但从他们并不灵敏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是很高。那么接下来就是林峰的杀戮时刻了。场中有108根4人环抱粗的石柱，林峰借着地形不断游走，尽量避免自己被包围。只要小心一点，1000只狂兽人还是没什么问题。林峰一剑捅穿前面的红色大脑袋，紧接着翻身躲过右侧势大力沉的一记狼牙棒。属性碾压，再加上自己的战斗意识，1000只狂兽人想来确实不算什么。林峰最开始是这样认为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上的狂兽人尸体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林峰逐渐感受到了危机。这种危机是之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他的体力不够了，并且随着战斗接近尾声，他的体力下降的也越来越快。之前有隐藏属性的加持下，他从来没有体力耗尽的情况。现在看着自己手中已经卷曲的长剑，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脱力的状态，那是一种停下来就不想再动一下的疲惫感。就连狂兽人的高高举起的狼牙棒，他也懒得去抵挡，只疲惫的喘了一口气，便轻轻的闭上了眼睛。励志试炼挑战失败，当前剩余挑战次数2/3。再睁眼，林峰的体力已经恢复至巅峰。看来这场励志试炼并不单纯指力量，还需要对体力有着细致入微的把控。林峰明白了这一点，走到了最边缘的墙壁。这一次，他要减少体力消耗，在有限的空间内做最小的动作。攻击的时候，也要瞄准敌人的致命处，力求一击必杀，绝不多攻击第2下。吱呀！大门打开，狂兽人鱼贯而入。他们最开始还没有发现躲在边缘的林峰，于是四散开来到处寻找。这倒是遂了林峰的意，在兽人到处乱窜的时候，他已经慢慢摸到了一个狂兽人身后。扑哧一声，长剑从他的后脑勺进，再从嘴巴里出。随着这声响动，狂兽人终于是看到了林峰，纷纷嚎叫着围了过来。林峰不慌不忙，步伐平稳，躲避攻击的同时找准时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就这样稳扎稳打，在杀死900个狂兽人后，他的体力又开始大幅度下滑。呼哈！林峰向后着石桥处猛退，同时一剑逼走上冲上前来的狂兽人。要是巅峰体力，这一下已经将他的脑袋刺穿，可体力的下降导致了力量减弱，注意力下降，速度下降。现在的他甚至没法用2剑的时间解决掉一个狂兽人。林峰不断后退，全然没有注意到脚下的桶状物。扑通一下，林峰摔了个四仰八叉。狂兽人们见状，哪里能放过这种好机会，一个个冲上前来，不停用狼牙棒砸向林峰。不行，体力怎么节省都不够。林峰一咬牙，用尽全身力气向后翻滚。这时他才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是火药。林峰顿时一惊，瞪大双眼，眼睁睁看着狂兽人的狼牙棒砸在地上，顿时火花四溅，轰隆一声，周围的狂兽人包括他自己全部被炸飞。系统传来提示，励志试炼挑战失败，当前剩余挑战次数1/3。最后一次机会了，上次林峰自觉已经做到了最好，每一分体力都没有浪费，可还是不够。不过经过前2次的尝试，他已经找到了完美通关的方法。趁着大门还未打开，林峰急忙向着前方的石桥狂奔。吱呀一声，大门开启，狂兽人吼叫着冲了进来，结果连半个人影都没看见，他们抓挠着脑袋，百思不得其解。狂兽人智力低下，
在没有看到敌人时，心中的怒火无处发泄，他们开始到处乱砸，大吼大叫。这一切，林峰都看在眼里。他蹑手蹑脚，小心翼翼不被发现，悄悄摸摸溜到了石桥边缘。他这才看清，石桥两边堆放的杂物竟然全是炸药桶，看这数量，起码有10吨重。第68章，继之试炼。原来力之试炼不单单指力量和体力，智力也算在其中啊。林峰将目光放在了破损不堪的石桥上，利用现有资源和地形优势去战胜不可能战胜的敌人吗？真是，林峰苦笑着摇头，感觉又要长脑子了。幸好这地下宫殿足够大，狂兽人脑子又不好，一时半会还发现不了自己。既然如此，林峰转头看向堆叠在一起的木桶，挽起袖子就开始搬。简单的火药爆炸自然不可能杀死所有狂兽人，他要将这些火药搬到石桥上，再引诱狂兽人到石桥上来。到时候只要小小的一个火星，这群狂兽人就会掉入万丈深渊。很好，林峰拍了拍手，努力了10多分钟，终于把一半数的火药木桶搬到了石桥上。这就够了，即便再想多搬一些也来不及，因为最靠近这边狂兽人已经发现了他的踪迹。嗷！狂兽人吼叫着朝林峰袭来，不到5秒叫声便戛然而止。林峰神情冷漠地推开狂兽人的尸体，朝着大殿大步迈去。喂！这一声气势如虹，所有狂兽人不约而同地朝林峰这边望来。小崽子们，过来，我给你们看个大宝贝。也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懂，反正林峰说完这句话后，他们便如同疯狗一般朝着石桥狂奔。前方的狂兽人如潮水般涌来，林峰不慌不忙，提剑便迎了上去。鏖战半小时后，林峰的体力也耗费了一大半。是时候了。看着周围只剩不到400的狂兽人，林峰猛地向后跃去。狂兽人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石桥的另一头。眼看到达了尽头，林峰突然停下脚步，转头笑道：“游戏结束。”说罢，手中长剑向地面一划，火星四溅，点燃了铺洒在石桥边缘的火药。嗖的一声，火光窜起，瞬间就引爆了最近的一个木桶。随后便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剧烈爆炸，石桥倒塌，狂兽人们带着恐惧与吼叫落入了万丈深渊。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完成力之试炼，技之试炼开启，可挑战次数10%。技之试炼，消灭4只石巨人。画面一转，林峰来到了一间相对狭小的正方形房间。起码比起刚刚的地下宫殿，这个房间确实称得上狭小，整体看下来差不多有足球场大小。中间部分有4只类似石头的怪物，对应的角落放着4个不同的操作台。操作台上也只有一个按钮，不知道是干嘛用的。还没等林峰再观察一阵，几个石头人依次站了起来，每一个都差不多有2个林峰这么高。战斗开始，林峰提剑上前，剑光划过，只听叮的一声，一股酥麻感瞬间传遍全身。看着自己崩裂的虎口，林峰这才明白，当时禽兽面对自己的时候得有多绝望。呼！破风声传来，石头人的拳头向下猛砸，林峰将脑中杂念驱逐，同时奋力闪身。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看到了石头人身上有几块地方变成了红色，分别是头、腋下、肚子、大腿。林峰集中注意力，身体扭动翻滚，一剑刺向了石头人的大腿。哦！破防了！石头人发出一声愤怒的嚎叫，抬起拳头再次向着林峰猛砸。石头人身体的几个部分又一次变红，只是这次位置却不一样，分别是手、脚、背部、头。不过这次林峰没有再攻击，在这短短的几秒时间里，另外3个石头人已经围了上来。林峰快步向后退，脱离他们的包围圈。从目前这几秒得到的信息来看，石头人常态状态下是无敌的，必须要在他攻击的那一刻才会露出弱点。现在林峰唯一的优势就是速度比他们快上很多，于是他决定利用走位将他们分散一点，然后逐个击破。跟预想的一样，林峰不断在各个方向游走，利用速度的优势将他们之间的距离隔开。现在可以出击了，林峰选择了一个最远的石头人，等着他先动手。呼！石头手臂带着呼呼风声朝着林峰砸来，红色部位显现，林峰眼疾手快，躲闪的同时一剑刺出。嗷！嗷！2道嚎叫声同时传来，林峰眸光轻瞥，注意到了另一个石头人，他浑身突然泛起黄色的光芒。顿时，林峰心中警铃大作，几个后撤步离他更远了些。技之试炼挑战失败，当然可挑战次数9%。啊！林峰一脸懵逼，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难道怪物亮黄光就是失败吗？从石头人亮起黄色光芒到挑战失败，期间不过才短短5秒。没有洞察术真麻烦，没有洞察术看不到怪物技能，那就只能用挑战次数一遍遍地使。这次林峰没有选择进攻，而是边遛弯边等待之前的现象出现。哦！5分钟，
从开局到出现黄色光芒的时间是5分钟。林峰眼神锐利如鹰，死死盯着发光的石头人。在系统提示响起的瞬间，他看见了，虽然很模糊，但他确实看见了那个发光的石头人以一种肉眼难以捕捉的恐怖的速度冲到他面前，一拳秒杀。既知试炼挑战失败，当前挑战次数8%。只有5分钟时间吗？5分钟一过，绝对秒杀。那么林峰必须要在5分钟之内击杀所有的石头人，太难了，不过可以尝试。既知试炼挑战失败，当前挑战次数7%。既知试炼挑战失败，当前挑战次数6%。不行，做不到。林峰第一次雨露均沾，在4个石头人手中闪转腾挪，同时尽量打出最多伤害，可结果是一个都没杀死。第二次，林峰集中攻击其中一个，足足砍了40剑，还是没有杀死。这时5分钟的极限时间正好到达。2次失败经验总结，他绝对不可能在5分钟内杀死所有石头人，不可能无解。既然是既知试炼，就一定有能用技巧破解的方法。对了，林峰想到角落的按钮，那东西说不定就是破解之法。第69章女神。这一次，林峰静静等待着石头人发光，他则站在与之对应的操作台旁边。5分钟后，石头人发出黄色光芒，林峰直接按下操作台的按钮，黄色光芒顷刻转变为红色。这颜色是弱点出现的颜色，现在的他全身都是弱点。林峰二话不说，提起剑上去就是一顿疯狂输出。正当他砍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眼前虚影忽然一闪，叮！林峰退后几步，仔细观察，发现4个石头人正在快速交换位置。糟了！他心中顿感不妙。房间内一共有4个按钮，也就是说，这4个石头人会每隔一段时间就触发秒杀技能，只有和他们初始位置对应的按钮能打断秒杀技能。而现在他们在不断交换位置，林峰根本就没办法分清他们，自然不可能找到对应的按钮。果不其然，30秒后，其中一个石头人开始散发黄色光芒，第2次秒杀触发时间居然间隔这么短。林峰随便找了一个按钮按下，既知试炼挑战失败，当前挑战次数5%。呼！林峰吐出一口浊气，基本上怪物的机制已经是出来了，这一次只要盯紧他们交换的位置，就像猜箱子一样，轻而易举。既知试炼挑战失败，当前挑战次数4%。才怪！林峰扶额，这该死的试炼也太难了。怪物触发秒杀技能，林峰就只有5秒的时间，也就是说，他要一边躲避其他3个石头怪的攻击，一边找到正确的按钮，然后还要在5秒的时间里成功按下。这种操作在第1次触发秒杀后，就会变为每30秒一次。既知试炼挑战失败，当前挑战次数3%。既知试炼挑战失败，当前挑战次数2%。林峰深吸了一口气，在失败这么多次后，他也是驾轻就熟，这次应该不会再出现问题。石头人起身，林峰提剑迎上，躲闪反击，在最开始的5分钟内打出最大输出。5分钟时间一过，林峰严阵以待，他已经在脑中给4个石头人编号，绝对不会出差错。光芒一闪，林峰想都没想，直接按下东南方向的按钮，熟练的让人心疼。紧接着黄光转化为红光，林峰立马折转，疯狂输出。时间快到了，林峰提前退后，站在视野最开阔的地方，看着他们换位置，编号深深刻在脑海中，无论他们怎么移动，林峰始终能掌握他们的对应的按钮。30秒后，其中一个石头人开启积蓄秒杀技能，林峰想都没想，直接朝着西南角跑去。这次没有失败，秒杀技能被直接打断。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不断重复，而且为了保证自己能及时按到按钮，林峰始终保持靠房间中央的位置。嗷呜！随着第1个石头人倒下，林峰的压力立马小了很多。紧接着第2个，怪物越来越少，林峰驾轻就熟。第3个，嗷呜！嗷呜！随着最后一个石头人发出不甘的嚎叫，这该死的试炼终于是通过了。终于过了。林峰擦着额间的汗珠，这种技术活是真不好干。他现在的手都还在发抖，这种游走在刀尖上的活，还得是刺客相关的职业才专业对口。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完成既知试炼，心之试炼开启，可挑战次数1。心之试炼，直视本心。还没来得及回味刚刚心惊肉跳的感觉，新的试炼再次开启。霎时间，场景陡然变换，一阵清香袭来，林峰发现自己正坐在陌生别院的石凳上，面前摆放着一整套茶具。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女人，很美，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遗憾的是，这美无法刻在心里，他的视线只要稍微转移，就会立马忘记这个女人的面容。欢迎来到心之试炼，挑战者。不必紧张，似看出林峰局促，女人开口宽慰道：心之试炼非常简单，只需要回答我的一些问题就能轻松通过。简单的问题？
林峰将信将疑，按照之前试炼的尿性，这关肯定也是陷阱重重，很有可能落得一步错，满盘皆输的下场。所以林峰依旧严阵以待，力求用最完美的答案把他糊弄过去。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女人轻笑一声，声音温婉动人，让人如沐春风。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要成为勇者？那还用说吗？林峰站起身来，大义凛然，气宇轩昂，当然是为神圣王国的子民。前任勇者战死沙场，我辈又岂是贪生怕死之徒？现在大敌当前，众勇士对我委以重任，我必全力以赴，哪怕落得和前任勇者一样的下场，我也不后悔。林峰慷慨激昂的演讲并未赢得他的掌声，甚至到现在连表情都不曾变过，依旧保持着温婉的笑容。见对面不接茬，林峰也顿感无趣，悻悻作罢。第二个问题，你刚刚说的是真心话吗？当然。林峰丝毫不觉得羞愧，几乎是脱口而出。作为神圣王国的一份子，为国王献出心脏，为人民献出心脏，是我应尽的职业。女人轻眼薄唇，似笑非笑。神圣王国没有国王，翻车了。吹牛逼吹过头了，这年头吹牛逼都得做背条吗？为什么王国里面会没有国王啊？不，林峰心中1万头草泥马奔腾，但表面依旧装模作样。在我心里，神圣王国的所有子民都是我的国王。那你是准备在神圣王国长久居住吗？来自其他世界的强者。林峰一时不知作何回答，老底都被人掀了，还有装下去的必要吗？女人站起身来，向林峰伸出了手，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伊露丝，这里的人都称呼我为女神。林峰愣愣地看着她伸过来的手，不知道她想干嘛。你们世界的礼仪不是见面握手吗？此生蓝星的见面礼仪可不是握手，握手礼仪是上辈子的地球。你是神？林峰伸出手握了上去，手中传来的感觉就如同握住一缕青烟，一瞬即逝。第70章，勇者意志。曾经是，现在的我不过是一缕残念，守着这个世界不肯离去。伊露丝收回手，眼神中透着无尽的孤寂。每一任掌握圣剑的勇者都要通过心智试炼，在这里我将判断你是否有继承圣剑的资格。毕竟如果是邪恶之人掌握圣剑，那将是一场灾难。你不必用花言巧语来蒙骗我，那没有用。你骗得过别人，但永远骗不过自己的内心。林峰表情肃然，郑重其事地说道，我明白了。既然如此，心之试炼正式开启。记住，接下来你的每一句话都将会遵循本心。画面一转，林峰出现在了一条昏暗的街道上，他的面前5米处是一个手持匕首的中年男人，男人的身下是一个不到20岁的妙龄少女。他们现在一动不动，时间仿佛陷入了静止。这是干什么？林峰不解地问道。伊露丝从两人之间穿过，径直走到林峰面前，做一个简单的选择题。你面前的这2个人，一个是杀人不眨眼的恶徒，一个是无辜的少女。现在你必须杀掉一个人，你选择谁？林峰想都没想，直接回答，恶徒。伊露丝轻笑，很好，你救下的这个少女现在人畜无害，但在10年后的某天会意外召唤地狱恶魔，毁灭一整座城市。而这个中年男人其实是好人，所杀之人都是大奸大恶之徒，他就是看到了未来才赶过来提前杀死少女，避免灾难发生。重新选择，你是会袖手旁观，还是继续救下少女？林峰，哦，这种问题必须是我来选吗？勇者，既是力量也是责任，你的选择至关重要，有时候即便你不想，也必须得做。伊露丝循循善诱，就像引导之前的那些勇者一样。哦，行吧。林峰闭上了眼睛，手指随着口诀不断在2人身上跳动，1颗米冲到底，不是他就是你。睁眼，他的手指停留在了少女身上。救他吧。伊露丝平静的脸色也多了一丝难以言说的怪异，她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这家伙还敢再随便点吗？小孩子过家家呢。不过作为女神的残念，多年引导者的职业素养，她还是继续问道，这么随便吗？你要考虑清楚，那可是一整座城市的人。林峰斜睨了他一眼，不屑道，关我什么事？伊露丝强忍着抽他的冲动，你救下他，然后整座城市被毁灭，你觉得与你无关吗？当然了。林峰双手环抱于胸前，理所当然地说道，又不是我毁灭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而且这个问题无论怎么选，最终都讨不到好。帮女孩杀了一个好人，毁灭一整座城市，往后余生都会陷入深深的自责。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什么都还没做的无辜女孩死在自己面前，同样会后悔当初没能救下她。既然都会后悔，为什么不能随便？林峰冷笑一声，这种从天而降的责任我可不愿意见，真要怪谁的话，那就只能怪他们命不好了，投错胎了，反正不可能跟我有关系，我不负责。总之一句话，我不接锅，爱谁谁。好，我已知晓你的回答。伊露丝大手一挥，
场景再次变换。这次是一处洞穴，一头狰狞的巨龙正盯着脚下的人类，他的口水顺着锋利的牙齿滴落在地上，啪嗒一声，吓得底下的人类鬼哭狼嚎。伊露丝从阴影中走出，随手打了个响指，将画面暂停，继续来做选择。除了这群成年人类外，巨龙的身后还有一个8岁的人类幼童。你现在有能力救下这群人，但在那之后，孩童就会被巨龙吃掉。如果选择救孩童，这群成年人就会被吃掉。林峰丝毫没有犹豫，救成年人。为什么？伊露丝不解。一般情况下，多数人都会选择救孩童，这是人类基因里的天性，保护幼崽不受伤害。结果这个人想都没想，直接选择了成年人。人多。林峰的回答简洁明了，好像挑不出太大的毛病。如果这个孩童是异国的王子，救下他你将获得无尽的财富。林峰秒答，那就救小孩。伊露丝眸中透着怜悯，那这群人怎么办？一个人换一群人，你觉得值得吗？林峰耸了耸肩，只能怪他们命不好。伊露丝，那如果将那群人换成你的亲人、朋友，你会选谁？林峰，亲朋。伊露丝，那你的亲朋和一整个星球的生命放一起做选择呢？亲朋。林峰依旧是秒答，没有一丝犹豫。伊露丝听完回答，忍不住斥道，你轻易之间便决定了一颗星球生命的命运，你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你难道不会羞愧吗？你觉得你这样的人配当勇者吗？林峰冷笑一声，配不配当勇者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的选择没什么问题。既然条件设定了只能选一项，我自然要选择有利于我的一项。而且林峰顿了顿，轻瞥了伊露丝一眼，如果这些选项真实发生了，一座城、一颗星球的人因此死亡，那也不能怪到我头上。伊露丝满脸鄙夷，是你做的选择，你却不敢承担责任吗？勇者可不是这么当的，勇者要勇于……不，林峰直接打断他，这一切都不是我主导的，我为什么要承担责任？我也只是被迫做选择，被迫选择有利于我的选项。而你，对，就是你。林峰毫不客气指着伊露丝，你是设定者，你创造了这些选项，所有的麻烦都是你造成的，你才是罪魁祸首，你将承担这些选项带来的所有后果。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无辜的路人，多指责别人，少内耗自己。笑话，只要我没有道德，就没有人可以道德绑架我。呵，伊露丝表情变化极快，从最开始的不解到愤怒，最后又变成了欣喜。好，非常好。他鼓起了掌，眸中的赞赏之色溢于言表。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自大狂，任何事物都改变不了你的想法，没有人可以篡改你的意志，没有人可以影响到你的选择，也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做勇者。伊露丝拂袖转身，逐渐消失于天地间。去吧，成为勇者，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第71章转职。勇者圣剑。恭喜下级战士林峰完成勇者试炼。恭喜下级战士林峰成功转职，当前职业勇者。一道圣光降下，林峰感觉到了一阵深入骨髓的温暖，紧接着是一股全新的力量扩散至四肢百骸。勇者转职成功，终于不再是最低级的下级战士了，他现在是超级隐藏职业勇者。打开系统面板，名称林峰，等级14级，职业勇者，力量30加700，精神10加700，敏捷20加700，体质80加700，幸运10加700。基础的力量、敏捷、体质，甚至是幸运都增加了10点，隐藏属性没有增加，看来只有自由属性点可以增加隐藏属性。加的这些小属性都只能算是一些天头，真正的重头戏在技能上面。天赋勇者之力。勇者之力增益状态持续时间增加 50%， 身上每多一项增益效果，伤害正 5% 减伤正 5%， 最高 40%， 也就是需要8个增益状态就可以触发勇者天赋的全额加成。现在林峰身上有7元素增益，直接就触发了 35% 的增伤减伤。技能勇气冲锋1级，剑魂之伤1级，勇者之瞳1级，女神祝福1级，大贺1级。冲锋和劈砍这种下级战士的技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勇气冲锋和剑魂之伤。洞察术也被同类型的勇者之瞳替换，倒节省了一次技能遗忘卷轴。勇气冲锋传说向一个方向进行冲锋，同时为自身附加体质相关的高额护盾。冲锋距离20米，冷却时间30秒。剑魂之伤传说为剑身附加强大剑魂，对目标造成巨额伤害，同时驱散目标，随机5个增益状态。若为永久增益，则转为封印增益10分钟，冷却时间20分钟。勇者之瞳传说开启后可查看目标属性，
对某些物品会触发宝物甄别效果，无法查看等级高于自身30级的目标。宝物甄别显示物品关键隐藏信息。女神赐福，史诗向女神祈求祝福。仁慈的女神自然不会拒绝自己忠实的信徒，她会为使用者随机降下10个不同的低级增益状态，同名增益不可叠加。增益时间持续20分钟，冷却时间24小时。大喝，爆发一声怒吼，对10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1点强制伤害，并眩晕1秒，降低他们20%的力量，持续20秒。同时随机驱散敌方身上的一个增益状态，若为永久增益，则转为封印增益10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强无敌！如果说之前下级战士林峰是拿着把西瓜刀一路从蓬莱东路砍到南天门的话，现在转职为勇者的他就是拿着火箭筒一阵蹦蹦蹦。职业查看完毕，该看看他的新武器了。圣剑蓝古丽萨。此时的圣剑早已不似之前那般普通，他现在浑身上下散发耀眼强光，整个剑身锐利逼人。名称：圣剑蓝古丽萨。等级：品质：史诗。属性：技能：魔物克星。你就是魔物。圣剑解放，与勇者的羁绊。魔物克星，对魔物造成伤害正50%。你就是魔物。用圣剑指定一个目标，随后大声喊出呆，魔物哪里跑，该目标就会转变为魔物属性，持续10分钟，冷却12小时。好羞耻的技能，林峰感觉自己一辈子都用不上。圣剑解放，解放蓝古丽萨的真正力量，持有者力量属性会获得巨额提升，同时挥舞圣剑将会发射强大剑气攻击目标，每秒消耗体力值。与勇者的羁绊，蓝古丽萨与勇者的等级同步，同时属性也会同步增长。强，成长武器，说它是神器级别也丝毫不过分。林峰伸手将圣剑拔了出来，一股暖流从剑身窜入他的身体。此时圣剑光芒褪去，属性显现。名称：圣剑蓝古丽萨。等级：14。品质：史诗。属性：力量加70。够了，准备就绪，至尊哥布林可以攻略。林峰拿起圣剑，转身朝着陵园外走去。他前脚刚踏出，一股恐怖的冲击波便迎面扑来，直接将周围的建筑物全部轰飞。外面一片狼藉，不时传来成人的惨叫声与婴儿的啼哭声，爆炸声不断传来，响彻天地，整座城市陷入了火海中。城中心吗？林峰望着远方不断闪耀的魔法，脑中已有了大致方向。一路走过，断壁残垣，血流成河，人类的尸体几乎铺成了一条鲜红的道路。林峰无暇顾及，全力赶路。等等，等等！一声虚弱的呼喊顿住了林峰的脚步。是一个满脸鲜血的女人，她的半身埋于废墟之中，仅剩的那只手高高举起。仔细看去，那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他正嘟着嘴呼呼大睡。求求你，救救他！我已经不行了，但我的孩子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他不该这么早结束人生。抱歉，我赶时间。林峰声音冷淡，转身就走。救一个人还是救一群人，在心之试炼中，他就已经给出了答案。自己将前往最危险的战场，带着一个婴儿等于送他去死。但如果浪费时间安置婴儿，更多的人将因此失去生命。求求你，求求你！声音逐渐微弱，林峰的心坚定如铁。优柔寡断，畏畏缩缩，最后只会什么都做不成。林峰继续狂奔，沿途的尸体越来越多，参与救援的士兵也陆陆续续的出现。看，是圣剑！圣剑在他手里，他是新的勇者。勇者大人来了，我们有救了！勇者大人，勇者，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他们死了，都死了！勇者，呵，不也一样是去送死吗？活着的人们欢呼着迎接他们的救世主，也有人埋怨着，埋怨林峰为什么不能救下所有人。有人冷嘲热讽，觉得末日降临，人族毫无希望。这些话语林峰都听在耳里，心中依旧不为所动。你过来！林峰停下脚步，指着一个年轻的士兵。年轻士兵忙不迭跑过来，勇者大人，请问有什么吩咐？林峰指着身后，那边有一个婴儿还活着，你去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是，勇者大人。年轻士兵欣然接受，既因为对勇者敬重，也因为他的职责。林峰点头，化成一道红色闪电，急速向着城心中赶去。与心之试炼不同，现实不是一道单选题，如果能多选，他也不会做那种冷血之人。第72章，勇者登场，启动光之护锋。巨大的广场中，100来个魔法师同时施法，10几道光柱如利剑一般插入地面。嗷！中间的至尊哥布林脚下蓄力，如炮弹般弹射到空中，在即将越过光剑封锁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脚下一沉，低头看去，勇者小队中的盾牌战士正死死地抱住他的双腿。
人类，你就这么急着去死吗？至尊哥布林猩红的眸子愈发狠辣，他已经杀疯了，整个神圣王国一半的人类被他屠戮。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还不畏惧他，为什么还敢阻止他？至尊哥布林重重落下，咔嚓一声，他脚下的人被直接踩碎了下半身。啊！盾牌战士发出凄惨的哀嚎，但他的手依旧死死拽着哥布林的腿。哼！至尊哥布林弯下腰，慢慢的一根一根的将他的手指掰断。啊！他终于是忍受不住这种痛苦，被迫放手。可下一秒，他又用牙齿咬了上去。至尊哥布林脚往后一抽，他的牙齿立马全部碎裂脱落。为什么？明明这么弱小，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盾牌战士嘴里吐出血沫，因为我发过誓，会用生命守护这个世界，直到最后一刻。最后一刻吗？至尊哥布林血红的眼眸逐渐恢复，变成了黑色的人类瞳孔。那你做到了。说完，至尊哥布林一脚将他的脑袋踢了个粉碎。你们也有这种决心吗？为你们的种族战到最后一刻。至尊哥布林环视四周，大声发起质问：你们都不怕死吗？你们难道都能平静地迎接死亡吗？当然不能，我们怕死。法师中央，蔡广坤和众法师一起向着护风阵输入魔力，他面色潮红，大有回光返照的迹象。但是我们知道自己该守护什么。你这种怪物怎么会懂？你除了会破坏以外，还知道什么？我不懂，确实不懂。至尊哥布林浑身肌肉紧绷，面露狰狞，因为我从出生的那一刻就知晓，这个世界的哥布林已经被逼到绝境，种群数量不超万数。这一切都是你们人类造成的。我生来就要奉行毁灭之职，摧毁人类，摧毁世界毒瘤。你说的对，我只会破坏、毁灭，我既是毁灭之神。至尊哥布林口中射出恐怖的黑色能量，撞上光柱，触发剧烈爆炸，整个魔法团被这狂暴的力量掀飞。光之护风魔法阵没有魔力的输入，逐渐变得暗淡无光，直至消失。蔡广坤被冲击波撞到墙角，他眸子浑浊无光，肚子被石柱刺穿，已是进气少出气多的状态。或许人类真的会亡族灭种吧。他在这一刻无比懊悔，懊悔当年为哥布林种族灭绝计划提出反对票。种族战争一旦开始，就是你死我活，不死不休的局面。仁慈有时候是一种罪。人类灭亡吧，今后是哥布林的天下。至尊哥布林从烟雾中走出，他步伐缓慢，显得非常肆意。女神已死，神圣王国被灭，哥布林的种族复兴至今日起。正当他幻想着哥布林种族的未来时，烟雾中突然冲出一道黑色身影，他的速度极快，在身后留下道道残影。还是不肯放弃吗？人类啊，你们真是太傲慢了。至尊哥布林向前击出一拳，被黑色身影轻松躲过。傲慢的是你，自诩为神的怪物。一只绿色的箭矢从远处急速飞来，至尊哥布林轻笑一声，伸手直接抓住，正想将其掰断，箭矢猛然膨胀，化为一棵参天大树，枝条翻飞，将至尊哥布林牢牢困在原地。怪物，去死！大剑壮汉从天而降，手中巨剑带着沉重威势，朝着至尊哥布林砍下。后方黑影闪现，手中冷风直指至尊哥布林胸膛。哼，没用的，在这个世界，我就是无敌的。至尊哥布林眼中金光一闪，双臂用力一震，枝条纷纷断裂。他单手接住上方大剑，稍微用力，大剑便寸寸断裂。在壮汉震惊的眼中，至尊哥布林的手掌瞬间打在他的心脏处，扑哧一声，手掌穿胸而过，壮汉死不瞑目。后方黑影早已发动上百次攻击，他的真实之刃破开了至尊哥布林的皮肤，划出一串串血珠。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伤皮不伤骨。至尊哥布林的皮肤在被割开的下一秒便恢复如初。虫子，玩够了吗？至尊哥布林转身挥拳，依旧打了个空气。不过他并不着急，闲庭信步般的捡起地上剑刃碎片，顺着疾驰而来的箭矢，他也掷出了碎片。啊！一声惨叫从远方传来。艾琳！黑影焦急出声，却不想至尊哥布林等的就是这一刻。抓到你了，虫子！至尊哥布林直接来到他的身后，一把抓住他右腿。这下你跑不动了吧？呲啦一声，骨肉分离。还有一个害我晚降生100年的罪魁祸首。至尊哥布林缓慢走向颓坐在废墟墙角的蔡广坤。可惜我还是来到了这个世界，带着哥布林族群100年的怒火。从此以后，哥布林将统治世界，而我将成为这个世界的唯一真神。蔡广坤看着逐渐逼近的哥布林，眸子渐渐灰暗。哈哈，哥布林神焰之族，仅凭你一个还不够。人类不会灭亡，你们需要人类女性来繁殖后代。只要还有一个人存在，你在王座之上永远如芒在背。
他艰难地撑起身子，其实他还有魔力，也会治愈魔法，但在至尊哥布林面前，挣扎已经毫无意义。与其被蛇辱致死，不如就这样带着人类最后的尊严死去。我可以不用人类女性，我用精灵，用兽人，用矮人。至于你们人类，我是一定会斩尽杀绝的呀！至尊哥布林向前猛冲，比钻石还坚硬的拳头直取蔡广坤面门。蔡广坤闭上眼睛，迎接自己的命运。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他对得起人类，对得起自己。他死而无憾。可好似命运女神垂青，在这生死一刻，他的耳边忽然传来一声暴喝：剑魂之伤！一道剑光闪过，至尊哥布林被一招逼退，他又连退好几步才堪堪稳住身形。他带着一脸的不可置信，低头望去，自己胸口居然有一道狰狞恐怖的伤口，自己居然被伤到了。你是谁？哼！来人轻蔑一笑，说道：勇者，前来斩杀你这个魔物。你成功了！蔡广坤见到林峰，眼中重新燃起求生的欲望，他连忙拔出石柱，施法将自己的伤口治愈。小菜一碟，一边休息去吧，现在看我的。林峰保持着战略上轻视、战术上重视的原则，目光始终没有从至尊哥布林身上移开。勇者之瞳，名称王木霸，种族至尊哥布林，等级20级，力量2000，精神2000，敏捷2000，体质2000，幸运0，赐福完美伤害，完美防御，封印生机盎然，封印无限体力，封印快速成长，无限魔力，魔法伤害免疫，完美之躯，封印绝处逢生，封印异常状态，荣甲。这家伙硬是在神圣王国杀到了20级，这恐怖的属性！林峰额头冷汗直冒，如果不是有7元素黑暗的加持，并且还成功封印他关键赐福的情况下，自己肯定立马转身逃跑。现在还有机会，还差用大鹤将他的完美伤害赐福封印。虽然在剩余4个赐福中随机封印到完美伤害很难，但林峰只能赌，他赌自己700加的幸运值足够给力。哦，你就是新的勇者？至尊哥布林看到了林峰的圣剑，脸上难得露出认真的表情，比上一个强一点，起码你能伤到我。话音未落，至尊哥布林突然消失在空气中，在林峰反应过来的时候，哥布林的拳头已经打在了他的脑袋上。太快了，太快了！啪！如同拍西瓜一样，林峰的脑瓜子顿时4分5裂。不过幸好他还有7元素光明的 buff 加持，能免费复活10次，并且在他高额的幸运值作用下，哥布林触发不了霸气的驱散效果。第73章弑神之战，还是一样脆弱不堪。至尊哥布林满脸鄙夷，你应该是人类的最强者了吧？可惜你面对的是神。金光一闪，林峰原地复活。至尊哥布林诧异一瞬，紧接着上前又是一巴掌。林峰脑袋稀碎的同时也攻击到了哥布林。异常状态，伤口诅咒。不对，林峰再次复活，再次被一巴掌拍死，同时再次攻击到了至尊哥布林。异常状态，技能封印。不对，林峰又一次复活，又在死的时候攻击到了。弱化效果，防御降低。不对，继续。弱化效果，攻速下降。不对，连续5次死亡。林峰还没说什么，蔡广坤倒先承受不住了。够了，够了，没有必要这样。就像我们约定的那样，你可以逃跑，没人会怪你。逃跑吧，这个世界人族的灭亡是必然的。你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不要再继续了。你赢不了的，快跑！异常状态，衰弱，力量，攻速，移速，生命下降30%。对了，大喝，力量降低20%。林峰发出一声暴喝，将至尊哥布林眩晕在原地。勇气冲锋！林峰向着反方向冲锋，拉开与至尊哥布林的距离。负面状态持续时间10秒。他林峰加 buff 连1秒都不要。晶体皮肤，减伤正30%。女神祝福，力量提升1000分号，速度提升1000分号，防御提升1000分号，体力提升1000分号，魔力提升1000分号，恢复提升1000分号，破甲1000分号，减伤1000分号，增伤1000分号。已有关键 buff， 勇者之力，伤害正40%，减伤40%。7元素光明，生命恢复正500%，减伤正30%。7元素黑暗，攻击时额外造成20%的真实伤害，获得死意不绝效果，持续24小时。死意不绝，攻击目标将附加多种超级异常状态与弱化效果，持续10秒。啰里吧嗦，唧唧歪歪，林峰扭了扭些酸痛的脖子，嚣张道：看好了，我是怎么是神的。林峰现在的减伤高达110%，
但至尊哥布林有着完美伤害的加持，增伤有100%，增伤和减伤都是最终伤害计算，所以会相互抵消。那么林峰的真正减伤只有10%。林峰在用自己的复活赌，只要赌一下弱化效果或者异常状态能减到他的力量属性或者伤害。5次复活的代价，他赌成功了，成功给至尊哥布林上了衰弱的异常状态。衰弱和大喝减少了他50%的力量，衰弱是特殊的异常状态，大喝造成的是弱化效果，两者可以叠加。在大喝封印不到完美伤害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再被至尊哥布林秒杀。晶体皮肤和女神祝福死亡后复活不会刷新，所以他有且只有一次机会，必须赌到一次降低尊哥布林伤害的 debuff， 他才能全力出击。巧了，刚刚大贺封印的是魔法伤害免疫，运气不算好，但是够了，他已经输不了了。要是之前剑魂之伤没有封印到他的生机盎然，在附加伤口诅咒的情况下，林峰能赢得更简单。不过无所谓了，在他这只有小赢、中赢、大赢和赢妈了，都不知道怎么说。但至尊哥布林显然还不知道自己已然落入下风，继续出言嘲讽，还在挣扎吗？人类真是如同跳蚤一样烦。林峰并不理会他，继续开状态。恶魔射令，圣剑解放，力量加300，圣剑绽放耀眼光芒。恶魔射令普通攻击加上剑气，自己一下就能给他附加3个 debuff。行了，已经完全形态了，这过程只过了5秒。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至尊哥布林的直觉告诉他有危险。人类别挣扎了，让我给你一个痛快。说罢，他身形一闪，消失在原地。还是这么快，但在衰弱的速度削减下，林峰已经能捕捉到他的动作。自己没他快，但是够用。砰！一声巨响夹带着恐怖的气浪席卷全场，远处的蔡广坤被这巨大的力量直接掀飞100米距离。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放弃观察战场中心的情况。这一战关乎人族的命运，即便作为旁观者，他也不敢懈怠。灵童清晰术，在施加2个视野技能后，他终于看清了战场中央。场中的一幕让他的心脏砰砰直跳。他看见了至尊哥布林的拳头被林峰挡住了，虽然还是有些狼狈，但他确确实实挡住了那个2000力量，一身变态祝福的恐怖怪物。林峰当然能挡住，这都是他计算好的，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内。怎么会？至尊哥布林震惊不已，他还是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个弱小的人类能挡住自己的全力一击？林峰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冷笑，他当然不会明白，弱小不是原罪，傲慢才是。你输了，神，记住了，打败你的是勇者林峰。剑随心动，圣剑光芒大盛，迎合着林峰的磅礴气势，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风的攻势。冷酷的剑刃划过，至尊哥布林的胸口又出现一道恐怖的伤疤，恰巧和之前的那条共同组成了 X 型。同时3个 debuff 附加在他身上，荣甲技能封印，伤害降低。即便是在愚钝，他也该明白了，自己已经陷入了绝对的劣势。他害怕了，他开始后退了。在林峰一剑又一剑钝刀割肉的攻势下，他失去了战意。那个口口声声说要毁灭整个人族、不可一世的神之子，转身逃跑了。不过这并不怪他，毕竟他还只是个未满月的孩子。他对付不了林峰这种万年老油条，他有什么错？恶魔之手，一道巨大的红色手爪将还没跑出10米远的至尊哥布林抓了回来。林峰手中蓝古丽萨剑气暴涨，一剑斩下，断腿。当然，这不是 debuff， 而是确确实实的被斩断了双腿。无数负面状态挂在至尊哥布林的身上，导致他的防御力至少降低了50%。现在的至尊哥布林早已没了当初的嚣张气焰，他哀嚎着：“不要杀我！我的母亲是真神，你杀了我一定会受到神罚！”啊！回应他的是一道锐利的剑气。啊！我的手！啊！不要杀我！哥布林的命也是命，哥布林也有活下去的权利。你作为强者，更不该剥夺弱者的生存权利。林峰被他给逗乐了，讥讽道：“我说你们这些家伙能不能有点骨气？开局强无敌，天上地上唯我独尊，杀伐果断，冷漠无情。怎么轮到你们被杀的时候，一个个跟条死狗似的，脊梁骨都成烂泥了？杀人者人恒杀之，这点觉悟都没有吗？”剑光闪过，连带着身后的断臂残垣一同斩断。你们，至尊哥布林的思维永远停留在了这2个字上。他当然不知道林峰说的你们另一个指的是谁。第74章收获满满，击杀至尊哥布林，获得经验116000。击杀至尊哥布林，获得是神者称号。恭喜勇者林峰升级，当前等级15级，终于不再是下级战士林峰了，勇者就是比下级战士好听。打开称号面板，名称是神者，品质神级，
属性力量加100，技能弑神之力。弑神之力对神造成伤害增加 10%， 斩杀神明可以升级弑神者称号，当前等级1级 0%。神级称号还是可以升级的那种，太牛逼了！果断把巨兽杀手换下来，力量暴涨。虽然这次任务难度巨大，但奖励真的是没得说。超级隐藏职业勇者，可成长的史诗级武器蓝古丽萨，还有这个可升级的称号是神者，将林峰本来就强大的实力再次拔高，提升起码不止1倍。爽！这还没完，7元素的增益状态他还可以选择一个，然后还有那个哥布林遗迹还等着他的收割。美中不足的是，至尊哥布林没爆装备，啥都没爆。贯彻落实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处事原则。感谢你拯救了这个世界的人族，勇者林峰，我代表神圣王国向你施以最隆重的礼仪。蔡广坤在林峰面前单膝跪地，摘下了他刚刚才戴上的法师之帽。这些虚头巴脑的就别搞了。林峰摆了摆手，直接将他扶起来。有没有实际点的东西？比如说和圣剑配套的装备啊，比如什么毁天灭地的宝物啊？林峰眼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扑闪扑闪，盯得蔡广坤一阵头皮发麻。那个圣剑是神之遗物，没有装备能配得上它。不过什么？有戏！林峰的眼中重燃贪欲之火。蔡广坤心中暗道不妙，该死，说漏嘴了。但事已至此，他也不敢蒙骗林峰，毕竟之后还需要他的力量。那个魔王铠甲或许可以。林峰立马站直身体，神情肃穆，正色道：魔王在哪？身为新任勇者，自然要为这个世界除去这个祸害。魔王已经死了，铠甲呢？铠甲被毁灭了，它有邪恶的魔力，会让使用者堕落。林峰闻言直接翻了个白眼，转身离去，真是浪费他的表情和时间。等等！蔡广坤拉住林峰，极尽讨好的讪笑道：你取走了圣剑，没了圣剑的保护，我们怎么？林峰皱眉，周围气压瞬间变低。你想卸磨杀驴？不敢！蔡广坤连忙否认。我的意思是，魔王会带着铠甲重生，到时候需要你。林峰，多久重生？大概50年以后。当然，我们之间的世界时间流速并不同，所以你那边的时间我不确定。林峰摇头，我这次离开可能就回不来了，抱歉，帮不了你们。如果有能让我回到这个世界的方法，帮你们倒也只是举手之劳。我有办法。蔡广坤心中大喜，他可是这个世界的魔导师，空间宝物什么的也是如数家珍。这个，蔡广坤取出了一个透明的戒指，要不是上面有着一些银色的丝线相互缠绕，组成神秘铭文，以林峰这种眼力，竟然也差点看不到。名称：世界传送戒指，等级1级，属性：力量加1精神加1敏捷加1体质加1幸运加5，技能：世界定向传送。世界定向传送，永久绑定世界其中一个地点，无视世界隔膜，直接传送至该世界。当 CXV 欧元156348123466854664425555466454442，使用次数5%。注：只能绑定职业系统涵盖的世界。林峰接过戒指，直接戴上。刚刚你说我们世界之间时间不对等，那我在那边怎么知道魔王复没复活？蔡广坤淡淡一笑，这个你不用担心，上面有我的魔法，戒指全身变成红色之际，就是我们需要你降临之时。行，没问题。林峰表面不显，心中早已乐开了花。蔡广坤觉得自己赚了，其实林峰早就赢妈了，白的一个传说戒指不说，魔王铠甲也在未来的某一天等着他，爽翻！对了，我也想请你帮一个小忙。一阵蓝光闪过，林峰睁开眼，啧啧称赞，空间魔法就是方便，真有点想转职法师了。他脚下蓄力，用力跳上空中，朝四周张望，没两眼便轻而易举地发现了遗迹。没办法，他太耀眼了，在哥布林母神的破坏下，地面均数塌陷，将浑身银白色的遗迹给露了出来。看到那玩意，林峰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是不是还有种攻略方法，让至尊哥布林的拳头打在青铜门上，让他自己秒了自己？有点不切实际，林峰摇了摇脑袋，将这个可笑的想法驱逐，随后快步赶到遗迹处。青铜门前有不少碎石，林峰3下5除2全部扔飞。来了，这次隐藏任务的最初目标，最终奖励。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在钥匙插进门孔的那一刻，林峰甚至有种想闭上眼睛避免金光闪瞎他狗眼的冲动。啪嗒，钥匙插入，青铜门缓缓打开。林峰那满是星星、期待无比的眼睛瞬间变得暗淡无光，就如同用宾馆门缝下的小卡片点了一个超级美女，见面后发现是200斤大肥猪的失落感。里面除了一座雕像，外空无一物。亏他还期待那么久，以为有什么惊世宝藏，结果脱了裤子就给他看这个。不对，林峰仔细看去，这雕像怎么这么熟悉？
看到下方那几个微微隆起的肚子时，林峰恍然大悟，这不是哥布林母神吗？也不怪林峰一时没认出来，这玩意跟王力宏差别太大。王力宏等于波刚加8个肚子，这个只是雕像就显得非常苗条，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不仔细看的话，那微微凸起的小腹，他还以为是洞穴潮湿导致充气隆起，也许这就是真神和假货的区别吧。林峰仔细观察雕像，发现他2只摊开的手里放着3样小东西，右手是一块模样普通的鹅卵石和一个灰色的沙漏，左手则是一片翠绿的树叶。第75章，哥布林母神的青睐。勇者之瞳，名称戒石，等级无，品质无，技能定点传送。定点传送，标记当前位置，可在该世界内的任意地点传送至标记位置，冷却时间24小时。注：只能在同一世界使用，不可穿越其他世界。林峰看到这个物品介绍，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继续看下一个，名称世界沙漏，等级1级，品级神器，技能时间调整。时间调整，可调整职业者主世界时间与其他世界时间的比例，最高 1.30 分。冷却时间168小时。时间，多么伟大的力量，只是这神器的适用性不大，只能调整2个世界的时间流速比例，有种大炮打蚊子的滑稽感。名称世界树之叶，等级无，品级无。简介：世界树遗落的叶子，或许可以通过它来寻找世界树。注：扭曲丛林的妖树曾经也是世界树的孩子。下个副本隐藏任务的启动物品，等的就是这个。林峰将3样宝贝扔进背包，又仔仔细细地探索了一番，发现真的没有任何东西后，才悻悻作罢。他正准备直接退出副本，系统突然传来提示：勇者林峰，由于你拥有是神者的称号，哥布林母神将给予你特殊的关注。哥布林母神正在对你赐福。什么？还没等林峰反应过来，系统提示再次传来：你获得了哥布林母神的赐福，获得哥布林育儿袋+1。啥玩意？看着手中突然出现的布袋，林峰一个机灵把它扔了出去。半天，林峰才缓过劲来，上前把地上的哥布林育儿袋又捡了回来。名称哥布林育儿袋，等级1级，品质神器，技能生而不育女，待宰，操控。生而不育女，将精血滴入哥布林育儿袋，会根据使用者当前等级繁殖一个强大的哥布林雄性幼崽，幼崽等级随使用者等级提升。注：哥布林没有雌性，不要有非分之想。有个毛的非分之想啊！以为自己是王力宏那种不忌口的吗？林峰看职业系统也是真的饿了，什么都吃得下。待宰，哥布林育儿袋可以容纳一个哥布林，可随身携带，可放入背包空间。操控，可操控哥布林幼崽，并获得他的视野。哦，有点意思。林峰嘴角又勾起了意味不明的笑容，惹过他的家伙们又有福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哥布林育儿袋诞下的幼崽属性如何？想到就做，林峰直接用圣剑划破自己手指，将一滴血滴到哥布林育儿袋里，没有任何反应。不会吧？那精血不会是指……林峰脑中突然闪过不好的念头。然而，事实证明林峰想多了。只见那哥布林育儿袋一阵抖动，林峰手指中涌出一滴特殊的金色血液，随即他立马背上了一个负面状态。肾亏，全基础属性下降 90%， 持续7天。我去！林峰大惊失色，连忙查看自己的属性。还好，只是基础属性下降，没有降低装备属性和隐藏属性，虚惊一场。要是死在哥布林母神的育儿袋上，他才是血亏。接下来就等着哥布林育儿袋生下健康的幼崽。1分钟后，哥布林育儿袋打了一个饱嗝，然后就把林峰的孩子给吐了出来。林峰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眼角止不住的抽了抽。这他娘的是幼崽！巴掌大的哥布林育儿袋生出来的哥布林幼崽身高2米，一身腱子肉，体重起码200来斤。那孔武有力的样子，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刚刚出生不足1分钟的宝宝。不过想到至尊哥布林差不多也是这样，林峰顿时释怀了。可能哥布林这个种族就这样吧，没有成长期，出生便是巅峰。查看下属性，名称超级哥布林战士，等级15级，力量300，精神50，敏捷300，体质300，幸运0，天赋拳王，技能驱人之威，蓄意轰拳，强手猎炉，叹为观止。拳王不需要兵器，拳头便是武器，使用拳类技能将获得 30% 的伤害加成。驱人之威，超级哥布林手痒难耐，渴望打架，开启后移动速度正 30%， 攻击速度正 30%， 持续20秒，冷却时间1分钟。蓄意轰拳，承受伤害时将获得怒气值。
释放技能，向前方5米范围区域挥出全力一击，消耗怒气，攻击所有敌人，同时获得护盾。怒气值越高，伤害和护盾值就越高。冷却时间1分钟。强手猎炉，抓取1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少量伤害。如果同时抓取2名敌人，将造成眩晕效果，持续3秒，冷却时间30秒。叹为观止，擒住目标，扛着目标跃至空中，然后将其猛摔到地上。着陆点10范围的所有敌人都会受到伤害，并且被减速。冷却时间5分钟。深渊 BOSS 属性的哥布林战士，不错，不错，就是技能组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打王力宏那种人应该很带劲。有时候林峰不便出手的场合，这家伙刚刚合适。既然你这么能打拳，就叫你劲夫吧。是否为超级哥布林战士赐名为劲夫？同意。消耗当前 98% 生命、体力、魔力、灵魂力量为超级哥布林战士赐名。赐名成功，超级哥布林战士当前名称为劲夫。我去，失策了。林峰感觉自己被瞬间抽空，这可不是降低基础面板，这是直接抽自己现有的生命力，还有灵魂力。赐名是真的极度危险，越强大的魔物所要付出的代价更多，以林峰的属性都差点被抽死。不过好在付出是有巨大回报的。名称劲夫，等级15级，种族超级哥布林，力量500，精神100，敏捷500，体质500，幸运0，强。深渊 BOSS 级别的属性。看完属性，林峰感觉自己眼皮都要睁不开了。啊，好困，是时候回归了。距离毕业典礼还剩2天，距离上京学院的试炼还剩下3天。在攻略完扭曲丛林，林峰的等级最起码能来到18级，遥遥领先。修改职业者信息：勇者林峰15级，修改为下级战士林峰4级。退出副本，回到新手副本区域已经是第2天的下午，刚出来就听见卖装备的吆喝声。真卷，你们继续努力吧。林峰伸了个懒腰，准备回旅馆舒舒服服的洗个热水澡，再美滋滋的睡上一觉。对了，还要吃饭。这几天时间，除了下副本就是睡觉，连吃饭都快忘了。强大的属性给予他超级体魄，再升个几级，或许真的不用再吃饭了，直接修成正果。走出副本区，执法者们还在门口坚守岗位。林峰微微颔首，刚想迈开脚步，耳边就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你就是林峰？”循声望去，右边一队执法者从阴影中走出，带头女人的脸，林峰看着有些熟悉，但一时间想不起来。数据上不是写着吗？来者不善，林峰当然也不会客气，那就得请你跟我走一趟了。带头的女人气焰十分嚣张，上来就要抓林峰肩膀。理由？林峰反手捏住她的手腕，只是轻轻用力，他额头的上的汗珠便滴答滴答的往下掉。啊！有人举报你涉嫌参与一起谋杀案，现在你还涉嫌袭击执法者。第76章孽海粉。林峰闻言，心中忽的一紧，表面依旧风平浪静。你有逮捕文件吗？就在这下叫唤，我怀疑你冒充执法者。呵，你自己不会看数据吗？我的名字。女人疼得龇牙咧嘴，但气势依旧不弱。名称孽海粉，等级40级，职业牧师，隶属执法者联盟。这个名字林峰有点熟悉。孽海粉，哦，我想起来了，江海市大名鼎鼎的女神探。林峰放开了他，嘴里的赞扬之语满满的全是嘲讽之意。聂海粉仿佛没有听出林峰的言外之意，立马昂起脑袋，骄傲的像只孔雀。知道是我就好，现在需要你跟我们回执法局协助调查。听到他的话，林峰咧嘴笑了，他是真的觉得这件事非常搞笑。聂海粉，大名鼎鼎的江海市女神探，1年内接手300起案件，破获295起。是，林峰忍不住笑出了声。为什么还有5起案件没破获？是你良心发现，还是对方的背景你惹不起，拿捏不住？聂海粉确实大名鼎鼎，只不过这个名声是臭得烂的。98%的破案率，其中起码有290起是冤假错案，直接拿毫不相干的人来顶罪冲业绩。这屈打成招的丑闻早就被曝光，可他还能稳坐执法总队副队长的位置，在背后给他撑腰的人可见是多么的权势滔天。不过他背后的这个人，林峰恰巧认识。林峰，你是想拒捕吗？聂海粉退后一步，示意下属们做好动手准备。没有任何拘捕文件就想抓我？林峰向前一步，气势逼人。你真当江海市是你的后花园吗？上！逮捕他！聂海粉一声令下，5个执法者立马向着林峰逼近。好大的胆子！林峰怒目圆睁，喝道：“想清楚了，和我动手，要做好赴死的准备。”几人被林峰的气势唬住，脚步一顿。蠢货！
你们怕什么？他才4级！聂海粉急得跳脚，这帮酒囊饭袋连个4级的下级战士都怕，真是丢尽了执法者的脸面。以后也别说他是靠关系走后门进的执法大队，这群废物有一个是一个全踏马的关系户。对啊，这小子才4级啊！几个执法者这才反应过来，刚刚的林峰气势逼人，不看他等级，还以为是什么绝世强者，无敌之姿。上！这小子敢唬我们，胆子太大了，教训他一顿，看他还敢不敢嚣张。林峰眸光渐冷，一群小小的执法者也敢对他动手。或许自己现在还不方便直接杀死他们，但是弄断几条腿，还是没人敢追究自己责任的。特别是在他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林峰心中想着如何动手，眼皮却止不住的向下耷拉，手上还默默在背包里面翻找脑波屏蔽器。还未等他将东西拿出来，忽然眼前一黑，直直倒了下去。他太累了，本来就被哥布林育儿带榨干，再加上刚刚情绪激动，瞬间透支了本就不多的体力与灵魂力。等林峰再次醒来，已是2个小时后。这一觉他睡得非常舒坦，整个身体变得异常轻松。啊！他伸了一个懒腰，只听啪嗒一声，手上的重力手铐应声而断。什么玩意？林峰这才发现，他正身处一间奇怪的白色房间中，周围全是刺眼的强光。啪嗒，又是一下断裂声，林峰脚下的重力镣铐也被轻易挣脱。他醒了，副队长他醒了！审讯室外，看守的执法者连忙大声呼喊。鬼知道他在这2个小时内都经历了什么。在林峰昏倒后，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小鬼是被吓晕过去的。众人连忙把林峰抬到执法者机关总部，等到要唤醒他的时候，噩梦开始了。这家伙好像是金刚不坏之体，自己这边有个同事，最开始想用暴力手段踢醒林峰，结果一脚下去粉碎性骨折，当然是他同事的腿。随后在2个小时内，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泼水、噪声攻击、胸口碎大石、电击，甚至用上了技能，都没能将林峰唤醒。在众人累得气喘吁吁，刚想让这小子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娘的居然又醒了过来，看样子好像还睡了个美觉。副队长，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加副字。聂海粉阴沉着脸走到执法者队员面前，再敢叫错，我就把你扔到下城区去和庞婶作伴。对不起，队长。执法者哆嗦着点头。下城区可以说是罪犯的天堂，庞婶因为得罪白银守护者被贬了下去。不过他本身就是老油条，说不定在下城区更风生水起。可自己不行啊，自己去下城区就是羊入虎口。想到这，执法者心中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聂海粉自然不知道小弟的心理活动，他径直走进审讯室中。林峰，你认不认罪？啊！林峰摇晃着刚刚清醒的脑袋，认什么罪？我有什么罪？告诉我，6月28号的中午你在什么地方？聂海粉双手撑着桌子脸，缓缓贴近林峰，胸前的波涛汹涌，不停起伏。林峰面不改色，宛如在看2块烂肉。你再靠近一点，我完全可以控告你性骚扰。哦，一个厨懂得还挺多的。聂海粉起身，倚着凳子搔首弄姿。林峰眉头紧锁，感觉有些恶心。这种女人为了上位，不知道和多少男人同床共枕过。这是你的职业习惯吗？你平常下了班是不是就近在凤凰路干副业？小子！见林峰软的不吃，他还是决定来硬的。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涉嫌参与一起谋杀，作为星际联盟的公民，你有义务配合执法者。好吧，林峰忽然来了兴趣，他想知道这些人到底知道多少，是指控自己谋杀禽兽，还是说只是别的案件想让自己顶包。6月28号的中午，我出了副本后就去了下城区。你为什么要去下城区？聂海粉目光如炬，死死盯着林峰的脸，绝对不放过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像你这种人，怕是从来没去过下城区吧？第77章，嚣张。禽兽叫我去的，他绑架了梁小商。林峰面不改色，淡淡的回答。没想到林峰直接就承认了，他还有好多套招没用呢，直接就被打断了施法。所以你承认你杀了禽兽？原来真是为禽兽的事。不过林峰丝毫不慌，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或许可以污蔑一个普通人，但对自己可没用。林峰嗤笑一声，我哪个字说杀了禽兽了？你脑子有病吧？你平时断案都是靠联想和脑测吗？怪不得效率如此高，断案还需要证据吗？直接靠你一想就能锁定罪犯了。闻言，聂海粉也不恼，你可以说他不够专业，但起码心理素质这块绝对拿捏得死死的。讲人话就是，这娘们一点脸都不要。禽兽生前唯一见过你和梁小商，不是你，难道是我？哼！林峰冷笑连连，这娘们果然没有证据，只靠一嘴脑测选定目标。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当时我才2级，他们4个人是5级。等等！聂海粉眼中金芒一闪，他发现了盲点。你怎么知道死的是4个人？
我擦！即便是林峰也不由得震惊他奇怪的脑回路以及迷人的智商。我什么时候说死了4个人？你有毛病吧？要不要我介绍全市最好的精神科大夫给你治治脑子？聂海粉充耳未闻，他陷入了自己的完美犯罪拼图中。不要狡辩了，我刚刚只说了禽兽1个人，你为什么知道他们是4个人？林峰快没有耐心了，这女人是带着自己的答案在做题，无论怎么样都能安在自己身上。白痴，禽兽叫我去下城区见他，我们见面了，自然知道他们是几个人。所以你承认了，你见过他们？聂海粉目光炯炯，快了，他的犯罪拼图就快完成了，马上就可以定林峰的罪了。我当然见过他们。林峰怀疑自己在和癫子在对话，能忍受下去的理由只是想看看这癫子到底有多癫。你果然杀了他们，完成了，拼图完成了，他聂海粉果然是个断案天才。天不生他聂海粉，悬案万古如长夜。我可去你妈的吧，疯婆子！林峰站起身来，直接绕过他走向门口，想定我的罪，先找到证据。你觉得我是那些平民百姓任你揉捏吗？蠢货！哦，你不肯认罪是吧？聂海粉也不拦，他确实定不了林峰的罪，要不是有人委托，他也不会去招惹林峰。那你的共犯梁小商可就要承担下所有罪行了。他没什么背景吧？林峰停住脚步，转身，啪的一声，直接把聂海粉抽成了陀螺。在旋转了36圈之后，终于是停了下来。他的整排牙齿散落在地上，右边脸颊肿的和他的胸一样大。你干什么？敢袭击执法者？你赶紧住手，不要妄图挑战律法！外面的执法者小弟叫嚣着。林峰充耳未闻，径直走向聂海粉，一把薅住他的头发。你刚刚说了什么？再说一遍，我耳朵背，没有听见。聂海粉蠕动了一下嘴巴，脸上疼痛这才姗姗来迟。林峰耳朵凑近，不说话。哑巴了？还是说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住手！从外面涌进一堆执法者，他们手持武器，剑拔弩张，将林峰团团围住。放开副队长，我们当你是自首，从轻发落。林峰大手一挥，一股狂风呼啸，将他们扇四处乱飞。一群酒囊饭袋也敢抓我，也配审判我？我看你们是横行霸道惯了，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啊！林峰抓起聂海粉的头，重重的砸向桌面，砰的一声，钢制的桌面直接撞出了一个人脸凹槽。他当然控制了力道，不然这蠢女人早就变成了一滩肉泥。他现在可以教训这群人，但还不能肆无忌惮的屠戮。小兄弟，小兄弟，都是误会，都是误会。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满脸堆笑走了进来。恶魔之手，林峰直接将中年男人抓到了自己面前。你好像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小兄弟，也是你能叫的？林峰大人，息怒，息怒！这中年男人倒是会审时度势，见情况不对立马服软。是手底下的人办事不周，惹怒了大人，我代表江海市全体执法者向您表达最诚挚的歉意。太愚蠢了，居然敢抓林峰这尊大佛！中年男人现在冷汗直冒，脊背发凉。之前他听信聂海粉这个蠢女人的话，以为林峰只是个失去黄金守护者庇护的普通人，直到庞审提醒他才去细查其背景。这一查，差点把他的心脏病吓出来。林峰的父母确实双亡，这个是事实，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黄金守护者的朋友，那肯定也是黄金守护者啊。再看林峰现在这副嚣张的模样，以及这无可匹敌的战力，他更加确信了其背后有黄金守护者撑腰，甚至他还打听到了那位大人曾经也是林峰父母的战友。林峰不知道他脑子里现在想的东西，也不知道他所想的那位大人是谁，而自己如此嚣张，敢在执法者总部大打出手，完全是出于对自己实力的自信。至于父母的那些朋友啊，林峰从未感觉自己受到过他们的照拂，特别是聂海粉的保护伞，蓝星的总指挥官黄金守护者左庆。林峰将中年男人推开，再次抓起聂海粉，自己的力道控制得很好，伤不致死，也不会打晕，他只是无法说话。聂海粉，我只警告你一次，别动我的朋友，不然谁都保不住你，包括左庆。你之后可以去问问你的情人，看看他敢不敢面对我。他当然不敢。当年的左庆只是一个小小的黑铁守护者，是自己的父亲将他一路提拔，才有了今天的蓝星总指挥官。在自己父母死后，他甚至连葬礼都没来参加，他有什么资格面对自己？哼！林峰随手一扔，将聂海粉当成死狗一样扔出。随着实力的提升，他将越来越肆无忌惮。第78章空间裂缝。团本。林峰大步走出执法者总部，眸光轻瞥，便看见了倚靠在墙边吸烟的庞审。是沙海帮，禽兽是沙海帮首领的弟弟。沙海帮，林峰想起禽兽的小弟好像是有说过这个帮派。梁小商呢？护庞神吐出一口烟圈，才缓缓说道：他没事，我也安排他们全家搬到上城区了。
林峰，尹中没怎么你吧？庞神苦笑一声，摇头道：“也没怎么，只是把我贬到下城去执勤而已。对我而言，也算是如鱼得水。你不会待太久的。”林峰向着副本区方向前进，声音渐行渐远。等上京试炼结束，无论是沙海帮还是尹中，都不会是问题。在执法者总部睡了2个小时左右，现在刚好适合下副本。来到副本区，人潮汹涌，里3层外3层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林峰靠着蛮力硬生生挤了进去，看见中间那处裂开的空间时，心中顿时一喜。没想到在新手副本区就遇到了空间裂缝，也可以称之为团本。和普通副本不同，团本是随机生成的，除了生成在当前副本区域的难度固定外，里面的怪物、场景完全随机，进入的人数不限。新手副本区只会生成最高15级的团本，15及15级以下的职业者都可以进入。结合林峰在神圣王国的经历，他极度怀疑团本就是随机连接一个世界给职业者探索。周围人们趋之若鹜，他们确实该这种反应。一般情况下，固定副本几乎不产出史诗装备，甚至连传说装备都极少有。但是团本有概率获得传说装备、史诗级装备，还有各种逆天道具、超级材料、高级技能等。不过，巨大的收益下面是绝对的风险，有的团本甚至比深渊难度还要变态。最关键的是，团本的退出机制千奇百怪，有时间到了自动传送退出的，有固定传送门退出的，甚至还有死亡退出的，是真的死亡，没有复活道具就是真的死翘翘的那种。林峰看着眼前的空间裂缝逐渐扩大，大约3分钟左右，新手副本区的团本将正式开启。在这等待的时间里，他注意到了人群中的2个人，李启明与郭盼盼。他们也看到了林峰，双方视线对撞，一股无形的火花在空气中迸发。呵，林峰对着他们比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极致的挑衅。团本和星盟网的连接是断开的，就像是林峰去过的隐藏任务地图一样，那是独特的世界，星盟网络自然覆盖不到。团本简直是杀人越货的最佳场所。开启了，开启了，进去！时间是30比1，兄弟们冲啊！谁要和我组队？组队！4缺1了，缺强力奶妈，来一个强力奶妈啊！人群汹涌，林峰宛若一块磐石，巍然不动。3.2.1，团本正式开启。林峰带着残酷的笑意走了进去。组队？这群家伙真以为是在玩游戏吗？那个地方可是会死人的，没有做好觉悟的话，下场只会异常凄惨。他进去了，他才4级，李启明快，这是干掉他的最佳场所。郭盼盼焦急不已，拉着李启明就往前冲。等等，阿诺他们还没来，我们现在才8级。比起郭盼盼，李启明则显得很是犹豫，自然不是他良心发现不想和林峰作对，而是他害怕了。昨天的场景历历在目，3级的林峰硬抗80级的尹中，虽然有尹中克制力量和林峰父母遗物的关系，但他还是有些害怕4级的林峰突然用出什么手段。等进去再说，不能让他抢得先机。郭盼盼不由分说，拉着李启明就往里面钻。团队副本即将开启，1分钟后将进行群体传送。林峰进入了一片纯白色的空间，周围的人陆续多了起来，他们大多数都兴高采烈，笃定地认为团本里正有什么惊天宝藏等着自己。林峰没有管他们，丝毫没有想要劝诫的意思，好言难劝该死鬼，没有实力，团本就一场血腥的地狱之旅。正闭目养神间，林峰突然感受到一股冷意，他猛地睁眼朝着后方看去，一双漆黑的瞳孔突然与自己对视，那双眼睛透着无尽的冷漠，仿佛已经看穿了这世间的一切事物。名称、等级、职业，是谁？居然可以直接隐藏自己的基础信息。传送开始，还没来得及仔细探究，系统提示突然响起，一阵失重感瞬间袭来。眨眼间，林峰便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地界，这是一片果林，一眼望去全是果树，连绵千里。身边没有其他职业者，看来传送地点是随机的。团队副本正式开启，副本与外界时间调整为30比1，副本开启时间为720小时，时间结束自动传送回归。注：该团本因特殊原因存在无法正常获取经验的情况。30比1的时间流速在外面就已经确定了，不然林峰也不会进来，他可不想因为一个团本错过上京试炼。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该走哪边呢？林峰正思索着往哪边走，忽然间后方传来急促的喘息声，转头望去，一个瘦得跟猴子成精的红色类人生物正在夺命狂奔，他的身后是一只体型巨大的野兽，身子似狼爪子似虎，约有2米高5米长的样子，那张血盆大口看着倒是怪瘆人的。林峰取出圣剑，正欲上前帮忙，却见那红色生物纵身一跃跳上果树，紧接着一把摘下果子啃了起来。啃完果子的他身躯猛然暴涨3圈，由猴子模样的烧火棍变成了9尺高的彪形大汉。
那一身肌肉吃盘球节，一看就力量感十足。他跳下树枝，一拳砸向在树下守株待兔的野兽。咚！一声闷响，野兽被直接砸翻在地，生死不知。解决完野兽，他转身看向林峰，人族。林峰耸了耸肩，显而易见，难不成我还是哥布林不成？哥布林？那是什么东西？红色生物边说边扛起野兽。哦，不知道哥布林，那你是什么种族？林峰顿时来了兴趣，新的世界意味着新的宝物。抛瓦族，我叫图图。第79章，抛瓦族与力量果树。抛瓦，你们的祖先是维吉尔吗？林峰嘴一块没忍住吐槽。图图闻言大惊，你怎么知道？鬼知道。林峰撇头，无语至极。既然你知道我们的祖先，那肯定对抛瓦族有所了解，所以你是来参加力量大会的吗？力量大会？林峰哪知道什么力量大会，他才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不过既然遇到了当地土著，那就没有放过套取信息的理由。对，我是来参加力量大会的，为了荣耀与宝藏。虽然不知道力量大会是干嘛的，但满嘴胡诌他林峰从来没怕过。图图嗤笑一声，眼底尽是不屑。不过这并不是针对林峰，而是针对那个所谓的力量大会。宝藏，每年都有无数外来者想要获得真实黄金力量树的果实，可他们无一例外都变成了力量树的肥料。力量树？林峰回想刚刚的场景，图图确实是吃了树上的果子才肌肉爆棚，秒杀野兽。那这里的所有树都是力量树吗？勇者之瞳，名称：虚假的黄金力量果树。简介：吃下果实可直接获得100力量，最多可叠加5次，持续20分钟。宝物甄别：该物为真实黄金力量果树的幻影，吃下果实后会被虚假的力量寄生，而逐渐陷入癫狂。吃得越多，陷入癫狂的速度就越快，死后将化为真实黄金力量果树的肥料，请谨慎食用。哦，这是林峰第一次获得勇者之瞳的甄别效果，还真是意料之外的好用。直接提供最为关键的信息，根据甄别的信息再联系图图所说的话，这个所谓的力量大会看来真不简单啊！为什么会这样？我千里迢迢赶来这里，就是为的就是参加力量大会获得宝藏，结果你告诉我没有希望。林峰装出纠结的模样，最后又下定决心似的横摇手指，不行，我一定要参加力量大会，哪怕十死无生。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力量大会？图图不理解，明明每年都有无数人葬身于此，却还是有不要命的赌徒趋之若鹜，哪怕这是一场庄家必赢的名牌局。为了获得宝物，为了获得力量，为了拯救我的家园。林峰语气激昂，眼中不断泛起希冀的光芒。那你请自便吧，我只能告诉你，参加力量大会并不能获得力量，它只会让你失去生命。图图叹息摇头，转身离去。好言难劝该死鬼，这么多年他劝过无数妄图参加力量大会的蠢货，可无一例外，这些家伙都被力量蒙蔽了双眼。他们发了狂似的对虚假的力量趋之若鹜，却对真实的力量视而不见。林峰看着图图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他刚刚这样做不过是想触发任务或者套取情报罢了。看得出来，这个图图知道很多内幕，而且他可能与力量大会的举办者并非同一阵营，可以继续探究一下。林峰默默跟上，在这种地方与其到处乱走，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不如从土著嘴里讨出关键信息。你跟着我干嘛？图图看着林峰，一脸警惕之色。林峰挠了挠头，装作不好意思的模样。那个，我不认识路，能不能告诉我往哪里走？图图摇头，既然不知道路就别去了，免得丢掉性命。我不会给你指路的，要么原路返回，要么自己找。意料之外，林峰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异族竟然这么善良，看得出来他是真的不想让林峰去参加什么力量大会。萍水相逢，林峰自然不会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帅气将他折服。嘿嘿，那我就跟着你，没什么意见吧？林峰笑嘻嘻地说着，他知道善良的人都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特别好说话。只要自己死皮赖脸，他肯定没什么办法。果然，图图只是瞥了林峰一眼，不咸不淡地说道：“随便你。”就这样，林峰一路跟着他，不时提出几个问题。慢慢的，从图图口中，他大致了解了这个世界的基本情况。抛瓦族天生喜欢追求力量的种族，他们有着独特的锻炼方法，可以行之有效地提升力量。可自从新一任族长上任后，一切都改变了。族人们不再去接受古老而辛苦的锻炼之法，转而走上取巧的道路。黄金力量果树是新一任族长泰托带来的宝物。力量果实有虚假和真实之分，虚假的力量果实正如林峰勇者之瞳看到的那样，是一个陷阱，吃下的结果就是最终成为力量树的养料。而真实的力量之果，只有唯一一棵真实黄金果树才能结出来。自此，抛瓦族的力量之路有了捷径，只要吃下一口真实果实，就能够平白多出100-200力量，并且不会有任何代价。
能如此轻松获得力量，谁还会辛辛苦苦夜以继日地锻炼自己？可这世界真有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获得力量的方法吗？当然没有，只不过这代价在被那些不明所以的外族人承担罢了。等等，吃下虚假的力量果实会被寄生，你刚刚不是吃了一颗？林峰突然问道。图图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朝着周围扫视，最终他的目光停在了一棵较大的虚假黄金力量果树下面。那棵树的旁边长着一株奇怪的黑色花朵，再仔细看去，与其说是长在旁边，不如说是寄生。那株花朵的根茎并没插进土里，而是插进了树干中，它通过吸食虚假力量果树的营养而存活。最毒的植物，其不远处总会有与之伴生的解药，我们将它称之为虚无花。图图并没有将那虚无花摘下，而是趴在花朵旁边轻轻闻了闻，随后他开始剧烈的咳嗽，那模样仿佛要把肺给咳出来。在长达1分钟的折磨后，他终于是哇的一声吐出一团黑水，紧接着那孔武有力的身躯倏然缩小，直到变回最开始的矮小的模样。看见了吧，虚假力量果实就是剧毒，而真实的力量果树只有1棵，每年结出的真实果实也不超过10个。蜂拥而至的外族只不过是真实黄金力量果树的养料。说到这，他本以为林峰该知难而退了，哪成想林峰反而更兴奋了。也就是说，今年真实黄金力量果树还没有结果，力量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果树施肥，结出真实果实。第80章，不知死活的拦路虎。又是这样，图图摇头，失望至极。这不是他第一次向这些外族解释，可每次听到真实力量果实的时候，他们的神情就会愈加兴奋。力量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当然，林峰想都没想便回答，没有力量的话，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就像你刚刚那样，如果不吃下虚假的力量果实，你也无法从那野兽的嘴里存活。图图不为所动，他有着自己的想法。那不一样，我是为了活命使用力量，你们是为了得到力量而去送命。我们为了得到力量，其最终目就是为了不被更大的野兽吃掉。林峰继续辩驳，他并非是好为人师之人，但他对这个小家伙有些好感，所以不希望他因为争斗而陷入厌弃力量的误区。力量是必须的，至于在追逐力量的过程中，那些争斗与危险，我想之前的那些人早就做好了觉悟，就如同我一样。图图闻言眸光闪烁，所以你愿意为了获得力量而去死吗？林峰淡然一笑，当然不愿意。我一直认为世间安有两全法这种论调是错误的，获得力量不代表要付出生命，只要你足够强，你就可以掠夺一切，可以获得一切，是吗？图图不以为然，这种话他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其实比起真实力量果实，我对你们抛瓦族的力量锻炼法更有兴趣。林峰嘴角勾起一丝弧度，副本持续30天，力量锻炼法想来也并不比真实力量果实差。哦，图图倒有些诧异，他头一次听外族人说对力量锻炼法感兴趣。如果你想通过锻炼法提升力量的话，可就没有时间去参加力量大会了。力量大会举办30天左右，同样的锻炼法也是这样吗？林峰略微思索，便做出了决定，那就力量锻炼法吧。我总觉得那果子不是什么好玩意。好，那……图图话未说完，一旁的树丛中突然窜出10人，来者不善。林峰眸光微凝，看到了他们的等级，居然皆是15级。除了江海一中，江海市的其他学校是没有资格参加上京试炼的，其他学校毕业时间各不相同，学生也没有升级压力，甚至有人会故意不吃经验，长期混迹新手副本区，有为了装备的，有为了带人赚钱的，10级带5级的，15级带10级的，打个困难级副本还是绰绰有余。李启明能那么快升到8级，想必也是用了这种方法。在和尹天雪一群人组队后，他才发现这样组队分经验，升级速度太慢，所以他换了一种方法，付钱请卡等级的职业者带，然后自己吃全额经验。想必这群人就是干这种事情的，甚至有可能更下作。他们10人组队卡15级最高等级进团本，然后在这个没有星盟网监控的地方杀人越货。怎么才4级？真他娘的倒霉！这地图这么大，大半天都遇不到一个人。为首的那个青年看到林峰的等级时显得很不耐烦，本来进团本就是为了干票大的，结果瞎转悠半小时连根毛都没看见。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才4级，能有什么油水？哎，队长，蚊子再小也是肉啊，何况他旁边还有个 NPC 呢，把他杀了再抢过任务，起那个什么来着？对，岂不美哉？一旁弓箭手模样的猥琐男旁若无人地说起了他的意图，好像林峰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只待宰羔羊。喂，就是你小子，把装备和系统币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一命。林峰被这个傻缺逗笑了，你刚刚不是还要杀我抢任务吗？怎么又改口了？猥琐弓箭手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自相矛盾，继续威胁道：废话少说，劝你识相点，我老大杀人不眨眼。
林峰，你们这样做不怕受到法律的制裁吗？居然敢在副本里谋财害命！哈哈哈哈！为首的青年仰天大笑，法律真是个小屁孩，实在是太天真了。就算这里没有星盟网，你们就不怕被别人告发吗？告发？青年的轻蔑之色更甚，凡事要讲证据。你死了，谁来证明我们做过这些事呢？林峰继续试探，如果被电子设备录到了呢？你们也不怕？对啊，队长，还是要谨慎一点。一旁法师装扮的胖子立马掏出了根银白色的小棍，小子，没见过吧？这叫小型电子强磁干扰仪，只要轻轻一按，就能瞬间破坏方圆2公里范围内的电子设备。哦，林峰嘴角勾起莫名的笑意，这些小家伙们总能给自己带来意外之喜。像这玩意，林峰只听说过，但从来没有见过。看来他们果然是惯犯，这种星盟明令禁止的违禁品都有。所以你按了吗？哼，刚刚按下，小子，老实将装备和系统币交出来，我们看在你才4级的份上，可以饶你一命。林峰面色一变，杀意升腾。这样吗？那我就能安心送你们上路了。此话一出，众人顿时哈哈哈大笑，整片森林洋溢着欢快的气息。哈哈哈哈！这小子是疯了吧？4级也敢说这种大话？说真的，我看他有点可怜，咱们还是不要欺负他了。小子，你脑子不好使吧？你好好看看，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你能送谁上路？哦，这家伙该不会觉得自己吃力量果实就能打败我们了吧？没准吃了好几颗了。那我们也不能落后。说着，几个物理职业皆是掏出了一颗虚假的黄金力量果实。这玩意真是好用，我们出去的时候得多摘一些。小子，为首的青年面带讥讽，掀起衣袖，露出他那变得比林峰大腿还粗的胳膊，是想和我比比力量吗？你们吃了几颗果实？一直不说话的图图看见对面的脑残举动，再也忍不住了。虚假的力量果实吃到第5颗的时候，虽然能叠加力量到500，但代价就是不到10分钟时间就会彻底失去理智。第81章，隐藏任务：摧毁黄金力量果树。哟，这 NPC 会说话的呀，我还以为他是哑巴呢。哈哈哈哈！感受到力量充满全身，他们的情绪也愈发高昂。图图见状，急得直跺脚。虚假力量果实不能多吃，你们赶紧。话未说完，林峰一把将他拉到身后，冷冷道：劝这些人和对牛弹琴有什么区别？哼，小子，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弓箭手猥琐男边拉弓边说道：我现在的力量高达550，只需要一箭就能穿透你的心脏。爆射！咻的一声，剑影夹杂着红色流光，直直朝着林峰的心脏射来。这一箭太慢了，对于林峰而言实在是太慢了，他甚至有时间打个哈欠，再伸出2根手指置于胸前，静静等待着箭使自己靠近，随后双指稳稳一夹，啪嗒一声，后方剑身承受不住这股强大的冲击力，顷刻间崩碎。什么？只有射出这一箭的人才知道面前发生的一切有多么不可思议。不可能，我的力量！林峰面不改色，眼底依旧是无尽的轻蔑，对付他们这些人就如同碾死几只蚂蚁一样简单。咻！林峰拇指轻弹，箭头倏然射出。弓箭手只觉喉咙一凉，颤抖的手还没来得及捂住喉咙，只听砰的一声，他的身体就这样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赵连，为首的青年瞪大双眼，满脸不可置信，跟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兄弟就这样死掉了。他甚至没看清对面出手。不，你不要死！他连忙跪下，将弓箭手的身体抱起。不，你不要死！小广，赶紧给他治疗啊！快！一道圣光落下，弓箭手的身体抖动得更加厉害，不出2秒的时间，他的身体突然血崩，无数鲜血不要钱一样朝着外面喷射。不，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只能说他运气不太好，刚刚那一下恰巧触发了伤口诅咒。你，青年抬起了头，眼中是无尽的恨意。你居然敢杀他！林峰只觉得可笑，讽刺道：哦，我杀他还要向你报备吗？你怎么敢的？你怎么敢的？青年站起身，面容狰狞，机遇癫狂。林峰笑出了声，对付几个杂鱼，他有什么不敢？呵，你们在杀人的时候没想过会被人杀吗？没有这种觉悟还敢杀人越货，所以你把自己当什么了？皇上吗？啊，我要杀了你！青年拔出大刀冲了上来，他眼眸猩红，全然失去了理智。林峰甚至连武器都不想用，手指轻动，随意夹住他锋利的刀刃。太弱了，太弱了！林峰左手指尖轻夹刀刃，右手中指弯曲放在了青年的脑门上。再见！砰！青年偌大的脑袋瞬间分崩离析，脑浆混合着血液喷射而出，
均匀分配在了身后的每一个人身上。所有人顿时呆立当场。这群酒囊饭袋哪里见过这等恐怖的场面？平常他们就仗着人多等级高欺负新人，遇到人多的队伍立马绕道走。哪知今天遇到了个硬茬，还是千年不遇的逆天数值怪。一起上吧。林峰松开尸体，摊开双手。我这人比较急躁，一个个来太慢了。啊啊！这时终于有人反应了过来，他嘶吼着远离林峰。比起逃跑的这位，其他人则显得更为不堪。他们双腿发软，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如同待宰羔羊，静静在原地等待林峰的屠戮。哼，跑！勇气冲锋！林峰化作一道红色闪电，眨眼间就来到了他面前。等等，等等，我只是被迫。扑通一声，林峰的拳头直接穿透他的心脏，求饶的声音听得太多了，林峰已经免疫了。这些人求饶，并不是觉得自己做错了，而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惹到了硬茬。要是真正放过了他们，过几天这些人又会卷土重来，没有任何改变。这种人要怎么改变？没法改变，只有死。林峰转身，眼中凶光毕现，如猛虎扑食般冲进人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10人小队被他清理得干干净净。不错，林峰把玩着手中银白色小棍，这群家伙爆出来的装备他一件都看不上，唯独这个白色小玩意他喜欢的要紧。星盟为了压制职业者，制定了太多严苛的律法，上城区更是铺满了微型摄像头。随着林峰属性越来越高，这种被压制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在没有力量推翻一切规则之前，这些能够逃避法律制裁的小玩意对他而言就非常有必要。你，林峰解决这一切的时间甚至没有超过2分钟，直到现在图图才有机会说话。他结结巴巴，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他们都吃了5颗力量果实，结果全被你秒杀。他的最后2个字异常尖锐刺耳，不过也不怪他，世界观被颠覆的这一刻，任谁都接受不了。林峰耸了耸肩，满不在乎。我没有跟你说我很强吗？没有，完全没有。他一直以为林峰只是一个普通的冒险者，跟以前当肥料的那群没什么区别。直到刚刚大发神威的模样，他才确定，或许这家伙比现任组长要强。图图面露纠结之色，挣扎许久，他才下定决心说道：我们做笔交易吧。哦，林峰顿时来了兴趣。隐藏任务这不就来了吗？什么交易？我可以带你去完成力量训练法，并且告诉你黄金力量果树的秘密。我只需要你做一件事。什么事？彻底摧毁黄金力量果树。隐藏任务图图的愿望开启，是否接受？接受。隐藏任务图图的愿望。任务要求彻底摧毁真实黄金力量果树。任务奖励。任务奖励是问号？或许是因为这奖励会提前从图图这里透支吧。先回营地吧，等你通过力量锻炼，我将告诉你毁掉真实黄金力量果树的方法，以及它的惊天秘密。第82章力量锻炼法。到了，我们的营地。图图指着前方几个简陋的小木屋说道。营地里的抛瓦族人稀稀松松，其数量不超100人。林峰眸子微眯，眉头轻轻皱起，他注意到了营地中一个特殊的存在——职业者。你们抛瓦族很热情好客呀。林峰这句话并没讽刺之意，只是单纯的叙述事实。图图点头，认同了林峰的说法。其实在黄金力量果树种下之前，也会有外族人来这里寻找力量锻炼法。抛瓦族并不会将这些外族拒之门外，这是我们的传统。力量的锻炼需要交流才能获得长足的进步。林峰明白了，简单来说就是来者不拒，就像是撸铁爱好者不只喜欢自己锻炼，也同样喜欢指导别人一样，那是一种分享的喜悦感与满足感。但林峰不太喜欢与别人分享，所有好东西都应该是自己的才对。走进营地，刚刚的职业者也看到了林峰。咦，又有个职业者。林峰你好，我叫何立正，名称何立正，等级13级，职业致命刺客。哟，林峰抓住了这个关键词。这营地里有多少个职业者？算上我俩，一共5个。何立正也显得有些无奈，本来他是第一个找到这里的，还想着能接到什么隐藏任务呢，结果隐藏任务没有接到，倒是接到几个同行。我们多久可以开始？林峰转头向图图问道。随时都可以，跟我来，你也一起吧。图图在前面领路，林峰和何立正紧随其后。兄弟，你怎么才4级啊？何立正挺自来熟的，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林峰说着话。林峰也只是随便敷衍几句，我职业太差，没人跟我组队，想着来团本碰碰运气。这样啊，那你有兴趣加入教会吗？何立正眼中突然泛起狂热的光芒。我的职业也普普通通，在教会的帮助下，我才顺利的升到13级。在教会里面，大家都相亲相爱，互帮互助，资源共享，总比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强。而且我们教会……不好意思，没什么兴趣。林峰直接打断他的招揽。
对于教会，林峰打心里有一种厌恶的情绪。不说那臭名昭著的深渊教会，就是那些看着正常的教会，其内部都是一些蝇营狗苟。无论是信仰什么，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教会的创始人而服务。教会，一个更小、更极端的政府罢了。唉，那真为你感到可惜啊。何立正脸上显现惋惜之色，只是语气怎么都感觉不太对劲。林峰瞥了他一眼，没有再说话。教会的人都不正常，这是他早就知道的事。在小时候，他还遭受过深渊教会的暗杀，还好父母安排的周到，这才有惊无险地保住一条小命。不过这些都是往事了。经一次大清洗后，最近几年深渊教会老实了一点，没整出太多幺蛾子。一路无话，他们跟随着图图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坑洞。这坑洞不像人为，更像是陨石砸落而造成的奇观。坑洞很大很大，外围呈现15度的斜坡状态，一直向着很远延伸，坡度才慢慢的增加。就在这里了，图图指着坑洞说道：“林峰，这里怎么弄？走进去试试。”林峰闻言，一脚踏入坑洞，瞬间一股强大的重力向自己压来。这是……旁边的何力正更是不堪，直接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动弹不得。不只是重力加强，林峰还发现自己的体力正在飞速的流逝，差不多是正常战斗状态下的2倍流逝速度。这就是力量锻炼法吗？图图轻笑着摇头，这还不算正式开启呢，只是让你们适应一下，受不了的话就先退出来，不要强撑。要是体力耗尽了，我可没能力将你们拉出来。不到2分钟，何力正体力耗尽，如同一条死狗一样瘫软在地面，连爬出去的力气都没有。即便他离外面只有半米距离，还得是林峰心善，顺手提起他扔了出去。外围的重力对林峰而言其实很微弱，适应过来后什么感觉都没有，如履平地。可以尝试继续深入。林峰向前方缓慢移动，他也不敢拖大，毕竟这里不光是重力加强，体力消耗也成倍增加，并且他感觉到了，越深入，其重力压制的强度就越高，几乎是成倍增长，体力消耗更是像洪水倾泻一般，一发不可收拾。不算极限位置，但再走下去还是有点危险。就这吧，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当然最清楚，500米距离，重力几乎到达了100倍，这倒是其次，主要还是体力消耗太大。林峰往回望，图图正一脸焦急地看着自己，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说些什么，只是他的声音无法传递过来。3个小时后，林峰感觉自己的体力到达了极限，于是果断决定回去。刚到外围，图图便一脸紧张地说道：“吓死我了！你后面在里头一动不动，我还以为你出不来了呢。”林峰扭了扭脖子，笑道：“哈哈，不用担心，我有分寸，重力倒是没什么问题，只是这里面体力消耗也太大了。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抛瓦族有特殊的呼吸法，可以搭配训练，减少体力消耗。今天就到这吧，我回去给你配置修复肌肉损伤的药剂。”图图现在的情绪比林峰还要激动，如果说之前看到林峰秒杀10人小队还是无法对比其战力的话，现在林峰的实力可谓是以最为直观的形式展现在了自己面前。强，太强了！500米的重力坑洞对他而言如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在抛瓦族中从古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族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弊端，重力坑洞的锻炼为的就是逼出进入者的潜力，从而提升力量。在里面闲庭信步的话，也不可能有什么较大的提升。林峰也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点，感觉力量没有提升啊。都不用感觉，他的面板根本没变，那是因为你没挑战自己的极限。接下来我将为你制定最残酷的训练方法，能接受吧？没问题。林峰无所畏惧，有光明增益加持，死在里面还能满状态复活，就得物尽其用。第83章狂信徒。恭喜勇者林峰完成隐藏任务7元素之力。任务奖励：自选7元素中的任意一项，成为永久增益。林峰迷迷糊糊间被系统的提示音吵醒，在听到7元素的时候，他立马清醒了过来。光明元素。恭喜勇者林峰获得永久增益7元素光明。7元素光明，伤害减免正 10%， 获得生生不息1级效果。生生不息1级，生命恢复速度正 100%， 受到致命伤害后可直接复活，恢复至全满状态，每天复活次数2。虽然是最低级版本，但就这个每天2次的复活次数，他都赚骂了。黑暗元素也很强，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存在，林峰根本战胜不了至尊哥布林。可光明元素增益对于现在的林峰绝对是最优解，只能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获得黑暗元素增益了。哈，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再来一个懒腰，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说实话，从觉醒仪式到团本之前，他的神经一直都紧绷着，升级的压力以及各方的压力让他这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过。现在有着30比1时间的团本，
团本内还无法获取经验，又有力量锻炼法的慢热锻炼方案，他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是放松了下来。不过放松不等于松懈，看着外面天边泛起的鱼肚白，他知道该是锻炼的时间了。一个鲤鱼打挺起身，花了10分钟的时间，他来到了昨天的巨大坑洞处，从背包取出图图交给他的负重套装换上，顺便把其他的装备以及称号取下。他要用最原始的状态进行力量训练。名称：负重密铁铠甲，等级1级，品质精品，技能负重前行。负重前行，穿上后身体将承受100千克的重量。负重密铁腰带，负重密铁重鞋，负重密铁手套，负重密铁头盔，一共是300千克的重量。300千克对林峰而言不算什么，但在重力坑洞中足以将一个战士职业者压成肉泥。果然，林峰前脚刚踏入坑洞，区别于昨天的几10倍压力瞬间袭来，他脚下一沉，脊背弯曲，勉强支撑着自己不跪下去。还行，还能走。林峰继续向前深入，仅仅10几秒的时间，几10步的距离，林峰已是大汗淋漓。看来你现在动不了了。后方传来何立正的声音。林峰艰难转头皱眉看向他，什么意思？你想趁火打劫？不，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何立正语气平淡，但那眼中的狂热之色怎么也掩饰不住。唉，真为你感到可惜。可惜？豌豆大小的汗珠不断从林峰额头滴落，他连声音听起来都有些嘶哑，仿佛光是说话就已经用尽了全身力气。可惜什么？可惜你这样的人才。何立正掏出匕首放在嘴边，舌头朝着锋刃处舔舐，锋利的刀刃割开了他的舌头，鲜血顺着下巴缓缓流下。这般自残的行为似乎没有让他感到疼痛，反而让他眼中狂热更甚。疯子，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林峰就知道自己的感觉没错，这些癫狂的教徒哪有正常人？你拒绝了深渊，深渊就会将你吞噬。人类尽灭，深渊永存。深渊教会，该死的疯子！林峰的眸子迸发出无尽怒火。你是深渊教会的人？没错，伟大的深渊降临世界，无知的人类居然妄图反抗，这是罪。何立正用鲜血在脸上画着奇怪的图案，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然而他做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这一切只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仪式感。最终他还是需要自己拿着匕首上来攻击林峰。我以为你要给我来个大的，没想到你直接拉坨大的。林峰忍不住嘲讽，他还以为这家伙要召唤什么了不得的生物呢，没想到只是个气氛组。林峰也懒得看他表演，缓慢转身，准备脱离重力深坑。想跑？休想！割喉之战！何立正瞬间消失在原地，眨眼间便出现在了林峰的身后。他手中匕首寒芒乍现，直逼林峰喉咙。叮！一声清脆的响声宣告他这次攻击的失败。怎么可能？我已经吃了力量果实。何立正怎么可能知道是什么情况？这换谁来了都是一脸懵逼。13级的刺客，并且已经提前吃下一颗虚假的力量果实，用了强力的职业技能，结果破不了一个4级的下级战士防御。我不信，我不信！何立正面容扭曲狰狞，从背包里取果实，又是2颗果实被他一口气吃下。这次我看你还能不能防住？致命之刺！何立正手中匕首黑芒闪耀，诡异渗人，仿佛看一眼就要被夺去生命一般。这次他瞄准的还是林峰的脖颈，这是人类的致命弱点，也是防御力最为薄弱的位置。杀其他3个人的时候都是一击毙命，现在自己多出了300点的力量，他林峰也必是十死无生。叮！啊！何立正崩溃大叫，看着手中破碎的匕首，他觉得这个世界一定疯了。你到底是什么怪物？这次不仅没有破开林峰的防御，反而将陪伴自己许久的稀有武器给弄坏了。神经！林峰一阵无语，自己动都没动，他一直在那里瞎折腾。等我出去，我一定把你打成肉饼。深渊教会，人不当，要去当深渊的走狗，你们真是让我感到恶心。住口！深渊才是最伟大的存在，人类不过是最下贱的生物，最卑微的尘埃。萤火之光怎么配合日月争辉？人类就该灭绝！何立正疯了，他没有了武器，就用拳头不断捶打着林峰的身体，拳头打断了就用脚踢，脚踢断了就用牙齿咬，牙齿被崩碎了就用头撞，直到把自己干到奄奄一息，才彻底停了下来。林峰更无语了，这家伙自己快把自己给弄死了。深渊教会要是都这种智商，确实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林峰看着地上如同死狗一般喘气的何立正，还是决定送他一程，免得他受折磨。圣剑解放，解放蓝谷丽萨，力量瞬间提升300。林峰先是一剑送他归西，紧接着利用暴涨的300力量向着重力坑洞外围走去。
呼呼呼！林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是从深坑里走了出来。还真别小看，只有300千克。昨天林峰就是瞧不起这点重量，结果今天一来，差点焊死在里面。休息会，再试试。合力正对于林峰而言，也只是一个无聊的小插曲，影响不到他一丁点。第84章领域开启。恭喜勇者林峰在重力深坑中获得突破，奖励力量加20。第3天，终于有了一丁点的升，可惜这种力量提升不会增加隐藏属性，只有自由属性点才会增加隐藏属性。聊胜于无吧。20点对于林峰而言虽然少，可蚊子再小也是肉，终于是看到了成长奖励的希望。继续努力。恭喜勇者林峰在重力深坑中获得突破，奖励力量加20。恭喜勇者林峰在重力深坑中获得突破，奖励力量加20。恭喜勇者林峰在重力深坑中获得突破，奖励力量加20。第7天，在这几天的锻炼中，重力深坑的提升机制林峰也隐约间摸索出来了。只有在突破自身的情况下，这个系统提示才会响起，并且每次提升点数都是固定的20点。他现在已经差不多能够走进重力深坑500米距离。第15天，林峰从重力深坑一共获得了260的力量属性，他也成功的走到了3000米处。听图图说，自从重力深坑存在以来，就没有人能够进入其中心位置，那就很简单了，林峰来做这第一个不就行了吗？第20天，恭喜勇者林峰在重力深坑中获得突破，奖励力量加20。恭喜勇者林峰在重力深坑中获得突破，奖励力量加20。恭喜勇者林峰在重力深坑中获得突破，奖励力量加20。力量的增加来到了360点，距离也接近了坑洞最深处。之前几天他也放出过超级哥布林和他一起训练，结果几天下来，超级哥布林没有一点长进。看来重力深坑的锻炼对这种召唤物没有作用。继续向着最深处前进，那里一片漆黑，没有一丁点光源，仿佛所有的光线都被捕捉进去，逃脱不了，自然无法将景色反馈给林峰的眼睛。不到100米距离，林峰却寸步难行，看来还得适应几天。第25天，林峰终于是来到了最深处，什么都看不见，他只能趴在地上不断摸索，用触觉去感受这里的一切。摸索间，手中突然传来温润的触感，随后一强光猛然爆发，刺得他睁不开眼。这一暗一明，两种极端环境将林峰折磨得不行。死！无法视物的林峰突然感到背后传来一股剧痛，有什么东西伤害到他了。当前副本居然有东西可以破开他的防御，他连忙向着旁边翻滚，再加上勇气冲锋套上护盾，拉开安全距离。做完这一切后，他正准备加点 buff， 这时强光开始慢慢减弱，林峰睁眼便看到了攻击他的东西。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帅到鬼哭狼嚎、惊世骇俗、无与伦比的脸，那张脸正是他自己。勇者之瞳，名称等级15级，职业勇者，力量1140，精神760，敏捷770，体质835，幸运760，装备附加力量加75，天赋勇者之力，技能勇气冲锋1级，剑魂之伤1级，勇者之瞳1级，女神祝福1级，大鹤1级，晶体皮肤1级，恶魔之手1级，恶魔射令1级，兔子伯爵的怒吼1级，跳跃劈砍1级。装备圣剑蓝古丽萨，负重密铁铠，负重密铁腰带，重密铁重鞋，负重密铁手套，负重密铁头盔。增益7元素光明。哦，怪不得能破开他的防御，原来敌人竟是我自己。不过这个复制体明显没把自己的能力复制完全，属于是个半成品，他只复制了自己当前属性和当前装备。蓝古丽萨则应该是在杀死合力正的时候复制的，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现在根本就没有装备蓝古丽萨。有意思，林峰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复制体再次攻了过来，不过由于重力压制的缘故，他的速度并不快。林峰一瞬间切换装备，速度立马提升一个档次，轻松躲过他的攻击。再看一眼装备栏，复制体并没有和他一样切换装备，看来在出生的那一刻，其属性就已经定死。那事情就简单了。林峰再将是神者的称号佩戴，力量立马超越了复制体。女神祝福，女神祝福。哦，会学着我用技能吗？不过没关系。复制体再次按耐不住朝着林峰攻来，可是身上的负重密铁套装大大限制了他的行动力。晶体皮肤，晶体皮肤，圣剑解放，圣剑解放。嘿嘿，林峰露出阴谋得逞的笑容，在复制体同时解放圣剑的下一刻，他就将效果给关闭了。看看作为复制体的你，有没有无限体力吧？复制体面无表情，依旧不断向林峰发起攻击，可是他太慢了，
300千克的装备，再加上几百倍的重力压制，让他寸步难行。还有兰古丽萨的解放状态在不停消耗着他的体力。林峰侧头躲过剑气，复制体的动作明显又慢了，不出半分钟，他将连挥剑的力气都没有。空有我的力量，却没有战斗智慧，这不白给吗？结束了，剑魂之伤。这一下直接在复制体的胸口处开了个大洞。不过毕竟有着自己强大的属性，想秒杀还是有点困难。而且刚刚剑魂之伤也没有封印到7元素光明。不过无所谓，再杀2次就行了。等着复制体复活，林峰故技重施，继续骗他解放圣剑。在长达10分钟的鏖战后，复制体的复活次数终于是清空。这时，悦耳的系统提示再次响起：恭喜勇者林峰在重力深坑获得最后的突破，奖励力量加100。恭喜勇者林峰在重力深坑接近了重力核心，成功领悟重力领域。哦，意外之喜，居然在这里领悟了领域，那个传说中只有黄金守护者才能获得的力量。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赶紧查看。名称：重力领域，等级：初级。效果：开启后每秒消耗体力，方圆1000米范围的敌人将会受到重力的压制，攻击速度-30%，移动速度-30%，体力消耗正-30%。好强！1000米距离，减少双速，还加快体力消耗，简直是打群架必备神技。第85章，意料之外的闯入者。还有5天能赶上力量大会，先和图图道个别吧。这20多天以来，林峰也没少得到抛瓦族的照顾，各种修复肌肉损伤的药水不要钱的砸在他身上，重力深坑免费让他使用，还教给他抛瓦族的特殊呼吸法。这么多天的相处，在心底里他已经把这群异族当做了朋友。林峰一路狂奔，争取用最少的时间回到营地。以他现在的速度，赶到营地连2分钟都不需要。飞速赶回营地，前方景色陡然一变，漫天火光将整片天空染成了让人窒息的嫣红。眼前的一切让林峰目眦欲裂，一瞬间，恐怖的杀意席卷全场，狂风呼啸。曾经和谐安宁的营地，现在已经是厮杀声一片。100来个职业者正在围攻仅剩的几10个抛瓦族人，他们训练有素，分工明确，各种职业齐全，打得抛瓦族节节败退。林峰眸光一凝，看到了因混乱而被挤到外围的图图。会长，这些 NPC 既没经验又不报装备，我们干嘛这样大费周章？职业者中，牧师装扮的女人向着为首之人问道。这次的团本没法获取经验，而抛瓦族只喜欢锻炼力量，对于武器这些根本就没有需求，自然是一件装备都不会报。那个小鬼被称作会长的男人用手指着图图，用看蝼蚁的眼神看着他，他居然说力量没有用，力量没有用。男人的脸凑近牧师，模样癫狂而又诡异，我就是要让他看看力量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用。说完，他一把推开牧师，拔出腰间骑士剑，上前直指图图咽喉。现在作为羔羊的你，还觉得力量无用吗？图图的脖颈被利刃划出一道伤口，鲜血顺着伤口缓缓滴落，他眸光坚定，面容坚毅，丝毫不畏惧这个疯子。对于你这种人而言，力量就是灾难，因为你卑劣的性格会让力量扭曲，你获得了力量就只会用来欺辱弱小，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懦夫。哈哈哈！男人捂脸狂笑，只是眼角的一丝羞怒暴露了他真实的内心。没想到啊，一个 NPC 还能说会道的。但是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力量到底有没有用？算了，男人将骑士剑高高举起， NPC 而已，是我太认真了。说罢，他手中骑士剑猛地向下挥落，直取图图脖颈。下一刻，啊！一声惨叫响彻全场，所有人的呼吸在这一瞬间都猛地一滞。啊！啊！我的手！我的手！打死！快给老子治疗！快呀！男人发出杀猪般的吼叫，边滚边爬，才来到了刚刚牧师的身边。什么人敢偷袭圣子公会的会长？不想活了吗？人群中有人出言呵斥，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圣子公会？江海市？整个蓝星就没有公会这一说法，你们是哪个星域的？林峰第一眼看到他们的肤色就觉得奇怪，现在听到公会一词更是验证了心中的想法。这群人金发碧眼，明显的西方人模样。在星际时代，国家融合成联邦政府的背景下，这样说东西方之分或许有些奇怪，但现在的蓝星上却是少有西方人。在星际时代的开端，他们便远洋去了别的星系，而现在他们居然莫名出现在了团本中。江海是新手副本区的团本，你又是哪个星域的？黄种人。会长的手臂在牧师的治疗下重新长了回来，但刚刚林峰的那一剑给他留下了阴影，现在说话都是躲在众人身后。太阳系，蓝星。圣子会长听到林峰的话，明显愣了一下，并不是被震惊到了，
而是他那核桃大的脑人根本没有搜索出相关信息，还是他旁边的同伴提醒道，人类最后堡垒计划的蓝星也是人类的母星。哦，这回他想起来了，那个有着星盟最强防御网的星系，原来是一群缩头乌龟啊！林峰不想跟他瞎扯，直截了当的问道：“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怎么进来的？”圣子会会长又恢复了他的嚣张模样，哈哈哈哈！他居然问我是怎么进来的。一旁的小弟接茬：“小子，你不会以为就你们蓝星有副本入口吧？真是无知又可怜。”林峰当然知道其他星域有副本，但别说是其他星域了，就是蓝星上其他市的新手副本区也串不进江海市的团本啊！这里面显然有大问题。林峰伸出一根手指：“太吵了，我决定只留一个人来回答我的问题。”哈哈哈哈哈哈！圣子会长感觉自己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好久没这么笑过了。哈哈，这小子，这小……下一秒，他的笑声戛然而止，那还未停止的笑容随着头颅一起飞向天空，展示给了在场所有人。谁想做那最后一个人？林峰的声音响起，如恶魔的低语。众人在这瞬间只觉如坠冰窟，他们知道林峰不是在开玩笑。骚乱立马在人群中传播。会长，会什么长？还不快跑！他才4级，我们一起上，怕他干什么？你脑子被阿奇巴斯星的肥猪牛踢了吗？他刚刚的速度是4级的属性，明显隐藏了等级。白痴！林峰注意到了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个比较矮小的光头男人。不假思索，林峰决定留下他。至于其他人，重力领域，一股强大的压力从林峰脚下开启，一直延绵到1000米之外。这是什么？我的速度？怎么回事？妈的！是领域，他是黄金守护者。谢特！新手团本哪来的黄金守护者？圣子公会的所有人在这一刻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他们的敌人竟然是黄金守护者！不要杀我！林峰面无表情，手中圣剑不断收割着他们的生命。为什么要杀我们？我们无冤无仇。林峰脚下一顿，平静地望着双腿缺失的红发男人。那你们为什么要屠杀抛瓦族？他们和你们无冤无仇。第86章真元果实。抛瓦族。红发男人看了一眼远处的抛瓦族人，一股郁结之气突然冲上心头。你就因为一群 NPC 你屠杀自己的同族？你不怕上星际军事法庭吗？林峰冷笑一声，眸中满是鄙夷之色。在我眼里，你们连 NPC 都不如，更何况他们是真实的生命，而你们只不过是一群浪费空气的蠢货。对了，还得多谢你提醒我。说着，林峰从背包里取出了白色小棍，这是从第一批蠢货那里得到的小型电子强磁干扰仪。他手指轻轻一按，周围2公里范围内的电子设备立刻损坏，现在万无一失了。噗！鲜血喷涌如注，他们的血灭掉了燃烧的火焰，染红了营地的鲜血，也祭奠了死去的抛瓦族人。最后一个人就是刚刚林峰决定留在最后的那个。他没有逃跑，不是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是双腿早就已经不听使唤。仅仅3分钟不到，100来个职业者就这样轻易的被屠戮殆尽。他有什么理由不害怕？他有什么勇气起身逃跑？我问，你答。林峰居高临下，在光头男人的眼前，这个少年仿若天边神奇，巨大无比，将整片天空都遮得乌云密布。你们是怎么进入江海市新手团本的？我不知道。光头男人拼命摇头，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动的部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进入江海市新手团本，我们进的是加米尔州的团本，不知道为什么进到这里面。加米尔州看来确实是其他星域的职业者。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其他星域的人？没有，我们刚来不到2天才走到这里，除了你，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人。哦？林峰思索片刻，依旧没有头绪。明白了，你可以上路了。光头男人大骇，还未来得及说出下一句话，一道剑光划过，紧接着一种空虚疲惫的感觉瞬间袭来。在头颅落地的那一刻，他才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林峰，图图跑到林峰跟前，气喘吁吁。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哦？为什么？是力量之主的破界传送阵。每年破界传送阵都会开启，它会将各个世界的强者吸引过来。力量大会的存在就是为了把这些人奉献给力量果树。所以，图图面带恳切，一只手死死抓住林峰的衣角。求求你，把力量果树彻底摧毁吧。林峰收回圣剑，摸了摸图图的头。放心，答应你的事，我绝不食言。为我指路，我将摧毁这棵邪恶之树。团本内，7天前，力量大会的看台上，抛瓦族首领泰托正时刻关注着下方的战斗。大会已经接近白热化，现存15支小队都是强力选手。他最看好那名为郭盼盼的狂战士，其技能和抛瓦族很契合，他很喜欢。
不过也仅仅只是喜欢，毕竟这些人无论输赢，最终都将成为黄金力量树的养分。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大胆！一个外族敢擅撞我族重地！后方传来吵闹声，泰托心生不悦，在这关键时刻，居然有人不要命来这里捣乱。泰托转身望去，只见一长发少年缓缓从阶梯走来，面对众抛瓦族的呵斥，他毫不在意，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中，尽显镇定自若的气场。少年走了上来，立于众人中，眉眼如剑，下颌如刀，一身玄衣在风中猎猎作响。你是什么人？泰托沉声问道。少年立于风中，任凭长发纷飞，我叫林峰。林峰？泰托皱眉，记忆中从未有过这名字。大胆狂徒，还不退下！你想试试抛瓦族的刑法吗？周围几个抛瓦族人看不下去，上前就要将这少年抓住。少年侧身轻松躲过他们的大手，只见他3步脱离包围，稳住身影，手掌向下摊开，一枚牛角项链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这是力量之主的信物。小子，你怎么会有力量之主的信物？小子！少年面带不悦，高举牛角项链。抛瓦族，你们忘记自己的使命了吗？见到信物，如见力量之主本尊，还不跪下！泰托眼睛微眯，细细打量着牛角信物，确实看不出任何破绽。他轻笑一声说道：力量之主的信物怎么会出现在人族手里？你……哼！一声冷哼打断了他的话语。少年收起信物，拂袖离去。既然你不信，那我便回去如实禀报，到时候力量之主亲临，你们可要好生招待。泰托大急，连忙追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真是力量之主的信使，他抛瓦族可承受不起这无妄之灾。信使息怒，信使息怒，只是力量之主太久没有下达神谕，我们也不知真假。少年轻瞥一眼，口中话语让泰托如坠冰窟。你这是在埋怨力量之主？埋怨他未将目光放在你们这群蝼蚁身上？不敢！泰托连忙跑到楼梯下，恭恭敬敬地跪了下来。信使大人降临，想必是带着力量之主的神谕，全体抛瓦族听令，聆听力量之主神谕。看着陆续跪下的抛瓦族，少年嘴角的笑意也不再掩藏。仅仅一瞬间，他又换了副面孔，厉声呵斥道：力量之主派我来，就是为了帮助你们这群废物。黄金力量果树孕育了50年，真元果实还未出世，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玩乐吗？闻言，泰托终于是确信了，这个少年就是力量之主的信使，真元之果。抛瓦族中除了他，没有第2个人知道。大人息怒，力量之主虽然留下破戒传送阵，可是这阵法每隔1年才开启一次，并且传送过来的异族。你以为我是来干什么的？少年手中出现一卷卷轴，他轻轻摊开，卷轴滚落，一直延伸到3米距离。把这些材料凑齐，我将为你们改造破戒传送阵，一切都是为了伟大的力量之主。第87章，推心置腹。林峰这杂碎跑哪里去了？郭盼盼面容狰狞，浑身浴血，身上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杀气。一旁的李启明捂着鼻子，很是嫌弃，没准早死了，你管他干嘛？他怎么敢死？怎么敢？郭盼盼更加癫狂，他应该死在我手里，死在我的手里。李启明默默地远离郭盼盼，自从这家伙一口气吃下5颗力量果实后，就变成了这样。当然，其他几个战士也差不多这德行，顶多比郭盼盼好那么一点点。李启明是法师，当然不可能吃这玩意，现在他也庆幸自己没吃。来敌人了，那边！李启明出声提醒众人，自己则躲得远远的。在呢，林峰在哪？郭盼盼猩红着眼，看向来人，不是林峰，那也得死。郭盼盼一马当先，拿出大剑便朝着敌人砍去，其他几人也陆续跟上，和来人战作一团。疯子！李启明躲在力量果树后面，轻声骂道。狂战士郭盼盼在力量大会中确实如鱼得水，甚至于不用吃5颗力量果实，他们都能赢下比赛。可怪就怪在前几天，本来早就关闭的副本又涌入大量职业者，天南地北，甚至其他星域的职业者都有，足足有1万以上。在众多职业者中，不乏有强悍的存在。郭盼盼最终顶不住压力，吃下了5颗力量果实。要不是他有死亡抗拒技能，可以在10秒内免疫死亡，鹿死谁手还真犹未可知。李启明真是受够了，他不想再跟这群疯子待在一起。可让他更加绝望的是，外面的人更加癫狂，好像所有吃了果子的人都会变得越来越癫。唉，李启明深深叹了口气，心中郁闷至极，早知道就不来了。这副本就是战士的天堂，法师的噩梦。不过还好，很快就要结束了。李启明环顾四周，昨天还有很多人来抢夺他们的这棵力量树，今天就只有零星几个，应该是都死光了。希望林峰那个杂碎是真的死了，他才不管是谁杀的，自己只要再也见不到那张烦人的脸就好。可惜事与愿违，转过头，他
他再次看到了那张令他讨厌了一辈子的脸，就在他面前。林峰正和他大眼对小眼。林峰，你没死！李启明不自觉地大呼小叫，看到林峰，他的情绪就会莫名激动，怎么都控制不住。林峰神色怪异地看了他一眼，回怼道：你都没死，我怎可能死？你们在这玩什么呢？李启明瞪大眼睛，有些不可置信，这家伙在干什么？和朋友打招呼吗？他好随意啊，关你什么事？哼！李启明心态瞬间转换，心中的仇恨喷涌而出。既然你没死，那就是上天给我的机会，让我在这杀死你！林峰无语，其实他成长到这种境界，早就不把李启明这种人当成敌人了。他甚至不配被称为敌人，对于自己而言，李启明就是一只随手可以捏死的蚂蚁。人类会忌惮蚂蚁，并把它当作死敌吗？答案显而易见。李启明，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是朋友。林峰没有说谎，他和李启明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人。李启明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小时候很安静，是个安静的小跟屁虫，林峰走哪里他就跟哪里。对比其他动不动就放声尖叫的小屁孩，林峰对李启明还是有好感的。我也从来没有把你当作跟班或者小弟，想来你也能感觉到。为什么？林峰眼中闪过一丝悲凉。为什么你这么恨我？呵呵呵，你不知道。李启明止不住的冷笑。你居然不知道我为什么恨你？为什么？林峰确实不知道，他自认为对李启明足够好，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分享。你既然恨我，为什么老是围着我转？你以为我想吗？你他妈以为我喜欢跟着你吗？你以为我喜欢被人叫做林峰小跟班吗？李启明面容狰狞，嘶吼的嗓音几近沙哑。实话告诉你，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觉得恶心。林峰，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天命之子吗？所有人都围着你转，还不是因为你他妈有一对黄金守护者父母？李启明紧握手中法杖，双眼猩红，这么多年的怨气终于在此刻被宣泄了出来，所有人都要被迫讨好你，我也不例外。每天回家我还要汇报行程，还要写下你的喜好，如果写不出来，等待我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每天，是每天，因为你，我从小生活在地狱中，后来你那对该死的黄金守护者父母终于是死了，哈哈哈哈！李启明笑了，笑得癫狂，那是他此生听到的最令其兴奋的消息，他感觉人生在那一刻得到了解放，获得了救赎。可怜，林峰眸中透着深深的怜悯，你把对父母的怨恨转移到了我身上，李启明，你真是个懦夫。你无情我却不能无义。林峰默默掏出了白色小棍，轻轻按下之后才缓缓说道，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曾经有伤害到你，我向你道歉，从此我们各不相欠，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休想！李启明手中法杖汇聚黑暗能量，周围草地瞬间枯萎，只有你的死亡才能洗刷我的屈辱。暗黑法球，一颗黑到扭曲光线的能量球朝着林峰疾射而来。哈哈哈！林峰，去死吧！这是李启明最引以为傲的技能，一发暗黑法球足以秒杀10级困难副本的普通怪物。这一击他存了必杀之心，没有人再能阻止他的滔天恨意。面对这带着无尽恨意的法球，林峰不屑一顾，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在暗黑法球即将撞到他身上的时候，才懒散地动了一根手指，就是一根手指。那右手的食指只是轻轻一弹，就把李启明引以为傲的魔法轻松弹飞。轰隆！暗黑法球撞击地面，发生巨大爆炸。法术没有失误，威力没有被削弱，李启明也没有陷入幻觉。有问题的是林峰，你怎么可能？李启明目瞪口呆，双腿不由自主的后退。李启明，我对你已是仁至义尽。林峰声音透着冷漠，杀意在此刻升腾。像李启明这种人该怎么改变？说1000道10000，即便是推心置腹也无法改变他扭曲的想法。他没法改变，只有死。不，你不能杀我！你……话没说完，林峰突然暴起，眨眼间便来到李启明面前。他也不用武器，仅仅伸出一只手掌。再见！啪！如同苍蝇拍重重打在桌面上，而李启明的脑袋就像是那只弱小的苍蝇，瞬间被拍了个粉碎。无头尸体缓缓倒下，逐渐化为点点荧光，微弱的荧光撕开了空间，随后鱼贯而入。哦，李洪涛真是大手笔啊！林峰看得出来，这是复活道具，而且还是传送复活道具。这么珍贵的复活道具，连李洪涛这种杂碎都有，还送给李启明这种废物。而我的父母，为人类立下赫赫战功的黄金守护者，为什么没有？林峰突然暴怒，周围的空气在一刻凝固。经历了这么多的蝇营狗苟，他早已明白人类并非铁板一块。对于父母的死，他更是心存疑虑。这些事情他迟早要去调查，现在时机未到。他现在的力量已经能够比肩普通的黄金守护者，但想要彻底掀桌子，
还为时尚早。第88章真元果实，顷刻炼化。哈哈哈！养分，都是力量果树的养分。高台上的抛瓦族首领泰托情绪高昂，他好久没有看到过这么盛大的场面了。这都得仰仗我们的信使大人。一旁的抛瓦族长老立马开始吹嘘，信使大人真乃少年英雄，如此年纪就能得到力量之主的青睐，连复杂无比的破界传送阵都能被您改造得这般完美。对啊，对啊，信使大人真乃人中龙凤，人族万年不出的绝世天才，能常伴力量之主左右，想来信使的实力也是无可匹敌。听着众人的吹嘘，少年只是淡然一笑，过誉了，我只是力量之主的仆人罢了，一切都是为了力量之主。众抛瓦族人也立即附和，为了力量之主，为了力量之主，为了力量之主，感谢伟大的力量之主，感谢信使大人的帮助。下方战斗已接近尾声，泰托无意在观赏，他转头看向真实黄金力量果树，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信使大人，你看，他指着真实黄金力量果树，脸上显露忧愁之色。真实黄金力量果树得到了1万多强者的滋养，现在整个树身早已熠熠生辉，树枝上也结出无数黄金果实，只是没有那真元之果的踪迹。即便是这么多养分，也没有结出真元果实吗？还差一点。少年淡淡一笑，显得毫不在意。不过没有关系，力量之主给的期限是3年，下一次破界传送阵开启之刻，就是真元之果成熟之时。而现在，全体抛瓦族人听令，少年振臂一呼，众抛瓦族人纷纷跪下，他们虔诚无比，如同迎接神谕。这几天的相处，他们早已被少年渊博的智慧折服，他们毫不怀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族就是力量之主的信使。见到这番场景，少年很是满意，他面带微笑，令所有抛瓦族人如沐春风。只是他们看不见那双低垂的漆黑眸子中依旧是冰冷一片。去吧，去享受你们应有的成果，这是力量之主的赏赐。众抛瓦族人闻言起身欢呼，感谢伟大的力量之主，感谢智慧无比的信使。他们围绕真实黄金力量果树跳舞，庆祝这来之不易的果实盛宴。名称：真实黄金力量果实。简介：吃下果实后可永久获得100点力量，最多叠加5次。每年的力量大会都会使力量果树结果，只是数量寥寥无几，最多的一次也不过6颗。而今年，在信使的帮助下，黄金力量果树足足结了500多颗果实，足够所有抛瓦族每人分到1颗。感谢力量之主，感谢信使大人。如此盛宴，抛瓦族人几乎全体出动，他们井然有序，分发着力量果实。信使大人，请您品尝。泰托将力量果实呈到少年面前。少年摇头，轻轻推开他的手，这是力量之主给予你们的奖励，是你们应得的。等真元果实出世，仁慈的力量之主也会给予我应有的赏赐。是吗？想必那赏赐一定非常丰厚。泰托收回手，眼中嫉妒之色一闪而过，似泄愤般。他一口咬下半束果肉。对了，信使大人是否还要继续留在这里，等着下一次破界传送阵开启，亲自迎接真元果实诞生？看着眼前的抛瓦族首领吃下果肉，少年嘴角的笑容再也抑制不住，他大笑道：哈哈，不必了，真元果实诞生的契机已然生成，就在今天。哦，泰托脸上浮现兴奋之色，什么契机？少年收回笑容，脸上带着些许残酷。就在你的手中。我的手中？泰托低头望去，心中猛地一震，他手中的黄金果实不知在何时已然变成了红色。虚假的力量果实，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回头望去，族人们正癫狂地分食着果实，和他手里的一样，全部都是虚假的力量果实。不可能，不可能！真实黄金果树怎么可能结出虚假力量果实？不可能！咚咚，半截果实砸在了木板上，发出沉重的闷响。你再仔细看看，你们摘的果树真的是真实力量果树吗？泰托再次回望，真实黄金力量果树的果实依旧满满当当挂于枝头，而他的族人现在正围着虚假力量果树狂欢，他们沉浸在美梦中，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一个怎样绝望的陷阱中。你，泰托指着少年，这一刻他终于注意到了那抹冷色，那是视万物为刍狗的淡漠。他根本没把抛瓦族当成生命，他们只是这个少年前进路上的垫脚石。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泰托崩溃大叫，全族陷入疯狂的幻象中，他竟然毫无察觉。凡到杀招，海市蜃楼，我特地为你们抛瓦族准备的，就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少年已然成功，他也不需要再隐藏，只要这群抛瓦族死亡，真元之果即成。你这个混蛋！不可能！你不是力量之主的仆人，你为什么知道力量果树的秘密？你为什么能改造破界传送阵？不可能！泰托陷入癫狂，他向前猛攻，
只听扑哧一声，眼前少年脆弱的胸膛被他穿透。还没来得及高兴，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少年的身形陡然变换。这时他才发现，他穿透的胸膛是抛瓦族人的胸膛，而他自己胸口上也出现了一口碗大的破洞。不知何时，周围早已是一片尸山血海，而那一切的罪魁祸首，正一步一步地走向真实黄金力量果树。此时的黄金力量果树已然凋零，其他黄金力量果实纷纷腐败掉落，只剩下最中间的那个一颗纯白色的果实。畜生！畜生！泰托不甘的吼叫充斥全场。林峰，你这个畜生！少年充耳未闻，步伐坚定，眼中只有那颗纯白色的真元之果。他伸出手，将真元之果握于手中，顷刻炼化。蛊虫转换，可将不同品质的装备、道具转化为价值相等的蛊虫。真元之果瞬间缩小，变为天牛模样的蛊虫。第一步完成了。少年转头，黑色的瞳孔讳莫如深。他望向战场中央的身影，眼中杀意依旧。第89章钻石力量之种。林峰似感觉到了什么，朝着看台那边望去，可那里除了满地的尸首和枯萎的力量之树外，就再无其他。是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种被窥视的感觉让林峰感觉很不爽。林峰，我要杀了你！更不爽的还在后头。郭盼盼现在就如同一头野兽，浑身浴血，肌肉膨胀的仿佛要爆开。哼，自寻死路！林峰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掏出哥布林育儿袋。静夫，你陪他们玩玩。超级哥布林从育儿袋中钻了出来，他浑身颤抖，这不是害怕，而是兴奋。马上就要完成一生中的首杀，他兴奋的直打哆嗦。哦！超级哥布林一声狂笑，化作绿色闪电冲向郭盼盼。砰！巨大的气浪在两人的对撞中生成，恐怖的冲击波直接将枯萎的虚假力量树连根拔起。林峰，站住！我要杀了你！被超级哥布林牵制，郭盼盼脸上的癫狂之色更甚。在虚假力量果实的腐蚀下，他已完全不成人形。林峰对这种敌人没有兴趣，对他的无能狂怒充耳未闻。林峰的眼睛只有那棵枯萎的力量果树，听图图说，这棵妖树在结出果实后会进入短暂的萎靡状态，不出半个月就会卷土重来。想要彻底消灭它，就得将其连同根茎一起烧成灰烬。林峰取出了熔岩地心之刃，忽然间，整片果林狂风大作，飓风吹得垂败的枯叶沙沙作响。树也会害怕吗？莫名的，林峰问出了这一句，随后他又自嘲一笑，觉得自己问了个蠢问题。这万千世界，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没有，他不需要探究原因，他只需要不断前进。熔岩地心红光暴涨，刀刃插入树干，周围的狂风更加凌乱，火势顺着呼啸的狂风拔地而起，直冲天际。诡异的是，在真实黄金力量果树燃起的那一刻，所有的虚假果树也同一时间燃起熊熊烈火，风声吹出呜呜的响动，似在为力量果树的毁灭而哭泣。结束了，只需要再等。忽然，林峰目光一凝，死死盯着真实黄金力量果树的中心部位，那里被火焰烧出一个巨大的空洞，空洞中一颗璀璨的钻石种子在烈火中逐渐成型。勇者之瞳，名称：钻石力量果树之种，品质：史诗。简介：可培育出钻石力量果树。甄别：浴火重生的钻石力量之种，作用与黄金力量之种一样，培育出的钻石力量果树同样需要无数强者的献祭才能结出钻石力量果实。要生命献祭吗？真是残忍！林峰嘴上虽是这样说，可手却诚实无比地抓向了火中之种。这么多世界，这么多的强大存在，足够钻石力量果树完美成长。如果能让深渊怪物们贡献自己的养分，那就再好不过了。将种子收回背包，林峰正想着这最后几天该去哪里，系统突然传来连番轰炸。警告！警告！力量之主察觉到力量之种的气息消失，正在利用神力锁定职业者。警告！警告！力量之主察觉到力量之种的气息消失，正在利用神力锁定职业者。警告！警告！勇者林峰，你已被力量之主的万象牵引锁定，你将受到力量之主无尽的追杀。警告！警告！力量之主分身即将降临当前世界。吵死了，赶紧来，老子管杀还管埋。林峰掏着耳朵，顺手把系统提示关闭。什么力量之主、力量之神的，来一个他宰一个。卑微的蝼蚁，无耻的盗贼，将本尊的东西交出来！天空在顷刻之间被染成血红色，云朵不断聚集，最后凝聚成了一张牛头恶魔脸。交出来，本尊饶你不死！林峰不屑一顾，对着天空比了个大大的中指，叫！有种你下来啊！找死！天空中的巨脸瞬间消散，紧接着一道红色光柱贯穿远方天地。那地方是超级哥布林和郭盼盼等人战斗的地方。
操控。察觉到情况不对，林峰的意识立马钻进了超级哥布林的身体。刚一睁眼，林峰便看见了那道贯穿天地的红色光柱开始迅速收缩，直至汇聚成一个点。这道红点穿透了郭盼盼的身体，他那本来就因肌肉膨胀扭曲变形的身体变得更加难看。他现在整个人就如同一颗肌肉琉球，恶心又恐怖。林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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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峰！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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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地面突然炸裂开来，诡异的肌肉琉球看都不看哥布林一眼，直接朝着林峰袭去。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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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在冲刺的过程中不断加速，激起一阵阵音爆，恐怖的狂风向着两边横冲直撞。那熊熊烈火被吹得瞬间熄灭，树干被摧残的灰烬漫天纷飞，整个世界如同在下一场诡异的黑色之雪。哈哈！林峰，去死吧！琉球不知是跑还是滚，反正他就这样一路冲撞来到了林峰面前。林峰不慌不忙，轻轻侧身躲过。嘣！嘣！嘣！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随后便陷入了长久的寂静。没准是自己把自己给撞晕了过去。切，脑子里面都是肌肉吗？林峰没想到力量之主降临居然用的是郭盼盼的身体，更关键的是郭盼盼那癫狂的意识居然还占据了上风，真是可笑至极。林峰，林峰，林峰，我要杀了你，杀了你！郭盼盼再次袭来，林峰依旧轻松闪躲，这种没脑子的怪物对付起来简直不要太随意。啊啊啊！林峰，有种你别躲，站着，站在那，让我杀了你！白痴，可怜！林峰看着这位老同学，心中一阵唏嘘，因为莫名的嫉恨就葬送了自己的生命。有时候人的思想确实配得上他的苦难。就让我来替你解脱吧。林峰取出了圣剑，指着这坨怪物。郭盼盼，下辈子心胸放宽广一点，多学学我。说罢，手上剑势忽起，剑光顷刻划过天际，将红色的天空连同郭盼盼的身体一起斩成了两半。此剑之威，可斩山川湖海，小小郭盼盼非一合之敌。该死的人类，他是疯子吗？居然能压制本尊的意志！还没等林峰松口气，郭盼盼那变为两截的身体突然开始聚合变形，最终融合成一个健壮的陌生青年。第90章力量之主，勇者之瞳。名称：力量之主，分身。位格：神明。等级：15级。力量：1500。精神：500。敏捷：500。体质：1200。幸运：200。天赋：真实力量。技能：蓄力、破碎、崩天碎星拳、力量解放、爆炸之力、神力复生。领域：力量中介。真实力量，所有攻击都会转化为真实伤害。真实伤害，无视防御和减伤。蓄力，停止攻击将凝聚力量，每秒增加10%的伤害，最高100%。破碎，破坏空间的一击，周围的一切都将湮灭，冷却时间100小时。崩天碎星拳，一击之威可灭星辰，冷却时间100小时。力量解放，将力量释放到极致，放弃大部分防御，释放后90%体质属性转换为力量属性。爆炸之力，将所有生命能量凝聚于心脏，放弃自身90%的生命，获得极限的力量与速度，持续5秒，冷却1小时。神力复生，死亡后会进入10秒的神力涌动状态，无法行动，无法被攻击，随后会以完美姿态复活，复活后的1分钟内获得无敌效果，每日可使用次数10%。力量中介，开启后将吸取100米范围内所有生物的力量属性，每秒消耗自身生命。这个世界只能承受我这点力量吗？不过也够了。死去的郭盼盼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红发肌肉男，浑身上下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雄性荷尔蒙的味道。他睁开眼睛，赤红色的瞳孔紧紧盯着林峰。小偷，本尊来了，你准备好了吗？你就是力量之主。林峰看完其属性暗暗心惊，表面却还要装出波澜不惊的模样，也不是很强嘛。哦，你的意思是你很强？力量之主双手叉腰，完美的肌肉线条在阳光下显现优雅的弧度。当然，我超级强。林峰面不改色，继续吹嘘。但我并不喜欢争斗，我信奉的是和平之神。和平之神？力量之主也知道不少神明，但从未听说过什么和平之神。他当然没有听说过，因为这就是林峰胡诌出来的。刚刚和平之神向我下达神谕，要我将捡来的钻石力量之种物归原主。林峰脸上带起和善的笑容，还给你的话，你还会为难我吗？力量之主也笑了，他的笑全是嘲弄。你说呢？林峰收回钻石力量之种，拔出了蓝古丽萨，那就是没得谈了。力量之主轻轻点头，
林峰冷哼一声，脸上瞬间变得无比严肃。我说过，我很强，给你机会你却不知道珍惜。要是我用尽全力，阁下也未必能追得上我。咻！眨眼之间，林峰已至100米开外，那速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即便强敌在后，他也没忘记自己的宝贝哥布林，一把将其收回玉儿袋中，速度再次飙升。力量之主看着林峰远去的背影，嘴角依旧噙着淡淡笑意。小偷就是小偷，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就让你见识一下吧，神的力量！崩天碎星拳！力量之主右手握拳，闪耀刺眼的红色光芒，如同烈阳当空，不可直视。他轻轻跃起，便是100米高空，随后直接俯冲直下，像是一颗彗星撞向大陆，声势恐怖。轰隆隆，拳头接触地面，顷刻间地动山摇，无数裂缝开始在从地面撕开，岩浆从地心喷涌而出，整片区域宛若世界末日。什么玩意？林峰还在奔跑着，忽的脚下一空，直直掉入那万丈深渊。砰！下一刻，一股喷涌而出的岩浆又将他带回了地面。林峰在碎裂的地面上闪转腾挪，不断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面越发崩坏，最后竟连一块完整的陆地都无法维持。这也太犯规了！林峰愕然，他哪里见过这种毁天灭地的技能？这就是神明的力量吗？即便属性相当，自己也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爆炸！呼！一道虚影从远方疾驰而来，林峰来不及反应，便被一拳打爆了脑袋。金光一闪，林峰原地复活，他想都没想，直接反方向用力朝着这下方深渊弹射而去。途中，他连忙翻找背包，瞬息之间，一个黑色的盒子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潘多拉魔盒，生死一刻，靠你了，老朋友！上方红色身影无视物理规则，顺着崖壁边缘一路疾驰，眼看就要追上。突然，潘多拉魔盒橙色光芒一闪，一本技能赫然出现在林峰手中。技能书八方斩，品质史诗，主动进入不可选中状态，向目标以及目标周围10米范围内的敌人随机发动8次攻击，每次攻击后伤害增加 20%， 最高增加 100%， 持续到技能释放结束，冷却时间10分钟。学习！林峰手上的技能书瞬间消失，技能栏里同时多出一项超级强力的伤害技能。不过此时，在岩壁上奔跑的力量之主也与林峰处于了同一水平面上。在爆炸效果持续的最后1秒，他的拳头已经接近林峰的面门。破碎！八方斩！林峰的身影瞬间消失，拳头落空，恐怖的力道直接将空间都打得支离破碎，一股无法言说的诡异气息朝着周围扩散，顷刻间方圆1000米的所有物质完全消失不见。空洞，空虚。即便处于不可选中状态的林峰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抑感。不过还好，这感觉仅仅只持续了片刻，空间便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将这片空洞的区域填满。力量会让人自大，神也不例外。在这最强的2个技能释放完后，他对林峰的威胁将直线下降。此时，八方斩的第一下已打到了力量之主身上，一道细小的口子在他的背部显现。接踵而至的是第2下、第3下、第4下。由于周围没有其他目标，林峰的8次攻击将会被力量之主全部吃下。第91章灭神陷阱。八方斩最后一击，圣剑爆发耀眼光芒，力量之主的头颅随着闪耀的光芒飞天而起。该死！虽然杀死了力量之主，但林峰脸上并未出现喜色，他的眉头反而皱得更紧，握住圣剑的手冷汗直冒。现在的情况对他十分不利，力量之主有10次的复活机会，10秒后他就会再次苏醒。而林峰的八方斩冷却时间足足有10分钟，在真实力量的加持下，和力量之主硬碰硬显然愚蠢至极。趁着这10秒时间全力逃跑才是上策，但刚刚的破碎技能毁灭了周遭的一切物质，他连个借力点都没有。等着落到深渊最底处，力量之主早就复活了，等待他的不过是又一次被秒杀罢了。怎么办？林峰看着无名指上那枚透明的戒指，心中顿时有了计策。他直接掏出了哥布林育儿袋，超级哥布林立马出现在身边。孩子，实现你哥布林生涯目标的时间到了。哦！静夫听不懂林峰在说什么，但他已经接收到了命令。带着决绝之色，他拉住了林峰的胳膊，手上肌肉鼓起，力量不断积蓄。嗖！林峰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被扔了出去，超级哥布林500的力量也不是吃素的，这一下直接扔出了5公里开外。芜湖！逃出升天，林峰不禁发出了龙啸，在空中360度转体，一套高难度动作行云流水丝滑落地。暂时逃离危险，林峰不敢大意，凭着记忆，他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一刻不停，继续跑路。地心深处，力量之主猛地睁开双眼，旋即一拳击出，将身旁的超级哥布林打成了一滩烂泥。小虫子，跑吧，跑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抓到你。砰！岩浆喷涌而出，
将力量之主带上万米高空。他眼睛锐利如鹰，不到1秒的时间便发现了在地面狂奔的林峰。从这个高度俯视，林峰确实渺小的像一只虫子，在神明绝对的压制力下苦苦挣扎。踏虚，力量之主身形倒转，脚踩天空，轻轻一蹬，脚下空间显现一串涟漪。他竟然在没有任何着力点的情况下向虚空借力，这不是技能，而是力量之主多年来对力量轻盈而掌握的技巧。咚咚咚，力量之主的身躯带着恐怖的破空声朝着林峰方向坠落。林峰自然也发现了他，脚下速度不由又加快了几分。他的750加的敏捷，在没有使用技能和技巧的情况下，速度绝对是快于力量之主的。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要稳住心态，只要到达那里，胜利唾手可得。咚！力量之主的身躯撞向地面，一路滑翔近千米才堪堪停下。他站起身，嘴角带着玩味的笑意。不错的速度，但你又能逃到哪里呢？给你看个好玩的。说完，他突然转身背对林峰，紧接着挥拳打向自己胸口。嘣！一声闷响，夹杂着刺耳的音爆，力量之主的身体倏然飞出，朝着林峰的方向疾驰而来。什么鬼？林峰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刚刚看到的一切。那逆天的操作等于是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就这一下，力量之主和林峰的距离瞬间拉近了一半。惊讶吧？虽然力量合技能缺失了大部分，但本尊还有多年来的技巧经验，足够和你玩上一整天。说着，他手继续重复刚刚的操作，又是一声巨响，力量之主的身体直接越过林峰，来到了前面。跑啊，小偷！你的本事止步于此了吗？力量之主！林峰嘴角挂起讥笑，手中圣剑光芒大盛。你残血了，蠢货！大喝！林峰突然发出一声暴喝，将力量之主眩晕在原地，紧接着发动勇气冲锋，瞬间接近。最后是剑魂之伤，一剑下去，力量之主的身体被劈成2半。10秒后见，拜拜！林峰跨过尸体，一路狂奔，不到片刻，身影就消失在了远方。虫子！1个小时后，看着前方不远处的林峰，力量之主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磅礴的杀意。作为神明，竟然会被一个人类戏弄到如此地步！爆炸！力量之主速度突破音障，瞬间便抵达林峰跟前。他二话不说，一拳直取林峰面门。八方斩！又来！力量之主瞳孔一缩，算上这次，这招在这1个小时内已经夺走了他3次复活次数。可最憋屈的是，他根本没有克制手段。可恶！该死的蝼蚁，居然敢戏耍本尊！他愤怒，他咆哮，他到底不起。15级的团本世界有着严格的力量界限，以这种力量降临已是这个世界能承受的极限，再多的话就会受到世界的排斥。明明已经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力量，该死的虫子！力量之主哪里受过这种屈辱？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也削弱了他的战斗智商。他已经全然没有刚开始君临天下的气势与压迫感。这对林峰来说是好事，他步伐沉稳，始终观察着力量之主的状态。在实力接近的情况下，谁的心理防线先破，谁就会落入下风。很明显，林峰稳扎稳打，已经彻底扭转了战局，只需要让力量之主再愤怒一点，落入他提早准备好的陷阱之中。力量之主也不过如此，神明都是你这种废物吗？忘了告诉你，我有是神者称号哦，你将会是我斩杀的第2个神明。林峰脚步突然变缓，转身对着力量之主一顿嘲讽：你这虫子！力量之怒极，身为神明，一直高高在上的他，今天却遭受这般奇耻大辱。他再次转身，用尽全身力气捶向自己，一股恐怖的力量顿时破开空气，划起狂暴飓风，将他和林峰一起卷入其中。哈哈哈！虫子，现在你往哪里跑？飓风之中，力量之主不断挥拳，打得空气频繁炸响。林峰被一击击中，尸体从风中坠落。哈哈哈哈！这回你彻底跑不掉了。力量之主又是一拳，呼啸的狂风被瞬间打散。不对，落于地面的他刚迈出第1步，就感觉到了不对劲。他发现身体上的压力在这一刻加剧了100倍。是你逃不掉了，蠢神！重力领域第92章是神者升级。什么？你居然也有领域？力量之主大惊，除了神明外，只有少部分强者才会拥有领域，而面前这个不到20级的小虫子竟然也有领域，这让他如何不震惊？我说了，我有是神者称号，你能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林峰拿起圣剑直指力量之主，你将会成为是神者升级的完美经验。带魔物哪里跑？力量之主只觉一股神秘能量涌入体内，随后他的种族属性竟然变成了魔物。你干了什么？你！力量之主又惊又怒，将神明更改为魔物，
这对他而言是奇耻大辱。当然是干你！圣剑解放！林峰二话不说，直接上前，手中圣剑直逼力量之主脖颈。力量之主哪能就这样任他宰割？化掌为拳，不惧圣剑之威，迎着光芒攻了上去。哪知林峰并不想和他硬碰硬，剑锋一转，躲过拳势，朝着力量之主的腰腹斩去。呲啦一声，血流如注。你这虫子！力量之主怒不可遏，可他越是生气，体力流失的速度就越快。这是重力深坑，再加上林峰的领域，双重削弱体力，仅仅不到1分钟，力量之主的体力便被消耗殆尽，只能任由林峰宰割。你这个卑鄙的虫子！力量之主躺在地上气喘吁吁，这是第一次，作为神明，第一次体会到体力耗尽的感觉。这叫智力，也是力量的一种。蠢神，建议你再回去做一下力量试炼。林峰没有直接杀死力量之主，而是拖着他继续向着重力深坑最深处走去。力量之主还有5次复活机会，且每次复活都有1分钟的无敌时间。在外围，他完全有时间利用这1分钟的无敌时间脱离深坑，到时候战局将再次被扭转。林峰现在要做的就是牢牢将优势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在干什么？你居然敢侮辱神明！我会标记你，一直追杀你到天涯海角。力量之主如同一头死猪，被林峰一路拖着走。面对他的无能狂怒，林峰嗤笑一声，讥讽道：有种你就本体降临，不然你来几次我杀几次，正好给我的弑神者升到满级。你这该死的虫子！力量之主继续嚎叫，不过他除了嚎叫之外也干不了其他事。别叫了，到了。前方漆黑如墨，饶是林峰再次来到这里，仍能感觉到破人的压力不断压在身上。这是哪？力量之主大感不妙，身上的压力又重了几百倍。林峰邪恶一笑，这里就是我为你准备的目的。你大胆！你这……话未说完，林峰圣剑直接贯穿了他的头颅。现在就是比拼耐力和耐心的时候。10秒后，力量之主复活，他没管林峰，转身就逃。可惜无敌状态只能免疫伤害，没办法免疫重力的压制效果。他的速度还不如乌龟爬。呼呼，这是什么鬼地方？还没跑出2步，力量之主已是气喘吁吁，他跪在地上，俨然一副脱力的状态。林峰见状缓步上前，他有抛瓦族的呼吸法，再加上20多天的训练，在力量深坑不说跟在家里一样肆意，最起码不会像力量之主一般被急速消耗体力。我说了，这是你的坟墓。林峰举起圣剑，正准备了结力量之主的第7条命，可就在此刻，一股不祥的预感直冲天灵盖，吓得他连连后退。哈哈哈！虫子就是虫子，居然会被失去体力的我吓得惊慌失措。哈哈哈！你这种胆量，连成为强者的资格都没有。下水道的爬虫！力量之主不断用语言刺激林峰，不过林峰并不上当。林峰冷笑一声，又后退了几步。不得不说，优势确实会让人忘乎所以，原本的谨慎也会被傲慢所代替。你是这样，我也亦是如此。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辩解什么？为你的胆小懦弱找借口吗？弱者永远是弱者，垃圾永远是垃圾。力量之主的声音愈发虚弱，双重体力消耗，即便是神也无法承受。林峰又退几步，对他的谩骂充耳未闻。从战斗开始到现在，你始终没用过力量中介。最开始是不需要，而现在是没有一个好的机会。嘿嘿，林峰保持了一个最为安全，同时圣剑的剑气又能攻击到力量之主的距离，我不会过去的，就在这结束战斗。你这该死的虫子！力量之主恼羞成怒，用尽最后力气朝林峰走来。5步，仅仅走了5步，他又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最可恨的是，林峰又贱兮兮地退了5步。力量之主见状气得口吐芬芳，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输出林峰的家人。可惜林峰早已经没有了家人，圣剑解放，几十道剑气划过，力量之主的身体被分解成了碎块。关闭，手中圣剑又暗淡了下去，胜利就在眼前，林峰不允许自己出现任何失误。力量之主的第8条命，这次他没有选择逃跑，而是直接朝着林峰冲来。林峰自然不可能让他近身，连忙绕着深坑中心跑。滑稽的一幕在这黑暗中悄然进行。力量中剑，力量解放，终于是忍不住了，一股狂风拔地而起。力量之主的老招数，不过没用，圣斗士不会被同样的招数打败。力量之主借助狂风接近林峰，拳头直取林峰面门，但他明显忘了力量解放后的他有多脆弱，而林峰的速度一定比他快。恶魔射令，圣剑解放，一发范围攻击，一发剑气，力量之主的拳头堪堪停留在林峰的面门。人类，等着吧，我会一直追杀你到天涯海角。第9次复活，力量之主完全放弃了抵抗，底牌进出，却还是拿林峰没有办法。
不过只是一具分身罢了，他输得起。那太好了，正好帮我把弑神者升到满级。击杀力量之主分身，获得称号经验100，弑神者称号升级，当前等级2级。第93章大案件，名称弑神者，品质神级，属性力量加200，技能弑神之力。弑神之力对神造成伤害增加 20%， 斩杀神明可以升级弑神者称号，当前等级2级 10%。 很好，以后什么力量之神、敏捷之神、乱七八糟的神见到他都得绕着走。不过这也只是天头，这次团本的终极奖励乃是力量之主都要降下分身抢夺的钻石力量之种，名称钻石力量果树之种，品质史诗。简介：可培育出钻石力量果树。甄别：浴火重生的钻石力量之种，作用与黄金力量之种一样，培育出的钻石力量果树同样需要无数强者的献祭才能结出钻石力量果实。看着手中如钻石的般璀璨的种子，林峰一时间竟也想不到该去哪里种下它，只得先扔回背包里。还剩几天时间，可以在这个世界享受一下安逸平静的生活。团队副本即将关闭，1分钟后将进行群体传送。再次睁眼，眼前的一幕让林峰瞳孔猛地一缩，心脏砰砰直跳。好大的阵仗！他的面前正站着3个中年男人，其中有2个他都认识。最右边戴着黑色兜帽的男人是李启明的父亲，黄金守护者李洪涛。中间是一个中年胖子，职业系统的力量也掩盖不了他的油腻，他就是蓝星总指挥官黄金守护者左庆。至于左边的，林峰不认识，不过能和李洪涛他们站在一起，不用看信息也知道是一位黄金守护者。他们的身后是一群全副武装的执法者，聂海粉那张猪头脸首当其冲进入林峰的视线。林峰，你罪恶滔天，证据确凿，我们要对你进行逮捕。他还是没长记性，张嘴就来。林峰已经厌烦了，这种人只有死，世界才会清净。他没有急着拔出圣剑，而是查看起了3个黄金守护者的职业。一次对付3个确实有点压力，他只要出手就必须先杀一个。名称李洪涛，等级130级，职业泥潭舞者，隶属守护者联盟，职级黄金守护者，名称左庆，等级120级，职业圣辉骑士，隶属守护者联盟，职级黄金守护者，名称吴吞，等级155级，职业铁甲驾驶者，隶属守护者联盟，职级黄金守护者。都是近战类职业，比起其他2个，吴吞这个类似机甲召唤的职业明显是最好杀的，但他的等级……吴吞仿佛感受到了林峰的杀意，他居然在这一刻连退好几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害怕一个4级的职业者。不过对于林峰而言，退后这小小的几步是没用的，20米范围内他必死无疑。林峰的手已经抓到圣剑，下一刻就是他暴起之时。只是这时候左庆突然开口了，他对着聂海粉怒斥：臭婊子，你瞎说什么呢？口无遮拦，乱定罪名，你以为现在还是平常小打小闹吗？随后他转过头对林峰笑脸盈盈：小峰啊，你别听这婊子乱叫，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守着，是因为团本暴走事件。作为江海市新手团本的唯2幸存者，这件事牵扯到了多个星域，所以想请你回去协助调查。不是因为杀了李启明的事吗？也对，那家伙有复活，不算真的死了，同时空口无凭，也没有证据证明是自己宰了他一条命。该死的聂海芬，差点就让自己当众和黄金守护者厮杀。想来他也没有那挑拨离间的脑子，他就是纯纯的口无遮拦，信口开河。林峰轻眯眼皮，眸光微冷。聂海粉这女人已经上了他的必杀名单，上京试炼结束后就是他的死期。是团本突然涌入别的星域职业者的事吗？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既然不是针对自己，那就实话实说，反正也不是他做的。这不是关键。左庆神色复杂，半晌才继续说道：关键是这次的团本死了1万多个职业者，上面震怒，姿势体大，所以只能委屈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林峰咧嘴笑了，实在是没忍住。没问题，配合星际联盟执法者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虽然这件事不是自己所为，但最终收益却是自己获得的钻石力量之种。没有那1万个倒霉蛋，他还真没法获得这个宝贝。执法者们上前将重力手铐戴在林峰身上，他也没有反抗。像这种小玩意，只是象征性的走个程序，真要动起手来，也不过是轻轻一扯的事。来到执法者总部，3个黄金守护者对他分别展开问话。林峰将大部分副本内容都如实告知，除了重力深坑、钻石力量之种和力量之主的事，除却这几个因素，副本内的故事也同样能串联起来。最后一个问话的是李洪涛，
他刚进来便对外面比了个手势，意思应该是叫他们关闭录制。他拉开凳子，缓慢刺耳，好似故意折磨林峰。长达半分钟的精神攻击后，他终于缓缓开口：“我知道是你杀了明儿，复活祭坛只有一次复活机会，却浪费在你手里。我不会放过你的，等着吧。不管你是隐藏等级也好，有特殊能力也罢，最终你都会死在我的手里。”林峰冷笑连连，毫不客气地回怼：“像李启明那种废物，活着不过是浪费空气。对了，明天记得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和你的宝贝儿子还有一场好戏要上演。”哼，不知天高地厚。李洪涛拂袖离去，对着外面的执法者吩咐道：“案件有了一定进展，但相关人士还不能离开，你们给我看紧点。”一旁的左庆面露难色：“这不太好吧？后天就是上京试炼。”李洪涛丝毫不给面子：“左指挥官，我好像没说不让他参加上京试炼吧？最多也就1天而已。况且上京学院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参加的一个4级的下级战士。”哼！李洪涛直接离开，不给左庆继续说话的机会。左庆无奈，都是同僚，只要不是太过分，他也不想闹翻。你们不要为难他，正常看管即可。吩咐完，左庆也摇头离开。这时，一直缩在角落的聂海粉终于是露出了得逞的笑容。黄金守护者都走了，这执法总部还不是他的天下。第94章群体效应，把他押到黑域，好好看管。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又是他聂海粉的天下了。可黑域不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吗？聂海粉睨了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弟一眼，冷冷道：“我看你是想当黑域的看守者了吧？”执法者小弟瞬间冷汗直冒。要知道，黑域里关押的家伙都是穷凶极恶的超级罪犯，在星盟如此严苛的律法下，他们都还能肆无忌惮地突破法律的界限，可想而知，这是一群怎样肆意妄为的混蛋。会死，去那里当看守一定会死。对不起，聂队，我马上照办。听到自己要被关押到黑域，林峰丝毫不慌，甚至连反抗的想法都没有。这些事情完全影响不到他既定的计划，只不过又要让聂海粉这个贱人沉浸在胜利的美梦中了。看着聂海粉得意的神情，林峰冷笑出声：“聂海粉，你会为你曾经做过的事后悔吗？无数普通家庭在你手里支离破碎，你真的没有一丝愧疚吗？”愧疚？聂海粉闻言咯咯直笑，声音刺耳，让人感到无比恶心。在这个世界上，普通人本来就是炮灰，与其去战场上拼命，不如给我做点贡献。聂海粉上下打量了林峰一眼，嘲讽道：“你有时间关心别人，不如多关心自己。偷偷告诉你，黑域里的罪犯变态很多哦，特别是你这种。”林峰双手轻轻一正，重力手铐应声断裂。聂海粉顿时吓得肝胆俱裂，边退边叫唤：“拦住他！拦住他！你们干什么吃的？赶紧抓住他！他要袭击我！”周围人没有动，因为林峰也没有动。之前一击扇飞所有执法者的恐怖画面还历历在目，他们再傻也不会去触这个眉头。哈哈哈哈！废物！林峰大步走出审讯大厅，边走边嘲笑：“哈哈哈哈！废物！你们在这种废物手下干活，心里能平衡吗？”哈哈哈！一个40级的牧师，一个靠肚皮上位的女人，坐上了江海市执法总队副队长的位置。哈哈哈哈！众执法者面色难看，如同生吃了1吨屎。他们早就对聂海粉这个蠢女人心生不满，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即便职业系统降临，也改变不了他们身为普通人的心理。大家都这样过，大家都是臣服于权势，大家都一样软弱，一样卑微，一样为权力者服务。那我又为什么要不一样呢？普通人和强者之间，其实少的就是那一点自命不凡，少了那一点倔强，少了那一点勇气。这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差距，最终将会化为万丈鸿沟。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哈哈哈哈！林峰的话语触动着在场所有人的心弦。当所有人因为他的话而思考人生时，这家伙又突然地转过头来，不合时宜地问道：“黑域怎么走？是我自己去，还是你们送？”整场气氛瞬间垮掉。众执法者心中一顿吐槽：“你要走就走，也没人敢拦。现在又要去黑域，真是尊难缠的大佛！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押送他去黑域？你们还想不想干了？不听话，全把你们放到下城区！”聂海粉厉声尖叫，听得众人耳膜穿孔。够了，臭婊子，老子不干了，吃屎吧你！一个年轻的执法者突然暴怒，将自己的执法者勋章扔在了地上，并对着聂海粉比了个大大的中指。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还想不想在江海市混了？聂海粉被林峰欺辱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还当众被下属辱骂，他何时受过这种气？我混你妈！老子也不干了，这么多年你强迫我们做了多少丧良心的事？去你妈的！
毒妇！一个中年执法者将勋章一摘，直接扔到了他脸上。啊！聂海粉的尖叫又提高8分贝。你们一个个都不想干了是吧？好，明天都给我上星际战场，去和深渊怪物厮杀！我去你妈！后面的执法者一脚将他踹翻在地。众人见状，直接一拥而上，拳打脚踢，边打还边骂。这一刻，他们终于发泄出了多年的怨气。臭婊子，吃屎吧你！说着，又是一脚踹在脸上。臭婊子，还上战场？你除了上男人的床，你还能上什么？这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聂海粉差点把胆汁给吐了出来。看着兄弟们英勇的模样，那个一直被聂海粉威胁的执法者，终于是鼓起勇气加入了战局。贱人，贱人！叫你威胁我，贱人！想发配我去下城区是吧？我他妈弄死你！还想让我去黑狱，老子送你下地狱！其他执法者被他这副癫狂样给吓到了，平时畏畏缩缩的小年轻发起狠来，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你们在干什么呢？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众人顿时汗毛直立。李洪涛这条老狗居然又折返回来了！林峰嘴角含笑，挡在李洪涛的面前。李洪涛，你在蓝星可没有任何职位，这事轮不到你来管。滚开！李洪涛暴喝一声，伸手就要打向林峰。突然一只肥胖的大手将他牢牢抓住，左庆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了他身后。只见左庆眯着眼，笑盈盈地说道：何必跟小辈一般见识？你这一招下去，他还有命可活吗？李洪涛冷哼一声，抽回手臂，这可是你的地盘，这小子挑动执法者，以下犯上，打的还是你的小情人，你不准备处理吗？左庆面色微寒，我处不处理，好像还轮不到你李洪涛来管。既然知道是我的地盘，客随主便这个词你是不懂吗？一向笑脸相迎的左庆突然动了真火，饶是李洪涛也有些惊讶，为的还只是一个低级职业者。都别吵了，两大黄金守护者在小辈面前争吵，还要不要点脸面了？见势头不对，吴吞出来制止，要是两大黄金守护者发生战斗，这江海市怕是要遭殃。第95章危机感。你确定要保这小子？李洪涛眯起眼，语气满是威胁。哼！左庆冷哼一声，嘲讽道：堂堂黄金守护者跟一个小辈过不去，你还要不要脸？这无关个人恩怨，这是站位问题。李洪涛这是在提醒左庆，他们的屁股该坐在哪边。你别拿这个说事，分明是你儿子技不如人，你想报复，你也不用找他的麻烦了。我们两个打一场，生死由命，从此所有恩怨一笔勾销。两人剑拔弩张，林峰却从这短短的对话中听到了关键信息。什么意思啊？什么站位？你们最好给我解释清楚。给你解释？呵！李洪涛满脸不屑。左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口无遮拦，蠢货！不管李洪涛的反应，他转头对着林峰笑道：你知道的，即便是守护者也分很多派系。你父母死后，曾经有个死对头，晋升到了星域守护者。小峰啊，我知道你这些年怪我们这些叔叔伯伯对你不闻不问，但是，哎，左庆说的情真意切，情动处还偷偷抹了一把眼泪。哼，不过是一群趋炎附势之徒，我根本不在乎。林峰佯装恼怒，直接夺门而去。哎，小峰，哎，左庆在后面装模作样，一副懊悔的模样。行了，人都走了，你就别装了。李洪涛冷冷地道，他一直看不起左庆的做派，虚情假意。左庆脸上的神情瞬间变换，充满了渗人的杀意。他是林国忠唯一的儿子，你最好不要动他。李洪涛不屑一顾，对林国忠如此忠心，你倒是给他报仇啊！哼！左庆冷笑一声，讥讽道：还是劝劝你儿子少跟小峰作对，不然几个复活都不够用的。你够了！吴吞大手一挥，一道蓝芒闪过，在场的执法者瞬间陷入了痴傻状态，什么都往外说，口无遮拦。下次我可不会再给你们擦屁股。做完这一切，吴吞拂袖离去，眼不见心不烦。新手副本区，林峰不断回想他们刚刚的对话，虽然信息很少，但从李洪涛的语气中判断他父母的死有蹊跷。左庆的话他自然不会相信，不过当时那种情况他也没办法再追问。要真是那所谓星域守护者做的，以他现在的能力还不足以对抗。星域守护者等级未知，职业未知，技能未知，他唯一知道的只有一个传言：365御手皆可挥手灭星辰。其中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其实力绝对不可小觑。刚刚放松下来的林峰又生出了强烈的危机感，必须一刻不停地前进，升到100级、200级，直到强大到摧毁一切阻碍，他才能安心。是否进入扭曲丛林、深渊级？警告！警告！警告！该副本难度过大，很可能导致职业者死亡，请谨慎选择。进入，拔出圣剑，
开始屠戮，击杀枯萎妖术，获得经验250、25。林峰懒得看怪物属性，这种难度的副本对于现在的他而言就是砍瓜切菜，只有隐藏任务才稍微有那么一点难度。取出世界树枝叶，摊开掌心，绿莹莹的小玩意慢慢的漂浮了起来，叶间位置随之转动，最终停留在了一个方向上。林峰顺着树叶所指的方向前进，小怪就交给恶魔之种自动刷，他只负责吃经验。人类，你特意来当我的晚餐吗？哈哈哈！啊！关底 BOSS 刚说完一句话，就被林峰一剑送上天，玩的就是效率，甚至连地上爆出来的装备他都没有多看一眼，不是传说级别的装备他看不上，就是这么豪横，什么都捡，岂不是在侮辱750家的幸运值？继续跟随着世界树枝叶的指示，林峰来到了地图的尽头。这是一堵看不见尽头的高墙，表面非常平滑，想要攀爬或者跳过去显然不现实，所以林峰决定暴力破解。他抡起拳头向着墙壁猛砸过去，哪知手上一空，一个踉跄径直从墙壁上穿了过去。呸！这一下可给林峰甩了个狗吃屎。回头望去，刚刚那一面高墙幻影早已消失不见，甚至连扭曲丛林副本都不见了踪影。这是他还是第一次进入这种隐藏副本，之前2次系统副本都是包含在世界内的，这次居然直接消失不见了。777，周围传来奇怪的声音，林峰这时才注意到周围的环境，破败的高楼大厦，一层层黑色的污垢附着在墙壁上，而发出777奇怪声音的生物也是漆黑一坨，看起来不是人形生物，更像是一种黑色章鱼。勇者之瞳，名称腐败之物，等级1级，力量100，精神1，敏捷150，体质80，幸运0，技能腐败。腐败击中敌人后会传染致命细菌，每秒损失1%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持续10秒，可叠加10次，对腐败衍生体无效。别看这怪物属性不咋样，附加的技能是真的恐怖。叠满每秒会损失10%的最大生命值，神仙来了也顶不住。关键这数量，林峰仰头瞅了一眼，顿时头皮发麻。刚刚还没注意到那些大厦墙壁上附着的东西，就是这种怪物，密密麻麻，看得林峰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不过还好，潘多拉魔盒给予林峰的强力技能刚好能克制当前的状况。恶魔射令，重力领域，这种垃圾属性的怪物就是拿给他开无双用的。777，怪物们扑了上来，还没接近林峰5米范，就被恶魔射令击杀。恶魔之种效果触发，更强的怪物复活倒戈。击杀腐败之物，获得经验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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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但好消息是，他们的数量几乎无穷无尽。在顶住第一波攻势后，林峰的恶魔之种开始成倍的增加。第96章第一幕，腐败。击杀腐败之物，获得经验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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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蹭蹭往上涨，林峰大多时候就在后看着，等着恶魔之种给他自动刷经验。魔射令冷却好了，他又冲进怪堆，继续生成恶魔之种。果然，实力强了，在哪都是福利局。1个小时后，恭喜勇者林峰升级，当前等级16级。蚊子再小也是肉，多了也能吃饱。看来还要耗费不少时间。林峰思索片刻，果断掏出世界沙漏。是否使用世界沙漏调整时间30:1？使用。沙漏倒转，时间之沙缓慢向下流淌，这样就够了，有足够的时间攻略副本。继续清理。随着林峰的推进，怪物的数量越来越少。不过刷怪是其次，主要还是跟着世界树枝叶前进。很快，他便来到了世界树指向的最终位置。看周围的环境，那破败的院墙依稀能看到曾经的影子。这里应该是研究院或者重要的科学实验室。还未等林峰仔细观察，周围的怪物突然涌现，他们仿佛是凭空出现一般，朝着这边蜂拥而至。恶魔射令，重力领域。林峰放出光环，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哪知这群怪物居然无视他的光环，径直冲了过来。不可能！林峰大惊失色，脚下一蹬，朝着大楼跃去。轰隆！破败的大楼被他这一撞，更是不堪重负，摇摇欲坠。林峰正欲跳出大楼，眼前的场景却陡然一变。原本破败不堪的世界恢复成了崭新的模样。楼道中，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人行色匆匆。
正愣神间，他径直朝着这边撞来，仿佛没有看到前方有个大活人。喂！林峰出声提醒，白衣女人充耳未闻。无奈，林峰只得伸手制止，哪知这一伸手摸到的却只有空气。白衣女人就这样若无其事地穿过了林峰的身体。幻境系统在这时突然传来提示，世界寂灭第一幕腐败正式开启。见白衣女人消失在楼道间，林峰果断跟了上去。周围的环境已是大变样，整栋楼科技感十足。外面黑色怪物依旧如潮水般汹涌，他们趴在四风朝撞的防护罩上厉声尖叫。楼下则是全副武装的军队，他们拿着林峰见都没见过的武器严阵以待，每个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恐惧。丹博士，这是最新的实验数据。林峰跟随白衣女人来到一间实验室，他将手中的资料递给了一个白发老者。老者推了推厚重的眼镜，仔细看起了资料，越看下去，老者眉间的沟壑便挤得越深。确定无误吗？白衣女人点头，这是这个月第5次实验结果，和前4次完全吻合。啪嗒一声，资料连同文件夹一起落地，林峰连忙上前查看。看不懂。完了，我们全完了，世界完了，已经没有挣扎的必要了。白发老者颤颤巍巍地走向窗边，还未等女人反应过来，他直接一跃而下，不带一点犹豫。丹博士，等等！白衣女人很快从短暂的慌乱中冷静了下来，冷静的好像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她不慌不忙地通知守卫清理现场，然后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回自己的实验室做一些林峰看不懂的实验。连续几天，林峰都在这偌大的基地里面瞎转悠，不时看到年过半百的科学家从窗边一跃而下，整个世界的氛围诡谲压抑。找到了，我找到方法了。第3天，基地研讨会上，一个年轻的秃头男人神色激动地说道。烟巴的林峰也瞬间来了精神。只见男人掏出一个小玩意，长桌中间立马投屏数据资料。林峰还是看不懂。根据乔碧罗院士团队的数据，乔碧罗就是林峰一直跟着的白衣女人。这些天林峰了解到，这里的每一个科学研究人员在这个世界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被集中在这里，研究拯救世界的最终方案。我们得出结论，腐败是一种细菌，它不断繁殖，不断吞噬着世界。这几天我们向着这个方向研究，从腐败的身体里提取样本，最终研制出了能够清除腐败的超世界抗生素120。这时，坐主位上的老者站起身来，他压制住心中的喜悦，不怒自威的语调传遍整个会议室：能量产吗？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可以。这种抗生素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产物，而是腐败死后生出的特殊植物分泌出的。也就是说，毁灭的本身就蕴藏着希望。老者不愧是多年的上位者，即便不懂这些科学数据，但其拥有的智慧让他的话始终富含哲理。没错，抓紧去办，人类的是世界的希望，就靠你们了。拯救世界计划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们利用尖端科技轻易杀死成千上万的腐败，从腐败的尸体上培养特殊植物，又从特殊植物上提取超世界抗生素。他们的效率极高，其科技发达程度更是远超蓝星。很快，第一批量的超世界抗生素生产了出来，足够清理这个星球上的所有腐败。太好了，跟我预料中的一样。乔碧罗院士，秃顶男人看着远方不断被清理的腐败，情绪激动间不自觉地握住了旁边乔碧罗的手。乔碧罗没有反抗，就这样任由他拉着。这得多亏了你，世界的英雄。不，这是所有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不过完成了最后一步。说完，他顿了顿，旋即朝着乔碧罗单膝跪下。世界拯救的计划已至最后一步，世界重启计划的第一步，不知乔女士愿不愿意和我一同完成。说着，他从兜里取出了一颗璀璨的宝石戒指。乔碧罗神色少见出现一丝波动，周围人也适时起哄，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乔院士，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希望你们能共同为人类留下智慧的火种。基地总指挥官也一脸希翼地望着他们。这2人都是人类最顶尖的科学家，所诞生的子嗣想必也有着超凡的智力。他们的结合预示着人类智慧的延续。第97章，腐败之源。乔碧罗的婚礼跟随着世界拯救计划一同进行，人们多年来被恐惧占据的内心，终于在这一刻迎来了平静。新婚之夜，男人搂着乔碧罗在草坪上望着天空。此时的天空漆黑一片，恒星早已寂灭。不过以他们的科技，无论是重启恒星还是人造恒星都不是难事，只要腐败被全部清除。好怀恋夜晚的星空，男人感叹道。乔碧罗依偎在他的怀里，细声说道：快了，等我们的孩子降生。在他们的努力下，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进行着。画面一转，林峰来到了一间手术室中。
手术台上的人是乔碧罗，医生们正有条不紊地为他接生。这将是人类结束腐败之年后的第一个新生儿，象征着希望。长达几个小时撕心裂肺的疼痛，一声婴儿的啼哭终于响彻整间手术室。哐当，治疗盘落地的响动清晰可闻，随后护士的尖叫声盖过婴儿啼哭。啊啊啊！手术室里的所有人发了疯似的往外逃跑，有个医生甚至在逃跑的时候还不忘把门给死死扣上，生怕那东西追上他们。林峰也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顿时一股寒气直冲天灵盖，浑身鸡皮疙瘩掉一地。那个婴儿，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的皮肤和腐败的颜色一模一样。孩子，我的孩子，乔碧罗虚弱地呼唤着。怪物般的黑色婴儿似听懂了母亲的呼唤，他顺着乔碧罗的身体攀爬，以婴儿不该有的行动力爬到了乔碧罗的面前。孩子，乔碧罗不可置信，饶是她这般沉着冷静的女人，在这一刻都显得如此茫然无措。婴儿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妈妈。乔碧罗的表情不断变换，最终停留在了母亲独有的温柔。她伸出手去抚摸自己这个奇怪的孩子。下一秒，啊！一声凄厉的惨叫透过手术室的墙壁传遍了整个医院。砰！大门被人暴力撞开。秃头男人刚进来，便看到了让他肝胆俱裂的一幕。那个黑色的婴儿正在不断啃食着他的母亲。不，乔碧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举起凳子朝着黑色婴儿猛砸过去。婴儿厉声尖笑，飞来的白色铁质凳子立马被分解成了灰烬。该死的怪物！男人从兜里掏出一瓶药剂，毫不犹豫地泼洒在了黑色婴儿身上。吃！液体还未接近婴儿，他的身体就已经在不断分解融化。这就是超世界抗生素120，腐败的终极克星。怪物虽死，但男人的最爱却同样回不来了。他抱着爱人尸体失声痛哭，原本以为是希望的开始，结果却是噩梦再临。不只是他这边，同一时间，所有刚出生的婴儿，甚至是任何刚出生的生物，都是腐败的模样。世界再次陷入绝望。画面又一次转换，林峰出现在了一场讲座上。此时的男人已年过半百，他坐在台上，双眼浑浊无光，死气沉沉。台下比他稍微年轻一点的学者提出了疑问：陈教授，您是腐败学说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连您都没有办法遏制腐败的诞生吗？男人抬起头，嘶哑的声音透过话筒传递着无尽的绝望。我们错了，我们研究的方向一直是错的。我们以为消灭腐败就能拯救世界，这是错的。他站起身来，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腐败的诞生不是因为世界病了，而是因为世界早就已经死了。他们诞生在世界的尸体上，而我们只是一群苟延残喘细胞。世界已经死了，世界已经死了，人类也将彻底走向灭亡。世界寂灭第一幕，腐败结束，腐败之源降临。场中人类的皮肤不断溃烂脱落，显露出让人恶心的漆黑。他们向着台上不断蠕动，最终聚集成一个巨大的腐败之物。勇者之瞳，名称腐败之源，幻影，等级力量100，精神0，敏捷100，体质9999999，幸运天赋终极腐败光环。终极腐败光环10米范围内触之即死，对腐败衍生物无效。我的发！林峰看到那9999999的体质时，脑瓜子就已经嗡嗡响了。再结合他那无解的光环技能，林峰只感觉自己被针对了。趁他还没有注意到自己，林峰连忙夺门而逃。此时的世界又变回了刚进来的模样，看来确实是从幻境回归了现实。怎么办？林峰从高楼一跃而下，下坠的过程中一直思索着解决办法。下方密密麻麻的腐败之物正在嗷嗷待哺，等着他这位鲜活的生命做盘中之餐。林峰凝神聚气，瞧准落点，尽量让自己不被攻击到。呵，这堆没有思想的怪物，谁是盘中餐还犹未可知。圣剑解放，恶魔射令，还未落地，一道剑气就已清出一片空地。怪物们蜂拥而至，可他们那点羸弱的属性又岂是林峰的一合之敌？恶魔射令蓝光闪耀，怪物成片片的倒地。这还不算完，在恶魔射令持续的15秒内，他要尽可能的击杀多一点怪物。至于腐败之源，他想到了解决办法。第一幕的剧情其实已经把答案告诉了林峰，只是他一直觉得过场幻境并不重要，所以一直不重视。7777777，腐败之源边发出怪叫边从楼道中爬了下来，速度还算过得去，不过对于林峰而言，跟蜗牛爬没什么区别。那个男人的实验室在哪？所有的剧情他一直跟着乔碧罗走，所以他并不知道生产出超世界抗生素120的是哪一间实验室。林峰环顾四周，腐败之物还在源源不断的外围爬进来。哦，果然毁灭的本身就蕴藏着希望。
林峰看到了，墙壁上密密麻麻的爬满了腐败之物，可唯有一个房间，它的周围没有任何一个腐败之物敢靠近。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已经把答案呈现在了他的眼前，那个地方就是超世界抗生素120的所在地。第98章第二幕吞噬。砰！腐朽的大门被林峰轻而易举地撞开，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道奇异的景象。房间内是一片绿油油的模样，那些植物正扎根于腐败之物的尸体上茁壮成长。林峰越过密密麻麻的植物，来到实验桌前，上面摆放着好几瓶不同颜色的试剂，他也不挑，直接全部拿上。此时外面大门已经被一个巨大的身影堵住，真是狗皮膏药。林峰冷笑一声，手中试剂一股脑的砸向腐败之源。去死！试剂飞向腐败之源，还未接近，砰砰砰的炸裂声立马响起。不过即便是试剂瓶破碎，里面的液体还是洒到了腐败之源的身上，顿时嘎吱嘎吱的腐蚀声不断传来。如此机会，林峰哪能放过，转身继续寻找药剂，几乎把整个实验室翻了个底朝天。手中多出了几十瓶药剂，又被林峰一股脑的扔了出去。可即便是这样，那腐败之源依旧如同小强一般坚挺。该死，这玩意是不死之身吗？毕竟9999999的体质，这点药剂根本就不够。好在有植物的阻挡，他也不敢进来，这给了林峰足够的思考时间。要不附个魔？林峰突然脑洞大开，他一把抓起植物直接捏爆，汁水喷涌而出，将他淋得透心凉。恭喜勇者林峰获得限时增益出生之液，持续24小时。出生之液免疫腐败衍生物的所有攻击和效果，同时对腐败衍生物造成10%最大生命值真实伤害。嘿嘿，幸亏他这次还是耐着性子看了一点剧情，这才不至于闷头瞎搞。林峰提起圣剑直接冲锋，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这些数值怪，必须用100%真实伤害好好的惩治这些家伙。噗嗤，圣剑锋刃鱼贯而入，没有丝毫阻碍。哇哇哇哇哇呀！腐败之源发出奇怪惨叫，像是婴儿啼哭。林峰充耳未闻，继续攻击。实践过后，腐败之源分崩离析，随后一串的系统提示传来：击杀腐败之源，获得经验210200。恭喜勇者林峰升级，当前等级17级，成功击杀腐败之源，获得奖励腐败之石。什么东西？名称：腐败之石，等级5，品质史诗，技能腐败。简介：凝聚腐败之力的特殊宝石，可镶嵌在武器上，获得相关技能。居然是宝石，还是史诗级宝石？一般宝石类、材料类都是需要前往特殊副本，或许团本才能获取。林峰现在还没出新手副本区呢，所以之前根本没见过。他只是一个拥有1400加力量的萌新，他没见过宝石有什么问题？不过打宝石需要先开孔，这就需要锻造类职业，而且还有失败的可能。要说锻造大师的人选，首选必须是蜀国的恩托斯，这一身熔岩地心套装就是他打造的，绝对信得过。世界寂灭第一幕腐败已结束，世界寂灭第二幕吞噬正在开启。还没等林峰仔细打量自己刚到手的史诗级宝石，系统的提示就接踵而至。随后画面一转，地面上黑色腐败之物全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巨大的怪物，最小的有一栋2层高的楼房大小，大的足有一座山这么庞大。它们是人形，看起来很臃肿，整体呈现淡黄色，肚子上一个巨大的口气，口气不断蠕动的模样十分瘆人。勇者之瞳，名称吞噬者，等级力量500，精神1，敏捷100，体质1000，天赋吞天噬地。吞天噬地，吞噬可见的一切物质，并快速回复生命值。这还是最小的那种，最大的那个体质直接来到了3万，真是受够了这些数值怪。林峰想都没想，直接掏出了蜀国传送令牌，决定先求助下他的老朋友。传送，一阵光芒闪过，林峰瞬间消失不见。再一睁眼，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巍峨的宫殿中。宫殿的最中央立着一个巨大的金色雕像，那雕像的模样不就是林峰他自己吗？直接传到王宫了吗？之所以这么快下判断，是因为阶梯之下一双双的鼠眼正眨巴眨巴的望着他。武帝，是武帝，恭迎武帝。林峰直接伸手打断，行了，没时间叙旧，带我去找恩托斯。是，陛下，请随我来。王座旁边的萨克逊立马心领神会，半分废话没有，直接带着林峰找到了恩托斯。许久未见，恩托斯新的铁匠铺也是金碧辉煌。没有时间废话，林峰直接说明了来意，并将圣剑和腐败之石交给了他，要求他尽快打造。做完这些，林峰在等待的途中
才有空闲跟萨克逊闲聊。我离开多久了？萨克逊恭敬地站在一旁，听到林峰的问题，他激动万分，回武帝，差不多2年半，在您正确思想的带领下，蜀国正蒸蒸日上。看出来了，林峰调笑道，变化挺大，铁匠铺都镶金边了，你干得很好。这都是武帝的功劳，没有武帝就没有今天的蜀国。臣只是……丞相，丞相！外面一个蜀国士兵急冲冲地打断了萨克逊的话。放肆！没看到武帝在这吗？萨克逊怒不可遏，这般没规矩，让他在林峰面前丢脸。拜见武帝，武帝恕罪。士兵连忙跪下，瑟瑟发抖。林峰轻笑了一声，说道：没事，起来吧。国事为重，你先去处理吧，反正我马上就要走了。是，武帝，臣先行告退。萨克逊这小蜀人就是聪明，相处起来一点都不费劲，林峰很喜欢。等了大概20分钟，恩托斯终于拿着蓝古丽萨走了出来。恩托斯很是兴奋，一把强大的武器又从他的手里诞生了。武帝，宝石已经为您镶嵌上了，我还给他多开了3个孔。林峰接过蓝古丽萨，仔细端详，剑身上的宝石孔并不影响他整体的美感，如果再多加3颗宝石，应该会更加帅气。辛苦了，这次时间紧迫，没什么可以赏赐你的，下次来你想要什么封赏但说无妨。莫等恩托斯说话，林峰直接掏出蜀国传送令牌，将自己传送了回去。第99章世界吞噬者。等林峰返回副本，眼前的一切直接让他大跌眼镜。短短半小时，或许这2个世界时间流速不一样，但也不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吧。只见整个星球现在已经是千疮百孔，大地在不断脱离分解，没有力量在束缚他们。林峰脚下的土地也在漂浮，向着宇宙飞去。他连忙跳向另一块稳住脚跟，这才有时间查看周围情况。吞噬者还在不停地吃，他肚子上的口气一刻不停地吞噬着周遭的一切，是一切，包括空间。为什么林峰能感觉到？因为这玩意每吃一口，他们的距离就又拉近一些。林峰忍不了了，再给他们这样吃下去，整个宇宙都得完蛋。都别吃了！林峰弹射起步，如炮弹般冲向吞噬者，一剑下去皮开肉绽，病菌不断侵蚀，疼得他嗷嗷叫唤。乘胜追击，一连10剑，吞噬者惨叫一声倒地不起，同时他肚子上的口气不断向外吐着东西，有物质，有能量，有空间，有时间，五花八门的，看得眼花缭乱。击杀吞噬者，获得经验5000，经验真高。趁着还有落脚之处，林峰接连在碎石之间移动，不断斩杀饿死鬼投胎一样的吞噬者。击杀吞噬者，获得经验8000，击杀吞噬者，获得经验3000，击杀吞噬者，获得经验12000，击杀吞噬者，获得经验28000。体型不同的吞噬者，属性、经验都不相同。还好他们数量并不算多，10几只，在拥有腐败之时的情况下，这些只会吃的家伙就只是纯纯的沙包。恭喜勇者林峰升级，当前等级18级，轻松又愉快。林峰咂巴嘴，有些意犹未尽。这么好的经验包，以后在哪找啊？圣剑光芒逐渐暗淡，在那一瞬间，林峰不经意的一瞥，好像看到了宇宙深处一个不得了的玩意。圣剑解放，在这没有一丝光线的寂灭宇宙中，圣剑成为了唯一的光源。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刚刚惊鸿一瞥的物体再次出现在林峰眼中。那家伙，林峰看清了，透过圣剑反射回来的光线，他看清了，那是一个巨大的、超级巨大的吞噬者，足有星球那么大。他胸口的口气蠕动了一下，随后一股恐怖的力量将所有的物质、能量一股脑的吸了过去。名称：世界吞噬者，幻影。等级：力量、精神、敏捷、体质、幸运、天赋、技能。林峰被一阵系统提示吵醒，刚刚的一切发生的太快，他都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告！警告！世界吞噬者，幻影正在吞噬一切，世界即将化为虚无。喂，兄弟，还活着吗？林峰循着声音望去，发现他的上方其实也不算上方，这是一片虚无空间，没有上下左右之分，所有物质都漂浮着，朝着中间那道白色的光缓慢飘去。林峰的头上不远处就是刚刚说话的生物，那是一条虫子，看着有点像放大版的蛔虫。你是什么？物种？显而易见，我是一条蛔虫。蛔虫摇摆了一下他那不知道是不是脑袋的尾部。林峰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或许中了神妖幻术，这才能跟一条蛔虫说话。但这里又没有其他人，唯一可获得信息来源的地方就是这条蛔虫。这是哪？林峰问道。世界吞噬者的肚子里。那你知道怎么出去吗？林峰继续追问。我是一条蛔虫，生来就在他的肚子里，我怎么可能知道？得，白问。林峰不想再理他，转而开始观察周围环境。
忽然，林峰感觉后背传来一阵滑溜溜的触感，转头望去，发现蛔虫正在用他的身子蹭自己。你干嘛？林峰被恶心到了，但没有着力点，他也很难远离。兄弟你好香啊，我能吃你吗？林峰额头青筋暴起，这是他第2次听到这种话了，真的，他不想再听到第3次了。香你妹啊！一边去！林峰强忍恶心，用剑身将他的身子弹开。哪知这下过后，本来挺温顺，蛔虫突然开始暴走。你不给我吃，我偏要吃。说罢，他的身子甩动，将林峰整个人卷了起来。林峰没想到他突然来这一招，你确定要吃我？想好了，跟我作对，你得做好赴死的准备。不行，忍不了，我现在就要吃了你。蛔虫的另一头突然张开血盆大口，朝林峰袭来。林峰手中圣剑光芒闪耀，剑刃划过，蛔虫的身体立马4分5裂。击杀蛔虫，获得经验1000。真是蛔虫啊！林峰都没查看它属性，没想到真叫这名，顿时有种无力吐槽的感觉。圣剑解放，林峰向着光源处挥出几道剑气，剑气还未触碰到光源，就如同泥牛入海，没有掀起一点波澜。不过他的本意就不是为了攻击那里，而是利用剑气的反作用力将自己向远处推去。就这样反复操作下，林峰终于是看到了边缘，那鼓动的肉壁应该就是世界吞噬者的胃了。嘿嘿，给也死，只要有血条，神也得死。林峰提起圣剑，一把插进肉壁上，紧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叫从外界一直传到胃里。你妈妈没告诉你不要乱吃东西吗？下辈子注意点。吃，又是一剑，蓝古丽萨锐不可挡，扎得他吼叫连连。可惜没用，就像是世界无法对付腐败之物一样，这玩意也没法对付林峰。体型大并不代表强，又是几剑下去，世界吞噬者还没归西，应该是回血太快，那就多耗几下。林峰手上不停，不断攻击着。3个小时后，侵蚀的掉血效果最终还是战胜了世界吞噬者的回血。击杀世界吞噬者，分身，获得经验86万。恭喜勇者林峰升级，当前等级19级。恭喜勇者林峰升级，当前等级20级。连着升了2级，爽！这还没完，还有击杀奖励。成功击杀腐败之源，获得奖励吞噬之石。第100章中烟与深渊。世界吞噬者的身体不断分解，直至消失不见。林峰也来到了外面，此时的世界漆黑一片，圣剑微弱的光芒照在那永恒的黑暗中，不出半刻便被吞噬殆尽。这是宇宙空间，没有空气，没有重力。林峰像一片无根浮萍，在无尽的空间中飘荡。以他现在的属性，虽不至于直接死亡，但待的时间过久，生命和体力会不断消耗，最后还是会嗝屁。还好这时系统传来提示，这才让他忍住传送走的冲动。世界寂灭第2幕吞噬已结束，世界寂灭第3幕中烟与深渊正在开启。中烟、深渊，林峰不明白这两者有什么关系。脑中刚出现这个问题，周围的一切开始急速异变。虽然还是漆黑一片，但他能明显感觉到时空在坍缩，无尽的时空伟力向着一个透明的光点聚集。不知过了多久，仿佛1秒，仿佛1个世纪，又仿佛无量量劫。林峰只感觉从未感受过的空虚在自己脑中蔓延，整个世界都失去光彩。不，已经没有世界了。林峰眼角不自觉划过一滴眼泪，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哭，是世界死亡万物归寂太过于悲伤，还是永恒的空虚才是宇宙的真相？他不知道。忽然那颗聚集了所有时空之力的光点动了，它不断向上移动，不断远离着林峰。林峰奋力嘶吼，发了疯似的想要抓住那一丁点光芒，可惜没用，眼前的一切其实都是幻影，是世界寂灭后留下的最后影像，他触摸不到，改变不了。光芒逐渐远离，一股死意笼罩在林峰的心头。唉，一声叹息回荡于无尽的虚空中。上方光点摇曳，似乎在尽力脱离这片虚无之地。光点摇晃的速度越来越快，后方似有什么东西在追赶他。他拼命的逃，拼命的逃，可始终没有脱离林峰的视线。他爆发出耀眼光芒，倾尽全力，一道道恐怖的波动如流水般冲荡整片虚无之地。他的光芒越来越闪耀，直到刺得林峰睁不开眼。可即便是这样，即便用尽全力，他还是没成功逃脱。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光芒逐渐暗淡，向着林峰这边不断坠落。他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再也没有任何一丝机会。林峰伸手将光点握在手中，整个宇宙诞生到毁灭的所有记忆开始灌入他的脑海。他是世界，世界暗淡无光，它开始膨胀，化为物质、能量、空间、时间。一条扭曲蜿蜒的灰色隧道凭空出现在了林峰眼前。毫不犹豫，他走了进去。哈，呼，这是重生的感觉。林峰终于能呼吸了，
也不管这空气是不是有毒，起码他能够正常的使用身体器官，不用再死死憋着。那让人绝望的空虚感也瞬间褪去。林峰现在光是回想起那股感觉都不寒而栗，他这辈子都不想再体验了。在那种绝望的死意中，他没有任何欲望，连刚刚获得的宝石他都没有兴趣查看。对了，宝石。林峰想起他拼死拼活得来的宝贝，赶紧查看属性。名称：吞噬之石，等级5，品质：史诗，技能：吞噬。吞噬可吞噬敌人生命、体力、魔力来恢复自身状态。简介：凝聚吞噬之力的特殊宝石，可镶嵌在武器上，获得相关技能。强大的吸血宝石，还能吸魔力和体力，持久战中绝对无敌。将宝石收回背包，通关副本后再去找恩托斯镶嵌。继续前进。灰色的隧道蜿蜒曲折，一眼看不到尽头，隧道还有无穷无尽的分岔路口。不过还好有世界树之叶，它始终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林峰走在其中，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忽然间一股微风划过，带来一抹青草的芬香。要不是这抹香味，他差点以为自己失去了嗅觉。好奇心在这一刻占据了上风，林峰顺着香味传来的地方走去。那是一个隧道分支，与绝大多数一成不变的灰色不同，这条隧道长满了花草，甚至有蝴蝶在翩翩起舞。隧道的尽头是一抹亮光，林峰眯着眼睛半天才适应过来，视线恢复，他看见了外面的景象：阳光、沙滩、花鸟鱼虫，还有一群类人生物在海边嬉戏。生命的气息，林峰与他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一边死气沉沉，一边生机勃勃。羡慕啊，他们生来就拥有美好的一切，而我们却要在这腐朽的深渊中苟延残喘。耳边突然传来响动，林峰转头看去，一群扭曲的黑色类人怪物正在他的身后，他们脑袋上的几十只眼睛正散发着贪婪的光芒。深渊！林峰想都没想，拔出圣剑便砍，结果一阵火花溅起，他的剑穿透深渊怪物，直直砍在了灰色隧道上。由于太过愤怒，导致他忘记了这里的一切不过是幻想，是世界死亡的留影。第3幕，中烟与深渊。原来深渊是从这里诞生的吗？从世界腐朽的尸体中诞生，他们对所有活着的生命带着最原始的憎恨。深渊怪物向着外界蜂拥而去，林峰拿出世界树枝叶，没有再多看那个世界一眼。他们的结局不言而喻，若没有职业系统，人类也会在深渊恐怖的攻势下沦陷。继续前进，世界树枝叶指向的位置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其他的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林峰在蜿蜒的通道中不断前行，不知走了多久，也许是1天、2天、10天，他不知道，但身体上的疲惫真实不虚。没有时间了，世界杀戮的时间流速调整是30:1，与李启明那蠢货的赌注还是其次，最关键的是上京学院的试炼。要是错过了，他升级的道路将会坎坷无比，甚至像那些执法者一样止步于50级。这里涉及到了新盟的一项奇葩规定，50级以上的副本必须要用相应的军功来换取入场机会，美其名曰提高积极性，可本质其实就是当权者对于副本使用的垄断。由此看来，深渊并非是这些当权者最大的威胁，万千职业者才是。林峰在还未成长完全之时，必须遵守他们制定的规则，直到他的力量足以推翻一切。第101章，世界树之心。林峰加快脚步，虽然体力和精神状态都已接近极限，但他仍要咬牙坚持，胜利在望。中途放弃的话，之前所做的一切不都白费了吗？时间继续流逝，1天、2天、3天、4天。就在林峰累得快要趴下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路的尽头，或者说是路的中心位置。那是一棵巨大的树，贯穿隧道的上下，一眼望不到头。只是他目前的状态并不好，枝叶枯黄凋零，树干腐朽脆弱，树皮不断从上方掉落。快！快！快！维持世界树的生命！几个深渊怪物拿起长长的管子，插到枯萎的树干中，一股股生命能量在管道中涌动，然后灌入腐朽的世界树中。世界树吸取生命能量后，状态开始好转，枯木逢春，那干枯的枝丫上竟然长出了绿莹莹的叶片。然而，这幅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在管道输送结束后，世界树又开始慢慢枯萎。就这样，反反复复，深渊怪物不断窃取其他世界的生命能量，灌输给已死的世界树。可现在的世界树就如同一个漏斗，无论灌多少水，最终都会全部漏完。深渊怪物们只能不断掠夺，不断补充，永无止境。真是够了！对于那些被掠夺的世界，林峰感同身受。他不想再看到这么多健康的世界为一个已死的世界输送自己宝贵的生命能量。他从背包中拿出熔岩地心之刃，尘归尘，土归土，逝去的就该安心逝去，不要再垂死挣扎。说罢，红色刀刃直接往树干一送，
火光瞬间冲天起，枯萎的树干如同浇了汽油一般，火势一发不可收拾。世界树，我们的世界树，我们还能再延续千年万年，不要死！深渊怪物们痛哭流涕，他们从世界的尸体中诞生，想要让种族延续下去，就必须让掠夺其他世界的能量永无尽头。世界树被毁，整个世界将彻底归为虚无，再无一丝挽回的可能。是你，人类！深渊怪物们密密麻麻的眼睛泛起无尽的仇恨。你毁灭了我们的家园，虚幻与现实在这一刻得到了统一。杀了他！苟延残喘，林峰一脸冷漠。对于他们的灭亡，心里掀不起一丝波澜。死亡是万物的最终归宿，世界已死，你们却还不肯离去，就让我来帮你们完成这最后一步吧。熔岩地心之刃陡然变幻，蓝古丽萨已亮起锐不可挡的光芒。圣剑解放，恶魔赦令，必须要快！他的体力不足以支撑他打持久战。林峰一击斩出，无数深渊怪物被分成两段。没有经验，和战场上的深渊怪物一样。恶魔之种效果触发，尸体聚合，起身为林峰而战。他只有15秒时间，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杀死足够多的深渊怪物，然后再让恶魔之种给他争取喘息的机会。林峰冲入怪物堆，如入无人之境，手中利刃不断挥砍，深渊怪物无一合之敌。15秒后，林峰果断收手。呼，已经到极限了。如果恶魔之种支撑不住，他就只能浪费一次复活。用一次复活倒是没什么，可他就怕后续来什么深渊领主一类的怪物，直接给他一招秒杀。要不然先回蜀国。想到就做，林峰对抉择一事极少有犹豫。正当他掏出蜀国传送令牌准备传送的时候，后方烈火中的世界树突然爆发一股耀眼光芒，同时他背包中的世界树枝叶开始躁动不安。在未得到林峰的允许下，他竟然自己逃出了背包，径直冲向世界树。这一刻，火焰尽数熄灭，焦黑的树干上开始萌发新的枝芽，随后不断有枝芽从烧焦的世界树中钻出。活了！林峰眯着眸子仔细端详，他不相信死去的世界会被一把火和一片叶子给救活。果然，嫩芽爬满了树梢，但不出10秒就会逐渐枯萎，旋即一股绿色的能量朝着树干中心汇集。等嫩芽枯萎，又会有新的嫩芽生成，然后再次被树干中心吸收。就这样反反复复100来次，终于是陷入了沉寂。这时，外围的深渊怪物早已突破恶魔之种的防线，他们正凶猛地朝着林峰扑来。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林峰没有管他们，而是看着世界树中心的位置傻笑了起来。随后，他直接上前，伸出手一把穿透树干，将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名称：世界树之心，等级1级，品质：世界级，技能：世界活力。世界活力，持有者体力、魔力永不枯竭。注：某些生物对该物品的渴望超越一切，如巫妖。世界级的道具，听都没听说过。哈哈哈哈！林峰乐傻了，神级之上的超级道具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在了自己手里。世界树之心请求与你融合，是否同意？同意。一阵白光闪耀，世界树之心与林峰融为一体，他的心脏正强有力地跳动着，将新鲜血液输送至全身。疲惫感顷刻消失，他又恢复到了巅峰状态，并且会一直保持。不知疲惫。圣剑解放，重力领域。之前这2个技能同时使用，消耗体力巨大，所以他每次开启的时间都不会超过1分钟。现在，他甚至可以一直开着，当做常态来使用。先拿你们这些小鬼来练练手，未来战场上再继续。林峰开启所有状态，如杀神降世，从深渊中心一路杀到外围，血流成河，血水不断向着中心汇聚。可惜他们的血无法让世界树再次复活。幸好深渊怪物不提供经验，不然超过等级就麻烦了。他的隐藏任务有连续性，超过的话就只能等第1次职业转生，非常麻烦。如无必要，还是尽量全部拿到。下次的副本、初级副本、埋骨之地隐藏任务开启的道具，应该就是世界树之心。世界寂灭第3幕中烟与深渊已结束，世界寂灭第4幕归墟正在开启。一阵黑暗过后，林峰恍惚一瞬，回到了最开始的那面墙前。回来了，第4幕呢？我啥都没看见啊！世界寂灭第4幕归墟已结束，恭喜勇者林峰见证世界寂灭的全过程，奖励中烟之石、深渊之石、未知碎片。名称：中烟之石，等级5，品质：神器，技能：吞噬。中烟，受到伤害的目标永远无法愈合伤口。简介：凝聚中烟之力的特殊宝石，可镶嵌在武器上获得相关技能。恐怖，好可怕的宝石！如果不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存在，碰到就是必死的结局。下一个，名称：深渊之石，等级5，
品质史诗。技能深渊转换。深渊转换，击杀的敌人将会以深渊姿态复活，持续30分钟。简介：凝聚深渊之力的特殊宝石，可镶嵌在武器上，获得相关技能。完美，4颗宝石集齐，什么影中，什么李洪涛都不是他一合之敌。就算是星域，星域守护者还是得掂量掂量。最主要的还是对这群立于人类巅峰的存在，他知之甚少。现在先回去完成和李启明的赌约，给他准备几坨大的。第102章20级属性及装备物品。基本属性面板。名称：林峰。等级：20级。职业：勇者。力量：390加1000。精神10加1000。敏捷20加1000。体质120加1000。幸运10加1000。装备附加属性：力量加164，精神加14，敏捷加34，体质加114，幸运加20。称号附加属性：力量加200。装备面板。名称：圣剑蓝谷丽萨。等级20级。品质史诗。属性：力量加100。技能：魔物克星，你就是魔物。圣剑解放，与勇者的羁绊。镶嵌宝石：腐败之石、吞噬之石、中烟之石、深渊之石。要求：勇者职业。名称：熔岩地心铠甲。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20，力量加10。技能：火属性强化。火属性强化，火属性伤害增加10%。要求：战士、骑士类职业。名称：熔岩地心碧铠。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敏捷加10，力量加10，体质加10。技能：火属性强化。火属性强化，火属性伤害增加10%。要求：战士、骑士类职业。名称：熔岩地心镜甲。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敏捷加20，体质加10。技能：熔岩路径。熔岩路径开启后，将在行走过的地方留下大量岩浆，每秒消耗体力。要求：战士、骑士类职业。名称：熔岩地心腰带。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20，力量加10。技能：烈焰反噬。烈焰反噬，受到攻击时有10%几率回敬攻击者一定的火属性伤害。要求：战士、骑士类职业。名称：熔岩地心头盔。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20，精神加10。技能：火元素抵抗。火元素抵抗，火系伤害减免10%。名称：熔岩地心戒指。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力量加30。技能：烈焰幻影。烈焰幻影，攻击时有3%几率召唤一道烈焰幻影协助攻击，幻影造成本体30%的伤害。要求：无。名称：熔岩地心项链。等级10级。品质传说。属性：体质加30。技能：熔岩适配度。熔岩适配度，熔岩地心所有装备等级要求下降5级。要求：无。名称：巴德尔的时光之剑。等级1级。品级传说。属性：力量加1，精神加1，敏捷加1，体质加1，幸运加5。技能：时光之触，击杀怪物获得的经验增加10%。要求：无。名称：扭曲面具。等级1级。品质传说。属性：力量加1，精神加1，敏捷加1，体质加1，幸运加5。技能：扭曲。扭曲可以扭曲佩戴者的相关信息，让人无法探查其真实信息。要求：无。名称：禁魔斗篷。等级1级。品质传说。属性：力量加1，精神加1，敏捷加1，体质加1，幸运加5。技能：魔力抵抗。魔力抵抗，被动魔法伤害减免15%，主动使用后效果提升至25%，持续10秒，冷却5分钟。要求：无。名称：世界传送戒指。等级1级。属性：力量加1，精神加1，敏捷加1，体质加1，幸运加5。技能：世界定向传送。世界定向传送，永久绑定世界其中一个地点，无视世界隔膜，直接传送至该世界，当使用次数5%。注：只能绑定职业系统涵盖的世界。稀有技能：天赋勇者之力。技能：勇气冲锋1级，剑魂之伤1级，勇者之瞳1级，大鹤1级，女神赐福1级，跳跃劈砍
1级；兔子伯爵的怒吼1级；晶体皮肤1级；恶魔之手1级；八方斩1级。勇气冲锋，传说向一个方向进行冲锋，同时为自身附加体质相关的高额护盾。冲锋距离20米，冷却时间1分钟。剑魂之伤，传说为剑身附加强大剑魂，对目标造成巨额伤害，同时驱散目标，随机5个增益状态。若为永久增益，则转为封印增益10分钟，冷却时间20分钟。勇者之瞳，传说开启后可查看目标属性，对某些物品会触发宝物甄别效果，无法查看等级高于自己等级30级的目标。宝物甄别显示物品关键隐藏信息。女神赐福，史诗向女神祈求祝福，仁慈的女神自然不会拒绝自己忠实的信徒，她会为使用者随机降下10个不同的低级增益状态，同名增益不可叠加，增益时间持续20分钟，冷却时间24小时。大鹤，传说爆发一声怒吼，对10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1点强制伤害，并眩晕1秒，降低他们20%的攻击力，持续20秒，同时随机驱散敌方身上的1个增益状态。若为永久增益，则转为封印增益10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跳跃劈砍，普通，跃向空中用力砍向目标，技能威力根据跳跃高度、自身力量、技能等级而定，冷却时间20秒。兔子伯爵的怒吼，精品，击退敌人一段距离，并在周围召唤一定数量的兔子胸柜，兔子胸柜的属性是召唤者等级而定，冷却时间60分钟。晶体皮肤，传说被动，全身皮肤变得如钻石一般坚硬，获得10%伤害减免。主动使用技能减少30%敏捷，被动的伤害减免提升至30%，有30%几率反弹雷系、光系、火系魔法，免疫麻痹、炫目、灼烧等异常状态，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恶魔之手，传说指定一个目标，释放恶魔之手，将其拖拽至身前，造成少量固定伤害，施法范围20米，冷却时间1分钟。八方斩，史诗进入不可选中状态，向目标以及目标周围10米范围内的敌人随机发动8次攻击，每次攻击后伤害增加20%，最高增加100%，持续到技能释放结束，冷却时间10分钟。领域名称：重力领域，等级：初级，效果：开启后每秒消耗体力，方圆1000米范围的敌人将会受到重力的压制，攻击速度-30%，移动速度-30%，体力消耗正30%。称号：巨兽杀手。品质：传说。属性：力量+50，体质+50。技能：以小博大。以小博大，面对体型大于自己的敌人时，对目标造成增加20%。称号：弑神者。品质：神级。属性：力量+200。技能：弑神之力。弑神之力对神造成伤害增加20%，斩杀神明可以升级弑神者称号，当前等级2级，10%。永久增益。7元素光明，伤害减免正10%，获得生生不息1级，效果：生生不息1级，生命恢复速度正100%，受到致命伤害后可直接复活，恢复至全满状态，每天复活次数2。特殊道具名称：世界树之心。等级1级。品质：世界级。技能：世界活力。世界活力，持有者体力、魔力永不枯竭。注：某些生物对该物品的渴望超越一切，如巫妖。背包物品：越级挑战令牌、精神天秤、蜀国传送令牌、哥布林育儿袋、世界沙漏、复仇刀锋转职书、未知碎片 X3。第103章。我校风清雪又绵。江海市第一中学大礼堂中，台上中年秃头校长正激情演讲，各种鸡汤一股脑地灌进学生们的耳中。听着他用了10年换汤不换药的演讲稿，有人慷慨激昂，仿佛看到了光明的未来；有人不屑一顾，心中早已对这个世界绝望；有人冷笑不止，觉得周围人都是一群傻逼；有人面无表情，脑子里复盘着昨晚的真实模拟游戏；有人则在东张西望，神色紧张不已。他额头的冷汗滴答滴答止不住地往下掉，座位旁的手指早已堆积如山。李洪涛皱起眉头，不满地看着自己这个没出息的儿子。没出息？你现在13级，全校第一，你在怕什么？爸！李启明的表情跟提前吃到屎一样。林峰在团门里一巴掌把我拍死了，一巴掌啊！他现在后悔了，他后悔要惹到这么个变态怪物。只有近距离接触他，才知道那一巴掌之威的恐怖之处。要不是李洪涛强制要求，他这几天都害怕的不敢出门。没出息的东西，有我在，你怕什么？他难道还敢当着我的面杀你不成？滚上去！自己花重金请人在这2天带他冲击，结果还是这副德行，真是白瞎他的几亿系统币。上方
校长讲话完毕，请李启明作为一中优秀学员做代表讲话。李启明起身，不情不愿地走上了台。他东张西望，在确定没有看到林峰的影子时，才怯怯地说道：“大家好，我叫李启明，是今年的毕业生，今天有幸。”啊，李启明学长，我爱你！毕业典礼不只有毕业生，高一高二的学生也会来参加，其中不乏李启明的迷妹。虽然不知道他们在迷什么，不过脑子这东西其实并不要求每一个人有。李启明学长居然13级了，好强啊，学长！一个星期之内居然能升到13级，是一个人横推的副本吗？太强了，这就是一中第一的实力。学长肯定刷新很多次副本才能升到13级，真是又有钱又有颜。听着下面小迷弟小迷妹们彩虹屁，李启明逐渐找回了自信，对林峰的恐惧暂时被自满给压了下去。嗨嗨，各位安静，听我说。首先，我要感谢母校的培养，没有一中就没有现在的我。其次，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作为黄金守护者，不远亿万光年的距离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此话一出，全场又是一片哗然，纷纷看向坐在第一排的李洪涛。李启明摆了摆手，示意众人安静，然后继续说道：“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曾经是我的挚友，后面因嫉妒跟我反目。谁啊？谁这么不长眼，敢跟李学长作对？我知道，那个人好像叫林峰，是个锅。”一个长得像如花的女人听到这话，立马满脸鄙夷地说道：“姨真恶心，就他这种条件，拿什么跟我亲爱的李哥哥拼？怎么就是你的李哥哥了？要不要点脸啊，丑女！肥婆狐臭女！你狗叫什么呢？”眼看下方即将发生大战，李启明连忙继续说道：“在觉醒之时，林峰和我打了个赌，在上京试炼开启前，谁的等级高谁就赢。没有这个赌注，我想我也达不到这个等级。如果林峰同学在现场的话，麻烦举一下手。”半晌，全场无一人举手。哎，李启明摇头，假装痛心疾首。其实我可以作废赌约，他真的没必要连毕业典礼都不来，不为了老师同学，起码也要为他自己。人的一生又有多少次毕业典礼？台下的学弟学妹闻言，顿时愤愤不平。这个林峰真不是个男人。听说他觉醒的是下级战士。什么？下级战士能组到队伍吗？谁愿意跟这种垃圾组队？看着都恶心。现在估计才4级吧。这种人别出去说是我们一中的，丢不起这人。哎，李启明又装模作样叹息。各位同学，如果见到他，请替我转告一声，赌约可以作废。李学长真是人帅心善，爱死你了，李学长！李学长，我要跟你生猴子！正当李启明享受众人称赞而无法自拔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李启明顿时打了个激灵，恐怖的记忆再次占据他的脑海。作废！李启明，你想的真美，准备好好吃一顿吧。如洪钟般的声音响彻全场，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是谁？李启明的迷弟迷妹先一步坐不住了，是要抓出这个口出狂言之徒。装神弄鬼，滚出来！是林峰那小人吗？你还真敢来！一个下级战士来丢人现眼吗？无视众人的非议，林峰的声音再次传来。众人呵斥、谩骂、诅咒都不能盖过这洪亮的笑声，他只一人就可力压全场。突然，笑声戛然而止，众人皆是为之一顿。随后，只听林峰畅吟道：“风雪压我2、3年，我笑风清雪又眠。心中仍有鸿鹄志，他日登顶笑苍天。待到功成与名就，生吃黄连苦也甜。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全场一记，皆是不可置信。这豪情壮志，这磅礴气势，真是一个下级战士可以达到的心境吗？李启明口中的卑鄙小人，真的是他吗？狂妄！李洪涛拍案起身，阴狠的眼神扫视全场，是要抓出林峰这狂徒。不用找了，我在这。林峰快步向前，稳如松，急如风，不出片刻，便已站在台上与李启明针锋相对。说针锋相对或许不太准确，因为此时的李启明早已吓得尿了裤子。林峰，你看他的等级20级，他20级。勇者是什么职业？隐藏职业吗？他真的是林峰吗？天啊！有人居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升到20级，史无前例。第104章黄金守护者。就这，李启明准备好了吗？林峰面带讥讽，啪啪2声掌击，身后5、6个大汉嘿哈嘿哈的抬着一桶不明物走了过来。准备什么？李启明早已被吓傻，脑中不断回想起林峰的那一巴掌，他脑子根本没反应过来桶中之物是什么。好臭！大汉们路过的位置，同学纷纷捂鼻后退。哦，是屎，那里面是屎！鼻子灵敏的同学终于闻了出来，前排几乎一哄而散，
生怕待会这些玩意会沾到自己身上。就算脑子再短路，在闻到那股难以忍受的臭味后，李启明也能预见之后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恐怖画面。他的脚还在打颤，想逃跑却始终迈不开腿，只得僵硬地扭动脖子，向着台下的李洪涛投去求助的目光。放肆！李洪涛说完，突然欺身上前，欲要擒住林峰这个无知狂徒。哪曾想，林峰的速度并不慢他几分，仅仅须臾间便已越过李洪涛的掌心，来到了李启明的面前。李启明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林峰一把掐住脖颈。随后他转头威胁李洪涛，语气玩世不恭：“别乱动哦，你宝贝儿子可是个小脆皮，我只要轻轻一捏。”说罢，他手中的力道又重了半分。李启明立马感受到了恐怖的死意，仅有丝丝空气能进入肺部，想来再重一分力道就会被林峰的大手掐爆脖颈。这次他没有复活了吧？李洪涛怒极，身上气息骤然攀升，突如其来的压力压得在场所有低年级学生喘不过气。你敢！你敢！林峰丝毫不惧危险，如同提死狗一般提着李启明，他边走边提醒：“别动，动一下我就掐死他！”小畜生，你找死！李洪涛面对这种状况也只能是无能狂怒，他没有丝毫办法从林峰手中夺下李启明。谁让李启明是个法师呢？还即将成为脆皮大学生。哈哈哈哈！李家的独苗在我手中就像是一条死狗。李洪涛，你就是这样培养子嗣的吗？还不如叫只狗来养，起码这样他还会知恩图报，而你养出来的东西却只会忘恩负义。林峰嘴上不饶人，边说边把他往粪桶上逼。急了吧？怪不得每次在我面前你都这么激动。别急，主人这就赏你吃大餐。林峰的大手不断压着他，向着粪桶中的污秽之物逼近，一股恶臭迎面扑来，瞬间直冲李启明的天灵盖。哦，林峰，有话好商量，是我输了，我愿意赔付你3000万，只要你放过我，以后我再也不敢找你麻烦了。林峰，林峰哥，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你放过我，我以后绝对不会出现在你的视线里。李洪涛闭上眼睛，拳头握得咔嚓作响，这个没出息的儿子把他的这张老脸都给丢尽了。台下的同学见到这一幕也议论纷纷，刚刚的迷弟迷妹居然开始倒戈，不过碍于黄金守护者的实力，他们只敢小声讨论。什么江海第一，怎么像个小丑？谁说不是呢？我听说啊，他从小就是林峰的跟班。啊？那他为什么老是针对我老公？怎么又是你老公了？丑女，你敢再不要脸一点吗？林峰明明是我老公。狐臭女，你没完了是吧？信不信我打爆你的头？别吵别吵，我听说李启明是在林峰父母死后才和他反目成仇的，不就是个小人吗？别人有权有势就贴上去，没权没势就去踩几脚，真不要脸。对于台下的议论，林峰心中古井无波，他早已习惯，无论是赞扬还是腹诽，他都不会在意。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活在别人都言语中的人永远无法前进。不过这些话语对李启明来说就是二次打击，像他这种意志不坚、贪慕虚荣之人，别人的贬低无疑是最沉重的伤害。林峰，你不要这样，我爸爸他是黄金守护者，他不会放过你的。我愿意赔4000万、5000万、1亿，求求你，求求你。林峰冷笑一声，丝毫不为所动。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只是你不知道珍惜，现在好好享受吧。Oh my god！ 在众人异口同声的惊呼中，李启明的脑袋被狠狠地按进了粪桶。林峰怕把他给闷死了，特意放他出来喘口气。李启明拼命挣扎，可他那点羸弱的力量在林峰面前连蚂蚁都不如，他绝望，无比绝望。李洪涛更绝望，一个20级的职业者就当着自己面不停羞辱自己的儿子，这跟压着让他自己吃屎也没有分别。就这样反反复复10几次，粪桶里的大粪都被李启明吞下了大半。林峰这才将他扔到一边。李启明挣扎起身，还没走几步，又是一声呕吐。吐还不算，他还拉，整个人就像是刚从粪坑里面爬出来一样，恶心至极。小畜生！李洪涛见林峰自己放弃了李启明这个筹码，他杀意瞬间锁定，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砰！音爆声与墙壁炸裂的声音同时响彻整个礼堂，台下观众传来不可置信的惊呼：天哪，发生什么事了？我没看见，我没看见，好像黄金守护者被打飞出去了。不是好像，事实就是如此。李洪涛先发制人，却被林峰一招打飞，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信，因为台上的林峰依旧完好无损地站着，而李洪涛已经被打出了大礼堂。小畜生，我要杀了你！螺旋泥枪，咻！一把螺旋状的泥枪倏然飞出，朝着林峰急射而来，那森寒的枪尖让人丝毫不敢质疑他的锋利度。林峰不屑一笑，面对气势如虹的一击，他只伸出手指轻轻啪
泥枪顿时崩碎，散落一地。这就是黄金守护者的实力吗？怪不得能和深渊僵持对峙100年之久，真是一群酒囊饭袋。小畜生，拿命来！李洪涛手上寒芒乍现，他早已换上自己的职业装备泥泞全套。见此，林峰也不含糊，直接从背包中取出蓝骨丽萨。李洪涛，和我动手，你得做好赴死的准备。第105章，太弱了。圣剑解放，林峰手中圣剑发出耀眼光芒，剑尖缓缓指向李洪涛。我只用一招就能让你身首异处。小杂碎，你太狂妄了，真当我黄金守护者的地位是攀权附势做上去的吗？李洪涛认可林峰有几分实力，但能战胜自己，他是万万不信的。无关其他，一个强者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有信心。来吧，敬你是个长辈，让你先出手，免得别人说我欺负老人家。说到底，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对现在的林峰而言还是有麻烦。一个由头，一个不是自己主导的犯罪原因，就变得很重要。怎么，不敢？害怕被我反杀？害怕你的守护者联盟不能给你做主？见李洪涛不为所动，林峰继续出言刺激。杂碎！李洪涛被彻底激怒，他将不顾一切杀死林峰。领域，蚀骨泥潭。领域，李洪涛居然有领域，真是小瞧他了。林峰只感觉眼前一黑，下方仿佛有无数只手在拉扯。再次恢复视野，林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灰蒙蒙的世界，地面是灰色的泥浆，脚踩在上面会不断向下陷落，周围空旷无比，一眼望不到头。这个领域怎么跟我的不一样？是更高级别的吗？林峰略微惊讶，他明显被拉入了其他空间。如果这是领域的效果，那李洪涛的确实更高级一点。无知小儿，你将葬身于此！李洪涛在泥潭上如履平地，而林峰则深陷其中，每动一步都艰难无比。我想你从来都没有见过吧？领域，这就是我的国度，在领域中我就是神。林峰手掌重重拍下，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扩散开来，而他本人则靠着这股反作用力从泥潭中脱离。趁着滞空的这小段时间，林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领域都能将人拉入其他空间的吗？无知，胜券在握的李洪涛开始炫耀自己的力量。对于自己的领域，他无比自豪，只有高级别的领域才能自成空间。可惜，你永远体会不到这种力量了。邻国中的唯一血脉将被我终结。等等，林峰再次落入泥潭，他故作惊恐，面带恳求：在我死之前，至少告诉我一个真相，我的父母是怎么死的？就当是将死之人的愿望，请你大发慈悲，告诉我吧。哼，哈哈哈哈！李洪涛大笑，没想到死到临头，林峰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他还以为这小子跟邻国中一样是条硬汉呢，没想到也是条软骨头。之前的一切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看在你将死的份上，我就告诉你吧，你的父母根本不是被深渊杀死的。哈哈哈哈！果然，林峰握紧双拳，低垂着头，浑身杀气隐忍不发。他要听到结果，他要知道到底是谁。是谁？是谁重要吗？到底是谁？李洪涛再次大笑，哈哈哈哈！你难道还想报仇？如果我告诉你是12至尊干的，你能报仇吗？你敢报仇吗？林峰抬眸，眼中杀意迸发。哪一个？还是说他们全部都参与了？李洪涛被那恐怖的杀意吓得连连后退，半晌才反应过来，他面前的这个家伙只是个20级的小鬼，似在为自己的不堪掩饰。他恼羞成怒的吼道：就凭一对黄金守护者也配12至尊出手？告诉你，你父母就是我杀的，来报仇啊！你！林峰冷笑，他的父亲多年前就已是黄金守护者，那时候的李洪涛不过是个垃圾，这废物还不配和他父亲作对。你不如照照镜子，你这种垃圾给我父亲提鞋都不配。既然你不肯说，那也没什么价值了，带着你的一切下地狱吧。林峰索性也不装了，直接从泥潭中走了出来，和李洪涛一样站在表面如履平地。你！李洪涛大惊失色，要知道他的领域不只能压制对手的行动力，还能大幅度削弱体力，可林峰这家伙却是丝毫不受影响。惊讶吗？你引以为傲的领域我也有，重力领域。一股强大的压力瞬间席卷李洪涛的领域，双方领域互相碰撞，开始争夺主场地。怎么可能？20级怎么可能拥有领域？李洪涛瞪大双眼，一脸惊恐，不过很快又镇定下来，因为他发现自己的领域正牢牢占据上风。由于林峰的领域仅仅是初级领域，所以必然略逊一筹。不过没关系，只要能够稍微中和一下领域的压制，凭自己的力量就足够杀死李洪涛。准备好赴死了吗？李洪涛！蓝古丽萨亮起耀眼光芒，剑身上的4颗宝石散发恐怖的波动。小子，狂妄！双方几乎同时冲刺，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相撞，在这独立的空间内炸出阵阵火光。
吃！双方同时显出身形，林峰的蓝古丽萨正穿过李洪涛的心脏。战斗结束的比想象中的更快。怎么可能？感受着逐渐流逝的生命，李洪涛还是不敢相信，堂堂黄金守护者居然会败在一个20级的职业者手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鬼，仅一吸就夺走了自己的生命，太弱了，太弱了！李洪涛，你太弱了！林峰拔出蓝古丽萨，一脚将李洪涛踢翻在地。随着李洪涛的死亡，他的领域开始不断崩溃。很快，这一幕就将展现在全校师生面前。林峰在20级的时候就有能力杀死黄金守护者，不知他在众人眼中是会被视为怪物，还是被奉为人类的救世主呢？真是期待！圣光帷幕，李洪涛的领域还未全部崩塌，另一种强大的领域直接将其接管。林峰再次进入了领域空间。圣辉复生，一道圣光打在李洪涛身上，他本该死去的身体再次焕发生机。可惜被中烟宝石划破的伤口是无法被治愈的，李洪涛的血液如喷泉一般往外喷涌，现在的他不过是多活了几秒罢了。林峰抬头死死盯着悬浮于空中的肥胖身影，语气冰冷刺骨：左庆，你也要与我为敌吗？第106章出卖灵魂的交易。小峰，你成长到了这种地步，我很欣慰。你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了。左庆缓缓落地，期间有无数道圣光打在李洪涛的身上，接续他那如风中残烛的生命。但是你不能杀李洪涛，最起码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左庆表情严肃，随手将一枚重生十字章丢给了李洪涛。林峰双指摩擦剑身，显得毫不在意。别浪费复活了，李洪涛的伤口无法复原，他死定了。他也不想现在就杀死李洪涛，毕竟后续处理起来太麻烦。在决定动手的那一刻，最坏的打算他都已经定好了。如果真要追究，他就用世界传送戒指逃到其他世界。是李洪涛自己要找死，他林峰可不会畏畏缩缩。实力的强大带来绝对的自信与骄傲。他忍了6年，已经没理由再让他继续忍受这帮杂碎了。唉，跟你父亲一个样，狂妄自大。左庆又从背包里掏出个布偶模样的东西，扔给了李洪涛。你欠我一条命，老东西。李洪涛接过布偶，用仅存的最后一点力量启动了这个道具。布偶眨眼间变大，变大的布偶显得更加丑陋。随后，李洪涛和布偶开始产生剧烈变化，几秒内，他们的模样开始互相转换，布偶变成了李洪涛，而躺在地上身受重伤的李洪涛则变成了布偶。布偶胸口处那道触目惊心的伤口还保留着，而李洪涛则完好无损地站在了林峰的面前。神奇！林峰啧啧称赞，职业系统确实能创造奇迹，连中烟宝石的力量都可以被欺骗。小杂碎！李洪涛恢复战力，第一时间就要冲向林峰，却被左庆的一道圣光给拦了下来。左庆瞥了他一眼，不耐道：我可没有第二个替死娃娃了，你还想找死吗？父子都一个德行，没脑子的东西，滚出我的领域！左庆大手一挥，直接将李洪涛驱逐出境。现在只剩我们2人了。林峰收回蓝古丽萨，双手环抱胸前，无比肆意。关于我父母的死，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左庆摇头，脸上浮现一抹苦涩。小峰，没意义。你现在的实力确实达到了黄金守护者的境界，但黄金守护者上面有星域守护者，星域守护者和黄金守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你知道吗？我亲眼见过他们随手毁了一颗星球，在别的世界，一颗星球几十亿几百亿的生命。左庆陷入回忆，表情浮现恐惧之色。无论是林国忠还是你，都无法战胜他们。谁杀了你的父母根本不重要，当你的实力能够战胜星域守护者，甚至是12至尊的时候，真相就会自动来到你的面前。你还年轻，有无限的机会，不要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就毁了自己。林峰深吸一口气，平复了情绪，从左庆口中他确认了关于星域守护者的传言居然是真的。左庆的话不无道理，现在确实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我明白了，只要李洪涛和李启明自己不找死，我是不会动他们的。林峰暂时妥协，不代表就会真的放过这2杂碎，他们一定要死，一定会死。无人管辖的下城区，再加上高级别的领域，就是他们的最佳葬身之地。上京试炼前时，可前往登神长阶。听闻登上神阶的人会获得神格，而神格能孵化出神之领域，一定比李洪涛和左庆的领域更加高级，更加强大。林峰势在必得，圣光暗淡，回归现实。哼！从领域出来，林峰斜睨了李启明父子俩一眼，随后不顾众人的目光，直接拂袖离去。在场之人也没能待多久，便被校方驱散。整个大礼堂只剩下李启明、李洪涛和左庆。你该滚回自己的地界了。左庆逆着李洪涛说道，副本暴走的事既然查不出原因，你如实禀报便可，继续留在这对你没好处。而你这个没出息的儿子，废了，重新生一个吧。左庆的话字字诛心，
比起林峰，李启明确实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关键他还喜欢在别人面前跳，小丑的身份在今天被彻底坐实，他将永远深陷泥潭，再无出头之日。废物，还不站起来！李洪涛对着浑身是屎的李启明吼道。李启明抬起头，眼角涌现泪花，多年的委屈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对，我是废物，我没林峰强，但是你又好到哪里去？是你！李启明站起身，抬起不断颤抖的手指，指着李洪涛的鼻子倾泻情绪，是你让我从小跟着林峰，是你亲手把我的脊梁打断，变成一条走狗。现在你又来嫌我没本事，可你又比我强到哪里去？你有什么资格？逆子！李洪涛扬起手掌，半晌又缓缓放下，他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仿佛老了10几岁。罢了罢了，你也别跟林峰斗了，就这样吧，在蓝星好好活下去吧。看着自己父亲离去的背影，李启明知道自己彻底被放弃了，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连黄金守护者都对付不了林峰，他一个13级的职业又有什么办法？该死！该死！李启明用拳头砸向地面，一遍又一遍，直至血肉模糊。凭什么？凭什么他这么强？凭什么从小到大他都是所有人的焦点？凭什么？因为你没有找到自己的同类啊，我的伙伴。身边突然出现一个戴着斗篷的男人，李启明被吓了一个机灵。你是谁？斗篷男人将手伸了出来，丝毫不嫌弃李启明满身的污秽，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我们是深渊教会。李启明刚站直的身子再次瘫软了下去。你要干什么？不要杀我！杀你！不！斗篷男索性就蹲下身，在李启明耳边轻声说道：我是来帮你的，帮你杀掉你最厌恶的人。我最厌恶的人。李启明迷惘的眼中顿时有了光彩，仇恨灌满了他的脑子。林峰！林峰！林峰！一声比一声沙哑，一声比一声怨毒。对，就是这股恨意，只要你做一件小小的事，我们就能帮你杀掉他。什么事？上京试炼开启之刻，斗篷男将一个戒指交到了他手里，就是林峰灭亡之时。第107章严苛的筛选。上京学院试炼资格测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只是今年的生源数量比之去年少了一大半。测试的工作人员伸出头看了一眼，奇怪道：奇怪，怎么这么少？各市一中的生源直接少了一半，其他的更少。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做资格测试的学生最少也有2000，如今直接少了一半，确实让人诧异。你没听说吗？另一位工作人员奇怪地看着他。听说什么？新手团本事件啊，听说好多星域都牵连其中，死了1万多职业者呢。死1万多，都比得上一次大规模战役了。可不是嘛，听说上面严查，结果到现在都没消息。哎，真可怕，这世道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此时一位领导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过来，两人立马低头闭嘴，活像耗子见到了猫。问你们话呢？中年人继续冷声逼问。回董教官，我们正讨论今年的生源怎么那么少呢？哦，姓董的中年教官也发现了这个现象，他眯着眼睛观察了好一会，才继续说道：不只是生源少了，质量也差了不少。董教官指着排队的其中一人，勾了勾手，过来。我。人群中一个穿着花哨的少年指了指自己，他忐忑不安，心虚不已。就是你，范晨，过来。少年听到是自己的名字，也不再挣扎，两步一回头的向着董教官走去。15级。董教官回望两个工作人员，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真是个少年英才。放屁！董教官突然暴怒，一巴掌抽到范晨脸上，这力道之大，差点将范晨的头给打歪，他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堪堪停下。你们他妈的好好看看，仔细检查。刚打完范晨，董教官直接拎起其中一个工作人员，给他上真理之境。这真理之境会暴露职业者的信息，不到万不得已，工作人员一脸为难。他弄虚作假，妄图蒙混过关，这是在犯罪。两个工作人员拗不过董教官，只得听命行事。这时缓过劲来的范晨突然变得激动，你们干什么？把我当罪犯吗？我告诉你们，我是江海一中的学生，我父母是白银守护者。董教官打开新闻网查询，这个范晨果然是江海一中的人。不过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江海一中怎么进出这些蠢货？你！董教官再次指到队伍中的一人，他是15级，你直接20级，怎么？当我们上京学院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吗？弄虚作假也要动点脑子吧。20级，你高中提前毕业了？滚过来！真是严格。林峰无奈从队伍中走了出来。妈的，把我白痴！董教官气不过，伸手朝着林峰的脸就是一巴掌。可下一秒，只听咔嚓一声，林峰抓住了他的手腕，
还未用力，他的猪叫声就响起。啊啊！我的手！董教官觉得自己的手腕肯定是骨折了，该死，这小鬼的力量！放手！你当众攻击上京学院的教官，你这是犯罪！什么狗屁玩意！林峰满脸鄙夷，随手一扔，将他甩了个狗吃屎。大家都看着呢，是你先动的手，董云教官。名称：董云，等级40级，职业：暴力格斗家，隶属上京学院。董云满脸愤恨，他站起身来大喊大叫：执法者呢？执法者都死哪去了？学生当众袭击教官，你们管不管了？他的叫喊确实引来了2个执法者，董云立马添油加醋的将刚刚的过程讲述了一遍，恨不得把林峰编排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小鬼，劝你不要负隅顽抗，胆大包天，居然敢袭击上京学院教官，够你吃10年牢饭。这2个执法者也是只听董云的一面之词，就要把林峰带走。林峰哪能惯着他们，直接骂道：2个蠢东西，他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现场这么多人看着，随便调一下监控就能知道真相，而你们却什么都不做，上来就要我伏法，这就是上京的执法者吗？好大的官威啊！2个执法者嚣张不已，鼻子都快翘天上去了。小子，你现在辱骂执法者，罪加一等。来，我看看你们能给我定什么罪。林峰伸出手掌，准备给他们最爱吃的大笔兜。江海的执法者吃饱了，上京的还没吃过呢，必须公平对待。好，你既然觉得自己无罪，那我们就来看看，到时候也别说我的上京以势压人。董云指挥着2个工作人员抬出一面1人高的镜子，他示意执法者将地上的范晨架到镜子面前。你们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爸爸是白银守护者，你这是在侵犯我的数据权限。法律就是这么个神奇的东西，条条款款就在那摆着，只是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生不生效那就另当别论。区区白银守护者的名头，看来是镇不住上京学院的人。范晨被死死地压到了镜子面前，镜中他的职业属性详细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名称：范晨，职业：极速射手，等级9级，力量20，精神10，敏捷35，体质20，装备附加：力量14，敏捷21，体质13。天赋：急射，技能：速攻、暴击、全力爆射、伪装、闪避、无敌翻滚。属性一显，全场哗然。9级，这家伙才9级，连试炼资格都没有，原来是个假货。哈哈，这就是江海一中的学生吗？真是不知羞耻，10级都达不到，什么废物啊！在众人的口水中，范晨愤然离去。所有人的目光再次回到了林峰身上。20级，你比他还蠢。董云自觉胜券在握，招生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学生能在7天到达20级。他敢笃定，林峰就是用了特殊技能或者道具改变了等级显示。第108章不接茬。来吧，证明你等级是不是真的。董云依靠在镜框上，眼中满是戏谑之色。林峰不为所动，他可不会蠢到掉入自证陷阱。董云不依不饶，不想证明，那你就失去上京试炼的资格。你算个什么东西？林峰反问，他并不了解上京学院的体制结构，不过想来这个所谓的教官也不是个能做决定的主，大概就相当于前世大学里的辅导员。你有资格决定我能不能参加试炼，叫你们院长来。想闹事？上京可不是江海，这里没有你撒野的份，给我抓住他！董云指挥着执法者上前，欲要抓捕林峰。林峰哪能惯着他们，伸手一挥，一股狂风呼啸将他们吹得四仰八叉。这招是最好用的，既不会失手杀了他们，又有足够的威慑力。哐当，真理之镜在狂风的摧残下摔得粉碎。林峰大步向前，一把薅起躺在碎片中的董云。你认识我？什么？谁认识你？你当自己是什么大明星吗？董云神情紧张，明显被林峰说中了。哼，我有说过我是江海市的吗？林峰反手掐住他的脖颈，将他整个人提到空中。谁派你来的？不知死活！董云被林峰强大的力量压制，动弹不得。他面红耳赤，只能发出微弱的求饶声。错，董云确实是收了好处，要他注意一个叫林峰的人，如果能阻止其进入上京学院最好，再不济也要让林峰的属性暴露。可他真不知道这小鬼居然这么强，这么肆无忌惮。犯贱！林峰不会杀他，但也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给你呼吸下新鲜空气，让你清醒下猪脑子。说罢，林峰提着他猛地向上一抛，董云如炮弹般飞出，眨眼便至千米高空。死！众人见此场景，皆是震惊无比。狂！太狂了！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殴打教官，更是把执法者们视若无物。
周围的学生都看傻了，大气不敢出一声。这种场面他们哪见过？这人是不怕新蒙法律吗？职业者私斗可是要面临20年的牢狱之灾，他居然一点都不怕。以林峰现在的实力，确实不是很怕，不过他也不想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这种高度应该杀不死董云，但会很疼。至于受多重的伤，那就得看他自己的属性过不过关了。解决完董云，他径直走向2个工作人员。林峰，18岁，江海一中毕业生，职业勇者，20级，麻烦2位登记一下，谢谢。好，2人忙不迭点头，自己的上司都被干废了，他们自然不会不长眼和林峰作对。1个月几百系统币，玩什么命啊？直到林峰走进试炼场，排队的众人才敢小声议论：那家伙谁啊？这么狂！林峰啊，你不知道？不知道？谁啊？网上都传疯了，你居然不知道？这几天都在下副本，哪有时间上网？视频叫什么？我上星盟网看看。对林峰不了解的人纷纷开始连接星盟网，头版头条就是林峰昨天在毕业典礼上的光荣事迹。震惊！黄金守护者的子嗣竟然口味独特，他独爱吃，狂吃一吨，李启明与粪桶不得不说的故事。天呐！毕业典礼居然发生这种下作事，看了让人羞红脸。不得不说，无论是什么时代，某些新闻工作者的下限都是没有的，怎么博眼球怎么来。点开之后却是什么都没有，想来李洪涛也不会让这种视频大肆传播，但他堵不了所有人的嘴。越过花里胡哨的标题党，下方才是真正的新闻。20级职业者巍然不惧黄金守护者，他的具体实力以及背后势力分析。蓝星总指挥官左庆疑似林峰背后保护伞。江海一中毕业典礼全程视频，背靠官方，永不删除。众人找了半天，终于从各种博眼球的假链接中找到了真正的视频。全程不超10分钟，林峰的狂傲不羁让在场所有人折服。我靠，这哥们牛逼啊！那真是黄金守护者吗？为什么会被林峰打飞啊？我靠，总指挥官左庆啊，这林峰背景不浅啊。在大多数人只会打666的时候，有人已经开始分析林峰的属性了。刚刚那随手一招狂风呼啸，最起码也得500点力量，他一个20级的职业者，难道全身神器装备吗？这你就不懂了，除了装备等级，还有些特殊的道具可以增加属性。听说前几天的新手团本就产出一种加500力量的果子，前几天团本的人不是都死了吗？你怎么知道？怎么可能都死了？还是有侥幸活下来的？快给我说说，什么东西能加这么多力量？此言一出，众人的讨论从林峰身上丝滑的过渡到了力量之果上。不过这些林峰都听不到了，他现在正坐在前厅闭目养神。关于上京试炼的一切都显得无比急躁，无论是刚毕业7天就要至少升到10级，还是报完名就直接开启试炼，节奏快的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或许是深渊给的压力太大了，急需一批新生战力。呵，林峰不信，看看李洪涛有时间回来给自己儿子撑场面，如此悠然自得，完全没有前线吃紧的样子，太割裂了。林峰想到这个词，确实太割裂了。从小他们被灌输着人类如何艰难，甚至已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仿佛蓝星下一秒就要爆炸了一样。可出了校园，短短几天，林峰的所见所闻和他们说的那些完全逆反。除了学生，这些大人物们根本就没有那种世界毁灭、人类灭亡的紧张感。算了，现在想这些还为时尚早，毕竟他还是一个连宇宙战场都没去过的新手职业者，信息太少，揣测这些毫无意义。当前最重要的是上京试炼，继续闭目养神。今年的职业者并不多，应该很快就好。你就是林峰？林峰刚想休息，找事的又来了。这些人什么时候能消停一会？还是说只有李家父子死翘了他才能得到安宁？都不用想，除了李洪涛那条老狗，还有谁能指挥得动上京学院的人？林峰睁开眼，10几个人围在他身边，气势汹汹。他满脸不耐烦：有事说，有屁放，整天问你大爸。信息上写着你眼睛聋啊。第109章全能者。林峰，一个高个少年从壮汉的包围圈中走出。林峰眉眼一挑，脑中不记得有这号人物。你哪位？少年轻笑一声，毫不客气地坐到了林峰旁边。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熊霸天，地落星域守护者的唯一子嗣，未来的星域守护者，也是你未来的大哥。什么狗屁玩意？林峰皱眉，不明白这家伙是来干嘛的？试炼前的喜剧表演吗？脑子不好就去治，别在我这发癫，信不信我一耳刮子把你打废？哦，我知道你很强，毕竟你的视频都在网上传疯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更强。熊霸天站起身，挡在林峰面前，他的身躯本来就高大，这一挡直接把光线都给全挡住了。不信的话，看看我信息你就知道了。名称：熊霸天，等级15，
职业全能者，力量150，精神150，敏捷150，体质150，幸运15，天赋全能掌握，全能成长，技能全能斩1级，全能洞察1级，全能冲锋1级，全能格挡1级，全能掌握可使用所有武器装备，并且技能形态会随着武器的变化而变化。全能成长，每次升级将获得10自由点数和1特殊点数，并且自由点数增加任意一项基础属性时，其他3项基础属性将同步增加。全能斩，传说向前方发动一次斩击，造成大量伤害，冷却时间10秒。若武器是法杖，则转变为全能锋刃，弓箭为全能射击，根据武器实时切换形态。全能冲锋，传说向20米范围内的敌人发动冲锋，冷却时间20秒。若武器为法杖，则转变为全能魔力震荡，弓箭为全能击退箭矢，匕首为全能瞬杀等，根据武器实时切换形态。全能格挡，传说挥动武器格挡敌方攻击，冷却时间40秒。若武器为法杖，则转变为全能护盾，弓箭为全能翻滚，匕首为全能隐身等，根据武器实时切换形态。好强的职业，要是林峰能得到这个职业，那简直是能把宇宙都给炸穿。这家伙确实有狂傲的资本，不过比起自己还差得远。怎么样？雄霸天一脸得意，全能者这个职业至少能让他拥有成为星域守护者的资格。林峰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你平常都是这样把信息展示给别人看的吗？雄霸天自信一笑，说出的话让林峰大跌眼镜，我从来都不隐藏自己的信息，别人想看随时都可以看，真正的强者从来不需要躲躲藏藏。白痴！林峰拧巴着脸，他是真被雄霸天的骚操作给震惊到了。职业系统之所以给职业者隐藏属性信息的权限，就是为了保护职业者不被刻意针对。结果这家伙天天恨不得把属性对别人脸上，这跟在大街上裸奔有什么区别？这点破属性就非炫耀不可吗？你不知道有深渊教会这种东西吗？林峰决定离这家伙远一点，免得深渊教会刺杀他的时候血溅到自己身上。哼！雄霸天满脸不屑，一群鼠辈罢了，来一个我杀一个。你杀过人吗？林峰站起身来，拍了拍他的脸，小屁孩，你知道人血的什么味吗？你知道头颅脱离身体会在几秒内失去意识吗？听哥一句劝，林峰用手帮雄霸天理了理衣领，把你信息隐藏哈，这世界太危险，几百个复活都不够你用的。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交流，林峰就能看出来，雄霸天这人并不坏，只是有点爱装。你觉得我不够强势吗？雄霸天对着林峰的背影喊道，待会试炼我会证明给你看的，我这个大哥你认定了？林峰摆了摆手，他懒得跟人纠缠，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静静等待试炼的开启。大概过2小时左右，所有试炼资格者全部登记完毕。第一轮试炼正式开启，力量、精神、敏捷、体质4项基础属性对应的职业将分别进行测试。林峰被分到了力量职业这一边，他伸出头观察着前面的情况。第一轮测试并不难，好像只要打出3吨的撞击力就能通过，一般情况下80点力量足矣。只要一个职业者到达10级，有一套10级的精品装备应该就差不多了。这是林峰的理解，有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毕竟他对于属性这方面早就不需要精打细算了。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他这种数值怪，在危险重重的副本中，他们的自由属性点不止要加在力量上，还要分出至少一半加到体质上。第一个测试结果出来了，工作人员开口宣布：司马峰打出 2.3 吨的撞击力，判定为不合格；王强打出 2.2 吨的撞击力，判定为不合格；刘北打出 2.5 吨的撞击力，判定为不合格；杨洋打出 1.9 吨的撞击力，判定为不合格；郭红打出 2.2 吨的撞击力，判定为不合格。林峰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人不合格，明明已经有了进入上京学院的资格，却倒在了第一轮测试中。这些人明显是不了解信息的中层家庭，没有丝毫准备，就是来凑人数的。而那些早有准备的人，从1级开始就已经在规划自己的属性点了。威海打出 3.1 吨的撞击力，判定为合格；邹少打出 3.3 吨的撞击力，判定为合格；雄霸天打出 15.1 吨的撞击力，登顶本次试炼的记录。人群中传来阵阵惊呼：我靠，我打个3吨都要精打细算加点，人家直接15吨，我真想一口老血喷他脸上。人和人的差距真的这么大吗？兄弟，人和人的差距有时候真的比人和狗都还大。瞧他那得意劲，有什么可骄傲的？那是我还没上，我一上准破他记录。雄霸天无视众人的议论，径直走到林峰面前，他挺胸抬头，骄傲的像一只孔雀。怎么样，林峰，这声大哥，你叫还是不叫？林峰依旧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才15吨而已，我一根指头都能做到。
哈哈哈哈！熊霸天拍着林峰的肩膀大笑：“好，我看看你能打出多少吨，如果比我多的话，我就认你做大哥。”林峰嫌弃地弹开他的手：“还是免了吧，上一个小弟天天想取我狗命。”第110章，你能在太空活多久？熊霸天神色一变，满脸怒气：“就李启明那孙子是吧？我见他都得给他头给拧下来。你放心，我熊霸天和那孙子还是有区别的，我说到做到，绝不食言。”林峰翻了个白眼，撇过头去懒得看他。这人名气一大，各种牛鬼蛇神都会找上门了，而且在上京试炼结束以后，蜂拥而至的将会更多。无论是想结交他的、巴结他的，还是嫉妒他的、挑衅他的。下一个，林峰。听到工作人员天籁般的声音，林峰跑得飞快。要说是那种单纯来找麻烦的，他还不怕，最多几巴掌就打发走了。像熊霸天这种一根筋想跟自己拜把子的，才是真难对付。林峰兄弟，我熊霸天说话算话啊，希望你也信守承诺。林峰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承诺他了，真是麻烦。20级，工作人员看到林峰的等级也是明显一愣，有问题。林峰现在很不耐烦，只想快点结束。上一个质疑我等级的已经在地上躺着了，你也想试试？别误会，见林峰是个不好惹的主，工作人员连忙陪笑，只是有点惊讶。同学赶紧测试吧。见他识趣，林峰也不刁难，几步走上测试台，面前是一个沙袋一样的东西，看起来非常简陋，可就是这不起眼的小玩意，据说能承受至少500吨的力量。林峰其实也不想表现得太过，不过为了登神长阶，还是得努力。其实他也没必要藏头藏尾，这次他决定用全力。开始吧。一旁的工作人员催促着。林峰点头，摆了摆手臂，随后马步扎稳，腰马合一，尽力使于臂，凝于拳，最后一拳击出如猛虎咆哮，夹杂着巨大的音爆声，轰然炸裂。嘣嘣轰隆，只听几声惊雷般的炸响，前方沙袋状的小玩意瞬间就变成了碎末。这还没完，拳劲还未发泄完毕，怎能善罢甘休？巨响再次传来，只见林峰前方的墙壁轰然倒塌，一股狂风呼啸，席卷整个测试大厅。所有人都被这股狂风卷起，卷得上下纷飞，乱作一团。林峰见到眼前这一幕，头疼的直扶额，没收住力，有点太过了。随后他再次一拳打出，一股新的狂风升起，和之前的那一股撞在一起，竟奇迹般的互相湮灭。测试大厅中的人这才幸免于难。林峰满脸无奈，从瘫倒的人群中找出工作人员，尴尬地问道：“这种情况话，刚刚的成绩做不作数？”工作人员从恍惚中清醒，看林峰的眼神跟看到鬼一样。什么算不算？测试装备都被你打烂了，还要问我算不算？你问鬼去吧。不过这些他也只敢在心里吐槽，表面还是要客客气气。这个我要先请示一下上面，毕竟你的情况有些特殊。哦，那快去吧，耽误大家测试就不好了。众人闻言，心中直骂娘。我靠，你搞出来的幺蛾子，现在怎么一副道貌岸然、顾全大局的模样，简直是无耻至极。可惜他们都是敢怒不敢言，只有熊霸天满脸兴奋，一路小跑来到林峰跟前。兄弟，刚刚动静真是你搞出来的？嚯，太牛了，你到底多少力量啊？林峰面对他的白痴问题一点都不想回答，没几个人跟他一样傻，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的属性。就是他，工作人员的声音传来，底气似乎足了一些。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肌肉壮汉，国字脸，板寸头，整个人精气神十足。这是你做的？国字脸壮汉满脸狐疑，似不相信眼前的一切是一个小屁孩做出来的。林峰无奈摊手，不好意思，多少系统币我会赔偿。他现在想赚钱就跟喝水一样简单，认罪态度好点，赔点钱就过去了。他就怕这些人上纲上线，取消自己的试炼资格。不用赔，壮汉咧嘴笑了，只要你能打出500吨的撞击力，我就算你通过，并且将你的成绩永久记录在力量测试的排行榜上。林峰左右环视，没有发现他们带有新的测试工具，那测试工具都没有，怎么测？壮汉叉腰上前一步，很简单，我来做这个测试工具，不管你是用技能也好，用特殊道具也罢，只要让我感觉到500吨的撞击力，我就算你通过，否则你将失去试炼资格。林峰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不确定他这身板受不受得了自己全力一击。就在这。壮汉点头，就在这。名称杨国立，等级50级，职业钢铁壁垒。看职业应该很能抗，不过林峰还是觉得不保险，于是劝道：不行，我哈哈。杨国立直接打断：你心虚了吗？果然是作弊。不是，我是怕你被我打死。林峰表情真挚，看得杨国立都觉得是那么一回事。
但想到林峰才20级，杨国立又大笑起来，哈哈哈！小鬼，你很有表演天赋。我是说真的，你有复活道具吗？等会打死你，还真不好处理。林峰语气依旧真挚，根本没有丝毫戏谑之意。杨国立笑不出来了，他看到了那双眼睛里的诚挚，不似说谎。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上一道保险，去把慕容老师叫过来。很快，那个所谓的慕容老师便来了，并不情不愿地给杨国立上了一个复活技能。现在可以了吧，小子？可以。林峰点头，开始认真起来。既然这人有受虐倾向，那自己也不会跟他客气。准备好了？杨国立拍着胸脯，自信无比。来吧，让我看看你这江海市第一，敢和黄金守护者扳手腕的少年英才到底有多大本事。果然又是冲着自己来的，真是没完没了。看来真得用出全力震慑一下了。林峰握紧拳头，气场全开，顿时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所有人都在这一瞬间呼吸猛地一滞。你能在太空里面活多久？什么？杨国立还未充分思考这个问题，肚子上就突然传来一股剧痛，紧接着直接失去了意识。第111章潜力股。咻！杨国立整个人如火箭升空，一去不复返。整个大厅的人皆是躺倒在地，目瞪口呆，死死盯着天花板的人形大洞。所以他在外太空能存活多久？林峰眨巴着眼睛，对着躺地上的慕容老师问道。反正以他自己现在的属性，有无限体力的加持下，在太空中活个10天半个月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杨国立的体质属性怎么样了。一个50级的防御职业者，想来体质不会太低。慕容老师听到林峰的话，半天才反应过来，他连忙起身，把旁边的工作人员一同拉了起来。快通知宇航部，对杨国立老师展开救援。结束这段小插曲后，上京试炼终于正式开启。试炼一共分为3部分：单兵作战、辅助作战和团队对抗。其实也只能说是2部分，因为单兵作战和辅助作战是不同职业的分类试炼。就像是辅助、治疗类职业，总不能让他们进行单兵作战吧？学院会根据2个部分获得的积分来进行最终排名。除辅助类、治疗类职业外，所有战斗职业都要进行单兵作战。请所有通过测试的学员来4项副本广场排队进行作战试炼。林峰跟随着广播的指示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广场。广场中央大屏幕正播放着试炼中的影像，密密麻麻，一共50个画面。50人是4项副本房能承受的极限，里面的怪物能无限刷新，但击杀不会获得经验，同时职业者也不会在里面死亡。力量、敏捷、精神和体质4大类职业所刷新的怪物各不相同。林峰被其中一个敏捷职业实时战斗影像吸引了注意，当然并不是因为他强，而是他实在太弱了。名称：许多多，等级10级，职业弓箭手。在众多变态的隐藏职业中，这个平凡的弓箭手看起来真是太难能可贵了。这家伙真的很弱，在钢铁巨人手中狼狈逃窜，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又是个强者。以普通职业进入上京试炼，这得有多大的决心和毅力？不只是林峰，更多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小小的弓箭手。我没看错吧？那是个普通职业，参加上京试炼的居然还有普通职业，有点励志啊，哥们。他是认真的吗？一个弓箭手，他不会用道具把真实职业隐藏了吧？上京试炼要求真实职业，任何人查出弄虚作假，不只会取消资格，还会吃10年牢饭，没必要冒这么大险扮猪吃虎吧？如果是真的，那他可能就止步于此了。不，我觉得他能通过。熊霸天也注意到了这个小弓箭手，他的眼中满是赞赏之色。我觉得不能，我也觉得不能。巧了，英雄所见略同，我也得他能通过。不如这样，开个盘吧，买定离手。好啊，来，直接竞猜网开，房间号0048，兄弟们冲！无论是哪个世界都不缺赌狗，不过对这场赌局，林峰同样很感兴趣。点开竞猜网，输入房间号。此时的赔率已经来到了1比5000，看来不只是现场的人在看这场试炼，肯定有人违规开启了直播，不然赔率不会这么高。林峰随手压了5万，赌弓箭手能赢。大哥，你肯定压弓箭手赢对不对？熊霸天很是自来熟，上来就把手搭在林峰的肩膀上。林峰挥手将他拍开，面带不悦：谁是你大哥？你别乱认亲戚。哎，愿赌服输，我熊霸天可不是李启明那种小人。小人？熊霸天这话声音极大，躲在角落的李启明不由将脖子又缩了缩，极力掩藏自己的身形，确定没人发现自己，他才敢偷偷摸摸地看向林峰，那眼神跟淬了毒一样，恨不得将林峰生吞活剥。不过对于实力低微的恨意，林峰根本感觉不到，他依旧在和熊霸天这不要脸的货在拉扯。你走开啊，别逼我扇你。大哥！熊霸天紧握林峰双手，
表情真挚，一日是大哥，终生是大哥，即便你不认，我依旧是你小弟。以后大哥去哪我就去啊，大哥叫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林峰快被他烦死了，连忙大叫：快看，弓箭手要输了！啊，不可能，我的感觉不会错。趁着熊霸天愣神，林峰果断跑路，一溜烟钻到了人群中。林峰敢说这是他第一次在非战斗状态下这么狼狈。慌乱间，他忽然感觉头顶撞到了一处柔软，抬眼望去，尹天雪正一脸羞愤地看着自己。林峰哥哥，你在干什么呀？哈哈！林峰尴尬地挠了挠头，雪儿啊，你爸爸呢？林峰哥，你瞎说什么呢？非试炼人员进不了4项副本广场。尹天雪奇怪地看着他，心想他不会是等不及想直接报复他爸了吧？林峰哥，我爸毕竟是白银守护者，你还是……放心，放心，我不会跟那老逼灯一般见识的。林峰打着哈哈，视线重新回到了屏幕上。此时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敏捷系单兵作战的要求是至少击杀10只钢铁巨人。此时的许多多击杀了9个，只差最后一个就算成功通关。但他的状态不容乐观，那喘着粗气，一副要死的样子，明显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而他要面对的是最后一个满状态的钢铁巨人。林峰哥，你觉得他能赢吗？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许多多身上，尹天雪也不例外。没问题，虽然许多多看着快累死了，但林峰就是觉得他能赢。如果非要说为什么，大概是他身上有一丝自己的影子，那股不服输的倔劲。果然，话刚说完，只见许多多奋力闪躲，同时用那双早已血肉模糊的手指搭弓射箭，双连射。这一下直接夺去了钢铁巨人的眼睛，许多多再次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在钢铁巨人发狂的过程中，他缓慢地爬到角落，恢复体力和技能。等体力恢复足够，最后一发爆射，直接宣布他晋级团队作战。靠！老子系统 B， 这该死的蟑螂，气急败坏了不是？我就看好他，这下赚翻了。他怎么能赢？他这种垃圾凭什么能赢？我输的所有系统 B 都要这狗日的还回来！一个赌狗气急败坏，准备线下真实许多多。比起赌狗的气急败坏，林峰嘴都要笑歪了，直接转麻。2亿多的系统币直接到账，爽歪歪。第112章小露一手。随着许多多的胜利，第一波单人试炼结束，该轮到林峰上场了。在林峰进入4项副本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他的身上。看，是林峰，20级的林峰，本次上京试炼的最强黑马，太有实力了。林峰，我爱你，我爱你。他是力量职业吧？今天怕是要破纪录了。破纪录？哈哈。此时，一老者突然大笑道：“他还早呢，最高纪录的保持者可是星域守护者，一共是1560波，而林峰的父亲林国忠也才以1230波的成绩排名第9。想来他最多也不过是达到他父亲排名，毕竟等级可不代表着绝对实力，职业的好坏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有人还在疑惑这老头为什么那么清楚试炼的排名，眼尖的人立马就将他认了出来。是院长？哪个院长？你猪啊！还有哪个院长？上京学院院长齐长胜啊！我靠，院长都来了，林峰这小子面子真大啊！齐长胜确实是来看林峰的，他也想看看这个不惧黄金守护者的后起之秀是否真的如传言那般厉害。可看到林峰职业的那一刻，他还是略显失望。勇者确实是隐藏职业，只不过比起那些恐怖的神级甚至神级以上的职业还是差了一点。这里的一点大概是太阳系距离银河系边缘的那一点。杨老师，你觉得林峰能坚持到多少波？齐长胜对着旁边的杨国立问道。作为刚刚体验了一把太空旅行的人，他很有发言权。想到刚刚那一拳，杨国立顿时打了寒战。应该不会比他父亲低吧？我看未必比林国忠强。齐长胜对职业的看法根深蒂固，毕竟这么多年，他从未看到过垃圾职业能当上黄金守护者，更别提星域守护者了。没有神级或者神级以上的职业，甚至连门槛都够不到。老头，你可不要乱说。听到齐长胜如此瞧不起自己刚认的大哥，熊霸天坐不住了。我告诉你，我大哥一定能刷新纪录。你这臭小子！齐长胜上前就给了他一个脆皮。你什么时候认的大哥？你爹知道吗？看两人言谈举止，应该不是第一天认识。哼！熊霸天还不服气，刚认的，我第一眼见他就觉得他非池中物。老头，我们来打个赌。齐长胜瞥了他一眼，不耐烦道：不赌。还有，我跟你说多少次了，把你的属性权限关了。不，除非你和我赌，不然我一直这样开着。每个人都有权知晓我强大的职业属性。行，赌。齐长胜拗不过他，没办法，谁让他父亲再三请求，要自己照顾好这个傻小子。我赢了，你就把属性权限关了，别整天瞎炫耀。你输了呢？我不可能输。齐长胜对自己的眼光自信无比。
熊霸天，万一呢？赌博没彩头，你不是耍赖吗？你输了的话，就给我一次挑战登神掌阶的机会。齐长胜白了他一眼，你这臭小子，乱动小心思，登神掌阶只有试炼前10才有资格挑战，想要就自己争取，我可没法给你开后门，死了这条心吧。那给一件符合我等级的传说装备总可以了吧？可以。好。熊霸天心中暗喜，这老家伙总觉得自己蠢，殊不知自己的眼光绝对比他强。在林峰挥出那一拳的时候，他就敢断定其力量属性至少800以上。要说当了几10年院长的齐长胜看不出来吗？不，他看得出来，只是这些老家伙被自身经验束缚，对眼前的一切真相视而不见罢了。老头，我赢定了，给我准备好传说装备，我要亲自挑选。你这臭小子，还想选？齐长胜伸出手又要赏他一笔兜，哪知这家伙早有警觉，脚底抹油，直接溜走了。看来是没少挨打。对于他们的赌注，林峰并不知晓，他只知道力量型职业试炼的怪物属性实在是太弱了。名称：嗜血巨狼，等级10级，力量40，精神5，敏捷20，体质30，幸运0，天赋群狼，技能撕咬。群狼10米范围内有同伴的情况下，伤害正10%，攻速正10%，移速正10%，不可叠加。太弱了，太弱了！刚通关完世界寂灭副本的他，突然感觉自己现在回到了新手村。简单活动下筋骨吧。林峰伸了个懒腰，任凭嗜血巨狼攻击。笑死！把他牙咬断了，都伤不到自己一分一毫。拿出五彩魔力宝剑，随手一剑，巨狼瞬间变为2截。第一波怪物一共5只，林峰轻轻松松送他们回老家。第二波怪物翻倍增加，来到了10只，但并没有什么卵用。就这样，一直到了第11波，怪物的属性才发生改变。虽然还是相同的品种，但各项基础属性几乎增加了10%。不过对于林峰而言，依旧是砍瓜切菜。后面每一波的怪物数量都增加5只，超过10波就在原有的基础属性上增加10%。也就是说，在101波的时候，巨狼的力量属性才到80。太慢了，太慢了！如果要一件一件的砍，那要砍到猴年马月去。林峰是个急性子，他实在等不了这么久。算了，还是用技能吧。恶魔赦令这个技能可以暴露，作为一个伤害不高的群攻技能，也就在怪物数量多且属性不高的情况下有奇效，和强者作战几乎用不到。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开开眼吧。恶魔赦令，一道蓝光闪耀，覆盖了林峰周身10米范围，凡是敢扑上来的巨狼皆被蓝光瞬间秒杀。恶魔之种效果发动，死去的巨狼刹那间再次复活，向着曾经的同伴发起攻击。巨狼的属性会增长，恶魔之种的寄生也是根据怪物当前属性复活，属于是双向奔赴了。简简单单刷新个记录，简直是手拿把掐。那是什么技能？还能复活怪物？复活的怪物好像比副本原有的怪物强，难道是传说级技能？死！传说技能，没见过世面的样，才一个传说技能就这样，史诗级、神级技能，你们不得直接吓死？说的不错，才传说技能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齐长胜摇头叹息，这批学员的质量属实有些差，一个小小的传说技能就让他们这般震惊。第113章，强势刷新记录。恶魔赦令在面对群体怪物的时候确实好用，现在已经来到了第500波，林峰依旧游刃有余，恶魔之种简直狂得不行，出来就是一波屠杀。老头，500波了哦！熊霸天对林峰的信心是源于他所见所闻，都已经500波了，还不见林峰喘一口气，他就知道稳了。哼，才500，急什么？齐长胜依旧不屑，天才他见得多了，能坚持500波的也不少。而且他所认定的是，林峰只不过是运气好，全靠那一个技能，等后面怪物属性再翻几番，肯定后继无力。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别人都已经退出副本的情况下，林峰还在里面大杀四方，完全就没有丝毫颓势，简直是一路高歌。1000波喽，老头！这一下齐长胜动摇了，即便再瞎，再自以为是，也该看出来了，林峰还有余力。这家伙甚至没有使用药剂。要知道其他人在试炼之前可是准备了无数药剂，什么力量药剂、体力药剂、魔力药剂，恨不得一股脑的往嘴里灌。可林峰什么都没有，就这样从头杀到尾。该死，他体力是无限的吗？为什么一口气都不喘啊？心细的人已经看出来了，1000波的怪物，每波已经来到了5000加的数量，即便大部分是恶魔这种杀的，林峰终归是要出手打第一波的。可直到现在，林峰还跟没事人一样，气都不带喘的，好似闲庭信步，要换做一般职业者早就累死了。我靠！我也发现了，他从开始到现在一瓶药剂都没用，林峰根本就没有那玩意，当然不会用。
你们说的这些根本不是事，难道你没发现怪都破不了他的防御吗？现在可是第1000波，怪物的力量起码有400啊！你们说的这算什么？都1000波了，他还是一件一个小怪，我的天，他攻击力到底多高啊？听到这几人的议论，全场皆是一悸。一个20级的职业者，到底是什么样属性才能面对400力量的怪物完全不破防？300体质，次次一剑秒杀。我知道为什么。所有人转头寻找发声的人是雄霸天，面对众人期待的目光，他说出了一个可怕的答案。他的力量和体质起码有1000以上。如果之前那一拳只是猜测，那现在雄霸天是完完全全认定了这个结果。林峰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数值怪。死！此言一出，全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恐怖如斯！20级，他是20级，难道他每升1级就有100的自由属性点吗？天哪！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尼玛！等他100级了不得，徒手锤爆星球啊！锤爆星球？他200级，怕是要一口气吹灭恒星？不可能，闻所未闻，他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技能，比如100%加伤，100%减伤。兄弟，你说的这个更夸张了，这个世界就交给这些变态来守护吧，我当之躯也挺好的。众人议论纷纷，林峰则不断数着波数，他要超越第1名，刷新纪录。这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要得到一个东西，一个令所有职业者都趋之若鹜的东西，一个最初之人留下来的宝物，前往永恒之塔的钥匙。这个永恒之石具有唯一性，他现在还在上一个记录者的手里，一个不知姓名的星域守护者手里。不过他马上就会出现在林峰手中，并且永久留在林峰这里，因为他要挑战3000波到4000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终记录。他还在杀，他还在杀，1400波了，他疯了，这个世界疯了，破纪录了，要破纪录了，1540波了，他还在杀，他还没有喘一口气。众人激动无比，热血沸腾，仿佛现在在副本厮杀的是他们自己。离破纪录的波数越来越近，在场的众人开始齐声呐喊：1551、1552！天哪，我受不了了！承受能力差的已晕倒在地。不过在这关键时刻，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管他，大家的眼睛都死死盯着屏幕，生怕错过一丁点细节。1553、1554，他完全没有一点疲态，他还能继续前进，他能超越纪录。1555、1556、1557。在这一刻，就连齐长胜都被众人带起了情绪，跟着他们一起数波数。1558、1559，最后一波，新的一轮刷新，怪物的数量来到了7700加，力量来到了600加，体质来到了400加。这种数量和属性的怪物，即便是在场所有职业者一起上，也只能被吃的渣都不剩。但林峰依旧游刃有余，在他手下，就好像现在的怪物和第一波没有任何区别，依旧是秒杀，秒杀，秒杀。1560、1561，破纪录了，但没有人欢呼，因为林峰还在不断刷新。1600、1700、1800、2000、2500，数到这，终于有人开始绷不住了，这简直是颠覆了所有人的世界观。天哪，太恐怖了！他是什么？为什么不知疲倦？他作弊了，他肯定作弊了，这不可能！他是不是隐藏职业了？他真实职业是12至尊吧？12至尊职业转生，来我们这炸鱼丸呢？即便是见多识广的齐长胜也一样绷不住，他的老脸表情变化极快，从质疑到迷茫，再变为欣喜后又转为深深的疑惑。他现在也怀疑是不是12至尊遭小人背叛，重生归来，回到上京学院炸鱼，自己是不是要全力支持他的复仇计划？这都什么跟什么啊！荒谬！齐长胜被自己可笑的想法激怒了，太荒谬了，太荒谬了！齐长胜这一声莫名其妙的怒吼，搞得众人也一惊一乍的，心想这老头莫不是失心疯了？老头，一件传说装备，不至于吧？哈哈哈！雄霸天是在场人之中最开心的一个，白得一件传说装备不说，还认了一个牛逼哄哄的大哥，赚翻！第114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还在刷新记录，整个人类史都不可能有超越他的存在。2700、2800、3000，快看，他终于开状态了！到了3000波，怪物数量足足有15000只，力量来到了1200加，体质来到了900加。林峰感觉到了一点压力，于是开了个小状态，圣剑解放，为的就是能更快的击杀怪物，他可不想在这里耗一天。剑气划过，怪物们成片成片的倒下，因为世界树之心和吞噬之石的缘故，林峰永远保持着全胜状态，每一次的伤害绝对是最大化。他的武器，你们看他的武器，我靠！刚刚没注意，
那4颗宝石是什么？他这把武器不会是神器吧？那剑气好凶猛啊！周围人声鼎沸，讨论络绎不绝。齐长胜在这一刻却什么都听不见，眼前的一幕过于夸张，让他产生了强烈的不真实感，甚至让他感觉到了一丝恐惧，对未知的恐惧。林峰哥哥，尹天雪满脸担忧，才几天不见，林峰就成长到了如今的地步，并且丝毫不加掩饰，他担心会有人对他不利。聪慧的他早早就明白了，人类最可怕的敌人永远是人类本身。此时的林峰也觉得自己有些过了，但他不能停下。有人传言，永恒之塔藏着最初之人秘密，也有人传言，通关永恒之塔的最后一层能够实现任何愿望。不管是什么，他此生只有这一次机会，这份未知的奖励都要把握在自己手里，即便暴露了力量也在所不惜。不管了，绝对不能有人超越我，暴露就暴露了，就让人类好好看看他们的救世主诞生了。瞻前顾后永远成不了事，没有人能走一步看100步，不管后果如何，他今天都要把永恒之池拿到手，并且永远握在自己手里。重力领域，强大的重力压制覆盖整个地图，远处的怪物还没冲到林峰面前，就已经耗费了大量体力。4900，他那是什么？是领域吗？他为什么会有领域？为什么？黄金守护者，他是黄金守护者，他不可能才20级。想多了，4项副本最高进入等级为30级，如果他是改变信息的黄金守护者，根本不可能进入副本。领域，齐长胜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荒谬的事，一个20级的职业者居然有领域。老头，雄霸天也面带迷茫。林峰同样颠覆了他的认知，不是说觉醒领域除了前往灯神掌街外，必须要到120级才能有机会吗？你是不是给他开后门，让他提前踏入了神的领域？胡说八道！齐长胜气急，也不知道是气林峰太过变态，还是气雄霸天口无遮拦。灯神掌街每一次开启，至少要有一位至尊授权，我拿什么给他开后门？难道我是至尊不成？也是啊，您说的对。雄霸天打了个哈哈，自觉远离了一些。这老头世界观要崩溃了，能不招惹就先不招惹吧。4900层了，他到底要干嘛？求求你别刷了，我怕。他是想毁了4项副本吗？看，他又开状态了。他刚刚还没用全力，我的天哪！女神祝福，晶体皮肤，最后的冲刺了。林峰状态全开，副本怪物的力量属性来到了1900加，不过他们空有属性，却没有强大的技能支撑，这点程度还远远不到林峰的极限。5000，第5000波了。你们看，副本已经不刷新怪物了，这是副本的极限，但不是林峰的极限。恭喜勇者林峰完美通关4项副本，恭喜勇者林峰刷新4项副本排行榜，荣登榜首。恭喜勇者林峰获得奖励永恒之池。原来还有极限刷新术吗？那现在这把钥匙将永远掌握在我的手里。退出副本，林峰都不用想就知道外面有多吵闹。哎，他也想低调一点，可实力不允许啊。这个人类救世主就勉强当一下吧。一阵白光闪过，林峰回到了4项大厅，想象中的欢呼声并没有出现，整个大厅呈现一种诡异的状态，所有人都陷入了静止。不只是所有人，是所有事物，是这个世界陷入了静止。时间暂停，到底是何等伟力，能让时间都陷入停滞？你好，林峰，恭喜你成功登顶，从我手中抢过永恒之池。循声望去，大厅门口，一略显阴郁的青年正倚靠在门框边。名称、等级、职业，你是星域守护者？林峰试探性地问道。你想干什么？我想帮你。少年像幽灵一般穿过人群，来到林峰面前。林峰后退几步，和他保持着距离。帮我？我有什么需要你帮的？少年打了一个响指，屏幕上排行榜的数学不断变化，最终林峰的刷怪波次停留在了1000。见到这一幕，比看到时间停止还要让人震惊，因为这代表着眼前这人掌握了职业系统的其他权限。似看出林峰的疑惑，少年解释道：一个无关紧要的权限罢了，用到这里刚好合适。倒是你让我很惊讶，所以我想要你活着，未来的某一天或许我们有合作的可能。让我活着？林峰还是不明白他的脑回路，又是帮自己，又是要自己活着，难不成自己马上要死了不成？没错，你马上就要死了，如果我不出手的话，最多明天你将曝尸无尽宇宙。可笑！林峰自然不信他的胡言乱语，一点具体信息都不给。就在这当谜语人，你从头到尾一直装神弄鬼，能不能说明白？有权限的存在，不能说他们会发现。你只要记住一件事，人类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深渊。少年手指轻响，所有人从静止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而他本人则逐渐透明，直至消失不见。等等，你是至尊？林峰还想追问，
却突然发现自己连他的样子都不记得了。紧接着，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他的记忆被动了手脚。怎么回事？第115章，组队。哈哈哈！臭小子！齐长胜一把揪住熊霸天的耳朵，赶紧把你的属性隐藏了，并且以后不准再暴露出来，听到没？熊霸天还处于懵逼状态，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排行榜上的数字，忽然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是这样吗？怎么回事？林峰的记忆在逐渐消失，现在他唯一记得那一句话：人类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深渊。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深渊的话，又是什么？林峰哥哥，1000波，太厉害了！尹天雪跑过来，亲昵地挽住林峰的胳膊。这次试炼你肯定是第1名。1000波？我才过了1000波。林峰陷入了迷茫，以他1600加的力量，怎么可能才过1000波？1000波的怪物才400力量，300体质，对于他而言简直是砍瓜切菜。是我自己放弃的吗？为了不暴露实力？不对，我的目标是永恒之池，就算隐藏实力，也要刷新记录再退出。林峰哥哥，你怎么不说话？是不高兴吗？尹天雪大大的眼睛里满是疑惑。林峰摸了摸他的脑袋，敷衍道：我觉得自己发挥失常，不然怎么也要刷新下记录。就会吹牛。尹天雪撒开手，对着林峰比了个鬼脸。该轮到我了，我一定超过你。林峰，你不也在吹牛？尹天雪，跟你学的，嘻嘻。看着尹天雪远去的背影，林峰再次陷入了沉思。他的记忆一定出问题了，并且周围人的记忆也出了问题。喂，刚刚的视频你们录制了吗？本届试炼的黑马。没有，可我明明记得我开录制了。对啊，我也记得开了，怎么什么都没有了？在场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录像，结果真的没有。林峰现在都还记得有人偷偷开了直播，可现在却连一个录像的人都没有，这太奇怪了。该死，最关键的道具没有拿到手。林峰气愤地将蓝古丽萨扔进背包，却在不经意间看到背包中多出来了一件东西，一件钥匙模样的东西，名称永恒之池。简介：进入永恒之塔的关键道具。是什么时候？有人篡改了我的记忆。林峰确信了，有人篡改了他的记忆，并且将自己的排名也篡改了，不然永恒之池不会落在自己手中。权限，职业系统的权限。其实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忽略这个东西。除战斗权限外，其他权限能做到什么地步？能剥夺职业者的战斗权限吗？能让人直接升到9999级吗？还是说能随意创造神级技能、神级职业，亦或者轻松抹杀一个世界？人类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深渊。细思极恐，如果人类最终敌人不是深渊，那是谁？12至尊、初始之人，亦或者职业系统？算了，林峰轻叹一声，没有情报的推测就是胡思乱想，没有一点意义。现在唯一的好消息是，永恒之池在他手中，那个篡改他记忆的人也并没威胁他的生命。实力是接近真相的钥匙，现在的自己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变强，不断的变强，直至超越一切，掌握一切。第3轮试炼人员入场，林峰选了个偏僻的角落，静静观看。尹天雪和熊霸天都在第3轮入场，以他们的实力，坚持到300-500波应该没什么问题。每坚持1波，最终积分就会加1分。对于他们而言，起码登神长阶的名额没什么难度。除了他们2个，林峰还注意到了一个人，他的职业很奇怪，攻击手段更是奇怪。爷，你们看那家伙，古石，什么职业？是战斗职业吗？看名字我还以为是辅助职业，不过看起来好强。何止是好强，你没看见盘旋在他身边的那只白色天牛虫吗？太牛逼，居然能配合他一起对敌。看着那只不断纷飞的白色蛊虫，林峰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又说不上来哪里见过。方云是谁？哦，觉醒职业那天，林峰想起来了，原来是同校同学，难怪有种熟悉的感觉。只是这人有够低调的，平常都看不见，没想到今天显露的实力居然这么强悍。不过和熊霸天差不多，止步于500多波。直到单人试炼结束，林峰的成绩都遥遥领先。接下来就是组队环节，团队作战的队友随机分配，完全是看运气。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大屏幕，希望能给自己匹配几个强力的队友。给我匹配林峰吧，求求你了。求谁呢？什么？职业系统就是神，求人不如求己，自身实力才是硬道理。我不用林峰，给我匹配熊霸天也行。那些单人试炼次数低的人更是直接跪地祈求，他们的积分排名本来就低，要是再组一些弱的队友，登神长阶就彻底和他们失之交臂。很快，匹配结果就出来了，人群中爆发一声欢呼，然后就见那人向着林峰这边挤了过来。林峰大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幸好是你。
来人正是之前那个倔强的弓箭手许多多，他现在是热泪盈眶，满脸感激之色。本来他都已经绝望了，单人试炼10波已是他的极限，随便一个人都能超越他的成绩。如果团队对抗的积分不够的话，他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不用感谢我，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林峰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了自己，如果没有那50倍的隐藏属性，自己现在还真不见得比他强。嘻嘻，林峰哥哥，我也和你一组。尹天雪从旁边窜出，上来就挽着林峰的胳膊，跟考拉成精似的。还有我，大哥。熊霸天也从人群中走出。林峰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你是不是走后门了？哪有这要求？我没有，我真没有，我不认识院长的。得，越抹越黑。要商量战术什么吗？一个怯怯的声音响起，看来是他们的最后一个队员，是一个辅助职业。有我大哥在，还要什么战术？直接第1名拿下。第116章针对。全体休息3小时后，团队对抗正式开启。所有人进入团队对抗副本。副本区域是一座小岛，几乎走几步就能碰上其他人，这就导致团队对抗作战将会是一场大混战。副本内死亡会被直接传送回大厅并复活，毕竟这不是真正的战场，安全这一块还是要有所保障。到了，刚进来不远处就有一队人马在不远处。熊霸天摩拳擦掌，这些小杂鱼就交给我吧，大哥大嫂，你们先休息一下。瞎说什么呢？尹天雪脸上嗔怒，心中却是乐开了花。女人就是这样心口不一的生物。不过林峰没有接茬，有时候当一下钢铁直男能免去很多麻烦，特别是现在这种明显不是玩乐的场合。熊霸天的属性在林峰面前一点都不够看，但对付这些小杂鱼还是手到擒来。对手太弱，林峰甚至都提不起兴趣，有人替他打前阵，他自然是乐得清闲。我们不用去帮他吗？一旁的辅助怯生生地说道。许多多，不用，他能解决，他可是星域守护者的儿子。林峰来了兴趣，问道：你也认识他？许多多点头，熊霸天是天成第1中学的风云人物，我即便和他不是一个城区的人，也略有耳闻。那有人传出过他父亲的信息吗？林峰试探性地问道。没有，星域守护者的信息严格保密，我们这种层次的人无权知晓。果然如此，林峰现在很想知道星域守护者的信息，这关乎到自己究竟要强到何种地步才能真正跟星际联盟叫板。许多多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林大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或许可以直接问熊霸天。对啊，这家伙脑子不好使，他自己的属性都随便暴露，说不定他爹也是这副德行，直接问还真有机会。喂，熊霸天见对手被收拾的差不多了，林峰开始自己的诱供计划。熊霸天见是林峰喊自己，立马屁颠的跑了过来。大哥，我干得不错吧？林峰露出和蔼的笑容，夸赞道：不愧是星域守护者的子嗣，确实有2把刷子，就是不知道你多久能超越自己的父亲了。熊霸天被夸得心花怒放，还差得远呢，我现在才15级，不过也是迟早的事。这么有自信，你觉得自己最少需要多久才能超越他？林峰问出这句话，其他几人也立马竖起耳朵，很是期待。毕竟秘密这东西，没人不喜欢打听。不知道啊，熊霸天挠了挠头，他们父子俩从小也是聚少离多，职业信息和等级也没有公开过。那老家伙从来都不给我看属性。是吗？连自家人都不知道，这其中到底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大哥，前面又有一队人，这次也不用你上了，我轻松解决。比起这些复杂的问题，熊霸天更喜欢用拳头解决事情。他一马当先，冲入敌阵，没过一会，他的惨叫就响了起来。林峰从沉思中恢复过来，看向了前方战场，不可一世的熊霸天现在正被打得抱头鼠窜。看来这一队人马是硬茬，仅凭熊霸天还难以取胜。雪儿，去帮帮他，顺便让我看看你成长了多少。尹天雪调皮地朝着林峰吐舌头，看好喽，待会吓你一大跳。说罢，他拿出法杖径直向前，走到离战场中心100米距离，又停下了脚步。只见他高举法杖，一股黑暗波动瞬间席卷全场。邪念洪流，邪念洪流，传说向周围100米范围释放邪念，强制造成一点伤害，同时附加一个负面状态，可在10秒内释放3次，冷却时间10分钟。我靠，我技能用不了了，我身上怎么突然多出这么多 debuff？ 这还打个毛啊！尹天雪仅仅一个技能就让他们方寸大乱，熊霸天的压力顿时小了一半。可这仅仅只是开始。邪念洪流，邪念洪流，这个技能居然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了3次，配合他的天赋技能，直接给对面上了好几个 debuff。 我靠，犯规啊！他犯规，这什么鬼职业？这是在作弊！完毛，直接投！一旁的小辅助见熊霸天受伤，连忙施展技能，并给他上了几个不知名的状态。这时林峰才注意到，
这个存在感极低的小辅助竟然也是隐藏职业。名称：盼息，等级11级，职业：圣辉天使。雄霸天属性本来就比他们高，再经过一轮加强，简直是大人打小孩，嘎嘎乱杀。解决完这队人马，山头上又冒出不少，看样子他们对林峰这队人虎视眈眈。哦，不怕我吗？还敢主动找上门来？林峰见到这场景，突然觉得这场试炼变得有意思起来了。大哥，不对劲啊！雄霸天是莽夫，但不是傻子，看到山头上冒出越来越多的人，他心中顿时生出不好的预感。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许多多，如果我们这队获胜，最起码都有4个灯神名额，他们一定是达成了某种协议，先联合起来抢夺我们的积分。情况不容乐观，林峰倒是小瞧这些人了。他们或许对自己造不成威胁，但对尹天雪等人就不一定了。100来号人，即便是一人甩一个技能，都够杀死除林峰外的任意一人，而团队中的任意一人死亡，全体就要扣除10%的积分。你们退后，我来解决。林峰拿出熔岩地心之刃，准备一个人把他们全端了。林峰哥！耳边传来尹天雪惊慌的声音，林峰转头望去，却发现周围早已布满了人，足足有400人，几乎达到了本次试炼的1大半人数。他们被团团包围，前后左右水泄不通。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肯定有一个始作俑者，是他在组织这场大规模的针对行动。林峰，你输了，别怪我们不讲道义，只有把你打出副本，我们才有机会争夺灯神名额。跟这种话挂壁讲什么江湖道义？大家一起上！林峰，以你的积分，不需要参加团队对抗就能进入前10。你既然不给我们机会，那就别怪我们无情了。第117章，深渊教会入侵。林峰环视一圈，发现了人群中的李启明，那眼神简直像是淬了毒。不过比起李启明，更值得关注的是他身边的那个人。那个人150级，名称黄科，职业剧毒术士，等级150级。林峰，你只要退出，我们就不攻击你的队友，到时候你还是第一。对，凭什么你们要占据4个名额，不给我们机会？林峰，你风头太盛，必须得杀杀你的威风。林峰没有理他们，而是继续扫视全场，他的眉头越皱越紧。他发现150级的家伙居然有10个，10个黄金守护者级别的家伙混入了上京试炼。林峰，我劝你闭嘴！林峰一声暴喝，直接将七嘴八舌的试炼者镇住。你们这群白痴，中间混入了奇怪的人都没有看见吗？林峰，你不必用这招拖延时间。林峰没有再管他们，转身拉过尹天雪的手，轻声说道：退出副本，快！林峰哥，别说了，相信我。林峰哥，尹天雪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退不出去啊。林峰心头一惊，连忙换出系统，退出副本。当前副本被神级道具地狱锁定，无法退出。该死，有备而来！林峰拉过尹天雪的手，朝着人最少的地方开始突围。雄霸天、许多多、盼息，你们跟上！有150级的职业者，他们想在副本里杀死我们。几人一听，二话不说，立马跟着林峰狂奔了起来。林峰，你不要负隅顽抗！前面的蠢货还想拦截，殊不知林峰已经动了真格，而愚蠢的代价就是死亡。滚开！林峰手中蓝骨利萨亮起刺眼白光，一剑斩去，剑气纵横100米，所过之处无一人存活。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不传送？咦，输掉的人不是会传送回大厅吗？他们是真死了？等等，你是谁？你为什么150级？回应他的是一把坚刃。这一刻，联合起来的蠢货们终于发现了不对劲。然而为时已晚，10个黄金守护者级别的闯入者已经展开了屠杀。怎么回事？退不了副本？怎么回事？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在150级的职业者面前，他们就是一群待宰羔羊。幸好林峰发现的及时，带着尹天雪他们逃过了第一波的围杀。10个黄金守护者级别的职业者，林峰对付起来都有点犯怵，更别提保护尹天雪了。逃跑，然后等待救援，或者各个击破才是最优解。但坏就坏在这个小岛副本的地图太小了，小到走几步都能遇到人的程度。小岛外围是一片空气屏障，而屏障后是一片虚无，他们根本无法躲藏，甚至于走几步就会遇到人。这不，前方的拦路虎将林峰他们给拦截了下来。该死，这么快！看到李启明，林峰就明白了，那几百人中的大部分已经被屠杀殆尽，现在他们正在分头搜寻剩余的职业者。林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李启明面部扭曲，状若癫狂，他已经疯了，
对林峰的恨意将他变成了一条毒蛇，即便牺牲掉近1000名职业者，也要把林峰碎尸万段。我很好奇，林峰没有理会李启明，而是朝着他身旁斗篷男问道：星盟掌握了所有副本通道，你们不是守护者，为什么能升到150级？问得好。斗篷男将兜帽摘下，露出一张狰狞恐怖的面容。林峰，深渊向你伸出双手，只要你投入深渊的怀抱，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答。林峰还未说话，一旁的李启明却慌了。你说什么？不是答应我杀了林峰吗？你想变卦？你……噗嗤！李启明的心脏被兜帽男直接掏了出来，尹天雪几人被这血腥场面吓得连连后退，叹息甚至直接吐了出来。林峰对这场变故并不意外，深渊教会都是一群疯子，做出任何事情都不奇怪。聒噪！兜帽男舔舐着手中还在跳动的心脏，场面恐怖，如地狱中的恶魔现世。怎么样，林峰，投入深渊的怀抱吧？好啊！林峰想都没想，直接答应。林峰哥，尹天雪拉着林峰的衣角，一脸担忧。林峰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安心，随后转头继续说道：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哦，什么条件？放了我的朋友们！哈哈哈哈哈哈！咯！兜帽男放声狂笑，笑到最后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叫声。叫声停止，兜帽男低垂下头，眼神阴狠。我想你弄错了一件事，现在应该是你祈求我们让你加入深渊教会，而不是在这里提出条件。想活命吗？杀了你身边的所有人，深渊自然会接纳。话未说完，林峰直接出手，勇气冲锋开道，蓝谷丽萨直逼兜帽男脖颈。可就在剑刃接触他脖颈的一瞬间，兜帽男瞬间消失，只在原地留下一连串的幻影。幻影逐渐增加，逐渐清晰，他们环绕一圈，将林峰等人团团围住。哈哈哈！分得清吗？我的分身魔影！幻影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几乎占据了方圆100米的所有空间。洞察术只有一次机会哦，把握住哦。还未嚣张片刻，剑刃便直接穿胸而过。兜帽男看着胸前的蓝谷丽萨，狰狞恐怖的面容上满是不可置信。为什么你能找到我的真身？说实话，林峰挺无语的。你是低能吗？个人信息明晃晃的挂在你头上呢。不可能，没有洞察术，根本看不到这个状态下。林峰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忘了告诉你了，勇者之瞳没有冷却时间。尼玛，深渊小队的头领自信单挑林峰，结果出师位洁身先死。这就是深渊教会。林峰转身无奈摊手，之前就遇到过，人挺好，挺逗的。尹天雪几人皆是目瞪口呆。不是，这是逗不逗的问题吗？150级的职业者就这样被随便秒杀了。秒杀！亏得他们刚刚还紧张的要死，结果林峰一出手直接秒杀。怎么都不说话啊？林峰看着几人仿佛吃屎的表情，疑惑不已。雄霸天率先发话，对着林峰比了个大拇指，大哥牛逼。第118章羔羊与勇士。林峰为什么要逃跑？当然不是怕他们，而是怕他们对尹天雪几人出手，毕竟双拳难敌4手。他的所有技能都是攻法手段，没有保护队友的能力。可当自己选择谨慎的时候，敌人就觉得胜券在握，居然主动分散开来追杀剩余的职业者，真是滑稽。现在正是反击的时候，跟紧我！林峰一马当先，为众人开道。前方密林中，2个150级的深渊教徒正在折磨一个女职业者。嘿嘿，其中一个深渊教徒表情猥琐，一脸淫笑，想不想加入深渊教会？我可以让你当教会圣女。深渊教会的圣女可不是什么好职位，他们最简单的任务就是供深渊教徒们玩乐。不要，我不要！女职业者哭得梨花带雨，在深渊教徒对她上下其手时，却不见一丝反抗。在生命面前，这点屈辱算不得什么。就在深渊教徒准备进行下一步动作时，女职业者的眼中突然爆发强烈的求生欲，她开始尖叫着呼喊：啊！林峰，快来救我！蠢货！林峰本想趁他们做事的时候偷袭，结果这蠢娘们一嗓子把自己给暴露了。不过没关系，这些深渊教徒比正规黄金守护者弱不少，感觉等级是拔苗助长提上来的，林峰根本不惧。勇气冲锋，距离够了！林峰化作一道红色闪电，直冲向其中一人。老规矩，团战先杀脆皮。那法师职业的深渊教徒深渊没反应过来，就被林峰一剑削手。另一个倒是反应过来了，不过在反击和逃跑的2个选项中，他先选择提上裤子。那林峰能让他提裤子吗？剑光一闪，鲜血喷涌。林峰，果然是你，谢谢你，谢谢你。女人上来就要扒拉自己裤腿，林峰闪身轻松躲过，他立马摔了个狗吃屎。继续前进，林峰收回圣剑，继续向前方开路。等等，你们去哪？不要丢下我，我是辅助职业，我能帮你们。
别抛下我，我好害怕。女人捂着脸，哭得声嘶力竭，仿佛林峰他们是抛妻弃女的负心汉一样。熊霸天看不下去了，把女人拎了起来。你真的很吵，要么你就安静的跟上，要么你就找个地方躲起来，嗷嗷叫唤，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这吗？说完，熊霸天也不再理他，几个跨步追上林峰。看着林峰等人走远，女人抹了把眼泪，脸上的妆容顿时花了一大片。什么嘛，几个臭男人一点都不会怜香惜玉，就不能背着我走吗？嘴上嘀咕，他脚下可一点都不慢，不到1分钟就追上了小部队。你们慢点嘛，我脚好痛啊！林峰哥哥，熊霸天哥哥，你们能不能背我啊？我叫你们慢点啊，为什么都不听啊？啊！不知道是触发到了他哪根神经，女人开始原地发疯。我真的生气了啊！林峰受不了了，转身一把掐住他的脖子。你脑子没毛病吧？是想被人发现吗？再狗叫，我直接杀了你！林峰随手一扔，像扔垃圾一样扔到熊霸天那边。你叫他跟上来的，你自己看着办。可嗨，霸天哥哥，希儿好怕！女人顺势依偎在了熊霸天的怀里。熊霸天一把将他推开。蒋欣是吧？你再敢啰嗦，不用大哥出手，我也会打死你。我只说一次。见他们一个个都是钢铁直男，蒋欣气得直跺脚。明明是他们不等自己，自己只是个女孩子，自己这么委屈，喊几下怎么了？又不会死，为什么这么大反应啊？这世界到底对他有多大的恶意啊？哼，等着吧，你们会后悔的。蒋欣见林峰他们消失在了密林中，来不及生闷气，连忙追赶。穿过密林，林峰他们来到了小岛的另一头。坡下，2个深渊教徒正在戏耍几十个职业者。你们是谁？为什么要屠杀同族？你们……没等他话说完，深渊教徒一刀上挑，呲啦一声，从下道上，他的身体整整齐齐的被劈成了2半。狂刀，你太粗鲁了！一位穿着血红旗袍的深渊女教徒见到这血腥的场景，直皱眉。哦，名为狂刀的深渊教徒转身，一把搂住女教徒的柳腰。你不就是喜欢老子粗鲁吗？怎么，现在又嫌弃了？女教徒的胳膊勾搭上他的脖颈，燥热的鼻息挑动着狂刀的神经。好不容易出来玩，你这样一刀一个多，没意思啊！狂刀被他挑逗起了火，朝着薄唇就狠狠吻了下去。小骚货，你想怎么玩？2人旁若无人的开始做起苟且之事。这场面，18岁的小年轻们哪受得了？还没到精彩处，就有人出声抗议：同学们，不能坐以待毙，即便是死，我们也要战死！说话的少年振臂高呼，一马当先，气势逼人，走出的步伐带着决绝之意。半晌，却没有一个人跟随他的脚步。你们，他转头看着还蜷缩在一起同学，眼中充满了不解。他们不是职业者吗？为什么面对危险的时候比普通人还要不堪？难道面对强大的对手只会引颈就戮吗？呵，女教徒也没了兴致，轻轻推开狂刀，嘲讽道：人类就是这么软弱的生物啊，即便职业系统赋予了他们力量，也改变不了他们弱者的身份。人类啊，真是无可救药的生物。不，少年挺直身板，眼神坚定，即便只孤身一人，他也不想退缩。人类才没有你说的这么不堪，不然深渊为什么一直战胜不了我们？人类赢得了一次，就能赢无数次。你杀得了一个我，以后还有无数个我向你们发起反击。人类必胜！少年不顾等级差距，提剑便冲。女人面带嘲弄，啪嗒一声，只是一个轻轻的响指，少年的身体便开始燃起熊熊烈火。少年的惨叫和女人的狂笑响彻整座孤岛。光有决心可没用，力量才是关键啊！第119章，先杀祸害。火势越来越大，却没有烧死少年。这个技能好似在故意折磨他。刀割女人抚摸着狂刀结实的胸膛，眼中满是欲望。你看，这样才好玩嘛！对付人类垃圾就得慢慢折磨，最好是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这骚货，还是你玩的野？你玩的这么尽兴，那我玩什么？啪！狂刀一巴掌拍在女人的臀部上，弄得女人双颊绯红。讨厌，晚点再玩，先把这群人类杂碎给玩死吧！女人上前，一脚踩在少年的胸口，那熊熊火焰烧得少年痛不欲生，却无法触碰到女人分毫。小弟弟，想活命吗？告诉你，我这招名为瘟疫之火，它无法被任何方法熄灭，只能在痛苦中等待死亡。不过，女人蹲下身，抬起少年烧焦的下巴，既然是瘟疫，那必然可以传染。只要你传染给5个人，不止火会熄灭，就连伤势也会恢复。少年闻言，眼中闪过求生的欲望，紧接着又迅速暗淡了下去。他嘴唇蠕动，似要说什么。
女人好奇，俯身用耳朵贴近他的嘴唇。呸！败类！女人起身，面无表情地抹去脸颊上的口水。小鬼，既然你这么着急去死，那我就成全你。说罢，他手中呼起一阵蓝色火光，火焰不断旋转凝结，最终化为一柄锋利的蓝色长剑。他手持长剑，猛地向少年心脏刺去。就在这时，一声惊呼从后方传来：“林峰，快动手啊！他快死了！”闻言，狂刀立马反应过来，转身便是一阵凶猛刀势，将准备偷袭的林峰逼得连连后退。该死！叮！林峰奋力一击，将纠缠的狂刀击退，随后转头怒视蒋欣这个蠢女人。刚刚自己明明就要动手了，那一下绝对能先杀掉一人。可蒋欣这个蠢货，为什么偏偏……当他看到蒋欣嘴角扬起得意的笑容时，林峰明白了，这女人是故意的，她在报复刚刚自己边对她的态度。太蠢了，太蠢了！林峰怒极反笑，也不管狂刀两人，直接瞬间冲到蒋欣面前。他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什么，在短暂的慌乱后，嘴角又勾起得意的笑意。他没有说话，但表情所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啊，就是我做的，你能拿我怎么样？谁叫你刚刚凶我的？这只是对你的小小惩罚。他似乎不会想到，在战场上耍仙女脾气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长达半分钟的沉默，他率先沉不住气。你干嘛？瞪着我干嘛？你不会想打我吧？蒋欣依旧有恃无恐，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嘴上不停继续刺激林峰，打不过敌人就打女人，真是个没出息的男人。其余几人听到他的脑残言论，纷纷后退了几步。连熊霸天都感受到了林峰那刺骨的杀意，这蠢女人却还沉浸在自己小伎俩得逞的喜悦中。我说，你要是有本事就冲敌人发火，这样瞪着。话没说完，林峰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强烈的窒息感传来，他那只有核桃大小的脑子终于感到了害怕。不要，我错。蒋欣拼命挣扎，可他那点力量又怎么可能比得过林峰？林峰眼中杀意依旧，他掐着蒋欣朝狂刀两人走去。这个贱女人，麻烦你们帮忙处理一下。说罢，将蒋欣如死狗一般扔到狂刀的脚下。说实话，林峰真的不太愿意在尹天雪面前表现自己残暴的一面，不然早在森林中，这个蠢女人第一次大叫的时候就该人头落地了。林峰，你不能这么做，你这是在出卖队友。我错了，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杀我，求求你。林峰，我可以当你的女人，只要你放过我。我只是犯了每个女孩都会犯的错误，你不能因为一次小小的错误就杀了我，这公平。无论他怎么卖惨，林峰都不为所动。他开始恼羞成怒，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你这没出息的阳痿男，窝囊废！你只敢欺负我这种弱女子，大敌当前，你却先顾及私人恩怨，你有没有一点大局观？你算男人吗？好一个反客为主，好一个是非颠倒，胡言乱语。林峰突然又不想交给狂刀他们了，自己要亲自处决这个贱人。蒋欣还在喋喋不休，嘴里各种污言秽语。别看他叫得厉害，其实心里慌得不行，他只不过是用辱骂来麻痹自己的惶恐与无助。只是可惜，林峰已经不想再忍让了。他伸出双指，快如闪电，将蒋欣的舌头拉了出来，紧接着蓝骨丽萨剑光一闪，一声凄厉的呜咽声响起。蒋欣捂住嘴巴，满脸惊恐，喷涌的血水让他再也说不出任何一句话。终于安静了，林峰深吸一口气，心情舒畅。你这种人，死到临头都不知道改变，那怎么办？你只能去死。蒋欣似乎这时才想起他有技能，于是连忙施展，想要治愈自己的伤口，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将这小小的伤口治愈。鲜血还在喷涌，似要全部逃离他的身体才肯罢休。蒋欣拼命使用技能，可即便魔力消耗光了，也依旧阻止不了鲜血喷涌。他彻底慌了，呜咽地说道：你干了什么？林峰轻轻擦拭着剑身，嘴角勾起残酷的笑容，他的指尖停留在了中烟宝石的位置，这才缓缓说道：中烟宝石会让伤口无法复原，你会一直这样流血到死，下辈子记得管好自己的嘴巴。蒋欣捂着嘴开始逃跑，可还没跑几步便被血水呛得几欲昏厥。林峰没有再管他，而是转头望向了狂刀两人。哪知从他们的眼中，林峰竟然看到了赞赏之色。狂刀率先发话，言语中满是夸赞：你就是林峰，我们这次任务的目标之一。很好，很好，果真是少年英才。你也看到了，人类尽是些蠢货，不如同我们一起推翻人类暴政，彻底拥抱深渊。